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身体，却不知她的藤蔓每吸收一次能量，对方的精神体就会对她上瘾几分，渐渐无法自拔，最终只能认她为主。而此时接连让贵族当众发疯的林婉，被学校的领导喊到了教务处。林同学，能告诉我你入学2年，实操课成绩都为0的原因吗？教务主任霍森目光紧紧地盯着林婉，林婉紧抿着嘴唇，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他一个普通的打工人，一觉睡醒到了500年后的世界，虽然花了很长的时间消化了原主的记忆，却到现在还是不太能接受自己要作为一个向导给哨兵进行精神疏导这个设定。上辈子他至死都还是个母胎单身，这辈子却要和不同的男人肌肤相贴，层层深入。你说这让他怎么实操？霍森看着女孩柔弱的外表，一脸无辜的表情，越发的感到头疼。每一位向导都是帝国的宝贵资源，他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因为成绩不合格被剥夺向导身份。霍森斟酌了一下，重新开口。据我所知，你已经连续2次在疏导任务中让哨兵失控，甚至差点对你造成了侵害。林婉很是尴尬的点头。是有这么回事，但他的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的精神体好像只具备寄生功能，无法净化污染物。我已经很努力的尝试操控，但是没有用。霍森皱眉，林婉的话的确能解释实操课的成绩为什么会是0，可让哨兵疯狂却不可能是这个原因。他扯开自己的衣领，冲林婉招了招手，你现在给我做一下精神疏导，我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林婉犹豫，这不太好，万一把你后面的话他没好意思说出口。霍森却是似笑非笑的看着我，林同学，你放心，以你目前的能力，还不至于会让我发狂。林婉撇了撇嘴，他自己都不能保证的事，眼前这男人还怪有自信的，那万一出点什么事就不能怪他了。林婉慢吞吞地走到霍森的身前，先是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轻轻地将手放在了男人凸起的喉结上。男人高大的身体轻轻一沉，显然是没想到他会触碰这里，可随即他就控制住了身体，只是吞咽的动作更快。那我进来了，长官。林婉低语，随后密密麻麻的精神丝从他的指尖发散，进入了男人的身体。每一位哨兵都有着精神屏障，用来保护自己的精神图景，那是一个人最隐秘的存在。合格的向导是不会强行侵入的，所以林婉在触碰到男人的精神屏障时停了下来。那是一片荒芜望不到尽头的沙漠。林婉有点慌，越是强大的哨兵，精神图景越是宽阔，眼前一望无际的沙漠显示着男人妥妥的 S 级了。霍森察觉到了林婉的紧张情绪，他低声安抚，我不会做什么，按照你学到的开始吧。林婉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他释放出自己的精神体，一根根翠绿的藤蔓兴奋地卷动，想要到处探索。林婉努力地控制他们，不让他们乱跑。所谓净化，其实就是将哨兵精神图景中不符合逻辑堆积而成的污染物打扫干净就成。林婉指挥藤蔓去清理那些黑色的泥浆，藤蔓却好似有了更感兴趣的东西，他们越过泥浆，径直找到了一棵参天枯木，紧紧地贴了上去。与此同时，霍森发出了一声难以抑制的呻吟，身体开始微微颤抖，粗重的喘气声几乎贴在了林婉的脖子上。男人的反应让林婉有些害怕，他想将这些藤蔓收回来，可小东西却仿佛上了瘾，不光缠上了枯木的每一根枝干，还不停地摩擦吸吮。林婉能感受到一股干燥剂般的味道通过那些藤蔓源源不断地传送过来，其中一条藤蔓在枯木的顶端摸到了一个毛茸茸的东西，这种异常柔软的触感让他很是兴奋，他直接将那个东西卷了起来。停下！男人突然出声制止，随即强行关闭了精神通道，精神威压四散开来。林婉尚处于幼年期，根本不是男人的对手，被迫断开链接后，他仿佛脱力了一般，软软的倒了下去。霍森接住了他，将他抱到沙发上休息，他的气息还有些不稳，眼眸深处是浓到看不清的未知情绪。我大致明白是怎么回事。林同学，在正确掌握净化操作之前，不要再对哨兵精神疏导，我会告知你的责任老师。林婉很想问，那他接下去要怎么办？但是看到男人的眼神，他就噤声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他给哨兵做完疏导后，他们都会露出一些不明所以的表情。眼前这个男人却是明了原因，但这一言难尽的眼神更让人难懂了。林婉知道自己的精神体可以吸取对方的能量转化成自己，这种很流氓很无赖的能力导致他的向导同学们都很排斥他，但他遇到的哨兵反应却完全相反，那是恨不得扑上来死死缠住他。霍森倒是例外的那个。林婉迷惑了。林婉从教务处出来，准备回班级继续上课，路上他还在想着作为向导，虽然疏导的时候羞耻了一些，但是怎么着都是个公务员，毕了业就能分配工作和房子，所以他绝对不能被开除，但他又不会进化，万一被打回原形回去做平民，无依无靠的他该怎么活下去？想想都觉得头大的林婉一时没注意，被一个身材异常高大的男生拦在了路上。他抬起头认出了来人，汗毛都炸了起来，他急速的后退几步，转身就想逃，却撞进了另一个男人的怀里。男人牢牢地摁住了他，不怀好意地笑了，凯撒，这就是那个把你玩疯了的小向导吗？凯撒慢悠悠地迈着步子走过来，却在靠近林婉时微微皱眉，你身上怎么会有股恶心的豹子味？他还发情了，你们刚才在玩什么呢？林婉狠狠地瞪了一眼男人，这是他第一次精神疏导的对象，当时发疯想要侵犯他，结果被带走关了1个月。放开我，你这个臭流氓，你就不怕再次被判刑吗？林婉剧烈的挣扎，凯撒却是抓住他的腰，微微一用力，林婉就动不了了。他的目光落在林婉的脖子上，那个地方曾经被他咬了一口，留下了属于他的气息，但时间久了气息早已消失，早知道就永久标记他。凯撒这样想着，心里蠢蠢欲动。他不是没有接受过其他向导的疏导，但林婉的那一次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如何描述那种感觉，像是有无数的触手在你身上爬行，他们肆无忌惮地从你身上吸走能量，很痛苦，却又伴随着那种隐秘的舒爽。这是他曾经做精神疏导时从未有过的体验。他兴奋地开口，小乖，用你的藤蔓再玩我一次，只要一想到那种感觉，
凯撒的口水又要流出来，他用力握住林婉的腰，整个人都快贴在了林婉的身上。林婉被他抓得痛死，忍耐达到了临界点，他召唤出了一条藤蔓，啪的一声抽在了凯撒的脸上。你给我滚啊，死变态！凯撒当场愣住了，身体剧烈的颤抖，气息加重，随后咧开嘴，兴奋的大笑，差点就跪在了地上。乖宝，再抽我一下！神经啊！林婉真的恶喊。好在男人已经松开了他，趁着空档，他钻出了男人的包围，扭头就跑。身后的凯撒还想追上去，却被一旁的好友拦住。今天到此为止，霍森已经闻到味过来了，见好就收吧。凯撒这才冷静下来，他面露不屑，发出一声嗤笑。这个贵族的走狗有什么好？好了，我用私权把你捞出来，你收敛点，可别闹大了连累我。你想给那个女孩当狗，以后多的是机会。男婴，你现在说话这么硬气，以后可别死皮赖脸求着人家踩你脸。林婉逃命似的回到教室，真的是受够了这个疯狂的世界。哨兵们都是些什么奇怪的贴挂？教室门口的电子屏正在播放着最新的要闻。年轻的总统刚登基，正在给前线死去的哨兵家属发放慰问。年轻沉稳的形象赢得了所有人的好感，都是作秀哼。林婉的身边响起不屑的声音，是他的同班同学埃尔，一名男性向导。见林婉望过来，他眼中的厌恶又浓了一些，气急败坏的吼道：你看什么看？你们这些贱民有什么资格和我们平起平坐？林婉一头雾水，想要骂回去却没敢开口。这个世界有个贵族权利法案，辱骂贵族是要被抓去坐牢的。林婉的同桌艾莉在埃尔离开后，小心翼翼地靠过来安慰他。新总统是新民主党派的人，与埃尔这些老牌贵族世家对立，所以他才那么生气。林婉只是怒了那么一下就不怒了。两人聊起马上要开始的向导实习期，艾莉的脸上有些愁容。5号污染区突然崩坏，那边乱成了一锅粥，也不知道学校暑假还会不会让我们过去实习。林婉和他发愁的方向明显不一样。我的精神体没有进化能力，就算实习也不知道能不能过。或许我根本不是向导，而是哨兵。艾莉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怎么会呢？你的确有向导素质，要不我陪你去向导所再检测一遍。学院不允许向导单独出门，林婉申请了一位哨兵护送，是位英姿飒爽的女性，名字叫罗茜。林婉第一次走出学校的大门，对外面的一切都很好奇。她趴在车窗上，专心致志地观赏，一路上不管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一座高耸的建筑，那是位于城市最中心的中央白塔，里面是总统和各级军官们的办公场所，以白塔为中心，外围一圈是新旧贵族和有钱人住的地方。再往外是普通民众的居住区，贫民区再往外，那就是人人深恶痛绝的污染区了。污染区很危险，但同时又藏着巨大的财富。污染区的怪物身上有一种能源石，可以提升哨兵和向导的能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哨兵赴死。车子很快开进了一家医院的大门，亮出身份明示后，立马有专人对他们开放了特殊通路。一名工作人员匆匆打开，诚惶诚恐的模样，让林婉再次刷新了自己的认知。这个世界向导的身份好像比他想象中的更加特殊一些。被抽了一管血液后，林婉被送进了银白色的扫描舱，微弱的电流仿佛无数的蚂蚁在他身上爬动，最后汇入了他的脑域。一直在他脑域里沉睡的精神体，像是受到了召唤，彻底活跃了起来。无数翠绿的藤蔓向四周伸展开来，汲取着周围稀薄的能量。不知为何，林婉突然感到了一丝饥饿，她有点想念自己的藤蔓缠绕在别人精神体上吸吮时的感觉。他不会也是个奇怪的人吧？扫描结束，林婉坐在休息室里，闻着让人精神放松的熏香，听着柔和的音乐，让她有一瞬回到古兰欣家里的感觉。就在这时，不知道是哪里发出了一声尖叫，接着是剧烈的爆炸声传来，整个向导楼都颤了颤。罗茜急匆匆地推门进门，又反手将门锁死。我已经给学院打电话了，他们会马上派人来接，在这里待几分钟就好。楼下又传来男人的嘶吼声，一半像人一半像兽，这应该是等级很高的哨兵。就算隔着休息室的门，林婉都能感受到那个人身上的威压。同处一室的艾丽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精神体小海獭也不自觉地跑了出来，捂着脑袋跟主人一样缩成一团。罗茜担忧地将艾丽护在怀里，轻声安抚她的精神体小麻雀，也称职地守在小海獭面前，保持警惕，随时战斗。只有林婉安静地坐在椅子上，脚底下是隐隐约约涌动的藤蔓，外面各种各样的声音以及每个人的情绪都被藤蔓接收到，传递进了她的脑袋中。原来向导的精神体还能这样使用，只是那种饥饿的感觉又来了。林婉皱眉，为什么他会感觉到有点兴奋？好像外面有很多可以填饱肚子的小蛋糕。藤蔓比他的反应更诚实，他们挣扎了一会儿，便从地底朝四周散开。林婉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因为他的那些藤蔓已经游到了2楼某个科室。他看到了一个半人半狼的哨兵，正恶劣地压制着一位柔软的女性。那个向导好像已经晕了过去，哨兵的异化却还在进行。我的队员要疏导，为什么会没有向导？只要有向导，他们就不会死。异化哨兵痛苦地嘶吼，人类的特征在慢慢被受化。周围有工作人员大叫：你的污染值超了，应该第一时间找你的长官，让他和白塔申请治疗，而不是跑到这里对无辜的人下手。异化哨兵仿佛听到了很可笑的话，我的长官，就算我们小队全部葬送在污染区，他也不会眨一下眼，因为他是贵族。一个贵族怎么会替平民着想？周围嘈杂的声音突然安静了下来，一股难言的沉重在同为哨兵的众人之间缓缓蔓延，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我没有想要伤害他，我只是想要他去救我的队友。我的头快要炸了！异化哨兵不停地哀叫，他身上的肌肤一块块掉落，不断地长出野兽的皮毛。很快，一头硕大的异化黑狼咆哮嘶吼着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藤蔓蠢蠢欲动。林婉的心底发出好恶的声音，渴望越来越迫切。他的眼眸深处散发出了隐隐的光彩。不远处，隐隐传来了警笛声，有装甲车缓缓驶入的声音。屋内的异化黑狼已经察觉到动静，他带着向导开始朝外撤离。就在这时，林婉藏在地下的藤蔓们动，无数根分支飞窜而起，一瞬间的功夫就将黑狼牢牢捆住。一道不甘示弱的吼叫声传来，
来，空气仿佛被利刃切割，墙壁在巨大的冲击下瞬间崩塌瓦解，埋伏在外面的哨兵们来不及做出反应，就被这股无形却极具威力的嘶吼直接震飞。罗茜察觉出不妙，这个哨兵等级太高，攻击力太强，这楼迟早要塌，他们必须得下楼。谁知他们刚走到2层，走廊上又传来巨大的撞击声，墙壁哗啦啦的倒下一片，天花板也坚持不住，掉下来直接堵住了他们的去路。此刻，军部的装甲车已经开了进来，上面下来了数名全副武装的军人，他们训练有素的朝楼内进攻。黑狼听到动静，开始挣扎嘶吼。他下意识地张开嘴，朝那些束缚住自己的藤蔓狠狠咬去。好痛！林婉捂住自己的手臂，尽管那里没有伤口，但精神体受伤，痛觉竟然也会传递到身上。藤蔓被咬稍有放松，黑狼捕捉到这个间隙，竟然挣脱束缚逃了出去。吼叫伴随着天摇地动的威压，黑狼像是寻到了味道，竟然直接朝着林婉的方向冲刺而来。小马犬迎狼而上，直接被撞飞。罗茜也被巨狼的利爪掀翻，昏死在地。至于艾丽早就晕过去，林婉来不及做出任何的反应，便被一股蛮力狠狠摁倒在地，背部与地面猛烈碰撞，扬起一片尘土。完了，要被吃掉了！林婉绝望地紧闭双眼。然而1秒2秒过去了，想象中的疼痛迟迟没有袭来。满心疑惑的林婉忍不住缓缓睁开双眼，入目的是巨狼硕大无比的头颅，那双仿若燃烧着血色火焰的眼眸，此刻正牢牢地凝视着他。什么情况？林婉眨了眨眼，试着动了动，巨狼啪嗒一声，又将他按回了原地，不伤害他却也不让他跑。林婉脑中的藤蔓又开始蠢蠢欲动，在得到林婉的许可后，瞬间涌出，将巨狼紧紧缠了起来，抓到了这样一个大家伙。藤蔓们明显兴奋起来，他们紧紧地贴在异化黑狼的身体上，开始不断地吸取他身上的能量。原本处于躁动状态的黑狼突然安静了下来，一双因狂暴充血的眼眸此时满是茫然与错愕。乖狗狗！林婉在脑域中轻声呼唤，声音通过藤蔓传递到了异化黑狼的耳膜中。硕大的狼耳抖了抖，一种庞大的能量从黑狼的身上传来，中间夹杂着一股硝烟的味道。这种味道，林婉在霍森主任以及那个疯子身上都闻到过。饥饿感在慢慢的被满足，有能量滋润的脑域变得畅快无比。林婉突然发现，原本暗黑狭窄的脑域逐渐外扩，一片贫瘠的土地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片小小的嫩芽。黑狼发出低沉的呜呜声，似在警告，又似在隐忍委屈，瞬间就失去了原来的气势，血红的双眸变回了原本的颜色，眼角湿漉漉的，像是一只刚被主人狠狠揉捏过的小狗，楚楚可怜。林婉分出一条藤鞭，抽了他一下，不准撒娇，趴下。巨狼嗷呜一声，变回了正常的大小，脑袋靠近了林婉，在他的脖子上舔了舔。林婉终于能从黑狼的身下出来，他摸了摸黑狼的脑袋，忍不住夸了夸他，真乖。大楼内突然消失的野兽嘶吼声，让外面的人感到奇怪不已，怎么回事？检测到异化数值正在大幅度下降。正在这时，人群外又走来一拨人，白金色的制服，是向导学院的人，为首的人正是霍森主任。他的鼻子轻微嗅了嗅，好像闻到了一股隐隐约约的味道，他径直往里面走。林婉这时候正被医护人员带向现场的受伤人员都被专业医疗团队接走，只有他活蹦乱跳的被带走，里里外外的检查了一番。他没想到霍森主任会出现在这里，霍森一直站在他的身边，见到他安然无恙，这才上前。那头黑狼异化后已经是 S 级，释放的威压可以让 S 级向导精神紊乱。你确定脑域没有任何损伤？闻言，林婉特意感受了一下自己的精神图景，吃饱喝足的藤蔓此刻正精神奕奕，分支不是摆成 S 就是摆成 B， 这么看来应该是没啥事儿吧。霍森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眼眸中有不知名的情绪在跃动。这时门诊室大门被人缓缓推开，一个男医生拿着一个档案袋进来。林向导，这是您方才的体检报告。霍森很自然地接过了报告，一目十行地将体检报告浏览完，目光在最后的评级审定处停止，上面赫然是一个大大的 D。男医生看到霍森疑惑的目光，忙解释道，这是10分钟之前刚出来的报告，林小姐是非常珍贵的木系向导，D 级的精神体具备很优秀的治愈能力。林婉愣了一下， D 级，他不是1级向导吗？什么时候升的级？他一时还有点难以相信。霍森率先回过神来，他刚在楼外就闻到了野兽动情的味道，还有曾经困住过他的淡淡的木质香气。他看向林婉，询问，刚才是你在给那只异化哨兵做精神疏导？林婉实话实说，我没有，我只是在他要攻击我时用藤蔓缠住了他，其他的我什么都没有做。霍森的眉心紧皱，他将目光放在了林婉的脖子上，明明已经快要沦陷成一头没有意识的野兽，倒是还没忘记求偶。霍森嗤笑，抬起手从林婉的脖子处轻轻擦过，将黑狼留在那里的气味抹去。林婉有些疑惑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刚刚那个哨兵其实他并没有想伤害向导，他只是想获得疏导而已。霍森打断了林婉的话，林同学，永远不要对哨兵产生同理心，向导的安全高于一切，这是国家的底线。林婉看着霍森警告的眼神，知趣的不再开口，既然身体没什么问题，那就回去吧，养足精神，准备明天下午2点补考。林婉听到补考2个字，立马浑身一激灵，他忙问主任，我补考的实操对象还是之前那个哨兵吗？霍森看了他一眼，由于前2次的操作对象精神状况不是特别稳定，所以这一次补考换了一个人。林婉这才放下心来。回到宿舍，他第一时间就查看脑域中的小嫩芽，2片绿油油的叶子，还怪好看的。他用手戳了上去，只见那东西如筛子一般抖了抖，然后嫩嫩的一片叶子羞涩地勾住了他的手指。林婉直接被惊悚到了，这到底是什么玩意？竟然还有意识？难道他有2个精神体吗？想不通的林婉直接睡了过去，直到第2天中午，他才睁开眼，收拾了一下。林婉准备去食堂吃饭，结果电梯门打开，就看到了一个意外的人。真巧，又见面了，亲爱的向导小姐。男人见到林婉脸上露出温和的笑，林婉瞬间警惕的后退。这是那个疯子的同伴，可为什么身为哨兵却能够自由出入向导学院？别紧张，今天凯撒不在，只有我。
进来吧。他绅士的朝林婉伸出手，进去你个鬼头，人模狗样的贵公子做派，昨天那么恶劣的对他还记着呢。林婉立马转身，准备离他远远的。你先走吧，我现在不用。男人听到林婉这么说，也不勉强，他微笑着告别。那我们等会儿见。林婉勉强忍下了想翻白眼的冲动，谁要跟你见面，永远不见才好。他故意在走廊里磨蹭了一会儿，才再次按下了电梯。电梯门打开，这次又是熟人。看到林婉，埃尔的脸上立马就挂上了厌恶，他语气颇为不善：贱民，给我坐下个电梯。林婉的火气砰一下就上来了。这一个两个的都看他好欺负是不是？他冷哼一声，一个跨步就迈进了电梯里。埃尔没想到林婉会直接亲身进入，一股淡淡的木质香气瞬间萦绕在他的鼻尖，他的脸微不可及的红，他不由自主的后退了几步。见状，林婉往他的方向挪了挪。打工人自带100斤的反骨，这个男的越是讨厌他，他就偏要去靠近他。想了想，林婉又特意歪着脑袋朝埃尔看过去，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里满是无辜。我为什么不能一起乘坐电梯呢？埃尔怔怔地看着楚楚可怜的林婉，原本就泛红的脸此刻变得更加通红。他咬紧牙关，闭上双眼，愤愤地将头扭向了一旁。电梯门关上，紧闭的空间内，人的五官更加敏感。林婉甚至能听到旁边男生的轻微喘气声。他偷偷地放出精神体，原本是想要探一探对方的情绪，想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老是看他不爽，结果也不知道是哪根藤蔓，居然直接摸了上去。会娇喘的一只兔子，好可爱呀，浑身都红透了。传递回来的信息让林婉直接愣住，而原本一直抑制着站在角落里的男生，突然如同被电流击过，喉咙里发出一丝呻吟，全身都颤抖了。他唰的一下睁开眼，对林婉怒目而视。这时电梯门打开，埃尔立马气呼呼地冲了出去，临走的时候还没忘记多骂了林婉几句贱民。林婉无语地看着埃尔气急败坏的脸，怎么了吗？就精神体不小心碰了一下，至于这么激动吗？吃完饭，林婉来到指定的疏导室，一进门里面就有人在等她。等看清楚对方是谁，林婉的脸色瞬间就垮了下来。一直悠哉坐在椅子上喝茶的男婴见到林婉进门，行了一个极为绅士的礼。林同学，我们又见面了。林婉瞬间觉得，就这个补考也不是非补不可，不及格被赶出学校，可能也是一件不错的事。男人注意到了林婉的脸色，他微微欠身，用温和又带着几分愧疚的语调致歉：上次的事是我们的不对，我再次郑重地向你道歉，同时向你介绍一下我的身份，我叫南因克里斯，目前担任哨兵学院学生会主席的职务。你放心，我绝不会像我的同伴那么鲁莽，吓到我们可爱的女士。男人过于绅士礼貌的做派，着实让林婉有些无所适从。他觉得浑身都不自在，硬着头皮说了一句没关系。男婴的脸上尽是欣慰之色，您能原谅，真的是太好了。就在这时，监考老师也到了，他简单说了一些注意事项，就把空间留给了他们。回到了监控室，林婉刚在向导专用的椅子上坐，一抬头就看到男婴已经在脱衣服。林婉吓了一跳，这人怕不是有什么毛病吧？好端端脱什么衣服？脱衣服就算了，为什么里面还穿着黑色的束缚带？男婴并未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妥，他解释道：我的精神图景和别人的不一样，他在下面，也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什么。他一边解释着，一边用细长的手指缓缓划过自己鼓起的胸肌，然后沿着沟壑一直来到了经受的小腹地带，两侧的腹外斜肌向下延伸，那里藏着一颗蓝色的宝石，正闪烁着诱人的光泽。我的天啊！林婉的脑子都快烧倒了。他垂着眼，视线尽量不往那些地方乱瞄，然后夹紧双腿，一动都不敢动。男婴轻笑了一声，走到了林婉的身前，拉起她的手放在了蓝宝石上，只要碰这里就好。他的声音低沉而醇厚，带着蛊惑人心的魔力。林婉一下子就坠入了那无尽的大海中。这个哨兵的精神屏障居然是一片海洋。林婉越来越好奇他的精神体是什么，他放任自己的身体朝着海底深渊直直坠去。很快，林婉就来到了一片海底花园，这里有无数的海藻、珊瑚、珍珠以及硕大的海底宫殿。林婉站在宫殿的入口，没有贸然进入，他召唤出藤蔓，对着宫殿外的乱石淤泥开始发号施令。舞动的藤蔓如同水藻般蜂拥而出，只是他们的注意力压根不在那些积沉的污染物上，而是发疯般的在海底花园中打滚破坏。原本宁静悠远的海底花园瞬间被破坏的一团乱。林婉连连叫停，控制着他们不要太过粗暴，但是藤蔓传来的那种破坏的爽感却让林婉整个人都兴奋异常。他又感到饥饿了。林婉的手触摸着男性哨兵的小腹，手中的精神丝散发出莹莹绿光，源源不断地进入男人的身体，笑意逐渐从男婴的脸上消失，强壮的身体难以自控地摇晃着，随着体内感应的变强，他颤抖的幅度越来越大。男婴紧咬着牙关，试图去忍耐着身体里翻涌的异样，可那汹涌的浪潮却一波一波地朝他席卷而来。最终他再也承受不住，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呻吟。当藤蔓将海底花园里最后一片完好的景致也破坏殆尽，肉体一向以钢铁著称的哨兵终究还是被那难以言说的感觉击垮。他双腿一软，重重地跪在了地上，而意识还留在哨兵精神屏障中的林婉，此刻却觉得周围的海水异常的滚烫，天摇地动间，仿佛有什么恐怖的生物正朝他靠近。他不由得抬头，就看到了一只巨大无比的蓝色水母，水母的触手灵活的伸缩，仅仅一瞬间就将林婉的身体缠住。水母并没有恶意，林婉察觉到这一点，忍不住伸手摸了一下，那滑腻的手感冰冰凉凉，仿佛果冻一般异常的舒服。藤蔓们好像也发现了这个比海底花园更好玩的生物，他们争先恐后的缠了上来，与水母的触手交缠，相互摩擦。在林婉肉眼看不到的地方，水母似乎陷入了一种奇异的状态，它微微颤抖着，仿佛在经历着某种强烈的感受。随着颤抖的加剧，它竟溢出了水分。现实中的男婴只觉得自己身上的水分都要脱完了，他应该立马远离林婉，可以他永远保持统一战线的精神体却第一次违逆了他。
他忍不住闭上眼睛，任凭自己的身体在难挨的刺激中沉沦，潺潺不息的体液从毛孔中溢出，打湿了紧贴着的束缚带。他抬头望向坐在椅子上的少女，她正沉浸在精神海中，手指泛着绿光，脸上一派冷静自若，与此刻混乱糟糕成一团的自己截然相反，实在太过分了。他这样想，却不敢再看。他努力抑制身体想要拥抱他的冲动，汗水滴滴答答在地板上汇聚成了一团。好甜！林婉的脑海中传来这样的意识，还有点咸咸的。小水母好会流水，摸这里还会喘，声音也好听。我们把它吸干吧。随着藤蔓们的意识越来越不可描述，林婉这才慌张地将藤蔓收回脑内。他游回海底，巨大的水母已经缩小了体型，乖巧地跟了过来。精神体都好乖的。林婉摸了摸他的脑袋，这才将注意力放在了海底的污染物上。海底花园被破坏得一干二净，连带着沉积的污染物也一并回去了。所以这做法虽然有些粗暴，但应该也算完成任务了。林婉断开精神链接，退出了这一片海域。当他再次睁开眼，就看到了跪在自己面前的哨兵。他吓了一跳，想要离这个男人远一点，却在刚起身时就被按住了双腿，让他待在椅子上无法逃跑。男婴缓缓地抬头仰望，平日里那总是透着几分金贵的面容，此刻已满是狼狈的羞愤之色，眼中带着深不见底的复杂情绪。怎么回事？这个人怎么这副鬼样子？林婉的脑袋中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身体却是一动不敢动。抱歉，请让我这样待一会儿，我好像又冒犯林同学了。男婴的语气里充满了诚恳与愧疚，可那双充满力量的手如同铁烙一般，死死地焊在了林婉的身上，全身的气势像是一头锁定了猎物的凶猛野兽。林婉毛骨悚然，这才惊觉这只水母有点长。监控室里，霍森走到了监考老师蒂娜的身后，询问里面怎么样了。蒂娜指着眼前的一块电子屏幕，看情况应该是成功了，只是他有些疑惑，不过是做了一些浅层疏导，为什么还会出现轻微的结合热呢？霍森看了一下屏幕上出现的数据，污染值那一栏仅微不可及的下调了一点点，这个倒是很符合地级向导又菜又爱玩的特性。霍森的视线一直注视着屏幕中两人暧昧的画面，好一会才到，昨日戒断所捕获了一只异化黑狼，在没有深层疏导治疗的情况下，它的异化值变低了，同时也进入了结合热的状态。蒂娜目光闪动，大胆地抛出了一个从未有人提及过的结论。难道结合热是阻止异化的关键因素？霍森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他将一份报告放在了蒂娜的手边。昨日捕获时，他正与这个学生在一起，我们认为是他安抚了他的情绪。蒂娜的表情变得凝重，他拿起林婉的成绩单，上面赤红的一片，让他都有点不忍直视。连精神链接都不会的学生，可以安抚异化哨兵吗？霍森点点头，虽然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而且他成功让那头狼认同。蒂娜了然的一笑，所以你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让我给他一个及格，留下他。林婉被男婴强行抱了半个多小时，感觉浑身都湿透了，对方这才松开了他。男婴稳定了情绪后，又恢复成了那副金贵优雅的模样。如果方便的话，我有那个荣幸邀请你一起用餐吗？男人身上的汗已经干了，冷白色的肌肤显得尤其亮眼。林婉红着脸不好意思看他，改天吧，我等一下还要去教务处领成绩单。男婴露出片刻的落寞，很快又释然，那等你有空我们再约，暑假就快到了，我们家会举办很多好玩的宴会，到时我们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一下彼此。受不了了，这个哨兵真的太烧了。林婉的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再说，暑假还早着呢，到时候指不定有啥安排。他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摆着手，双脚也没落后的快速往门口移动。主任叫我了，那我先走了，下次见男婴同学。男婴好笑地看着林婉跑得比兔子还快，片刻后，他才慢条斯理地捡起地上的外套，动作优雅而从容的，不紧不慢地将衣服扣给扣上。林婉到了教务处，霍森已经在里面等他了。结果出来了，做得不错，林同学。霍森将男婴的脑域数值放在了林婉的面前，林婉看了看，有点被雷到，才0.5啊，怎么就下降了这么一点？他明明挺卖力的，效果这么差的，至少不用被退学了，不是吗？霍森淡淡的道，这个成绩在初级向导群体中很常见，以后慢慢加油就好了。林婉不禁有些好奇，别人也差不多这个数值吗？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当然也有一些人例外。霍森一边说，一边抽了一张成绩单出来，比如这个小子就是个难得的天才，再过不久应该就会晋升到 S 级，跻身传奇向导的榜单。林婉好奇地瞄了一眼照片，就看到了金发碧眼颇为熟悉的一张脸，竟然是那只傲娇的兔子，他居然这么厉害的，怪不得经常鄙视他。他一个地级在 A 级面前的确不够看。霍森看了一下林婉的表情，你也是例外，所以你也不必太过焦虑。什么意思？林婉露出一脸的迷茫，难道他也能到 S 级吗？就凭现在这超来的60分成绩吗？霍森的表情变得严肃，少向精神链接并不仅仅可以疏导治疗，有能力的向导还可以反向控制哨兵，让他成为你手里的一把武器。林同学，霍森的声音骤然拔高，明白我的意思吗？只要你想要，就没有一个哨兵可以拒绝你。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身体。谁知教务主任早已摸透了他的能力。林婉莫名其妙的就跟着霍森来到了中央白塔，白塔地下15层。霍森指着监视屏幕上的一个男性，这人虽然停止异化，但脑域的污染值并没有减少。林婉看着有些眼熟，好一会才想起来，这是昨天袭击他的异化黑狼。霍森看了他一眼，带着他继续往里面走，却是到了刚刚监控里的场景，一股隐晦的味道钻进了林婉的鼻腔，好熟悉。霍森低沉的嗓音缓缓响起，是不是闻出来了？这是野兽发情的味道。哨兵的异化被中断，却陷入了发情期。林婉的心底慌成一片，他的藤蔓们就只少少吸了一点异化黑狼的能量，怎么还留下副作用了呢？
藤蔓们也受到了惊吓，这个抱抱好可怕好凶，明明我摸他那么爽，爽完就翻脸不认人，这在古南星是要被叫渣男的吧。霍森停下脚步看向林婉，就在这里，你对他再释放一次你的精神体。教务主任的话林婉不敢不听，他小心地将手放在了男人的腹肌上，然后再次放出了藤蔓。藤蔓们见到被捆绑着的哨兵，方才愤愤不平的情绪一下子抛了个干净，非常迅速地缠绕在了男人身上。林婉努力控制着藤蔓，不让他们汲取能量，然后扭头询问霍森主任，是这样吗？霍森挑眉，你的藤蔓们怎么不吸了？开始吧，就像那天你对我那样。林婉暗叹，这男人果然什么都知道。既然这样，他放开了对藤蔓的束缚，原本安静不动的藤蔓开始大口蚕食哨兵身上的能量，而一直昏迷的异化哨兵却突然醒了，一声声难忍的呻吟从他的喉咙里溢出，他的身躯轻微的颤抖，锁着他的铁链发出乒乓乱响，令人心惊肉跳。不知过了多久，异化哨兵像是耗尽了所有反抗的力气，挣扎的动作戛然而止，身躯也缓缓松弛下来。身后的霍森突然发出指令，就是现在，破开他的屏障，进入他，找到他的精神体。哗啦一声，哨兵的精神屏障碎裂，林婉轻而易举进入了对方的精神图景。林婉没想到，这个哨兵内心隐藏的秘密竟然是一个小木屋。他轻轻推开木屋的门，看到了一间多人宿舍，两张上下铺的床，唯一的一张书桌上摆着一张陈旧的合影，上面是几个年轻哨兵的合照，关系很要好的样子，勾肩搭背，一脸灿烂的笑容。其中一个男人的脸正是这位异化的哨兵，而这些竟然就是他最重视的人。林婉环视四周，除了照片是彩色的，其他地方都堆满了淤泥，一团模糊的身影正蜷缩在一块破损的木墙之后，警惕地偷看他。林婉的脑袋上打了一个问号，不应该是一只黑色的巨狼吗？怎么是条脏乎乎的小狗？林婉蹲下身，温柔地看着幼犬，脸上是淡淡的微笑。他轻轻地招手，乖乖过来。幼犬敏感地动了动耳朵，鼻子不停地耸动，在辨认林婉没有恶意后，探出了身。林婉轻柔地将他抱起，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幼狼的身体。幼狼舒服地发出了一声嘤鸣，藤蔓们也随之兴奋起来，将幼狼的身体卷成了一团。林婉发现这个哨兵实在太乖了，以前他的精神体肆意到这个程度，不是被反扑就是被强行断开链接，可眼前的小狼却只是静静地待着，眼眸里透着几分无辜。即使藤蔓们毫无顾忌的麻醉，近乎贪婪的汲取，他也只是发出几声绵软无力的呜咽。这般温顺的模样让林婉的心一下子就软了，要是他也会像其他向导一样给哨兵疏导就好了。他这样想着，原本一直在撸毛茸茸的藤蔓像是接收到了什么讯息，纷纷放开幼崽，开始吞噬小狼身边的淤泥。淤泥能吃却不好吃，那是难以言语的各种负面情绪，不像之前小蛋糕那样充满诱惑。等林婉反应过来时，藤蔓们已经将周围的淤泥吞噬干净，他的脑域瞬间就被大量的画面填满。一支人类哨兵小队常年在危险地带游走，收集土系的能源是换取高额的报酬。小队成员在长年累月的合作相处中逐渐亲如兄弟，而黑狼正是这支小队的队长。这天他们接到了一个任务，护送一名贵族进入5号污染区。5号污染区平和没有发生过暴动，是小队了如指掌的地方。大家都以为这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任务，还等着任务结束拿到大额奖金去预约高阶向导。可谁也没想到，噩梦开始了。林婉的脑中也出现了一幕幕血腥的场景，负面情绪如潮水涌来，紧紧地束缚着他的心脏，每一声惨叫都如同利刺扎入他的耳膜，神经紧绷到了极致，脑域却消化不掉这些负面情绪。林婉强撑着收回藤蔓，断开了与哨兵的精神连接。现实中的他却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软软的朝身后倒去，摔进了一个雄厚的怀抱里。等到林婉再次醒过来时，就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白色的大床上。谢天谢地，婉婉你终于醒了。林婉转头一看，只见艾丽正一脸担忧地看着他，你怎么可以这么鲁莽，擅自给一个等级比自己高那么多的哨兵做深层疏导？林婉想了一下他的操作，进入哨兵的精神图景就是深层疏导了吗？也没人告诉过他呀。艾丽愤愤不平，霍森主任也是，白塔那么多高阶向导，偏偏压着你一个学生去做镜头。看了看四周，确定没人，艾丽小声地接着说，霍森主任在向导们这边可是被列入黑名单的哦。林婉震惊了，这是向导们都不搭理他，所以这人才盯上自己的吗？艾丽继续八卦，他对向导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绩效考核，完不成任务不仅拿不到工资，还得免费给哨兵做深层疏导。什么？还要绩效考核？公务员也会拿不到工资？林婉无语了，也不知道现在转行还来不来得及。讲到这里，艾丽一脸菜色，听说她到向导学院当教务主任，就是想从好拿捏的学生开始下手。天哪，我只要一想到以后要过996上班打卡制，奖金还要与绩效挂钩，我就想发疯。牛马也没这么命苦吧？曾经的真牛马社畜林婉呵呵，就这些那还是太谦虚了，真牛马可不止这样，说出来能吓死小海獭。对了，艾丽，精神疏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你们的实操课成绩都是优秀啊？艾丽想了想，我的海獭宝宝技能是洗，它可以搓出很多泡泡，就把那些污染物清洗掉，很简单的呢。听到这里，林婉心里一咯噔，人家是清理掉污染物，他的藤蔓们是吃掉。天啊，怪不得消化不良。他正要查看一下藤蔓，门外响起了一道温和的声音：两位同学打扰了，方便我进来探望吗？艾丽见到来人，浑身一激灵，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喊：霍主任，我探望好了，这就走。说完，心虚地看了一眼林婉，跑了。病房里只剩下了2个人。霍森安静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身体如何了？林婉有些不好意思，没什么问题了，谢谢主任送我过来，你没事就好。多谢你愿意为那名哨兵做疏导，只是现在的向导安于享受，不再努力，精神力等级与哨兵差距越来越大，每年需要精神疏导的哨兵越来越多，可能深层疏导的向导越来越少。你能想象哨兵们的那种绝望吗？林婉被说得面红耳赤，刚刚和艾丽说的话都被这人听到了。当然，作为打工人，他也是很理解主任的做法。他很不好意思的开口：
主任，我这次给黑狼做的疏导，是不是比上次给水母做的污染值降得多了？霍森笑了，点了点头。他掏出一份文件递给林婉，5%，你破了地级向导从未有过的跨等级治疗的记录。林婉抬起头，眼睛瞬间亮了。好家伙，藤蔓这堪比吸尘器的翅膀，果然比别人的抹布拖把强多了。还有，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高阶向导都撬不开的屏障，你却轻松进去了吗？林婉的确好奇，这是他以往从未遇见过的情况。那是因为黑狼对你认了主，以后他的精神屏障也只会为你。你们现在的匹配度已经接近90%。林婉呆住，一脸的不可置信。高阶哨兵认主低阶向导，这对他得是多么的幸运，才能做到这一步。霍森缓缓起身，抑制着自己想要触碰林婉的冲动。加油吧，小姑娘，好好挖掘你这个会让人上瘾的精神体实力，到时候就可以随意的使用我。剩下的话，男人并未说出。超 S 家的高阶哨兵与生俱来的矜持与忍耐，让他的一切都是克制而又隐忍。哪怕知道自己的污染值早已临近崩坏的边缘，日夜受尽折磨，他也没有像别人那样，一遇到自己喜爱的向导就立刻放下所有的身段尊严，对人摇手甩尾。哇，好可爱！林婉还在感叹着自己的硬实力，就看到一只小黑豹跳到了自己的怀里。霍森惊讶地看着没打招呼就自己跑出来的精神体，再一次有了一种不受控制的尴尬。对于送上门来的毛茸茸，林婉本着不摸白不摸的原则，开开心心地撸了上去。霍森的身体有些轻微的颤抖，他能感觉自己的头部被一双手缓缓地揉动着，手指拨开飞发，丝丝缕缕酥麻的感觉一直从发根蔓延至全身，令他内心燥热不已。而林婉则是一会儿摸摸小黑豹脸颊的肉，一会儿又挠挠他的下巴。小黑豹被摸得舒服地眯起了眼睛，没过一会儿就躺平露出了肚皮。霍森的眼皮直跳，直觉告诉他再不总要出事。他赶紧将剩下的事项一并交代了。向导学院和哨兵学院的联赛即将开始，只要取得好成绩，不仅有学分，还有丰厚的补贴。一毛存款都没有的林婉听到还有钱拿，一下子就跟打了鸡血似的。我一定好好努力，您放心。放心不了一点的霍森强硬地带着精神体走了，只是转身离开时，深邃的眼眸里明显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送走霍森主任之后，林婉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复盘。同一天操作的2次疏导，前后居然相差了10倍。林婉不由再次想到了吸尘器的理论，不是吧？难道吞掉污染物真的比破坏强？林婉再次回到脑域，就看到原先断了一截的分支，此刻已经长出了新的。这个分支是第一个吃污染物的，也是吃的最多的，相比其他的藤蔓要长得大一些。所以这些藤蔓既然能吃污染物，为什么之前不吃呢？害得原主实操课成绩为0，差点被退学。谁知藤蔓们的抱怨立马就来，我们爱吃，但也大可不必什么都吃，吃了那就是满肚子的废料，不好消化。好吧，原来是这个原因。林婉无话可说了。第二天，艾丽神秘兮兮地拉着林婉去了诊疗室，带你来见识一下向导是怎么给哨兵治疗的。里边的是许学姐，比我们大2届，她毕业后就在白塔工作，现在是治愈型向导人气榜第5位，实力快达到1级了。这么厉害，林婉来了兴趣，就见诊疗室内还有更私密的一间房间，玻璃一半透明一半磨砂，就诊的哨兵躺在一张床上，许向导就坐在他的身上，水蓝色的光芒如同流水，不断进入身下哨兵的身体。哨兵大概是被烤住了，动弹不得，但是从他颤抖挣扎而起的动作，能猜出里面的情况应该挺激烈的。原来向导给哨兵疏导是这样的。林婉满脑子的晦涩想法，不知道持续了多久，女人身上的水蓝色光芒终于消失，她抬手擦了擦身上的，然后解开了哨兵的手铐。就在她准备下床离去的时候，床上的哨兵突然一个挺身坐起，扣住女人的手，捏住她的下巴，深深的吻了上去。哨兵很高大，坐起来后能看到她的整个上半身，强健亢奋的肌肉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他轻而易举就控制住了怀中的女人，按住她迫切的亲吻，好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宣泄身体快要溢满的强烈感情。艾丽低声的尖叫，急忙用手将自己的眼睛捂住，但是又好奇，忍不住撑开手指偷看。眼看着里面的画面越来越不可描述，林婉急忙拉着艾丽快速离开了诊疗室。两人站在门口好一会儿，艾丽还回不了神。原来这就是大人的世界，原来这就是成熟的精神疏导。林婉简直没眼看，不要念叨了，你的鼻血都要流出来了，哇，这实在太刺激了。艾丽一边说，一边猛擦自己的鼻子。林婉本身就是大人啊，这种小什么文的画面也不是没看过，所以还是比较淡定的。不知道站了多久，诊疗室的门终于打开了。林婉和艾丽同时瞪大眼睛，偷瞄着那边。男性哨兵先走了出来，没走几步，又转身将女向导搂进怀里。高大的男人此刻柔软的像只小猫咪，无比眷恋的不愿离去。怀里的女向导对这种行为好像也很习以为常，没有立即推开他，而是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快走吧，不然要迟到了。小卢，等我任务回来，我一定给你带最顶级的水系能源石，我很期待哦。女人温柔地回应，伸手一点一点拂去男人最后的焦躁。几分钟后，那位哨兵终于舍得离开，向导许如这才呼出一口气，甩了甩自己被抓疼的手腕。学姐你好厉害，等级那么高的哨兵，在你手里像只小猫咪一样。艾丽已经崇拜地蹭了上去，满眼都是星星。还好啦，许如还在整理自己的衣服，方才还满是柔情的面孔，此刻已经极度的不耐烦，就是猫科动物味道大，这点太讨厌了。他边整理边不停地抱怨，还用温热的毛巾将脖子手都仔仔细细地擦拭了一遍，这才看向艾丽，你怎么在这？我之前受了点惊吓，送到这里来疗养，这不是要出院了吗？就想着来看看学姐哦。许如极为冷淡，他又看向了另外一边的林婉，上下打量了一遍，这又是谁？她是我同桌，叫林婉，也是一起进来疗愈的。没等艾丽介绍完，林婉就感受到一股极为让人不适的精神势头
藤蔓已经怒气冲冲的想要冲出去，被林婉硬生生的摁住。扫描清楚了林婉的等级，许如这才将精神探测收了回去，眼中的不耐更明显。既然看完了，就早点回去吧，我有点累，要去洗澡睡一觉了。艾丽原本还有一肚子的话想说，但是察觉到学姐的态度有点冷淡，便准备离开了。只是许如仿佛又想起了什么，脸上换上了和蔼可亲的笑容。对了，我这儿有件小事想请你们帮忙，这会儿方便吗？原本还垂头丧气的艾丽，眼眸瞬间又亮了起来。方便的，学姐需要我们做什么？很简单的，就是有个患者需要复查。你们帮忙记录一下脑域数值就可以了。就是那个患者有点残忍，全程在一旁看着的林婉有点无语。这事不仅不待见他们，还把他们当免费的劳动力使。他不想麻烦，但是架不住艾丽满腔的热情。没过多久，助理就领着一名浑身金光灿灿的哨兵进入了诊疗室。哨兵进门时没有看见许茹，反而是两个陌生的小姑娘，脸色瞬间就拉了下来。助理连忙上前解释，许向导这会儿还在重症区脱不开身。弗洛雷斯大人，您就大人大量，体谅这次的特殊情况吧。弗洛雷斯的两只眼睛不怀好意的在林婉和艾丽的身上看，那目光就如同两条滑腻毒蛇，透着一种让人极不舒服的贪婪与窥视。许久，弗洛雷斯终于松了口，行吧，那就开始吧。他熟练地坐到了疗愈椅上，合身躺下。艾丽看向了林婉，示意自己去做复查。他的精神力等级比林婉高，只是这男人一脸的油腻，他看着有点恶心难受。属于艾丽的水蓝色光芒亮起，他轻轻地搭上了哨兵的肩膀。一旁的仪器检测到有精神力的波动，屏幕上各项数值飞快地跑了起来。林婉不需要自己动手，藤蔓已经悄悄地摸清楚了男人的信息，精神力等级是 A， 只是精神屏障已经松懈的如同一滩烂泥。藤蔓们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进去了，只是很快他们又退了出来，全体都是不高兴的状态，甚至还嫌弃的甩了甩。人类糟糕的情绪，有时候还不如污染物。林婉垂下眼，静静地等待着艾丽做完复查。只是在艾丽复查完，想要将精神丝收回来的时候，原本一直懒洋洋休息的大鳄鱼突然奋起咬住了害他宝宝的一条腿。艾丽的脑袋感到一股锥心的疼，她连尖叫都发不出来，便被那个男人按压在了胸膛之上。肌肤大面积的接触，更多源源不断的精神丝从艾丽的身上被榨取了出来。那些精神丝不受控制的朝着男人涌去，源源不断的没入他的体内，仿佛被一股强大的吸力拉扯，根本挣脱不得。艾丽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B 等级的初学者向导，在经验丰富的高阶哨兵面前，连一声呼救都喊不出，瞬间就遭到了反向侵害。林婉察觉到了不对劲，张扬的藤蔓瞬间从脚底下窜起，如同数条蟒蛇，一下子就将那个哨兵的身体缠住。他的手指微微用力，那些藤蔓猛地收紧，扯着那个哨兵就往地上拽去。原本还沉浸在调教初级向导乐趣中的男人，突然就受到了攻击，没有任何防备，整个身体重重跌在了地上，一片狼藉之中。哨兵也下意识地进入了战斗状态，呲着牙咆哮的鳄鱼从虚空中出现，朝着那些攻击他的东西咬去。但是一切都太晚了，那些藤蔓像是一条条灵活的巨蛇，不是缠住他的腿，就是缠住他的身体，甚至还冲进了他的嘴巴去扯牙齿，只是牙齿根本扯不动。但是鳄鱼的嘴巴合上了，自己咬自己，咬出了一口血。哨兵尝到了血腥的味道，他四处寻找是谁攻击了他，可白塔医疗所是最安全的地方，压根不可能会有可疑人闯入。男人在心里怒吼着，脸上的肌肉因愤怒而微微抽搐。自大的哨兵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向导会攻击人。发生什么事了？巨大的动静让守在门外的警务员推门而入。林婉见状，快速的收回自己的藤蔓，他跑过去扶起浑身脱力的艾丽，率先告状：警务员，这个哨兵袭击向导，满嘴是血的弗洛雷斯大人，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被送进审判室。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说了多少遍，是我遭到了攻击，我才是受害者。弗洛雷斯面容扭曲的咆哮，审判长格里芬一双冰冷的蓝眸中毫无波澜，就这样静静地看着男人撒泼耍赖。就诊过程对向导精神破坏，就这一条就足够治你的罪了，谁敢治我罪？我可是贵族。弗洛雷斯自觉不满嗤笑，好像听到了一个笑话。你说我精神迫害有什么证据？明明是他们居心不良，想要勾引我，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向导，都没有备案就敢来给我做复查。还有那个许向导，他也是同谋，我家里有那么多专属向导，都是他勾引我，我才来的。审判长，你可一定要替我做主。格里芬冰冷的眼神注视着他，真是穷途末路还要强词夺理。自觉，你是不是忘记了，向导的安危高于国家任何法律？不管什么情况，只要他们自身受到伤害，他们就有权利回击，不管对方是贵族还是皇帝，就连总统先生也不例外。审判者无情的声音在安静的审判室里回荡，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弗洛雷斯心存的那一丝侥幸彻底破灭。格里芬上前将冰冷的手铐戴在了弗洛雷斯的手上，也就关半个月，没问题就签字吧。半个月，弗洛雷斯愤怒了，你们这些贱民，你知道议会有多少钱是我们家出的吗？你敢让我坐牢？格里芬嗤笑，你该庆幸自己生在弗洛雷斯家，否则你做的那些事，10个脑袋都不够砍。需要我提醒你吗？不久前不顾军令擅入5号区的那个哨兵，正是你的人吧？原本气焰嚣张的男人突然间哑了嘴，格里芬甩甩手，人就被带走了。还有什么不满就去跟总统说吧。林婉也进了审判所，只是他待的地方是 VIP 接待室，看押他的人是霍森主任，这还真的是哪都有他。林婉小心地瞄了瞄对面男人阴沉的脸，然后心虚地抠了抠手指。不知过了多久，门外走进来一位长相极其漂亮的男人，人可以带走了，回去好好管教。霍森从沙发上站起来，今日多谢了，格里芬，不用客气，正愁没有理由抓他，现在刚好。格里芬双手抱胸，好整以暇地看着霍森，反倒是你，可是和弗洛雷斯家族一个等派的，你在背后这么整他一会没有意见吗？霍森脸上的神情没有丝毫变化，
我现在不从军也不从政，他们的手伸不到我这里，更何况这些古老肮脏的吸血家族本就该洗牌了。你倒是很自觉，怪不得总统这么信任你。格里芬大笑，那笑声里带着几分肆意和桀骜，然后他将目光缓缓投向了沙发上的小姑娘，那眼神里仿佛带着一种审视的意味，如同在观察一件新奇又值得探究的事物。林婉顿时有了一种被猛禽盯上的错觉，他有些惴惴不安，不知道如何是好。格里芬却发出了由衷的夸赞，很厉害的，那老东西再怎么废物也是个英雄，居然能被你打，你用什么东西抽的他？这是在夸他吗？打了人还能被夸？林婉好奇的偷偷抬头，结果却对上了霍森的视线，看到主任比方才还要难看的脸色，林婉乖巧的又低下了头，脑域中的藤蔓却是齐刷刷的立起，纷纷向那位哨兵长官投去赞赏的眼神。这小鸟眼光真好，这就是我的本命小鸟了。霍森微微上前一步，挡住了格里芬越发探究的视线。既然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先走吧。收到霍森的示意，林婉赶紧跟上了主任的脚步，越过格里芬的瞬间，有微风拂过，林婉黑色的发丝飘动，有几缕就这样轻轻地落在了男人的鼻尖，一股独有的香气似有若无地萦绕在鼻端，让格里芬本就深邃的眼眸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异样。他情不自禁的目光紧紧跟随着，直到那小姑娘的身影彻底消失在了电梯间。回去的路上，林婉还是坐的霍森主任的车，一路上很沉默。林婉自觉理亏没敢说话，好像这么多次主任来唠他，都是因为他打人，他这个精神体一天到晚不干正事。艾丽直接被留在了医疗司继续疗愈，而那位许向导因擅自将自己的患者交给了毫无经验的学妹，受到了行政处理。不过相比于哨兵动不动被监禁，向导受的处罚简直轻的可怕，不是被扣奖金就是增加一些疏导业绩。林婉不自觉的感叹，原来这个世界对向导已经包容成了这个样子。良久一直沉默的霍森主任才开口，下次不要再这样冒险，明明警卫员就在门外，没必要让自己深陷危险之中，以后谨记不要再犯。林婉虽有些不服气，但还是闷闷的回答，好的，我知道了。霍森看了一眼林婉，没有再说什么，虚空中却有暗色的光芒微闪，林婉的怀中落入了一只黑豹崽子，他瞪大了双眼，是霍森主任的精神体。小黑豹这身形又缩小，现在就是奶乎乎的一团。他轻轻地蹭着林婉的手，仿佛在撒娇安慰一般，可真是太萌了。林婉心中的郁闷一扫而空，她将小崽子搂在怀里，将脸埋进柔软的皮毛里，又轻又细。林婉不停地在黑豹幼崽的脑袋耳朵等处落下亲吻，每一下都饱含着他对小家伙满满的宠溺与喜爱。坐在驾驶座上的霍森此刻脸上有些微微发烫，他伸手将赖在林婉怀里的黑豹崽崽扯开，塞进了自己的精神脑域中。林婉的亲吻落了空，他有些怨念的望着这个阻止他撸毛茸茸的罪魁祸首。霍森咳了一声，才找回自己的呼吸。如果你能在联赛中拿到名次，就再给你摸，这是画饼。林婉警惕的瞪眼，好像回到了以前打工的时候，他的上级也经常这么跟他说，表现出色的向导可以主动挑选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陆军作战部多以陆地猛兽为主，会有你喜欢。霍森顿了一下，适合你的小队。男人好像已经摸清了自己所有的喜好，知道他喜欢毛茸茸，于是就拿这些故意钓他。可恶，太狡猾了。回到宿舍，林婉就开始着手准备联赛的事情。一想到可以拿50学分还有零花钱赚，林婉就浑身有劲。只是林婉刷着攻略，刷着刷着就刷到了往期的八卦，向导和哨兵之间的爱恨情仇，好看爱看。林婉刷到上头，刷到无法自拔时，收到了艾丽发过来的消息，我已经打探好了，今年最有希望夺冠的有3支队伍，一个是陆战系的塔希尔家族的小儿子。林婉感觉这姓氏有些熟悉，他在学院网上搜了一下，结果搜到了一张熟悉的脸。林婉的手抖了一下，这不是那个疯子凯撒吗？他也要参加。疯疯癫癫的，谁都不知道他下一秒会干出什么。凯撒是林婉遇到的第一个 S 级的哨兵，当时他才刚刚穿越过来，还没有熟悉这个世界，就稀里糊涂的被分配到了诊疗室。凯撒一见到他就解开校服的纽扣，露出标志的双开门身材，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但林婉还是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么刺激的场景，差点喷出鼻血。他艰难地捂住鼻子，眼神躲闪，他想离青年远一些，却被青年挤在了椅子上。林婉伸手推他，反被抓住了手。林婉不知道什么时候精神丝开始发动了，只见原先还一脸恶劣笑容的青年，笑意突然消失，原本还很硬的膝盖瞬间就跪在了地上。那时候的林婉也是第一次进入一个哨兵的精神世界，他见到了一座死寂的火山，山脚下一片荒芜的景象，没有任何的生机。林婉就这么站着，都能感到焦虑不安。他也是第一次见到那些涌动的完全不受控制的藤蔓，四处游荡，到处破坏。当林婉的意识回到现实中时，那名哨兵正死死地盯着他，仿佛盯着猎物一般，凶狠又霸道。他疯癫地开口，你做了什么？声音沙哑又透着难以抑制的兴奋，脸上是近乎病态的痴迷。林婉整个脑子都懵了，他害怕的不停往身后的椅子上退缩，但青年却如同讨好的小狗一般，边颤抖着边挪动膝盖，一步一步朝林婉跪着走去，卑微而又强硬，直到林婉的一只脚抵在了他的胸口。林婉拍拍自己的脸，掐断了回忆，再也不敢往下想去。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终端上，艾丽还在不停地给林婉发消息，今年还有一个强者，是克里斯家族的正统嫡长孙南因，也是现任总统的亲外甥。南因就是那只表里不一的绿茶水母。这是什么修罗场？现在退出联赛还来得及吗？林婉根本不想再遇到这样的疯子。睡觉都在纠结的林婉醒了后收到了一大堆消息，霍森提醒他，如果找不到队伍，就直接去备战厅随机分配，并交代不要冲动行事。霍森的助理给他推荐了一支队伍，是他的侄子，陆战部的学生。绿茶水母则是茶里茶气的询问林婉是否有队伍。
如果没有，能否考虑一下？还有一个狮子头像的陌生人给他发了一堆省略号。林婉头大，处理了各种消息后，就是迫切的等待预选赛的开始，还是早点随机匹配一个队伍，敷衍了事吧。只是他没想到，刚到备战厅就被人议论，一个哨兵盯着他，听说你连精神疏导都不会，怎么还能来参加联赛？林婉无语，这也是他的同学都找好队伍，只有他没人要的原因。林婉没有在意，而是按照指示找到了参赛人员登记处。工作人员收到林婉的资料非常诧异，这位同学，你还没有队伍吗？一般来说，向导都是很抢手，很少有来让系统自动匹配的。林婉点头，只要能随机匹配一支队伍，参加一轮淘汰赛蹭点学分就可以，说不定一会就能结束回宿舍。想到这里，林婉就感觉轻轻松松，异常的开心。好的，那稍等一下，匹配结果会在备战厅公屏上显示，同学你可以先去那边等。林婉听话的去休息区坐着等待，他刚离开，工作人员就迅速的掏出终端，在这次联赛的队长群里发了一条信息，发现落单向导1名，D 级，长得好乖，谁来？消息刚发出1秒，立马就有无数的感叹号跟楼，好多队长争先恐后的报名。工作人员一边打字回复，一边将林婉的信息传了上去。林婉照片出现的时候，原本还热闹的群聊瞬间冷却，各个队长都撤回了自己的报名信息。这个向导没有进化能力，反而会吸走你的精神力，邪门的很。谁想当冤大头谁接手。工作人员看了一眼乖巧的林婉，很难想象会是哨兵们说的那样。就在这时，他的终端跳出了一则通话，他连忙接了起来。殿下，是的，还没有。好的，那就按照您说的办。工作人员挂断电话，快速的在系统上操作，调出了南英和凯撒2个人的 ID 信息，跟林婉的绑定在了一起。做完这一切，工作人员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放弃A级的向导选择D级的，这真的是他们的克里斯殿下吗？不会被盗号了吧？林婉这边却是收到了艾丽的消息，艾尔给他介绍了一个空战队伍，他之前和林婉分开去标记哨兵去了，临时标记很方便在比赛时感应对方的位置。艾丽却郁闷的和林婉倒口水，我只标记了3名队员，队长和他弟弟我完全标记不上，等级相差实在太大了，我刚都快被榨干了。话说林婉都不知道什么是标记呢，不过想到自己只是混混，应该也用不到标记吧。霍森主任助理的侄子雷诺也给林婉发了条消息，舅舅托我给你带了东西，方便的话能来一下餐厅吗？林婉看到消息就去了餐厅，他远远的就瞧见了一个挺拔的身影，看见林婉，雷诺微微颔首，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他从怀中掏出了一个正方形的小盒子递给了林婉。林婉打开，里面是一件精美的腕表类道具，这是一种小型的防护罩，如果遇到危险可以将它打开，免受物理伤害。这种神奇的能源道具，林婉在他那些同班同学身上见到过，非常昂贵。林婉小心的将道具收起来，还给了哨兵，这东西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对方没想到他会将东西递回来，他忙解释，我舅舅说这是上面给的奖励，具体指的哪件事我不清楚，但我想你肯定明白，这竟然是奖励。林婉心安理得的将东西收下，非常感谢您为我跑一趟，这是我第一次收到礼物，我会好好使用它的。也许是林婉实在过于实诚，雷诺反而有些局促，这也不是什么特别稀罕的东西，如果你喜欢，比赛结束我给你多带几个。林婉连连摆手，不，一个就够了，我平时就待在宿舍，不会去什么危险的地方，也用不上这些东西。雷诺的心里有些讶然，刚开始舅舅让他主动联系这名向导的时候，他其实是反对的。林婉的事情早就传遍了整个学校，但是今天他亲眼见过了，却觉得和传闻中的有点不一样。林婉身上散发着一股很淡雅的香味，只是站在他的身边，雷诺就觉得心头的阴郁在慢慢的消散。那林同学有找到队伍吗？如果还没有，要不要考虑来我们队伍？林婉愣了一下，这个哨兵是在邀请他吗？这是不介意他的精神力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是可以考虑一下的，毕竟也能算是熟人了，肯定比自由匹配来的好一些。正当林婉权衡利弊的时候，备战厅传来了匹配结束的广播消息。林婉赶紧跑了出去，看到结果的瞬间，他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他竟然和那2个疯子匹配到了一起，雷诺一直跟在他的身后，当然也看到了屏幕上匹配的结果。他皱了皱眉，很快又压下了有些狂躁的情绪。恭喜林同学，这个队伍是今年最有希望夺冠的队伍。林婉压根没指望获得优胜，他只要拿点学分就好。如果和这2个家伙在一起1个星期，他觉得会被炸成小鱼干的。林婉快哭了，他忍不住看向雷诺，我现在这种情况还可以去你的队伍吗？林同学是不满意这个匹配结果，那只要比赛没有开始都可以更换队伍，去报名处提出申请就行了。雷诺一边安利自己的队伍，一边给南英和凯撒上眼药。还没走到报名处，一只大手伸了过来，狠狠地揪着雷诺的脖颈，将他扯到了一边。竟然敢接呼我，你小子能耐了呀！听到这个声音，林婉只觉得头皮发麻。哨兵之间存在实打实的精神力等级压制 ，S 级与生俱来的能力，如同无形的大网，笼罩在整个备战厅的上空，在场的人瑟瑟发抖，雷诺也不例外，他的脸颊因为用力挣扎憋得通红。凯撒咧着嘴，脸上挂着嘲讽又恶劣的笑，想和我们抢人？问过我们的意见没？向导有自由选择队伍的权利，林同学想选择我的队伍，你管不着。雷诺的脸上已然没有了刚刚的温和，一看对方还没死心，凯撒气得骂骂咧咧的，挥起拳头就打算教训他一顿。南英拉住了他，差不多就得了，也别真闹出什么事情来。南英又看向雷诺，还不走，等着挨揍吗？雷诺咬牙切齿地瞪着这2个人，虽然有些不甘心，但也知道这事只能到此结束，咱们走着瞧。那声音仿佛从牙缝中挤出来，带着刺骨的寒意与恨意。
说完没有再管林婉，直接转身走了。林婉站在两人的面前，很是尴尬，周围安静的有些压抑。她屏住呼吸，悄悄地挪动脚步就跑。去哪儿？凯撒最先反应过来，他追上林婉，一把就将人捞起，将人带进了一间无人的休息室。男人的身体紧紧贴着林婉的后背，脸缓缓凑近她的脖子，轻轻闻了闻，像是在确认着什么。直到没有闻到什么乱七八糟的味道之后，他眼眸中的阴霾才散去了些。凯撒轻轻抚摸着林婉垂在脑后的发丝，动作轻柔又带着几分痴迷。少女白皙的脖颈在灯光的照耀下泛着柔和的光泽，透着让人难以抗拒的诱惑。凯撒的目光一下子就变得幽深了起来，他情不自禁的触碰，轻轻摸着林婉细弱的脉搏。林婉尖叫，身体被异性触碰的不适感让她慌乱的挣扎，想要挣脱这过于亲密的怀抱，但凯撒就像是一堵铜墙铁壁，任凭他如何挣扎都无法挣脱。不回我的消息，却在这里勾引别人，关你什么事儿？林婉觉得这人简直不可理喻，心里一阵恼怒。凯撒的目光落在林婉手里的小盒子上，眼睛微微眯起，我比你这道具好用100倍，要不要试试？只要你标记我也可以当你的团。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凯撒的身上既有占有欲，也有因嫉妒而生的恼怒，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他整个人看上去既危险又迷人。最后他难忍的一口咬住了林婉的脖子，轻微的吸吮着那处小小的肌肉。林婉顿时感觉全身像是闪过一丝电流，奇异的感觉从脖子处瞬间蔓延至全身，酥麻中又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刺激。他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起来，脸颊泛着红晕，呼吸也变得急促而紊乱。他下意识的挣扎了起来，却没什么用，没一会就无力地瘫在了凯撒的怀里。就这么迫不及待吗？门口传来幽怨的声音，林婉晕晕乎乎的，这才想起这里还有第三人。蓝英一直站在房间的门口，双手抱胸，高大修长的身子倚靠在门框上。他看着凯撒几乎要将女孩吞噬入腹，脸上露出不屑。他安静地看了一会儿，见到林婉终于承受不住，这才慢慢地走了过来。青年身上有一股好闻的味道，独属于海洋的清新水汽，轻柔地扑面而来，让人惬意又舒畅。他将林婉从凯撒的手中解救出来。林同学，跟我们组队，我和凯撒可以为你争取最好的成绩。2个 S 级的哨兵直白又赤裸地向他发出了邀请。说实话，林婉心里很难不心动，毕竟能和这样高等级的哨兵组队，意味着他可以直接躺着混到决赛圈。然而想到刚才那暴力的场面，抱歉，你们还是去找别人吧。林婉努力找回自己的声音，挣扎着从2个男人手中逃离，警惕地看着眼前的2人。为什么每个向导都希望跟 S 级哨兵组队？凯撒眉头一皱，脸上瞬间布满了疑惑。我跟你们等级相差太大，连标记都做不上，而且我也没有什么用处，还是等级高一点的向导更适合你们。很抱歉，刚才可能吓到你了。蓝英微微欠身，脸上露出诚恳的歉意。标记跟等级其实没有必然的关系，只要我们足够对你敞开，你就能标记我们。而且就算不标记，我们也有足够的实力带你登陆。论单兵作战，整个哨兵学院实力都不如凯撒。要说战斗之王，那必须是狮子。凯撒的精神体是金色稀少的克鲁格狮，传说中体型最大、战斗力最强悍的猛兽物种。传闻都说塔希尔家族是总统麾下最强大的战力，正是因为他们家族代代相传的克鲁格狮精神体，每一个拥有此精神体的家族成员在战斗中都如同战神降临。巅峰时期据说能一人灭掉一个团，仿佛是为了验证蓝英说的话。一头金色鬃毛威风凛凛的大狮子突然出现在了房间里，方才面对雷诺都不屑出来的狮子，此刻垂下毛茸茸的脑袋，在林婉的脚边清秀打转，然后像是确认了什么，啪的一声变成了一只柚子，跳进了林婉的怀里。见到这一幕，沙发上的凯撒哼了一声，难得了，他那张总是狂躁的俊脸上有了一抹羞涩，好可爱的毛茸茸。林婉的心里早就尖叫出声了，脑域中的藤蔓刷刷刷的立了起来，比见到霍森的黑色豹子还要欢喜。收了他，快收！不收不是蓝星人。藤蔓们叽叽喳喳，已经跃跃欲试，快要跳出林婉的精神图景了。蓝英利用植物之点，早已将林婉的喜好调查得清清楚楚。见到这幅场景，他胜利在握地来到小姑娘的身边。林同学，请接纳我们好吗？标记我们吧，临时的也可以，这样我们能在任何地方感应到你的存在。被标记过的哨兵，就算是临时的，短时间内也不能再接受别的向导。在这场自荐中，他们给出了最大的诚意。林婉有些为难，她不想跟这2个人在一起，但是偏偏又有点心动他们的精神体。可恶，她真是个糟糕的女人。林婉这般纠结着，小狮子见了立即用鼻尖蹭了蹭她掌心，那憨厚不矜持的样子，好像是在说快摸摸我。林婉这回终于控制不住了，她伸出手摸了摸她飘逸厚实的鬃毛，小狮子发出猫咪一般的舒服的咕噜声。林婉新奇的搓了搓她耳朵，然后又挠了挠她的下巴。就在林婉被小狮子迷得不要不要的时候，蓝英拉起了她的一只手，标记我们吧，以后我们什么都听你的。蓝英的脸庞与她近在咫尺，温热的呼吸轻轻拂过她的脸颊，带着一种慵懒又魅惑的气息。林婉原本清透的眼神突然涌现出了一抹迷茫的光，整个人愣愣的，仿佛失去了意识。她听从了对方的要求，伸出了一只手按在了青年的腰上。蓝英适时发出了一声喟叹，然后俊美高贵的男人低低笑出了声，继续发动催眠。就是这样，用精神力浇灌我们，直到留下你的印记。凯撒也悄悄地走了过来，他抓着林婉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胸前。昏暗的房间里，有绿色的光芒闪烁而起，林婉的双手被一蓝一红2名青年抓住，他们带领着他探索着前往自己最敏感的深处。凯撒的身体没来由地涌出一股热流，时隔多日，他再次被这种滚烫的感觉包围，兴奋得快要流口水。而被海妖催眠的林婉还处于无意识的状态，整个人如同一个洋娃娃，标记完也没有被放开。蓝英的身体紧贴着他，浑身水灵灵的，他一口一口
含着她的脖梗舔舐，迟迟不愿离去。凯撒一直跪在沙发前的地上，少女的腿无力地垂在他的面前，一只鞋子不知什么时候脱掉，露出了晶莹饱满的脚趾。他想到了上一次，他步步紧逼，女孩情急之下将脚抵在了他的胸前，他还没来得及做些什么，脸上就挨了一个巴掌。这一回，凯撒小心翼翼地捧起，情不自禁地低头。艾丽见到林婉的样子震惊了，婉婉你干什么去了？怎么变成这副样子？林婉听到好友的声音，这才清醒了过来。刚才怎么回事？好像断片的感觉。他细细地捋了一下方才迟缓的意识，这才又清晰起来。那两个家伙居然催眠他。蓝银的深海水母拥有部分海妖的血脉，初期的技能就是放出催眠类的声波，拥有同类型技能的还有一些昆虫类的精神体，能够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让对手的意识变得模糊，然后毫无防备地落入他们的陷阱之中。这些都是玩弄人心的高手，怪不得艾丽让他不要接近这些人，手段真是脏得很。联赛预选赛正式开始，赛事组为向导们单独准备了一个看台，看台周围都用特殊玻璃隔绝，这也让向导们得以轻松喘口气。林婉走进这里，周围的气氛却并不是很友善，所有人都用古怪的眼神看着他，让他浑身不自在。他居然抢了爱尔兰的哨兵，太过分了！怎么会有这么卑劣的人？贱民就是贱民，没有任何素质，七嘴八舌的诋毁声此起彼伏。你们太过分了吧！婉婉是参加自由匹配才分配到的队伍，是系统派给他的，怎么能说他强？心直口快的艾丽有什么说什么，见还有人帮林婉说话，那些人更愤怒了。爱尔兰可是女王殿下认定的准太子，身份何其尊贵，总统先生自然会将赛事最强的哨兵指派给他。也不知道这个贱民耍了什么手段，让爱尔兰沦落到了自由匹配池。自由匹配，这是没人要的向导才会出现的地方，这是何等的羞耻，简直是整个贵族圈子里的笑柄。一想到还要为那些卑贱的哨兵治疗疏导，爱尔兰就浑身难受。他也是因此哭到了现在，他将所有的都归咎到了林婉的身上。他本来就看他不顺眼，现在更是恨得咬牙切齿。我们觉得，我倒要看看为什么蓝英他们选择你而不是我。林婉头都大了，他就说不要跟那两个疯子扯上关系，就知道没什么好事，麻烦这不是就来了吗？真的好烦呐！为什么大家都要揪着他这么一个弱小的向导不放呢？林婉大声地喊了一句不要，他拒绝私下和人决斗，没有小钱钱还没有学分。这两个哨兵明明是他大大方方的自由匹配来的，登记处都有记录，凭什么说他抢了人？都什么年代了，还玩雌竞这一套？如果这两个哨兵是你队伍里的，那你应该去找他们，而不是来找我。聪明的女人解决男人，愚蠢的女人为难女人。林婉毫不客气地对了上去，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爱尔兰气得脸色发青，几次想冲上前将林婉撕裂，但都被周围的人劝住。预选赛快要开始，总统先生已经开始上台，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大屏幕上。这是林婉第二次见到总统的脸，年轻英俊精致的五官相比于蓝英显得更为成熟了一些，这对叔侄的样貌长得还真是像。克里斯家族向来以美貌和智慧闻名，深海大妖的精神体传承让他们个个气质神秘又超凡脱俗。男人微笑有礼地与台下的学生打招呼，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与从容，自身的实力与尊贵的身份让他在人群中犹如璀璨的星辰，熠熠生辉。真不愧是被女王殿下看上的第8任男仆，爱德华总统也太帅了。艾丽在一旁又泛起花痴。林婉觉得自己好像听到了什么不该听的。你不知道吗？女王有很多情人哦，但是名义上的丈夫一直只有一位，那就是上一届的总统先生。当时爱德华还只是禁卫军长官呢，不过女王和他热恋后就闹着要离婚，把前总统气得离家出走了，下了高级污染区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林婉震惊了，皇室的瓜都这么劲爆的吗？这件事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大家都在猜他能在女王众多情人中成功上位，除了克里斯家族特有的美貌外，还有他们独有的闺房技术，你懂的，触手戏吗？那个什么什么。林婉脸红心跳，这什么世界啊？不懂，他什么都不懂，他还小呢。艾丽笑嘻嘻的，现在你跟男婴也一起组队了，这一个星期你可以验证下，看看他们深海触手戏是不是真的如传说中那么。艾丽的话还没说完，林婉就一巴掌将他的嘴给捂住了，快闭嘴吧，这里这么多人呢。林婉余光一扫，就看到网络直播的摄像头对准了向导席，他赶紧放开艾丽，提醒她注意表情。爱尔兰也收起了眼中的怨毒，换上一副优雅得体的微笑，他微微歪头摆出了一个迷人的姿势，举手投足间尽显名门闺秀的风范。镜头是懂热度的，他录完爱尔兰又对准了向导席上另外一位即向导埃尔。向导群体一般都以女生为主，男性向导本身就很稀少，因此埃尔的出现又引发了一批观众的热潮。弗洛雷斯公爵家的小公子早就闻名遐迩，同阶级家庭的贵族女哨兵早已将求婚的门槛给踏平了。埃尔难得好脾气的对着镜头打招呼，金发碧眼的少年脸色依然有些淡淡，却已经迷晕了一大波的女子。摄像机觉得没什么热度，正准备离开，就看到了林婉，可能是有些不太确定，镜头犹豫了几秒，将林婉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的扫了一遍。林婉笑的脸都快僵了，他总觉得这个摄像头是故意的，围着他都绕了那么多圈了，也不见他离开。他没有看终端，自然也不知道他这一露脸，围绕着他的瓜也不比总统小。预选赛的节奏很快，一共2天半的时间，将近300支队伍要决出最终10支小队进入污染区，争夺最后的冠军。大部分队伍都是6到8人，像林婉这支哨兵加上向导，只有3个人的队伍实属少见，在整张排名表上简直是像刺头一般的存在。林婉知道快
但没想到会这么快。他刚看了艾丽小队赢得了比赛，这边就收到了终端上的消息，林婉刚刚被强制性的加上了凯撒的终端号，终于不是陌生人的黄金大师发来了讯息，宝宝我要上场了，你一定要看我。林婉看向了6号场地，偌大的决斗场，只孤零零的站着凯撒一个人，却散发着与生俱来的霸气与不羁。他站了很久，都不见对手上台，主持人静待片刻，见备战时间到，直接判了凯撒一方赢。林婉的唇角忍不住抖了几下，不敢置信，就这样赢了。他又不确定的看向电子屏，给宝宝当狗队伍获得胜利，几个明晃晃的大字差点闪瞎了他的眼。凯撒给谁当狗呢？有人喊了一句，全场有那么一瞬间集体沉默，半晌众人才恢复意识，交头接耳低声交谈起来。坐在贵宾室里的蓝茵悠闲地喝着咖啡，对于这个结局他早已预料到，所以显得很是淡定。为什么不听从我的安排？就在这时，蓝茵的身后传来了一个冷肃的声音。蓝茵放下手中的咖啡杯，起身对着来人行礼。舅舅，来人正是爱德华总统。刚刚还挂着亲切笑容的人，此刻一脸的严肃，明显是对蓝茵的行为表示极度的不满。面对舅舅的质问，蓝茵并没有多少惶恐，他依然保持着得体的礼节。侄儿觉得林向导比爱尔兰向导更具备实力，凭他一个地级吗？爱德华皱眉，显然他也看了林婉的全部资料。女王挑选了旧派贵族代表的爱尔兰作为太子，用意已经非常明显了。前任总统的势力依然根深蒂固，他们的人渗透在医院的每一个角落，就是那帮老家伙提议让他的侄子给爱尔兰当护卫，他们有意让蓝茵成为爱尔兰的情人，但爱尔兰已经是皇太子的未婚妻，皇太子又是上任总统的亲儿子，这里面的用意不要太明显。但是爱德华没有办法，小辈们的联赛只是小事，可背后牵扯的权力博弈却盘根错节，每一步他都得走个谨慎。可他没想到，在联赛的当天，蓝茵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个小姑娘我有印象，我的幕僚长还奖励了她一件能源道具。蓝茵瞬间反应过来，雷诺送给林婉的那块万能豆是他舅舅送的。前不久霍森也上报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等有时间了我再跟你细说。这几天你先与他相处试试，这次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因为行程安排得很满。爱德华没说几句便离开了。休息室里又剩下蓝茵一个人，他想了一会儿，还是打开终端发了一条信息出去。时间过得飞快，到了下午5点，首轮淘汰赛就进行到一半，好累，做得我腰都酸死。艾丽起身伸展了一下肌肉，我们去吃点东西吧。林婉研究着对战表，对图表上卷的不能再卷的赛事安排，由衷的感到佩服，这比拼完还不得到凌晨。哎呀，安心了，反正这些哨兵精力都旺盛的很，晚上不睡觉的人比比皆是。艾丽压根不觉得这是事。林婉扫了一眼晚上比赛的队伍，发现他认识的人还挺多的，比如雷诺的队伍就是在晚上8点左右。林婉纠结要不要给雷诺发个消息问候一下，因为他的原因让他白白挨了一顿打，他实在有点过意不去。但是当他调出雷诺的终端页面，看到陌生人这几个字样时，瞬间就汗颜了。好吧，直接把他删好友，看来自己是真的得罪他。林婉也不纠结了，直接将他的页面关掉。而在室外的某处角落，凯撒将早已无力还手的雷诺推倒在了地上，夺过他的终端，对着他的脸解开屏保之后，毫不犹豫地将林婉的好友删除。你回去告诉那只豹子，少将那些肮脏的主意打到他头上，他现在是我们的向导。雷诺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脸上写满了不甘与愤怒。凯撒，我们从来井水不犯河水，你真要因为一个向导跟我们作对？就算林婉再特殊，在雷诺的眼里也不过是个地级的向导罢了。虽然觉得有点可惜，但是也不至于能让凯撒这么针对他。毕竟在这个世界，向导再珍贵，但是地级实在也不会有什么好前途，估计毕业了就会被分配到边境，而他们未来注定是要踏入政坛，拥有大部分人遥不可及的未来。凯撒神色冰冷向前一步，强大的压迫感扑面而来。雷诺坚持不住，口中吐出一口浓烈的鲜血，凯撒却是理都懒得再理他，嘴里吐出一句垃圾，就头也不回的走了。林婉这边却是和艾丽一起准备去餐厅吃饭了，却没想到路上遇到了爱尔兰。爱尔兰站的地方远离摄像头监控，他憋了一天的火终于爆了。林婉，你给我过来！被点到名的林婉犹豫了片刻，终究还是走了过去。遇到不讲理的同事，如果开头不能顺他的意，后续还是挺麻烦的。如果能早点处理，还是早点处理吧。林婉跟着爱尔兰去了另一处私密的走廊。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身体。到了没人的地方，爱尔兰直接放出了自己的精神体，是一只漂亮的雪鹿。给我看下你的精神体。沉默了一天的藤蔓们见到这只毛茸茸，瞬间蠢蠢欲动了起来。林婉努力按住这些分支，你不是见过我的精神体吗？为什么现在突然又要？你少废话，让你拿出来就拿出来。爱尔兰一脸的不爽，林婉有些无奈，但还是照出了藤蔓。我让你看了，你就不许再找我麻烦了。活泼过剩的精神体见主人终于放自己出来了，忍不住想要四处溜达，还有一根已经不怀好意的朝着那只雪鳄荡过去。但是他才刚有这种想法，就被林婉一把扯住了脖子拉了回来。这根藤蔓猝不及防，差点被扯断了气。老大很痛的，我又没干什么，你拉我干嘛？林婉在精神图景里警告他，你给我老实点，你屁股一翘，我就知道你想干什么。其他分支幸灾乐祸的看着纤细的弯弯绕绕的藤身，时不时扭成不一样的英文字母。如果仔细看，骂的还挺丧。爱尔兰看着这些普普通通的菟丝子，弱小纤细自己没有成长能力，只能通过寄生别人获得生长的养分，但他总觉得林婉的精神体有点不一样。曾经课上他和林婉对练过，
这些藤蔓的背后，在迷雾的深处，好像还有一个令人恐惧的主体，所以他才想证实一下这个让蓝英宁愿放弃与自己组队也要选择的人的能力。我们就在这里比试，你拿出全部的能力来。爱尔兰看着这些吃傻又没品的藤蔓，忍不住握紧了双手，对自己的精神体下了命令。顿时，这只白白胖胖的血鳄精神体便对林婉发动了攻击预警。这么肥的小鸟，看着就很好吃。老大，我想吃烤的，不，红烧最好。藤蔓们叽里呱啦，林婉已经受不了了，他直接将精神体收回来。比什么比？这么多天的联赛还不够你比的吗？真想比，那就赛场上见吧。不过你那个新匹配到的队伍，不会在初赛就被淘汰了吧？丢下这句挑衅十足的话，林婉大步流星的走了，气得爱尔兰在原地直跺脚。晚上，林婉又看了几场比赛，一支集合了海陆空多种精神体的队伍，没拼过只派出了一个哨兵的埃尔队伍。这个哨兵的精神体很是奇怪，是他自己的影子，就喜欢搞人心态，愣是藏到了最后，才钻进对手的影子里，一个一个淘汰了对方。雷诺的队伍却清一色都是猎豹，猎豹生来就是捕猎的高手，不管是单挑还是群殴，对方都不是对手。而爱尔兰上场时，现场直接爆了，还从来没有向导在预选赛就上场，吓得整个队伍什么计划都没有，全员上场。头阵吸引火力的飞雪，突击的战狼，擅长远攻的海东青，植物系精神体紫藤花，各式各样的精神体释放出来，瞬间将偌大的战场挤得满满当当。对手也是食人族，只不过没有向导，与爱尔兰队伍眼花缭乱的精神体不同，他们是清一色的狗狗队，德牧边牧哈士奇，秋田犬杜宾犬，爱尔兰猎狼。队伍的最后面居然还有一只矮胖的小柯基，林婉瞬间幸福了，这才是他理想中的队伍。好多毛茸茸，好多软乎乎。犬科虽然单人作战的能力薄弱，但是他们拥有强大的团体意识，算是和爱尔兰的队伍势均力敌。然而爱尔兰能被选为皇太子，自然是有他的独特之处。他的手中亮起了白光，纯白色的精神丝链接了黑熊哨兵。乌尔德的身体突然僵了一下，随后白色的丝线就进入了他的身体，身上的伤势瞬间就不见了，精神力也恢复了大半。见到这种状况，观众席瞬间又爆发了欢呼声，夸奖爱尔兰的声音响彻了整个看台。能够在战斗中瞬间补充哨兵的精神力，还能同时链接5名哨兵，的确是让林婉大开眼界，同时也嫌弃了一下自家的藤蔓。看台上，海东青发出了最后一击，他的翅膀卷出一道道锋刃，将对手一个个的吹出了场外。腿短的小柯基一个蹦跶，本想躲开锋刃，却不慎跳进了电网中，彻底变成了黑乎乎的烧鸡。温柔的紫藤花精神体伸出一根藤蔓，将这只柯基请了出去。毫无悬念，爱尔兰的队伍赢了，全场都在为他鼓掌。整个联赛第一轮预选赛终于结束，网络上都在讨论爱尔兰今天的这场战斗，各大社交平台相关话题迅速登顶热门。有网友发了爱尔兰施展技能时的画面，那柔和光芒笼罩队友的瞬间，被赞宛如梦幻中的治愈魔法。无数人夸赞他的能力出众，很多哨兵学院的学生也一窝蜂的开始各种夸，并将自由匹配池的事件发到了网上。一时间，A级大向导由于组队失误，被队友被刺，逼不得已参加预选赛等等字样，充斥着整个网络。原本爱尔兰的知名度就高，现在一场预选赛下来，他的人气彻底爆了。很多并不关注联赛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林婉刚回到宿舍楼就被人叫住了。林婉，你的照片被人发到了网上，是个脸生的同学。他将手中的终端往前一举，林婉一下子就看到了自己那张个人照。因为规定不能在公开场合谈论不利于向导的负面讯息，所以这些人建了个私人频道，里面好多人在说你坏话呢。林婉快速浏览了一下里面的聊天内容，大都是说他耍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夺走了爱尔兰的2个 S 级哨兵。证据就是有人爆出了之前警卫员用铁链锁着凯撒，强行将他从林婉的身上拉开，说是他勾搭的人比比皆是，满屏都是不堪入目的言语，那些恶毒的揣测与攻击，像汹涌的潮水般向他涌来。班级小群体的排挤与孤立，他还能冷静处理，但网络上如风暴般席卷而来的恶意，他还是第一次感到了压力。林婉，你也别激动，要不要我帮你解释一下？同学看到他的难看脸色很是担忧，解释什么？林婉看向这名女生，眼中暗光盈盈，敏锐的藤蔓早已探查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情绪，活该就该被骂，不要脸的女人，最好被骂的再也没脸出门。我把照片也曝光，看你明天还敢不敢出现在比赛场地。那些隐藏在假意关怀下的真实想法，如同污浊的暗流在空气中弥漫。藤蔓们嫌弃的直甩头。林婉冷笑，不用了，有些人就是想看我闹笑话。说完，他拿出终端，反手就将这个私人频道给举报。有人蓄意谋划，他不能掉进圈套。他如果解释，那只会越描越黑，正中对方下怀。说他来历不明，说他是用不正经手段夺了人家的哨兵，那他就不正经试试吧。林婉给凯撒发了消息，明天我们几点的比赛？对方大概没想到他会在这个时候给他发消息，他来不及打字，先发了一串省略号过来。林婉皱眉，还在想着这是什么意思。又一条消息过来，上午10点，我们队伍需要全部上场，不过到时候你和莱妮就找个椅子坐在旁边看就行了，我一个人就能全部搞定。不得不说，凯撒虽然疯了一些，但是到了这种时候，还真的是很好的。林婉可以想象到，这个高大的男人像只猫咪一样蹲在地上回他消息的模样，他忍不住回了一个摸脑袋的表情包。尼德公爵府，年长的公爵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消息，早已乐得合不拢嘴。他坐在宽敞奢华的书房中，那双老谋深算的眼睛闪烁着得意的光芒，这次也算是因祸得福。管家也是一脸的笑意，克里斯家不识好歹，公爵您都做到这块上了，蓝英都没同意和爱尔兰小姐组队，现在比赛的结果已经不重要了，爱尔兰小姐已经在民众的心中有了威名，公爵一直将爱尔兰小姐作为未来的王妃培养，现在终于有了一些成绩，女王看到这些消息应该也会开心的吧。
公爵点燃了一根雪茄，吐出厚厚的烟雾，在最隐私的地盘中，他终于露出了得逞的笑容。这一晚注定很多人夜不能寐。林婉刚回到宿舍，霍森主任就发来了讯息：明天的场次你要上场了，对吧？看到对手队伍了吗？林婉虽有些奇怪，霍森主任的消息过于迅速，但还是回了消息。看到了，对方的名字叫我爱织毛衣。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身体。霍森给林婉科普了一下，这是一支善于精神控制的队伍，有一些刺头专门做一些出格的事情，他们善用精神力操控，使人陷入梦里，编造恐惧，勾出对手隐藏的意识。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力过于薄弱，很有可能会被他们戏耍到崩溃。林婉没想到，他第一次上场就这么大胆，让人有些害怕呢。不过霍森没觉得他们三人组会输，深海巨妖也有类似的能力，你躲在男婴的身后，不要被他们抓到就可以了。好的，谢谢。林婉刚打完这几个字，突然想到了什么，又继续输入：主任，跟哨兵深层结合之后会有后遗症吗？我最近老是梦见一些断断续续的画面和一些陌生的人。霍森有些了然，向导进入哨兵的图景，可以窥探到他们的一些记忆，就有可能会受到影响。不过不要紧，慢慢的会自动消化。林婉松了一口气，那就好。那只蜥蜴实在太恶心太可怕，我不想再梦见它。那只蜥蜴是5号污染区的王兽，不久前它突然清醒崩坏，我们怀疑是有人为因素刺激了它。具体原因我们还在调查。林婉想到他梦到的场景，修的队友死得那么惨，心里有些难受。再想到私人频道里的聊天内容，字字诛心的话语，至今仍在他耳边回响。这个世界，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差距，比他想象的还要大。第二天赛前，林婉刷着论坛，将有关精神系哨兵的相关资料全部看了一遍，的确都是些脑子不太正常的神经病。而第一场比赛还未开始，围观的人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只因今天会有另外一个向导参加比赛。林婉跟在凯撒和兰英的身后，在一片欢呼声中慢慢步入会场，周围的议论声此起彼伏。长得好乖好纯哦，真的是他抢了爱尔兰阁下的哨兵吗？只看脸的话，能抢过去也情有可原。身旁的人立马皱起眉头，不满地斥责，说这种话对得起爱尔兰阁下吗？他一个地级的向导，怎么能跟爱尔兰阁下比？兰英皱眉，显然也是听到了议论，他轻声道歉，是我做事鲁莽了，没有优先考虑到林同学的处境，我已经将那个频道封了，等比赛结束，我会正式召开发布会，将这场误会解释清楚。凯撒则是一脸的不屑，我们可没答应那个女人的嘴，是她自己一厢情愿，还敢拿身份压我，这次要好好给她一点教训。林婉将扫向观众席上的视线收回，没关系，他们要误会就误会吧，只是今天这场比赛，对面也很厉害，我们要怎么打？说到这个，兰英是很谨慎的，他叮嘱林婉，比赛的时候千万不要看对方的眼睛。林婉点了点头，他的藤蔓可以感知到周围的情绪，他不用眼睛看也没啥影响，大不了就闭上眼睛。很快对方队伍也进场，那是一支穿着奇装异服的小队，领队长得极为俊美，不过穿的却好像是一件裙子。林婉忍不住从兰英身后探出头，打量着这个人的穿着，不知道这人衣服是什么材质，面料看起来柔软的不可思议，长发飘飘又穿着裙子，远远看去还真像是一位身材高挑的美丽女性，只是她的脖子上戴着电击圈，这个圈凯撒也戴过，说明这人存在非常高的危险性，需要远离。林婉又看向了他旁边的两个人，一个妥妥的猛男帅哥，头上却戴了一只卡通蜜蜂发，那蜜蜂还挺栩栩如生的。另一个的穿着行为倒是正常的，只是他的一双眼睛五彩缤纷绚烂的，仿佛一个万花筒，大概是察觉到林婉正在看他。那名哨兵微微转过头，如万花筒一般的眼睛微微的眯了眯，林婉顿时感觉到了一股莫名的吸力，仿佛意识自己跑出体外一样。有那么一瞬间，他失去了片刻的意识。兰英及时的拉回了他，那是五毒蛾精神体，他们不仅拥有能够迷惑对手的眼睛，还对气味非常敏感。躲在我后面，不要出来。兰英说完，比赛的哨声就吹响了。他召唤出精神体，美丽妖异的蓝色水母出现在比赛场地上。水母一看见林婉，就伸出数根触手卷住了他的身体，然后亲昵的蹭了蹭。蓝色水母还记得他，如果不是在战斗，他肯定会把自己缩小成一片漂亮裙子，乖巧的贴在林婉的腰围处。蓝鹰发出第一个技能迷幻，水母触手上发出看不见摸不到的声波，一只飞蛾扇动着翅膀，绚丽的花纹发出亮光，直接抵消了它。赛场并未呈现出地动山摇的震撼画面，但是这是两位擅长精神控制的哨兵的较量，他们的战斗在无形的精神领域中悄然打响。赛场原本喧闹的观众也好像感受到了这股无形的张力，全部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紧紧盯着赛场。焦灼间，凯撒召唤出了黄金巨狮，狮吼震惊全场，瞬间打破了寂静。他咆哮着朝着领头的队长攻击而去，名叫阿拉克涅的哨兵脸上却不见丝毫慌乱之色，他双腿猛然发力，整个人高高跃起，轻松避开了狮子的首轮攻击。半空中他就召唤出了精神体，是一只巨大的蜘蛛，蛛腹吐出一条条洁白如银的蛛丝，眨眼间便将黄金狮子卷了个正着。阿拉克涅稳稳落地，看着被束缚的狮子，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笑容。我找到你了，小猫咪，恶心的虫子。凯撒金色的眼眸瞬间亮起，精神力突然爆发，黄金巨狮张开硕大的狮口，从喉咙中酝酿出一团火焰，朝着阿拉克涅喷射而去。阿拉克涅以最快的速度切断了丝线，紧接着他的身影如同闪电一般，惊险地躲过了那团扑来的火焰。凯撒紧追着阿拉克涅飞身而上，却在半途被带着蜜蜂发箍的肌肉猛男拦下，像是肉盾一般，他承受了凯撒一半的冲力，然后又挥拳反击，将凯撒甩回了地面上。凯撒在地上滚了一圈，身体这才堪堪稳住。小猫几天不见怎么变弱了？是忙着去舔向导的脚后跟了吗？阿拉克涅戏谑道。他再次打开蛛腹，这回他的蛛丝如同天女散花一样不断地吐了出来，
在空气中结成一张白色的网，将凯撒牢牢地困在了里面。看我给你织的毛衣，还喜欢吗？看着受困的猎物，阿拉克涅终于肆无忌惮地笑了，苍白的脸上尽数透着诡异的气息。穿着我的毛衣，做一场美妙的梦吧，小猫咪。阿拉克涅紫色的瞳眸发出暗光，裹住凯撒的蛛网突然亮了一下。随后，凯撒的金色瞬间就失去了光泽。这是梦魇蜘蛛的技能造梦，它能瞬间入侵哨兵的精神图景，然后为其制造一场美梦。这场梦的内容是什么样的，完全取决于阿拉克涅的品味。只见凯撒原本变得无神的面庞突然泛起了红，口中发出难挨的喘息声。让我看看你做了什么。阿拉克涅不怀好意的笑，眼神看向了躲在兰因身后的林婉。原来你最想让他对你做这种事。他抬起一只手，优雅的掩住嘴唇微笑，紫色神秘的眼瞳泛着无尽恶劣的光芒。要不要叫出来让他知道？随着他的声音落下，被精神控制的凯撒突然呻吟出声。只见他以双目无神跪在地上。就是这样，抽我，乖吧。凯撒像是完全丧失了自我，脸上露出疯癫的笑容，丝毫没有尊严的在那么多人的面前摆出羞耻的姿势。现场整个都安静了，没有一个人敢说话，但眼中都闪烁着难以抑制的兴奋。他们纷纷将镜头对准了丑态百出的凯撒。这时巨型的水母突然发出更为幽暗的蓝光，它的伞状顶端开始无限放大，如同一片巨大的阴影迅速蔓延开来，眨眼间便遮住了整个场地。蓝鹰迅速逼退五毒蛾哨兵的精神力，又发出一道无形的冲击波，将他弹到了擂台边缘。精神力大受创伤的五毒蛾哨兵一时间竟没有能力起来，而后男婴的目标又迅速转向阿拉克。无数水母的触手急射而出，好似淬了剧毒的利刃，在空气中划过一道道冰冷的轨迹。黄黑相间的蜜蜂哨兵再次为阿拉克涅挡下这一击。明明是看起来异常弱小的蜜蜂，却是这一支队伍的肉盾。蓝鹰干脆将目标对准他，触手将蜜蜂哨兵卷起，然后狠狠绞杀。一直很沉默的蜜蜂哨兵突兀地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然后从他的胸前挤出了很多黄色的浆液。蓝鹰和林婉无语了，水母触手默默地将这名哨兵放开。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两位想要品尝下安德鲁产的上好的蜂蜜吗？吃下它，你们会感到无比的快乐的。阿拉克涅一边操控着凯撒，一边仍不忘以那戏谑的口吻调侃。林婉感觉自己的三观都快炸裂了，会产蜜的小蜜蜂，这究竟都是些什么品种的人？躲藏在精神图景的藤蔓们，此刻终于陷入疯狂，他们纷纷冒头，想要好好围观这只稀有的哨兵。林同学，您能为凯撒解开梦境吗？蓝鹰在一旁低声询问。可以，但是我该怎么做呢？很简单，你已经标记了他，你通过标记进入凯撒的梦境，然后把这只蜘蛛赶出来就可以了。我试试。林婉说完，从自己的精神图景中拖出凯撒的标记，也许是因为对方非常信任，或者渴望他。总而言之，他感觉到这一次精神丝进入得很顺畅。林婉的意识有些模糊，仿佛被一层无形的迷雾包裹。他脚步虚浮地来到了一处昏暗且弥漫着暧昧色彩的房间，一踏入房门，浓重的烟雾便扑面而来。那烟好似轻纱，却又透着一种迷离的质感，将整个空间氤氲得如梦似幻。房间中央摆放着一张宽大而柔软的床，床上的靠垫随意地散落着，仿佛刚刚有人在此慵懒地休憩。空气中混杂着淡淡的香水味与烟草味，两种味道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令人沉醉又有些不安的氛围。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梦境？林婉一边疑惑着，一边慢慢地往更深的迷雾中走去。很快，他就看见房间角落的沙发上坐着一名穿着性感衣裙的少女，少女的肌肤隐隐泛着一层淡淡的红晕。少女明明没有使用多少力气，却让 S 级哨兵的头颅低到了尘埃里。敏感的哨兵鼻尖全是少女的气味，少女明明是在羞辱他。往日威风凛凛的大狮子，此刻却乖顺的如同一只猫咪，还在那断断续续的嚷着不放。住手！林婉看不下去了，忍不住暴怒出口。尤其看到沙发上的少女还是她的模样的时候，他想死的心都有了。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林婉用精神丝狠狠地拽了一下凯撒的标记，然后召唤出藤蔓，毫不客气地朝着对面的林婉冲去。沙发上的少女见到有人闯入，先是微微一怔，随即低低一笑，那笑声如同银铃，却透着丝丝诡异。只见她身形如电，迅速往后一翻，眨眼间便躲在了沙发后面。与此同时，林婉操控的藤蔓如灵动的长蛇，朝着少女急射而出，却扑了个空。藤蔓一击未中，在空中灵活地拐了一个方向，再次迅猛攻去。同学，你倒是跟传闻中的不太像，你真的是地级吗？少女的声音正是阿拉克涅，要不要来我们队当向导？每天你都可以拥有无数的美丽，以及喝不完的蜂蜜，我们还可以为你生很多很多的小宝宝。林婉都快要气炸了，这个臭不要脸，刚刚顶着他的脸对凯撒做了羞耻的事，现在还敢当着本人说这么羞耻的话。阿拉克涅一边躲避藤蔓，一边还时不时转头看向仍被束缚着的凯撒，眼神中满是得意与变态的兴奋。一只巨大的蜘蛛虚影出现在了阿拉克涅的身后，他的眼中深紫色的光芒流转，绚烂异常。林婉只不过浅浅一看，就觉得头晕目眩，对方的精神力实在太强大，林婉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来吧，同学，你也一起加入吧，我会给你最美妙的瘾。蜘蛛催眠般的声音响起，如烟如雾的蛛丝悄悄缠上了他的身体。林婉将自己的眼睛闭上，然后让藤蔓去试探蜘蛛的情绪，抛开表层的诱惑。藤蔓接收到了最真实的感受，这个向导有点美味，好想让他穿上我织的小衣服，味道好香，想要交配，想给他生孩子。
空气中所有的迷幻蛊惑，在这一声声真实的心声中全部消失不见。林婉越是深入，心中越觉得自己被冒犯。这只蜘蛛实在太变态了。他伸出藤蔓，释放了技能寄生，瞬间这些蛛丝上流转起淡淡的死字。藤蔓从这些蛛丝上不断汲取着能量，而蛛丝的终端连接着那只巨大的蜘蛛。戴着林婉面具的哨兵突然呻吟了起来，全身仿佛在一瞬间失去了全部的力气，他无法再维持住林婉的样貌，恢复成了本来的模样。他无力地趴在自己织的网上，颤抖癫狂，以里的一张脸露出了既痛苦又兴奋的表情。这是什么感受？阿拉克涅大口大口地喘气，紫色的眼瞳紧紧盯着正中央的女孩，眼中满满都是发现猎物般的占有欲。所以这只猫这些天都吃的这些好东西。阿拉克涅的心中涌现出了很多不合时宜的情绪，晦涩难懂。终于在身体感官的某个临界点，他支撑不住了，脖梗高高扬起，漂亮的头发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梦魇蜘蛛叫了一声，然后身体僵持了数秒之后，终于无力地倒在了蛛网的中央。林婉能感觉到阿拉克涅的情绪消失了，蛛网变成了普通的蜘蛛丝，他用藤蔓将这些东西暴力扯断。终于梦境破裂，林婉将精神力收回，然后对准图景中凯撒的标记，狠狠地抽了一点。现实中，原本已经一副彻底被玩坏的模样的凯撒，眼眸突然恢复了神光，他最后呜咽了一声，抱住了自己的身体，急促的呼吸声在寂静的空间里回荡。片刻之后，他才稍稍平静了下来，他缓缓抬起头，凌乱的红发之下是一双狂怒的金眸。臭蜘蛛敢耍我，老子今天红烧了你！他的声音刚落下，恢复神智的黄金巨狮急速变大，喷射出了灼热的火焰，瞬间将整个现场吞噬了。蓝银用精神体保护住自己和林婉，随着这场火焰的燃烧，现场终于安静了下来。电子屏上再次显示出给宝宝当狗队伍获得胜利的字样。蓝银将水母收回，观众席终于又能看到里面的情景。只可惜比赛已经结束了，怎么回事？怎么就结束了？观众席上吵吵闹闹，蓝银和凯撒陪着林婉已经下了场。等等，身后传来阿拉克涅的声音，他明明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力气，却依然不死心的想要叫住林婉。同学，来给我当向导怎么样？你可以趴在我的胸肌上，喝安德鲁的蜂蜜。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再次暴躁的凯撒一拳挥过去，打歪了半张脸。我的脸！阿拉克涅捂着自己的脸，心疼的大叫：凯撒，你居然敢打我的脸！你这个畜生！我还是个处男，我还没跟我的林向导交配，你居然敢打我的脸！林向导交配这几个字就像是火药，不仅炸了凯撒，就连向来在大众面前很矜持的蓝鹰也控制不住，再次召唤出了水母。顿时整个比赛现场，狮子水母再次出现，将对手那只苟延残喘的精神系队伍痛扁了一顿。广播里传来大赛组委会的警告：警告警告，不要在比赛以外时间斗殴滋事，不然禁赛。这帮疯子没一个是正常的。林婉自然也听到了阿拉克涅的话，他气得面红耳赤，但在这种大场合之下，他也不能做什么，只能愤愤地转身离开。林婉找了个位置坐下，刚才进入阿拉克涅的梦境，着实还是花了一些精神力，大概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实战性质的赛事，他感到有些疲惫，他的等级还是太弱小。遇到强劲的对手，他能感觉到彼此之间实力的悬殊。如果不是他的精神体技能特殊，恐怕他这点力气都不够对手一招。在林婉休息期间，爱尔兰的比赛也结束了。他不仅有治疗，还有增益，他的精神等级又高，于是这场战斗毫无悬念。一场比试下来，爱尔兰的热度又爆发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他的正面评价犹如火箭般一路飙升，赞誉之词铺天盖地，将他捧上了近乎神坛的位置。与之相对，林婉的口碑直线下降，已经低到了尘埃里，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有意无意地将这两个人紧紧捆绑在了一起。林婉上辈子就是从事娱乐相关工作的，这种通过贬低一个人来抬高另一个人的手段，是最容易引发关注和话题的。于是毫无背景和能力的他，变成了那个被推出来的牺牲品。如果他没猜错的话，那么接下去的比赛，他应该要和爱尔兰碰上。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生体。蓝鹰的消息同时也发了过来，最终的赛事表已经出来了，明天下午我们对战爱尔兰的队伍。林婉虽然是这么猜的，但今天的比赛还在比，最终场赛事表就出来了吗？对面的蓝鹰仿佛冷笑了一声，只要第一场胜出，最终的结果很快就会出来。不要小看这些贵族的手段，公正永远是向着有权力的那一方，而像他这类没有任何背景，注定要成为那些人踏上成功的垫脚石。林婉缓缓环视了一下四周，目光扫过那些神色傲慢的贵族。对于这些人来说，权势、名利与财富就是他们竞相追逐的猎物。为了得到这些，他们不惜踩着密密麻麻的人往上攀爬。在他们的认知里，这就是所谓的生存战场。林婉在那只异化黑狼的记忆中见过真正污染区的样子，那些底层哨兵为了一点金钱，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个世界不该是这样的。到了晚上，第二轮晋级赛的结果已经全部出来。林婉躺在床上看爱尔兰这几天的对战视频，不得不说，爱尔兰这个姑娘脾气虽然差，但是的确是一个实力强劲的对手。她到现在为止一共展示了2个技能，一个加血，一个加蓝，算是漏洞般的存在了。而且她还是一级向导，还有很多个技能没有使出来。林婉看着自己技能栏里孤零零的一个寄生，无力的叹气：老大别叹气，那只小胖鸟分分钟解决他。是啊是啊，抓起来抽一顿就老实了。这些藤蔓们想的还怪容易，但还有9个哨兵呢，他们肯定会选择拖延战，但是拖延战对他们却很不利。林婉用手托住下巴，看着终端的视频，陷入了沉思。而这时的尼德家族公爵生气地将一块能源石摔在了地上。克里斯家那个小子还真是油盐不进。那既然这样，
我们也不必顾忌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准备的最新的药，可以在短时间内提高哨兵的精神力等级，而且药检还测不出来，很好，让那几个杂碎吃下去，真是便宜他们了。可是爱尔兰小姐她并不愿意，就她找的那几个堪堪级的哨兵，怎么可能是蓝茵他们的对手？他们不愿意吃药，死也要给我灌进去。我尼德公爵家可丢不起这个人。好的，公爵大人。助理恭敬的鞠躬，然后带着人连夜出发。而在向导学院的门口，霍森倚靠在车边，看向了助理吉斯，都准备好了吗？是的，每个地方都安排好了人，只要发现有违禁系列的行为，马上逮捕。每年联赛，总有一些人要做一些肮脏的手段。霍森的表情里带着不耐和厌烦。这种药短时间内能提高精神力等级，但是长期服用会加速污染值的增长。吉斯说完，从上衣口袋中取出了一小剂试管，递到了霍森的手里。霍森接过，看着试管中淡蓝色的液体，微微眯眼。这是不久前缴获的，我们发现在个别种类的药物里还掺杂了一些变异种的基因。先不要打草惊蛇，该收缴的物品收缴，该抓的人就抓，尽量维持明日联赛的公平公正。吉斯颔首，过了半晌，他迟疑了一下，又道：有关这几日的热点，林向导那边备战厅发生的事，吉斯自然也收到了消息。他的长姐早已将他的通讯打断，哭诉自己的儿子被人当众殴打了的事情，同时也指责他为什么要让雷诺去接触一个平平无奇的地级相貌，以家里的实力，又不是找不到更优秀的人。这2天，他被家里人无休止的哭闹和指责，折磨得头疼欲裂，心中满是无奈和苦涩。林婉的不同，他跟在主任身边再清楚不过，但是涉及机密，他无法跟家里人明说，只能依靠职务之便，想方设法给族中小辈创造一些机会。聪明的人早已嗅到了味，如狼似虎的缠上去了。可中庸的人，即使把宝藏端到了他的面前，他依然觉得这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吉斯，我是不是说过不要过于干涉林婉的事情？霍森的声音淡淡的响起，许是今晚的夜色过凉。男人的嗓音听起来也满是寒意。吉斯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后背瞬间惊出一层细密的冷汗。抱歉主任，是我逾越了。男人不再说话，转身上了车，车子缓缓启动，裹挟着男人冷峻的气息一同远去，同时也带走了弥漫在四周的致命威压。第3天的比赛节奏很明显比前2天要快上许多，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林婉的错觉，他总觉得今天的现场气氛有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灼热感。屏幕里又有一支队伍倒下，一名哨兵已经被对手打到昏迷不醒，但他的对手像是发了狂，眼神中透露着疯狂与暴力，丝毫没有停手的打算。裁判见状，立马召唤了警卫员将2人分开。那个发狂的哨兵很快就被控制住，带下去检查下是否吃了违禁品。对于这种状况，裁判仿佛已经见怪不怪，毫无波澜。后来现场又进来了一些医护人员，将受伤的哨兵也带了下去。赛场内的人这才纷纷开始交头接耳。下一场轮到林婉了，他在休息室里做好一切准备之后，给自己打了打气，然后朝外走去。凯撒和蓝英已经在等他了。蓝英绅士地握住林婉的手，行了一个贵族礼。林同学紧张吗？别怕那种货色，我一把火就烧没了。凯撒也在一旁安慰林婉。林婉看了看凯撒，上一场比赛让他留下了一些伤，今天能撑着来比赛，想必也是费了一些劲。想到这里，林婉伸出手指点在他的额头上，输入了一丝精神力。抱歉，我还是不太会精神疏导，不过等这场比赛结束，我会为你再努力试试看。高大的哨兵听到他的话后，明显愣了愣，随即一股令人感到无比舒适的气息源源不断地注入了他的身体。这股气息轻柔而温暖，像极了晚间拂面而来的微风，带着丝丝凉意，又好似夜空中温柔皎洁的月光，无声地洒落在他的心田，将他内心深处那略显焦躁的情绪一点点的抚平。那说好喽，向来容易炸毛的大猫不自觉地放低了声音，乖巧地弯腰，主动配合着女孩的动作。精神力注入结束，赛场上的哨声也在这时吹响。比赛场上已经爆发出了剧烈的欢呼声，在一声声的爱尔兰的助威声中，林婉缓缓走上了比赛的擂台，对方也同时出现了。爱尔兰带领着自己队伍，得意地看着林婉，今天你总要好好跟我比一场。林婉有点无语，这个女的不会是因为上次她说什么在赛场上见之类的话，所以才这么拼的吧？朋外们纷纷冒头，哇哦，今天这个疯丫头气势好。别说她的性格虽然糟糕了一些，但我还是蛮喜欢她。你们别说废话，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奇怪的东西？不知道啊，但是好像哪里摸到了。听着藤蔓们的声音，林婉将视线落在了爱尔兰身后的9个哨兵身上，除了黑熊战狼海东青子藤花4人，其他几个都是东拼西凑来的。林婉的视线在剩下那5位队员中来回扫荡，却并没有发现藤蔓们说的奇怪的东西。是不是你们感觉错了？刚才还能摸到一丝丝感觉来着，现在就没了，可能真的是感觉错了吧。我现在只想趴在大胸肌上喝蜂蜜。林婉无语了。这时比赛正式开始，2支队伍纷纷亮出了自己的精神体。爱尔兰这回一上场就直接使用增益技能，给队伍里等级最高的4位哨兵增幅了30%的精神力等级。紫藤花藤蔓从地面破土而出，四面八方的将林婉3人围在了正中间，形成了一个牢笼的形态。蓝鹰召唤出水母，直接将牢笼暴力撑破。咸湿的海风吹起，来自深海巨妖庞大的威压震慑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紫藤藤蔓断裂成了一节一节，女性哨兵也受了伤。爱尔兰一个瞬发的加血技能甩过去，瞬间治疗好了她的伤势。也就在这个时候，紫藤花哨兵的脖子间闪烁起了紫色的光芒，崩断的精神体截面上突然流出了一些深紫色的汁液，这些汁液飞溅，沾染上了水母数不清的触手，不一会儿就全部侵染了进去。对方佩戴了毒性能源道具，给精神体附加了额外属性。蓝鹰皱了皱眉，及时从水母中分出一个蓝色的气泡，将己方3人全部包裹了起来。紫藤花的毒液全部被气泡挡在了外面。
但是蓝茵的精神体却避不开，生生承受了这一波毒攻。不过一会儿，林茵就看到蓝茵的嘴唇开始出现符一般的青紫色。林婉想了想，释放出了一股精神力，将蓝茵的标记包裹住，让藤蔓悄悄地将那些毒液吸了个干净。这个精神体没什么好，唯一的优点就是能吃。再说连污染物都吃过了，还会怕这些毒吗？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身体。挡下这一波毒攻之后，蓝茵也不再客气，水母荡漾起自己的触手，发散出无数的催眠声波，全方位地影响着对方每一个人。林婉想了想，也将自己的精神体释放了出来，10几条绿色的菟丝子分支盘旋在林婉的身边。周围的人又开始窃窃私语，终于肯把精神体放出来。我还以为这一场他又要躲在队友后面蹭了。凯撒驱使的狮子已经猛扑上了爱尔兰，黑熊及时出现，精准地抓住狮子的身躯，硬生生地将其扑咬的势头挡下来。凯撒眼神一凛，毫不犹豫地飞身而起，与乌尔德展开了激烈的1对1战斗。林婉注意到，这一场每个哨兵的身上都佩戴了各种不同属性的高等级能源石道具，用来弥补自己精神力的不足。爱尔兰财大气粗，直接一人发了 N 件装备，原本实力较为平庸的一支队伍，硬生生被拔高了一个等级。乌尔德现在已经接近5级的能力，加上向导30%的增长，第一次冲撞，黄金巨狮居然落了下乘。凯撒也没有恋战，双脚猛地一蹬地面，借着反作用力如离弦之箭般飞速后退，眨眼间便与对手拉开了一段安全距离。狮子喉咙中有火光闪烁，红色的烈焰瞬间燃烧了全场。天上的海东青一声英鸣，有风自地上形成，卷走了这股火焰。战狼伺机窜出，装备了速度道具的他，快得如同一道闪电，一口咬上狮子的脖颈，压着他朝场外扑去。他想将狮子扑出场地，但是被水母伸过来的触手拖住。紫藤发藤乱紧跟上节奏，与触手交缠在一起，相互制约着。场上几名主力军都深陷战斗。爱尔兰将目光对准了落单的林姆，怎么样？就说我比你强吧，这一次我看你还怎么嚣张。人多的优势在这一刻体现了出来。爱尔兰指挥着剩下的4名哨兵，电蛮猎狗麋鹿飞鼠朝身单影薄毫无防备的林婉攻去。林婉的眼眸瞬间亮起碧绿光芒，藤蔓迅猛生长，不断延伸，抓住半空中的精神体，将其精神力吸收得一干二净。然后诡异的事情发生了，那些藤蔓在吸收掉对手的力量之后，发出了与他们一模一样的技能招数，直接将几位偷袭的哨兵击出了场外。全场的人都安静了，他们庆祝欢呼的嘴巴都还没有合上，就看着原本被他们认定毫无胜算的向导，以一种怪异的形式突然展开反击，扭转了战局。紫藤花率先反应了过来，将林婉以及他的精神体团团包裹。可林婉的藤蔓更霸道，更快速的反绕，瞬间紫藤花哨兵的所有力量都被吸走了。海东青操控着风，将被滞留在天上的火焰转了个方向，朝着林婉攻击了过来。蓝鹰操控着水母，抵挡在了林婉的面前。火域上水瞬间被化成了蒸汽，形成了一片白茫茫的云雾。有一根藤蔓悄悄地勾住了海东青的脚，将它往下扯。白色的雾气中猛地窜出一只金黄色的狮子，张开凶残的大口，一下子就将它咬住，吐出了场外。爱尔兰的队伍一下子被击退了6个输出，场上就只剩下3位哨兵了。输赢其实已经很明显了，众人张着嘴巴，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林婉的确没有什么进化能力，但击杀的人头数比输出还要多。霍森依靠在围栏上，看着场中的比赛，心道一声果然。从林婉第一次进入他的精神图景，他就感受过他精神体的攻击性。与其将他定位成传统意义上的奶妈，还不如说他是一名很好的进攻性辅助。一旦他学会操纵意识，那他的能力将会变得非常的可怕。他很适合与高等级的哨兵搭档。身后有低沉的声音响起，来人正是空战组的长官格里芬。蓝鹰和凯撒倒是会选，与其选个累赘的补给，还不如与能力相互匹配的辅助搭档。高效的战斗比拖延战更适合他们。爱尔兰看着眼前狼藉的一片，双手不自禁地紧握成拳，不能输。他愤愤地扯下脖子上的项链，启动了最后一件特殊道具，暗色的光芒瞬间吞噬了飞鼠的精神力，又转嫁给了黑熊。乌尔德的身体里涌现出一股陌生的可怕能量，肆意地在他体内横冲直撞。他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血管在皮肤下高高隆起，仿佛随时都会爆裂开来。黑熊精神体也在一瞬间暴涨了好几倍。这小姑娘也太大胆了，一场比试而已，居然用上了这种东西。格里芬摇摇头，表示对场上黑熊和飞鼠2名哨兵的遗憾。而藤蔓们纷纷竖起尖尖脑袋，冲着那头黑熊叫道：“就是这个，有一种的味道，这什么鬼东西？”这只黑熊异化了。凯撒也是第一次见识到这种情景，很是惊奇。蓝鹰紧紧地盯着对方，这是来自深渊特殊能源石做成的道具，可以将场上的1名哨兵作为祭品，然后将他的能力转移到自己或者另外一个人身上。这种道具官方没禁止吗？这很明显是开挂了吧？市场尚未流通，我会知道是因为不挣钱，才有人跟总统上报了这个消息。没想到这么快就见识到了。裁判看了看场上的情形，有些犹豫该如何审判，却在听了耳麦里的声音后，示意比赛继续。而黑熊在获得那股奇异力量后，猛地发力开始冲刺，他的目标很简单，直接朝着林婉扑去。蓝色水母冲了上去，将黑熊精神体紧紧缠住，但是由于它实在太大，触手竟被生生扯断了数根。蓝鹰忍着手足断裂的疼痛，继续释放催眠的声波。可此时的黑熊本就因陌生力量头痛欲裂，再被这催眠声波一刺激，精神图景更加混乱。黄金巨狮伺机而出，冲击着黑熊的腰腹。庞大的精神体如同山岳一般，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场上唯一的战狼伙伴想要来解救黑熊，黑熊的眼睛却突然冒出了红光，一掌拍向了战狼。战狼毫无防备地承受了这一击，肋骨尽断，彻底晕死。
道具的力量与哨兵承受能力不符，他的精神图景要崩盘了。霍森皱眉，快速发出了一条指令，通知组委会结束掉这场比赛，却没想到收到了组委会情况正常，不同意中断的回复。霍森没忍住，直接骂出了声。爱尔兰看着眼前的情况也有点懵，他不知道这件道具的效果会这么强。乌尔德的情况看似非常不妙，黑熊已经不听他的指挥了。蓝鹰站在对面，目光如炬，神色严厉地下达命令：爱尔兰，中断道具效果，并且马上给你的哨兵精神疏导。听到蓝鹰的声音，爱尔兰的眼神闪过一丝慌乱无措，但随即就被他压下。怎么不敢比了呢？如果怂了就认输。蓝鹰皱眉，不可置信地看着对方，你是真的看不到你的哨兵出现异常了吗？那又怎么样？不过是个平民，为我战斗该是他的荣幸。爱尔兰想起蓝鹰的不识好歹，就恨不得将他和林婉一起刺死。冥顽不灵，蓝鹰无话可说，操控着水母的一只触手，想要夺取爱尔兰手中的项链道具。而此时，原本被水母压制住的黑熊精神体又一次狂暴，他的身体在外力以及内力的双重攻击下变得支离破碎。藤蔓们在林婉的脑海中发出警告，要阻止他，再这样下去，这个哨兵就毁了。林婉看着眼前庞大无比的黑熊，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但还是放出了自己的精神体。黑熊紊乱无助恐惧的情绪，不断地从藤蔓的尖端传递进林婉的精神图景里。林婉一遍又一遍的安抚，狂暴的黑熊终于慢慢的冷静了下来，并且对他展开了精神通道。林婉看到了一片广袤无垠的森林，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洒下斑驳陆离的光影，在铺满落叶的地面上勾勒出了一幅如梦似幻的图案。这是一个内在很浪漫的哨兵，只是在这样浪漫的图景中，却闯入了一个异样的东西。那是一团看不清形态的黑雾，它不断翻滚涌动，变换着诡异的形状。所经之处，树叶瞬间枯萎凋零，粗壮的枝干也仿佛被抽走了生机。林婉皱眉看着这个东西，和之前异化黑狼里的味道一样。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和一种相关的东西，还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了这么大规模的比赛中？林婉轻车熟路的放出了藤蔓，在藤蔓们嫌弃的声音中，发动了寄生技能，开始吸食这团黑色的迷雾。黑色的雾气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拉扯，不甘的挣扎。与此同时，一种奇怪的似尖锐的金属摩擦声出现在林婉的耳边，林婉的精神力瞬间被抽空，直接被弹出了乌尔德的精神图景。而现实中的林婉脑中一片混乱，还没等开口说话，就晕倒在了男婴的怀里。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精神力人为衰竭，精神体活性正常，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好好休息就可以恢复回来。林婉在迷迷糊糊之中，感觉自己的身体被谁翻来覆去，有谁在她旁边轻声说话，那声音像是隔着一堵墙，又像是从遥远的地方飘来，模模糊糊断断续续的，只是精神力丢失的不太正常，现在也追查不到确切的原因。明日就是决赛了，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组委会应该不会同意他继续参赛的。这个人说完这句话，房间里有片刻的沉默，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一道熟悉又沉稳的声音淡淡的响起，我明白了。随后他感觉到有人为他掖了掖被子，略微粗糙的手掌在他颊边停留片刻，之后小心翼翼的起身。如果真的不能继续参赛，情况我会向组委会说明的，只是没有其他快速恢复精神力的方法。办法是有，只不过要看有没有人愿意配合。那声音带着几分调侃，悠悠的在房间里回荡开来，然后房间里再也没有声音了。林婉迷迷糊糊的听到两人脚步离开的声音，周围安静了一会儿之后，其中一人返回了病房，他静静的在床边坐下，熟悉的冷松气息温和的将他包围，平静而又灼热的视线始终落在他的身上，未曾有过片刻的移开。就在林婉几乎要再次陷入沉睡之时，一直安静待在身边的人终于有动静，床垫微微下沉，一股更浓郁的气息扑面而来，近的几乎与他鼻息相贴，身上的被子被人轻柔的移走。林婉那原本还处于半梦半醒间混沌的意识，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猛地拉回现实，一股微凉的空气瞬间侵袭而来，让他忍不住微微颤抖了一下。紧接着，他便毫无预兆地落入了一个光裸宽厚的怀抱之中。知道怎么做吗？男人低沉的声音在林婉的耳畔悄然响起，如同静谧夜空中一颗流星划过，留下独属于他的令人心悸的痕迹。林婉的意识在这声音的呼唤下逐渐清醒过来，她的面颊嫣红，如同一颗包含着汁水的水蜜桃。在这昏暗的近乎暧昧的房间里，男人与女人紧紧相依，周身萦绕着一种难以言喻、微妙而又亲密的氛围。窗外寂寥的月光穿透窗帘，在雪白的墙壁上投射出两个相互交叠的身影，勾勒出一幅神秘而又引人遐想的画面。林婉慢慢往上伸出一双纤细的双臂，将男人的背轻轻环住，犹如春日里新生的藤蔓，带着一丝惬意与羞涩。林婉很崩溃，但是身体和精神体却比她更诚实本能地做出了反应。她一直觉得，在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相互吸引，都带着一种野兽对生存繁衍的原始渴望。就像此刻，她与眼前的男人身处这昏暗的房间，暧昧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那种原始的本能被彻底唤醒。她痛恨自己身体如此不受控制的反应，却又无力抗拒，只能在这本能与理智的激烈碰撞中苦苦挣扎，任由那股难以言喻的情感洪流将自己淹没。几乎是本能的，两人身体接触的那一刹那，他的精神思辨源源不断地散发了出来。精神图景中原本萎靡不振的藤蔓，也如同沙漠中极度缺水的人遇到了丰沛的水源，下意识朝着那个人伸长而去。绿色的藤蔓一头扎进那一处水源，疯狂撒泼打滚了一阵之后，身上的吸口就全面打开，贪婪地吸食着能量。霍森全身都软了，这些可恶的藤蔓精准地找到了他身上从未被人所知的敏感点。
那力度仿佛要将他的灵魂都一并抽离。然而诡异的是，在力量被抽离的同时，一股隐晦而又难以名状的感觉却在心底悄然滋生。这感觉带着一丝禁忌的诱惑，撩拨着内心深处那根最隐秘的线。在这种磨人的情绪之中，霍森放开了自己全部的屏障，荒漠坚硬的墙壁纷纷瓦解。林婉又看到了那棵高大枯萎的树，在树上抓到了那只休憩的大猫，那只大猫仿佛就等着被他抓住一样，没有任何挣扎，任凭他的藤蔓将它全部裹挟。在藤蔓缓缓游动缠绕之际，大猫发出了委屈的呜咽声，那声音低沉而哀怨，仿佛在倾诉着满心的无奈与不甘。林婉觉得自己如同被浇灌的花朵，滋润的绽放。他从来没有觉得像是此刻一般的满足舒适，饥肠辘辘的渴望被充分得到填充，充实的快要溢出来。精神图景之中，那块贫瘠的土壤也正在经历着一场神奇的蜕变，吸收来的能量化作甘霖，悄然降临，温柔地滋润着每一寸干涸的土地。顶着晶莹雨露的绿芽，宛如雨后春笋般，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快速生长。它像是被赋予了某种强大的生命力，不断地抽出新的枝芽，长出清新的嫩叶，最终停止在了大约1米高的小树苗形态。精神深处，林婉好像听到了一个满足的饱歌声，丢失的精神力彻底的弥补回来，甚至还多出了许多。随着这颗幼芽的生长，他感受到自己的精神图景也在变得宽阔起来。如果原先只是狭小的1米，那么现在已经长成大约5米的样子，精神力也得到提升，好像突破了什么瓶颈，脑域变得更加轻盈与充足。他这是又升级了吗？林婉有点不敢置信。能量补充完毕，贪婪的藤蔓却没有放开面前这块小蛋糕的打算，依然纠缠着摆弄着。霍森一个低吼，彻底失去了力气，身上缠绕的藤蔓还在不停地玩弄着他。霍森混沌失神，糜烂的一塌糊涂。霍森的眼睛仔细地描绘着林婉的五官，最后停留在少女如蜜一般的嘴唇，渴望达到了极致。一直沉稳冷静的男人终于挨不住，低头扑了上去。林婉原以为他会狠狠地亲吻她，毕竟都到这地步，结果并不是这样。男人只是克制地埋在她的颈项间，深深地呼吸着，偶尔伸出舌头舔舔她略显纤细的下巴。吉斯一直守在室外，同是猫科动物的精神体，灵敏地察觉到了里面的动静，冷汗不知不觉布满了他的后背，让他不禁打了个寒战。原来主任对林同学，他真是愚蠢。林婉也不知道这种姿势过了多久，直到他的藤蔓彻底将人放开，他不太好意思地推了推他，男人这才回过神来，他又在他的气息里沉淀了很久，才缓缓起身下床。霍森背着他穿衣服，期间什么话都没有说，金色边框的眼镜很好地遮盖了他的情绪。林婉尴尬地用被子将自己整个包裹住，只露出一双湿漉漉的眼睛，盯着边上的主任看。这种事后的偷感是怎么回事？他其实没做什么的，为什么他会觉得如此愧疚？像是一个渣女，一不小心酒醉，扎到了自己那平时清心寡欲的上级，没脸见人了。他干脆闭上眼，彻底装死，好好休息吧，明日应该可以正常参赛。男人很久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学院这次对进入决赛的向导追加了100点学分以及100万的奖金，表现得好都可以拿到。多少？林婉彻底不困了，从床上坐起来，双眼变得很清澈明亮，如同瞻仰神明一般看着主任。霍森略感无语地望着他，半晌又忍不住摸了摸他的脑袋。你表现得很好，决赛是在污染区里，虽然不是等级很高的污染区，但是万事小心，我会在出口等你。霍森将休息室的房门轻声关上，脚步这才有些踉跄，脑域中闪过一丝晕眩。吉斯急忙扶住他，在这么近的距离，他很快感受到了霍森的异样。您的精神力。霍森疲惫地摆了摆手，要填补一名地级向导，没想到需要这么多的精神力。林婉的精神图景远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深不见底。你去查下爱尔兰手里的那件道具，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来历。您怀疑林向导精神力丢失也跟那件道具有关吗？有些人为了能在公开场合使用违禁品，又可以躲避机构的检测，直接将一些成分与能源石道具融合在了一起。吉斯心下暗惊，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事情真的要闹大了。就在这个时候，霍森手中的终端响了，他点开讯息，脸色渐渐变得凝重。5号污染区又一次崩溃了，去支援的尼克向导失联，因为要休养。林婉今天就在备战厅的休息室住下。他看向窗外，一棵高大茂密的树叶之中有银色的亮光一闪而过。林婉眨了眨眼，忍不住好奇地朝那一处望去，那是一张细小的蛛网，在月光下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泽。只是看着看着，瞬间却失去了意识，困意席卷而来，林婉昏昏沉沉地倒在了床上。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黑色长发顺着肩膀肆意滑落，衬得林婉的肌肤瓷白如雪，细腻的仿佛能反光。林婉的眼皮颤抖，可完全使不上任何力气，好像有一股力量拉着她的身体不断地往深渊里坠落。恍惚之间，她觉得自己躺在了一张舒适柔软的水床上，这床软的离谱，就如同云朵一般，完美的包裹住了她的身体，好舒服啊！林婉情不自禁地蹭了蹭，仿佛这几日的所有的疲惫都消失了。身下的床突然动了动，原来这床还附带按摩功能吗？林婉很想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个什么牌子的床，但是她的眼皮子仿若有千斤的重量，怎么样都睁不开，原先的舒适感不在。林婉挣扎着想要离开这里，可身体却如同灌了铅一样无法动弹。这是鬼压床了吗？林婉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个，人在过度劳累之后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这样想着，她也就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切，尽量让自己放轻松，安静地等待着鬼压床效果的离去。看到这一幕，一道低沉酥麻的声音突然在寂静的黑夜之中响起：我们的林向导好可爱啊！林婉察觉到了什么，但是却没有办法睁开眼。林向导想要跟我们结合吗？我们可以为你生很多很多的孩子。
虫族以雌虫为尊，在这里你会得到最高的礼物，请接受我吧。林婉感觉自己仿佛陷入了一个无形的牢笼，被一道强大的意识死死禁锢，无论他如何挣扎都挣脱不出来。那股神秘的力量如同牵线木偶的丝线，肆意操控着他的身体，迫使他按照他的要求做出一系列匪夷所思的动作。他不该这样的，他应该趁早离开。然而他的身体却完全背叛了他的意志，仿佛变成了一个陌生的躯壳，不再受他的掌控。林向导口渴吗？这道低沉的嗓音宛如一道道催眠的魔咒，不断影响着他。有嬉笑的嗓音不断的在他耳边响起，随后他感觉到这个房间的天花板突然降低了，黑沉沉的压在了他的上方。林婉的意识越加的模糊，他仿佛置身于一个如幻似真的绝妙美梦。在这个梦境中，他惬意地躺在一张无比舒适的按摩床上，轻柔的按摩力度仿佛一双灵动的手在他的肌肤上游走，舒缓着每一寸肌肉的紧张。林婉在睡梦中无声的笑，那笑容纯净而满足，如同婴孩般无忧无虑。清冷的月光宛如一层薄纱，轻轻洒落在他洁白的面颊上，有着梦幻与柔和的色彩。黑暗中，一道隐晦的身影越过重重的防护，精准地找到了林婉所在的休息室。来人见窗户打开着，纵身一跃，攀着窗边的大树爬了上来，如同神秘的猫科动物，灵活地进入了房间。入眼，他就见到了一幅美妙绝伦的画面。少女像是被美梦紧紧包裹，正甜蜜地酣睡着，她的唇角带着淡淡的笑，完成了幸福的弧度。那柔软的睡衣轻轻覆盖在她的身上，顺着她曼妙的身姿起伏，勾勒出令人遐想的曲线。睡衣的领口微微敞开，露出一小片如羊脂玉般细腻的肌肤。来人更加放轻了脚步声，像是一只鬼祟的猫咪，悄悄凑到了主人的身边。他埋下身，认真地嗅着他身上的味道，直到在他的脖颈间闻到了别的野兽的气味。他有些狂怒，嘴唇发出不满的警告，伸出舌头在那一处轻轻舔舐，将这个令人讨厌的味道覆盖后，又辗转而下，顺着女孩的身体一路来到气味最轻的脚踝处。女孩雪白的脚环浴血可闻，她没有穿袜子，一粒一粒的脚趾像是珍珠一般的饱满光泽。来人盯着那一处有一些入迷，随后他悄悄地来到床尾，先是做贼心虚一般嗅了嗅，见这里没有任何水的气味之后，他才满意的露出嗤笑，将脸贴了上去。第二日，林婉悠悠清醒，只觉浑身轻盈的不可思议，真是睡了一个好觉。梦里还有仆人为他喝甜浆，全身的疲惫感都在一夜间消失了。他满意的伸了一个懒腰，结果手在枕边摸到了一个冰凉软绵的东西。林婉拿起来一看，是一件米白色的丝质连衣裙，材质堪称上乘，细腻的丝绸表面泛着柔和的光泽，如同月光倾洒其上，散发着一种低调而奢华的气息。她轻轻展开裙摆，那丝绸便如行云流水般飘动，领口和袖口处精心绣制着蕾丝的纹理，像是一朵朵盛开在春日里的花朵，为整件裙子增添了几分优雅与浪漫。谁给她送的小裙子？是护士小姐送来给她换洗的，真好看。林婉越看越满意，可惜今天不是穿裙子的时候。她小心地将衣服叠起来，然后起身去找自己的行李箱，结果脚一落地，林婉就感觉到一丝异样。她皱了皱眉，将自己的脚心翻出来看，只觉那里有一种奇怪的黏腻感，同时还带着被什么东西摩擦的微感。咦，这什么呀？林婉嫌弃地拿纸巾擦拭，见有点擦不干净，她干脆跑进浴室里，好生清洗了一下。艾丽不停地给林婉发来消息，埃尔他以及林婉3个人的队伍都进决赛了，抓了很多服用违禁药，就算已经比完赛，也都要求重新体检了。结果这些队伍大部分都服用了药，名次直接被取消，决赛的参赛队伍不够，从30名外的参赛队伍里，爱尔兰运气不错，居然被他赶上了末班车，那挺好的。他们队伍其实也很努力。林婉回复，他不禁又想起了赛场上那只黑熊狂暴的样子，其实他有点分不清违禁药以及道具的差异，这2个都是短时间内提升哨兵精神力的工具，为什么违禁药会被禁止，道具却没事？他明明在那件道具里闻到了一种的味道，也不知道最后那个东西跑到哪里去了。之前脑袋晕乎乎的，也忘记问霍森主任了。休息调整完毕之后，时间到了下午2点，联赛最后的决赛终于开始了。林婉乘坐自动扶梯上了飞艇，机身华美精致，在阳光的映射下泛着清冷的光辉。向导们被安排在了飞艇最舒适的头部，后面普通舱位内是参赛的哨兵们，然后再往后便是随行的警务人员。很快他们就离开了主城区，向着此次的目的地，一个名叫落日森林的污染区驶去。那片森林是去年刚形成的污染区，王兽以及怪物的等级都不高，地形也很简易通达，因此非常适合给学生们做决赛场地。中央很早就在这里开始部署准备，确保比赛期间所有人的人身性命安全。在巨大的落地窗前，林婉有些震惊地看着脚底下的景色，被这一片无边无际的绿色给折服。他以前很少有机会出去旅游，更别说是去这种深山老林里了。幸好现在的人都有特殊能力，不然真要把他一个人丢进这里面去，他估计这辈子都走不出来。婉婉，你看什么呢？赶紧回座位哦，马上投放了。艾丽走到他的身边，一把拉着他的手回到座位。和预选赛的规则截然不同，决赛会启动独特的投放装置，将参与决赛的选手们随机投放到森林边缘的各个角落。这是对每个人野外生存能力的一种考验，毕竟以后执行任务与队友走散迷失的几率实在太高了。一名哨兵若是缺乏独自在复杂环境中孤军奋战的能力，自然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林婉其实还不太明白投放的意思，只能稀里糊涂地跟着艾丽回了座位。期间路过爱尔兰的位置，见林婉的目光望过来，爱尔兰愤愤地拉下头顶上的遮阳帽，将自己的脸掩藏了起来。艾丽握了握林婉的手，叮嘱她系好安全带，另外将自己的随身备战包挂在座位的专属卡扣上。等会儿你落地了，如果实在找不到人，就一直朝着森林中心走，我们都要往那个方向去。艾丽小声地嘱咐。终端上男婴也发了消息过来，
林同学落地之后，可以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我和凯撒会根据标记，尽快找到你的位置的。不得不说，向导虽然娇气了一些，但在无法使用终端联络的污染区，他们的作用真的是不可替代。林同学，比赛固然重要，但请你务必优先注意自己的安全。真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千万不要犹豫，直接按下紧急按钮退出比赛。剩下的由我。林婉回复了谢谢后，飞艇已经开到污染区的正上方，准备开始投放了。飞艇广播重复播报了 N 次之后，下方的机舱传来了异常的响动，咣咣咣的声音让林婉的头皮有点发麻。这个投放不会是他想的那样吧？想法才刚出现，林婉脚底下的机舱板突然开了口，整个人连带着座椅齐齐往下坠去。有毛病啊！这个投放还真是字面意思上的投放，可为什么没人告诉他？林婉她很高呀，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当高度下降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安全座椅的后面突然砰的一声撑开了一个巨型的降落伞，下降的速度开始逐渐减缓，那股可怕的失重感也慢慢消散。林婉感觉自己像是从鬼门关被拉了回来，悬着的心终于有了些许着落。她慢慢的睁开眼，发现周围遍布漂浮着的降落伞，像是一朵朵白色巨大的花朵，绽放在落日森林的上空。林婉慢慢降落到了一处湖泊底，她拿出自己的物资包背在身上，然后又打开终端，确定了这边果然没有任何信号。但她一抬头就看到了小型的摄影机，心里这才安定了一些。森林比较大，林婉完全无法辨认方向，她召唤出一根藤蔓卷着自己，跃上了最高的树木，这才得以看清整个地形面貌。林婉目光所及之处，皆是一片连绵不绝的绿色，只在森林的中心上空有一团突兀的黑色雾气，它的边缘不断翻滚扭动着，像是有生命一般，张牙舞爪的扭曲变换着形状。林婉看了一下时间，已经下午3点了。晚上的森林很危险，他必须尽快找到自己的队友才行。这样想着，他收拾了下，便迈步朝着黑雾的方向前行。屏幕外，不少人都替林婉捏了一把汗，因为向导没有攻击技能，身体素质也比较弱，投放到污染区，在原地待着不动，等队员来找才是最优的选择。林婉一个人安静地走在丛林里，因为是植物系精神体的原因，他倒并不觉得这里有多可怕。脑域中的藤蔓们也好奇地钻了进来，林婉通过它们，大概可以感受到周围10米内的情况。没走多久，林婉听到了 AI 发布公告的声音，有人选择退赛了，是一个哨兵遇到了蟒蛇一种，完全应付不来，慌张的就摁下了求救信号。而爱尔兰刚落地就收到了自己队伍淘汰一员的消息，忍不住心里暗骂没用的东西，也庆幸自己没有标记这些迟早要淘汰的人。预选赛上输给林婉的队伍本身就觉得羞耻，现在好不容易进了决赛，他必须一雪前耻才行。他边想着边操控图景中心增加的标记，不满的催促快一点。没过多久，乌尔德就焦急地朝他跑了过来。他的外伤虽然已经得到修复，但精神力却显得异常的疲惫。他没有前去向导所疏导，更不敢向爱尔兰提要求，只能硬撑着到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都已经汇合了，我现在带您过去。乌尔德微微低下头，声音中带着几分谦卑与讨好。尽管被向导粗暴的对待，但憨厚的哨兵眼中依然充满仰慕的情绪。这还差不多。爱尔兰冷哼了一声，我已经标记你了，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你要是再敢让别的向导进入，我绝不对你客气。知道了，我的阁下。不过罗尼还没有跟我们会合，阁下您看需要再等等吗？乌尔德小心翼翼地问道。爱尔兰压根记不住这些无关紧要的人的名字，他有些不耐。不必了，反正也派不上用场，让他自己来找我们吧。我们赶紧去森林中心杀王兽。林婉感觉自己在森林里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但是他的精神图景中属于蓝鹰和凯撒的标记一直没有回应。不应该啊，难道他们真的隔得非常远吗？林婉一边疑惑，一边继续朝深处走。一路上他倒是见到了几个人，但是他都不认识。当他成功避开了一只蜘蛛一种时，他听到了一个微弱的求救声。林婉将精神体探过去，就看到了一个少年带着一只飞鼠精神体，狼狈的在丛林中穿梭，身后紧紧跟随着一只巨大的马蜂。马蜂射出了2根银白色的针，一根被少年躲过了，一根却刺中了他小腿上的裤子。少年一个踉跄，扑通一声扑倒在了地上，马蜂顺势追了上来，巨型的身体将少年牢牢压制。少年绝望的双手抱头，却发现预想中的伤害并没有到来。少年满心疑惑，缓缓睁开紧闭的双眼，就看到了一条条藤蔓，而马蜂已经掉在了地上。他的精神体飞鼠伺机而上，一口咬断了马蜂的脖颈。少年反应过来自己的精神体做了什么，急忙从地上站起来，慌张的道歉：“对不起，我不该抢人头。”没事啦，无所谓的，反正我也没有击杀的能力。林婉从暗中走出来，看向了少年。如果他没记错的话，这是爱尔兰队伍的哨兵。林婉能记得他，完全是因为飞鼠这种精神体长得太萌。此刻危机解除，那个毛茸茸的家伙将自己团成了一个蓬松绒球，睁着圆溜溜的眼睛，正好奇地望着林婉。飞鼠的每一根毛发都纤细而顺滑，在阳光的映照下泛着淡淡的光泽，让人忍不住想要伸手去摸一摸，感受一下那柔软的触感。林婉的心脏瞬间就被他击中。少年的眼中满是真诚，语气郑重的道谢：“非常感谢您的搭救，如果不是您，我刚才可能就要被那只马蜂吃掉了。”林婉虽然疑惑危急关头这人为啥没有退出比赛，但少年没有回答，只憨憨地笑了笑。林婉也就没继续问了，和少年告别准备走人。结果那名少年叫住了他。马蜂都是群体活动的生物，周围肯定还藏着一大群。您一个人太危险了，您想去哪里？我对这个森林比较熟悉，可以给您带路。你很熟吗？林婉迷惑地皱了皱眉，很是不解。这里不是新出现的污染区吗？你怎么会了解这里？
少年很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这里曾经是我的家，我因为分化成哨兵进了军校，逃过了感染。原来如此，林婉有点不自在，自己这是戳到了别人的伤心处了。他说了一句抱歉，少年倒是很乐观，没事，我现在已经不会在意了。我听说人类变成异种之后，时间就停止了，他们不会再生病，也不会死，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规则。林婉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观点，不由被他的话震惊了一下。毕竟大多数人一提到污染区，脸上便会浮现出厌恶的神情，那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反感。林婉不由得多看了他两眼，这个少年并没有说谎，他对这片森林真的很熟悉，一路上都在叽里呱啦地说着注意要点。精神体小飞鼠不停在前方的大树上跳来跳去，为他们探路。林婉一边安静地听着罗尼唠嗑，一边目光不由自主被那只飞鼠吸引，好萌啊，好想抓过来摸一摸。罗尼注意到了他的神情，微笑地问道：“林向导喜欢飞鼠吗？您不觉得它很弱小吗？”林婉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每种精神体都不一样，只要能利用好它的优势，它依然能发挥出很大的作用。罗尼听着林婉的话，先是呆愣了一会儿，随后又不知为何笑了出来。您真是我见过的最不一样的向导。两个人边聊天边赶路，一路上有着飞鼠开路，竟真的没有再遇到一只怪物。时间过得很快，太阳落山，整片森林进入了黑夜，他们也到了一个较为隐蔽的山洞。林婉站在洞穴口，再次确认蓝英和凯撒两个人的标记，依然感觉不到他们的气息，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林婉凝望着眼前如墨般迅速蔓延开来的夜色，黑暗深邃的如同无尽的深渊，心中不安的情绪被缓缓拉起。他好像有些明白这里为什么叫落日森林。一到夜晚，一些只在黑夜中行动的生物开始蠢蠢欲动，时不时从远处传来几声怪异的嘶吼，在寂静的夜里回荡，像是某种危险的信号，又似黑暗生物发出的挑衅。林婉记得，在出发之前，学校特意颁发了污染区注意手册，第一条就是切忌在夜间行动。很明显，这里的怪物白天与夜晚区别太大，但偏偏有人不信邪。为了第一个找到王兽，夜晚也有几支队伍不停歇地在森林里活跃。林婉好似听到了一声声的爆鸣，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突兀。林婉警惕地将精神体全部张开，罗尼机灵地将火堆熄灭，简单将洞穴入口遮掩了一下之后，带着林婉藏进了山洞的最深处。没多久，一阵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几匹硕大的猎豹风驰电掣般冲到了洞穴口。林婉从探出去的精神体那边认出了来人是雷诺的那支猎豹队伍，他们好像惹到了什么棘手的东西，阴差阳错被追赶到了这里，没有退路了，只能拼了。兄弟们，准备上！雷诺一声令下，猎豹们做出了整齐划一的攻击姿态，朝着那只不知名的怪物猛扑而去。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一时间，洞穴外野兽嘶吼声、武器碰撞声交织在一起，仿佛要将这黑暗的夜空撕裂。林婉躲在洞穴深处，正想着要不要出去帮忙，被罗尼紧紧拉住。不要出去，林向导，有精神污染。林婉心中一凛，在污染区里会产生精神污染的异种，等级绝不会低，不是王兽也会是一个小 boss 级别。比赛第一天晚上就遇到强大怪物，林婉都不知该恭喜还是同情雷诺这支队伍。他将藤蔓掩埋在洞穴的门口，时刻关注着外面的动静。猎豹的嗅觉不错，不需要光线也能够战斗，而哨兵与精神体的五感是共享的。雷诺一边指挥着精神体攻击异种，一边拔刀冲了上去。他一靠近异种，就闻到一股浓烈的恶臭，并且伴随着刺耳的声波，让他头痛欲裂。这种声波让他那些潜藏在脑域深处的不安情绪全部涌了出来。他感觉到自己的脑袋要被撑爆了，这就是精神污染吧？雷诺全身都冒出了冷汗。他虽然经常听舅舅提起下污染区的过程是一种多么痛苦的事，可毕竟从未亲身体验过。再加上自身精神力等级颇高，对污染区的危险多少有些轻视。如今他第一次尝到了这种痛苦滋味，引以为傲的高精神力，面对精神污染时受到的伤害更大。精神屏障在一点点的被瓦解，队伍里的同伴也出现了和雷诺相似的状况。有几个人已经受不了了，抱着脑袋倒在地上疼得打滚。怎么办？老大，副队在一旁很是焦急，你们照顾受伤的兄弟，我来引开他。雷诺很快做出了决定，他靠近怪物，在他身上补了2刀，仇恨值拉满后，他快速跃上精神体，带着一种朝相反的方向跑去。洞穴外暂时安全了，剩下还有力气的哨兵急忙拉起受伤的同伴急救，但他们没有向导，急得团团转也没用。正当副队长犹豫着要不要替他们按下退出按钮的时候，就看到一抹纤细的身影从洞穴中走了出来。雷诺骑着精神体，一边不停地在森林中奔跑，一边心急如焚地想着脱身之策。可一种很难被摆脱，且一直被溜，一种也是有脾气的。他突然仰头，从嘴里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雷诺脑袋再次受到刺激，支撑不住，从精神体身上摔了下来。雷诺忍着剧痛，打开了身上的一件能源石道具，白色的透明光照将他整个人包裹起来，刚好抵挡了怪物的致命一击。也正是因为光照发光，让他看清了怪物的模样。副队他们找过来的时候，雷诺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那只异种已经不见了，能源防护道具一直在保护着他。他们将他带回了林婉所在的洞穴。林同学，您可否帮我们队长一回呢？副队满脸的焦急，虽然觉得希望渺茫，但他还是开了口，毕竟是其他队伍的项目，怎么会给竞争对手援助呢？更何况比赛之前，他们队长好像还跟他的队友产生了冲突。一想到这里，副队就觉得头痛，他眼巴巴地看着林婉，等着他的答复。林婉的注意力一直在雷诺身上，他的状态非常差，眉头紧紧拧在一起，嘴唇也在不停地颤抖着，干裂的表皮上甚至渗出了丝丝血迹，像是在极力压抑着难以忍受的痛苦。
麻烦你们先出去一下，我试试看。林婉召唤出了藤蔓，将手放在了雷诺的额头，光芒亮起，精神丝开始进入他的身体，症状跟那只黑熊有点像。林婉也是按照处理黑熊的经验，先梳理了雷诺的各种负面情绪，层层梳理抚慰后，很快的打开了他的精神屏障。藤蔓们也悄悄的钻进了雷诺的黑色作战衣，在线条分明、壮硕有力的肌肉上游走。这突如其来的异样感，终于让雷诺发出的不再是痛苦的惨叫。此刻他感觉全身上下仿若有无数条滑腻的蛇尾在不断的游动缠绕，在这怪异的触感侵袭下，他内心的恐惧与痛苦竟慢慢消散，整个人也奇异而又平静的镇定了起来。终于，哨兵的精神通道在林婉的面前打开，绿色的精神丝顺利的钻了进去。雷诺的精神图景是一片雪，白茫茫的一片。林婉带着精神体，迎着这片天地里的风雪，找到了那只疲倦的雪豹。藤蔓往前一勾，勾住了那只庞大的生物。它身上缠绕着一些黑色的雾气，味道与林婉在黑熊图景中闻到的一样，只是在雷诺身上并不是那么重。就是这些雾气，让猎豹一直处于浑身痛苦的状态。他张开藤蔓身上的吸口，慢慢的将这些雾气一一稀释干净。随着雾气逐渐消散，猎豹身上的痛苦似乎也在慢慢褪去。他缓缓的站起身，林婉还在研究回收来的那些雾气。突然，一道巨大的黑影从他眼前掠过。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整个人就被扑倒在茫茫的雪地之中，脸颊上传来一阵湿漉漉、滑腻腻的触感，紧接着便是重重的一点，那力度大的差点让他脑袋一偏。猎豹将林婉压在了身下，鼻子不断在林婉的脖颈处嗅来嗅去，时不时发出几声轻柔的呼噜声，仿佛在诉说着满心的欢喜与依赖。林婉双手轻轻抵住豹子，试图将它推开，然而这头雪豹仿佛赖定了，不仅没有丝毫起身的意思，反而把脑袋埋得更深了。他抗议着林婉的拒绝，舌头不断的在林婉的脸上舔舐。林婉有点受不住，干脆抱头捂脸，结果雪豹舔到了他脆弱的后颈处，有大型野兽的气息不断喷洒在他的脖子上。林婉还是感觉到了一丝的紧张，他干脆召集藤蔓，直接将这只豹子的嘴筒子给捆了起来。见精神体身上的黑色雾气已经处理干净了，林婉这才安抚似的摸摸他的脑袋，退出了精神图景。他的意识刚回来，躺着的雷诺也已经清醒了过来，只是高大的哨兵没有动，他还沉浸在淡淡的木质香味中，有片刻的失神。听到林婉询问他是否好一点，雷诺这才回过神来，那种痛苦的刺痛感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春风拂过心田的奇妙感觉。显然他得到了向导的精神疏导，但是雷诺看了看身上的衣物，除了领口有点敞开之外，并没有其他失礼之处，而对方身上比他还要更齐整。雷诺的心中隐隐闪过一阵诧异，他第一次知道精神疏导能如此的高效迅速，因为他的等级偏高，一般向导想要与他精神链接上，都会比较慢且会消耗全部的精力。要知道少将之间的链接是隐秘的私人的，所以才会有疏导师，有时候向导整个人贴在他的身上，都未必能链接成功。谢谢你，林同学。雷诺郑重的道谢，直到现在他才真正明白了舅舅的心思。再次看向林婉时，他的眼底浮起了幽暗的光芒，他真的是个蠢材，怪不得凯撒。没事，那天真不好意思，害得你被打，本来想跟你道歉的，但是你伤我好友了，我就没好意思打扰。提起这事，雷诺就觉得丢脸，他强忍下心中的怒火，尽量让自己维持得体的笑容。这是个误会，过段时间我再跟林同学解释。这个时候你怎么会在这里？你队伍里的其他人呢？还没遇到呢，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感应不到他们的气息。林婉是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污染区有些异种，会散发出屏蔽类的信号。雷诺一边思索一边缓缓开口，可能他们闯入了这类异种的领地范围。林婉点点头，线下应该也只有这种情况最合理。先不说我，你们刚才是怎么回事？追你们的那只异种究竟是什么？说起这个，雷诺才稍稍有些松懈的表情，立刻就警惕了起来。我看到了有着人类脑袋的老鼠，应该是以前的村民污染后被同化变异了，有这种能力的，一定就是这个污染区的王兽，以前居住在这里的人类。林婉想到了什么，转身看向角落里的罗尼。罗尼以前是这个森林里的人，你们刚才说的那些人头鼠身的异种，很有可能他都认识。我觉得你们可以问下他，我也不太清楚。这里变成污染区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但是如果让我见到他们，应该能认得出来。雷诺听完就发出了真诚的邀请，两位同学如果方便的话，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走呢？乘坐我们的精神体，可以缩减一半的时间。林婉倒是没问题。罗尼想到自己的实力，白天如果没有遇到林向导，估计也是落地成盒的下场，也没有过多的纠结。我带你们回村子，如果你们说的那些异种真的是人类，他们应该全部都在那里。既然都达成了一致，雷诺就安排了小队人员轮流守夜。洞穴内最舒适最安全的位置，自然是留给了林婉。作为重要的引路人，罗尼也得到了猎豹小组的重重保护。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夜色渐深，野外的静谧被各种细微的声响打破，偶尔还传来不知名生物的叫声，那声音时远时近，让人毛骨悚然。向导的五感非常的敏锐，身处在这样的环境下，林婉异常的难受，总觉得周围的声音像是又细又尖锐的锤子，一点一点敲击着本就紧绷的神经。林婉一直说服自己不要怕，官方的警务员在保护他们，大不了他就退赛。这样想着，林婉终于闭上眼睛睡着了。雷诺守在洞穴口，眼角的余光落到熟睡的少女身上，在暗淡的光影中，她的面容显得格外柔和，这让雷诺的思绪不禁有些飘远。而森林另一方的凯撒和莱茵，因为久久感应不到林婉的气息，两人都显得有些心浮气躁。
他们晚上没有休息，依然在黑暗的森林中穿梭，时不时斩杀一两只异种。长时间精神力的消耗，让他们两人都有些精疲力尽。这些都是什么怪物？凯撒看着被撕碎的怪物重组玉壶，忍不住惊讶出声：“这是王兽吗？应该不是，身上没有能源石。”蓝鹰点亮精神体，想借机看清对方的样子，结果发现这些家伙好像有点害怕光源。找到弱点，那就好办了。蓝鹰集中精神力，蓝色水母神秘的荧光脉络散发出了强烈且耀眼的光芒，将这片原本被黑暗笼罩的区域照得亮如白昼。原本还气势汹汹的异种，瞬间就害怕的四处逃窜。凯撒眼疾手快，逮住一只体型较小的异种，几个刀刃飞过去，再次将他的身体砍成碎片。黑乎乎的肉块零零散散的掉落在地上，还伴随着一股恶臭。凯撒捂着鼻子上前，忍不住踢了踢。尽管身体已经碎得不能再碎，但是这些异种依然还没有死。肉块蠕动着挣扎着，想要再次拼凑在一起。凯撒直接一把火将它们烧成了肉炭，用火有用。随后凯撒又去观察那个掉落的人头，这是一个孩子，面容还很稚嫩，他还有意识。失去身体之后，整颗头颅在地上滚动着，一边滚一边还喃喃自语地说着什么。因为靠近，凯撒终于听清楚了他的话。污染扩散了，我得赶快告诉小尼。小男孩的意识还停留在污染降临的那一刻，时间仿佛在他的记忆里凝固。他像是见到了什么极度可怕的东西，眼神中全是害怕与恐惧交织的情绪。我得告诉小尼，我得告诉小尼，告诉小尼。这成了他在生命尽头唯一的执念，也就是这种执念形成了一种新的精神污染源，方才不断影响凯撒他们的污染声波，正是这些死去时的执念。凯撒一刀插进那个男孩的头颅，彻底结束了他的生命。走吧，这些东西杀不死，不要恋战。蓝鹰将精神体收回，周围又变成黑漆漆的一片。我们先找到林同学再说。标记为什么会没有反应？我们已经在森林中心，按理说不该这样，其他组基本上都汇合，应该是被什么东西刻意屏蔽。蓝鹰瞧着那些黑暗中又开始蠢蠢欲动的怪物，面色愈发难看，是屏蔽了我们，还是屏蔽了乖宝？凯撒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蓝鹰没有回答他。无论哪一方被屏蔽，都意味着他们这一支队伍从一开始就被某个东西盯上，到底是谁呢？早上6点，黑暗如同潮水一般，以一种极快的速度退去，暖洋洋的光线从枝叶的缝隙间倾泻而下。那些在夜晚肆意横行的恐怖东西，仿佛只是一场荒诞不经的噩梦。整个小队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雷诺坐在高大的灰白色雪豹之上，绅士的向林婉伸出手，灰白色的大猫毛茸茸的脑袋凑近林婉，亲昵的在他身上蹭着，要不是背上还坐着主人，恐怕已经倒在地上翻白肚皮了。求摸，浓烈的情绪从雪豹身上散发出来，惹得林婉有点心花怒放。他忍不住在雪豹的脑袋上来回抚摸，真可爱，虎头虎脑的。林婉一摸上毛茸茸，就有点忘乎所以。雷诺差点坐不住，他面色一沉，在身后队友艳羡的眼神中干咳了一声：“林同学，请上来吧。”林婉这才依依不舍地松手，在雷诺的帮助下翻上了雪豹的背景，摄像头再次打开了。直播间的朋友们早早等候着今天的开播。这个向导这么摸精神体，相当于也是在摸哨兵。雷诺刚才是爽到了吧？昨晚关键时刻直播关了，肯定是这个小姐姐给雷诺做疏导。你看雷诺今天这孔雀开屏的鬼样子。林婉坐在雪豹背上，快速的在森林里穿梭，她微微眯起眼睛，努力在疾风与晃动中保持平衡，尽量不让自己的身体触碰到身后存在感很强的男性。雷诺同样微微躬身，高大的上半身将怀中的少女微微笼住，为她抵御着周围的气流与颠簸。每当遇到崎岖难行、颠簸起伏的路段，他才会恰到好处地伸出手，稍稍扶一下他。就在前面，越过这条断崖就到了。罗尼乘坐在副队的精神体上，伸手指向前方的一处断崖。林婉顺着罗尼所指的方向望去，那断崖深不见底，两侧的崖壁陡峭如削。不是吧？要从这里跳过去吗？林向导，失礼了。雷诺轻轻地在林婉耳边说了一句，然后胸膛压着她，微微低伏，一只手臂也揽过她的腰肢，将其紧紧按在自己与精神体的中间。林婉能感受到对方身上的温度，透过衣物丝丝缕缕地渗透进来。面对断崖，雪豹的速度并没有慢下来，越靠近反而速度越快，直到距离断崖边缘仅有咫尺之遥。雪豹猛地一跃，整个身体高高弹起，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而惊险的弧线。林婉忍不住尖叫，身体有过片刻的失衡，身后的人及时将她紧紧搂住，按在怀里。终于，随着雪豹的前爪稳稳地落在对岸，强大的冲击力让她的后腿在地面上留下2道深深的沟壑。林婉只觉得身体猛地一震，随后便是雪豹落地后缓冲的奔跑。她缓缓睁开眼睛，看到了眼前熟悉又陌生的森林景色，这才意识到他们已经成功跨越了断崖。以前这里是有一座桥的，但是现在不知道去哪里了。罗尼解释着，然后又指了指小路的前方。我们到了，从这里下坡就是我们村子。戒备！雷诺听完下了指令，身后的队友们精神力全开，做好了随时作战的准备。林婉也将自己的精神体从地下不断往前延伸，五感调整到最敏感的程度，全神贯注地留意着周围的一举一动。只是他们走了很久，一路上都没有再遇到昨晚上那种凶猛的异种，周围安静的有些反常，只有他们一行人轻微的脚步声。这好像是一条再寻常不过的蜿蜒小路，连接着这个深山中的村落以及外界。小路两旁生长着郁郁葱葱的树木，偶尔还能看到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错落有致的房屋静静地排列着，青石板铺就的小路蜿蜒穿过其间，路旁还有一些村民精心打理的小菜园，嫩绿的蔬菜在微风中轻轻晃动，
如果不是村落正上空一团巨大的黑雾正在翻滚，提醒着他们这是一个危险的污染区，林婉几乎要以为这里就是一个宁静祥和的世外桃源了。不过这个看似寻常的地方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没有鸡鸣犬吠，也不见村民的身影，整个村落安静的如同一个被时间遗忘的死域。王寿真的在这个地方吗？身后已经有哨兵起了疑，但是在场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他。不知过了多久，林婉轻松的声音响起，他看向同样出神的罗尼，恭喜你了，终于回家了。回家这两个字如同带着某种神奇的魔力，轻轻敲打着罗尼的心弦。他微微一怔，缓过神来，目光从熟悉又有些陌生的村落上收回，落在林婉带着笑意的脸庞上。刹那间，罗尼的眼眶微微泛红，心中五味杂陈。他重重的点头，谢谢林向导。没错，他终于回家了。自从污染降临之后，他就再也无法回来的家。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村落里没有人，罗尼走在前头带路。他走过一排排熟悉的房子，径直来到一座2层楼的建筑前，大门没有关。他推门进去，屋子不大，但是打扫布置得很温馨干净，仿佛屋子的主人一直居住在这里，从未离开过。可大家到处都看过，却没找到一个人，或者说一个怪物。那可能就是白天还是很安全的，不会触发什么危险。大家刚这么猜测，屋外就传来了动静，小院的大门又一次被推开了。原本还挤得满满当当一屋子的哨兵，瞬间就消失无踪了。院子里不知何时出现了一男一女，征收兵马上又要来了。孩子他爹，粮食都准备好了吗？都好了。辛辛苦苦一整年，到头来又是什么都不剩下。两人唠唠叨叨，仿佛才从田地里忙碌完回到家的普通夫妇，一前一后走进了屋子，然后面无表情的各自开始做自己的事。女人在灶台边忙碌，动作娴熟，透着几分疲惫，可眼神空洞，仿佛只是一具机械重复动作的躯体。男人则坐在一旁，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农事，声音平淡，没有一丝波澜，像是在念着一段与自己无关的台词。这时，一直在切菜的女人突然起了身，慢慢走向林婉他们3人藏身的柜子。林婉从柜子的缝隙中看着那个女人越走越近，心脏紧张的开始疯狂跳动。边上的雷诺和罗尼屏住了呼吸，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柜子门打开，林婉和妇人惨白的脸撞了个面对面。林婉一动没动，过了很久，妇人终于有了动作，她抬起手，拿起了柜子里挂着的一件陈旧围裙，然后关上柜门走了。全程仿佛都没看见柜子里有人一样，只有这么一件衣服。小尼马上回来了，不能太邋遢。林婉猜出了这2个人的身份，朝罗尼看了一眼，果然看见少年脸上的血色褪尽，如同被抽走了所有生气。林婉将藤蔓伸过去，在他们的身上没有感应到任何情绪，这也意味着这些不是正常活着的人。隐藏起来的哨兵缓缓地从隐秘的角落里出来，副队带领其他人先小心翼翼地出去。林婉和雷诺也走到了室外，留下罗尼一个人在屋里。他沉默地站在这对夫妇的一旁，很久都没有再说话。刚才还空无一人的村子出现了来来往往的村民，只是每个人都面无表情，没有任何交流。就在这时，村里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征收队来了！”这些如同木偶一般浑浑噩噩的村民这才有了不同的反应。征收队来了，要把东西都搬出来，今年收成不好，这个年又该不好过了。这该死的税赋到底要交到什么时候？村民们一边喃喃自语，一边从家里不断的搬东西出来。没过多久，家家户户的门口都堆满了准备好的物资，穿着威武铠甲的士兵开始挨家挨户的收东西，将一袋又一袋的物资搬运到自己的车子上。对于那些数量交齐的人家，征收兵们会将他们的名字从花名册上划去；而对于一些数量不够的家庭，这些士兵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村民们单薄的身躯在这暴力之下毫无招架之力，只能痛苦的蜷缩在地上，发出阵阵惨叫。打完之后，这些士兵指挥着手下冲进这些人家中，翻箱倒柜，抢走一切值钱的东西。林婉对这种场景有些熟悉，小时候原主被寄养在亲戚家，也是过着类似的生活。这个时代，贵族垄断着绝大部分的资源，贫民区的生活水平却堪比旧世纪最贫困的年代。雷诺看着征收兵胸前熟悉的徽章，微微眯起眼睛。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些都是尼德公爵家族的私人护卫队。林婉静静地看着眼前的画面，突然天空一道阴影掠过，太阳要消失了，黑夜再次降临，如一块巨大的黑色幕布，将整个世界严严实实地笼罩起来。村子里刚刚还充斥着士兵的呵斥声、村民的哀求声以及物品被抢夺时的碰撞声，像是被人按下了暂停键，全都戛然而止，赶紧躲起来。雷诺惊道，因为他又听见了那种稀稀疏疏的、毛骨悚然的声音，好像有什么东西正成群结队的从地下要冒出来。各位赶紧上来！罗尼在2楼的窗户边大喊了一声，所有人都迅速的进了房间。在天色完全漆黑的一瞬间，罗尼将门窗死死的关上了。是小尼回来了吗？屋外突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有沉重的脚步声朝他们的方向慢慢走来，类似脑袋一样的东西在林婉他们的房间外迟疑晃悠了一下。坚持了一个下午，罗尼终究还是忍不住落下泪来。窗外的怪物在一点一点的靠近，一种梦呓杂乱无章的低语不断的从外面传来。屋内的哨兵们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击中，纷纷捂住了耳朵。林婉召唤出精神体，数十条藤蔓在空气中无声的游荡，慢慢调整着所有人的听觉系统。哨兵们的感受终于好一点了。窗外的怪物已经靠近，疯狂的用力推搡着窗户，脆弱的木头在这股蛮力下直接咔嚓断裂，一张惨白的格外刺眼的人脸骤然露了出来。是小尼回来了吗？他的语气饱含着深情与思念，眼神中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寒意。稍稍缓过神来的雷诺身上冷汗直流，依然没忘记将林婉护在身后。他要找的是我留下来对付。
你们赶紧走。罗尼也护到了林婉的身旁，眼角还有未干的泪水。他盯着窗外分外熟悉又思念的你，缓缓抽出了腰间的刀。这时，一只轻柔的手按住了他，将他的刀推了回去。林婉缓缓地走到了前面，数十条藤蔓精神体不断扩散，分支的尖端很快捕捉到了怪物外放的情绪。没有了，林婉温和的声音在屋内响起：“你的孩子还没有回家，去别处找找吧。”原本要冲进来的一种矛盾，瞬间所有让人窒息的嗡鸣声都停止了。不知过了多久，那只漆黑的手终于收了回去，然后木讷地转过身，缓缓离开了。我没记错的话，就是今天要回家的呀，肯定是去找小贺玩去了。我去还真走了，吓死宝宝了，这东西也太恶心了。我胆子小，以后这种活别让我出来了。我感觉自己要脏掉了，异种的意识也太臭了。藤蔓们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都快吵成一团了。林婉赶紧将它们收进图景里。雷诺望着这些消失的藤蔓，失神了片刻，又很快收敛了情绪。这里不能待了，我们赶紧走。林婉一行人快速飞奔在村子里，惊动了周围密密麻麻的怪物。罗尼一边躲避异种的攻击，一边在前面带路。我想我可能知道王兽躲在哪里了。后山有个很深的洞穴，如果村子里没有，那肯定就在那里。副队望着眼前巨大的怪物以及周围密密麻麻的老鼠，头痛道：“我们现在怎么过去？这些东西实在太多了。”雷诺身形如电，猛地冲向一只张牙舞爪扑来的异种。就在异种快要扑到他身上时，他以一个刁钻的角度落下，手中利刃狠狠刺进对方的脖颈。解决完靠近的异种，雷诺环视了一下四周，只见他们方才逃跑的时候，不知不觉来到了某户人家的柴房，周围堆满了大量的柴火。他想了想，从怀中掏出火石点燃了一根，随后将点燃的柴火丢了出去。只见原本还气势汹汹的怪物见到飞过来的火焰，突然往后退了退。队员们眼前一亮，不用雷诺吩咐，立刻将柴火都点了起来。不出一会儿，肆虐的火光冲天而起，周围一间间房屋都被点燃了，将整个如墨一般漆黑的夜晚照得亮如白昼。眼前的巨兽看见火光，明显迟疑了一下，呢喃声消失，庞大的身体瞬间化成老鼠，四处逃窜。危机解除，大家暂时安全了。不过小队现在有3个队员失去了意识，带着他们去击杀王兽实属危险。于是雷诺替他们按下了紧急求助按钮，但是几人等了很久，都不见官方警卫队员到来。周围一种滋滋的声音再次靠近，原先被火焰吓退的老鼠又成群结队的涌了回来。没有时间了，我们先带他们一起走吧。罗尼提议道。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而另一处，爱尔兰比林婉他们更早一步来到了后山，他们挥开丛生的荆棘与藤蔓，艰难地在茂密的山林中开辟出一条道路。爱尔兰阁下，王兽真的是在这里吗？紫藤花哨兵厉加问道。他从一开始进入这里，就觉得四周弥漫着一股奇异且压抑的气息，仿佛有一双双眼睛在黑暗中窥视着他们。爱尔兰坐在乌尔德的黑熊精神体上，面色凝重，他的目光在四周的山林间扫视，却并未立刻回答。其实他心里也没底，但是父亲跟他说过，王兽就在后山这个位置，比起其他受到污染而变异的一种，这个污染区的王兽反而没有什么威胁，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散发精神污染声波，从而影响周边的生物为他战斗。线下有其他组的人替他拖住那些变异种，他就有机会潜入这里，率先杀死王兽。这片森林曾经是尼德家族的资产，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里面的状况。想到这里，爱尔兰几乎快要压不住唇角的激动，他安抚其他队员，没关系，这里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既然五感最敏感的向导都这么说了，其他人也不再怀疑，顺着山路一直朝里面走去。很快，他们便抵达了后山的尽头。入目就是一个深邃黝黑的洞穴，整个洞穴弥漫着一股浓密的黑雾，那黑雾仿若有生命一般，不停地翻涌扭动着，散发出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不祥气息。这里面就是王兽吗？战狼哨兵心下暗惊，忍不住后退了几步。狼族对气味很敏感，还没进去，他就从心底抗拒着这里。紫藤花哨兵也有点害怕，踌躇着不敢再前进。他们虽然是战士，但是毕竟都是一些未毕业的学生，从未有过污染区实战的经历，怕什么？这只王兽没有什么攻击力。打开我给你们的道具，我们进去把它杀了。爱尔兰边说边率先启动了手斧。一个白色的防护罩出现，将他整个人紧紧笼住。这个落日森林是尼德公爵特意为爱尔兰准备的一个副本，他已经被女王内定为未来的太子。为了赢得人心，他需要一个能大放异彩的机会。现在只要他成功将王兽杀死，那么便会迎来自己最辉煌的时刻。爱尔兰带着自己的队伍逐步走入漆黑的洞穴，里面弥漫着一股潮湿腐朽的气息，脚下的地面崎岖不平，布满了尖锐的石块和腐烂的树叶，每走一步都要格外小心。很快，一道血红的光芒从洞穴深处透了出来，众人加快了脚步。洞穴的最深处，一只巨大的怪物正静静地潜伏在那里。爱尔兰知道，从这个污染区形成开始，这只王兽的战力就已经杯飞了九成。如今的王兽虽然依旧身形庞大，气势骇人，但除了源源不断的散发污染源之外，早已没有了任何攻击力。他拿出准备好的武器，将它交给乌尔德，拿去，用这个杀死他。只要将这个能瞬间让王兽死亡的药物打入他的体内，那么一切就都结束了。乌尔德迟疑地接过武器，虽然他不太明白为何事情会进展得如此顺利，但是向导让他做的，他不会有任何迟疑。脉冲枪对准了王兽血红的眼睛，食指缓缓扣下扳机，砰的一声，剧烈的枪响惊飞无数怪异的鸟儿。什么声音？雷诺听到了不远处的枪声，警惕出声，他的心中隐隐有些不太好的感觉。他觉得他们现在的方向可能有些不太正确，但是又追上来了。罗尼惊叫，众人向后一看，果然在他们的身后，那些村民变成了一种，已经嗅着他们的味道再次追了上来。乌泱泱黑色的一片，将他们的退路完全给堵死。
只能往前走了。雷诺指挥着队伍深入后山，果然一直紧追在身后的一种。在他们踏入后山领域后，放弃跟随了，仿佛那里有着更可怕的东西。林婉坐在雷诺的精神体身上，回头看了看，不由得微微皱起眉头。很快，林婉这一队也到了洞穴前，有血，新鲜的。林婉率先感应到了，谁比我们先来这里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冒了出来。正在这时，身后传来熟悉的惊呼声，是艾丽迫不及待地从队友怀中挣脱，朝着林婉飞奔过来。你们也来了呀？林婉很是惊喜，她看着身后的这些人，除了艾丽的队伍，还有埃尔的队伍。王兰，你怎么在这？艾丽看了看林婉的身后，不见凯撒和蓝茵两人，反而是一支陌生的队伍，不禁有些迷惑。自然是来杀王兽，不过好像有人比我们先进去。洞穴里有异常，有人遇难了。林婉神情严肃，语速飞快。也就在这个时候，风中的血腥味越来越浓，敏感的人也已经察觉到，这个味道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要是真有向导和哨兵在联赛中遇害，后果不堪设想。雷诺埃尔以及爱尔兰都出生于贵族家族，从小几家人都有交情，他们不会放着爱尔兰遇险不管，所以几人商量了一下，就由他们几个先进去看下情况。一行人在洞穴的外面等候，每一秒都仿佛被无限拉长，让人备受煎熬。但是进去里面的人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音讯，埃尔队伍的人坐不住，艾丽队伍里的人又跟着进去了。洞穴外只剩下了林婉、罗尼和艾丽。林婉看着地上昏迷的哨兵，再望了望那个漆黑的冒着不祥黑雾的洞穴，沉思了一会，开了口：我进去看一下。艾丽，你留在外头照顾这些哨兵，如果2个小时我还没有出来，你们就直接退出比赛吧。林向导，我陪您进去。这时罗尼出声，瘦小的少年异常坚定地站在了他的身旁。林婉沉默了一下，轻轻道了一声好。他将藤蔓的范围延展到了极致，听着周围稀稀疏疏的细微动静，迈出脚步开始朝着穴洞里走去。脚边不断的有老鼠在缝隙间穿梭，那些稀稀疏疏的声音就是这些家伙们传出来的。但是很奇异的，这些怪物并没有攻击他们，只是走了很久都没有看到之前进来的人。正在这时，林婉脚下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他吓了一跳，差点摔跤。好在罗尼及时扶住了他。谢谢你。林婉把手从少年手中抽出来，却觉得手腕上被触摸过的肌肤有些冰凉，而刚才被他踢到的东西，林婉将光线照过去一看，非常眼熟的一件项链类的道具，是爱尔兰挂在脖子上的那件。林婉还在思考爱尔兰的确来过这里，身边的罗尼突然脚步往后退了几步，好像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颤抖的声音划破了寂静。林向导，你身后。林婉听闻转身，将照明工具朝罗尼指的方向照去，看清楚那个东西后，心不由得暂停了跳动。一个庞大的怪物身躯盘踞在前方，2盏血红色的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林婉。林婉身边的藤蔓根根竖起，做出了攻击的姿态。只是他等了很久，那只怪物都没有动静。有胆子大的藤蔓率先游了过去，探遍了怪物的全身，都没有发现任何活物的气息，没有情绪，意味着这个东西已经没有生命。林婉悄悄松了一口气，随即又警惕出来：不对啊，如果一个污染区的王兽已经死了，那么这个地方也该瓦解崩溃，回归正常世界。可为什么现在这个污染区还没有消失？想到这里，林婉被一股无形的寒意击中，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他的手下意识地摸上了手腕上的那件防护道具，开关按下，一道银白的能量屏障如同流动的水银迅速蔓延，将他整个人严严实实地包裹其中。就在防护罩完全闭合的瞬间，那具本应死去的怪物突然张开血盆大口，一团浓稠如墨的黑雾喷涌而出，黑雾中仿佛有无数细小的虫子在蠕动，带着令人作呕的腥臭气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林婉。转瞬间，他的身影便被这团诡异的黑雾彻底吞没，四周陷入一片死寂。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等到林婉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周围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浓黑雾，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粘稠感，每一口呼吸都被无形的力量挤压着。他勉强稳住心神，身上的防护罩使用完之后碎了一地。王兽死了，污染区却没有消失，唯一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只怪物压根就不是这里的王兽。他四处望了望，眼睛在黑雾中努力搜寻，可除了那浓稠的化不开的黑暗，什么都看不到。罗尼不见了，他只能一个人行动，他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就在他感到精疲力尽的时候，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黑雾慢慢散开，露出了一张熟悉的男性面孔。是猎豹战队的副队长，高大的青年正以一种诡异的姿势站立在那，双眼无神且呆滞。仔细看，居然跟那些村民一模一样。副队醒醒！林婉正想试探性的去触碰他，原本毫无任何知觉的青年，突然以一种诡异的速度抬起头，猛然张开嘴巴，朝林婉猛扑过来。林婉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扑倒在地，后背的疼痛还未蔓延开来，肩膀处便传来一阵锥心的撕裂感。青年尖锐的獠牙已经狠狠咬进了他的血肉。林婉咬着牙，释放出精神力，用力拍进副队的精神图景里。凶残的青年这才再次失去意识，倒在了地上。他迅速从地上爬起，顾不得处理肩膀上的伤口，警惕地环顾四周。雾气中又不断聚集了很多人的身影，那些人摇摇晃晃地朝着他走来，行动诡异，形同末日里的丧尸。林婉心中暗叫不好，转头就跑，只是没跑几步，尖锐的玫瑰荆棘从地下疯狂涌出，瞬间缠绕住林婉的脚踝、小腿，割破她的皮肤，嫣红的鲜血顺着小腿缓缓流下。黑发红眸的青年带着令人作呕的血腥气息急冲而来，是艾丽队伍的双胞胎哨兵里的恶魔，平时就是一副恶劣的模样，
此刻更是带着病态的兴奋。冰凉的手指抚过林婉的脸，高大修长的男人微微俯身，伸出舌头，在他的伤口上舔舐，鲜血混着他口中的咸液，让林婉感到一阵恶心与恐惧。林婉拼命挣扎，却被荆棘束缚得死死的，只能发出愤怒又无助的呼喊：“你这个疯子，放开我！”男人却不为所动，依旧沉浸在自己的疯狂举动中。他一边舔舐着鲜血，一边含糊地呢喃着：“糟糕的味道，想吃。”暗沉的上空陡然间光芒大盛，一道金色的光剑迅猛斩下，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重重砍在了切西亚的后背，却是艾丽队伍的双胞胎哨兵里的天使，眼神冰冷刺骨，不带一丝温度，带着血的玫瑰荆棘消失不见。林婉的身体往地上摔去，伴随着一阵劲风，她被一只野兽狠狠压在了地上，竟是半身兽化的雷诺。雷诺的兽嘴中呼出一股带着腥味的热气，重重地喷在他的脸上，一双眼睛冰冷无比，那眼神中毫无寻常的温和与友善，只剩下无尽的冷漠与贪婪。就在他即将咬上林婉的时候，不远处突然闪过一道身影，那身影拼尽全力地撞击在雷诺的身上，将高大魁梧的战士击出了半米远。林向导，快到这边来！罗尼正躲在不远处，焦急地朝他挥手示意。林婉二话没说，朝他跑去。罗尼拉过林婉，然后伸手一挥，空气中泛起一阵奇异的涟漪，一道透明的屏障如同一面巨大的盾牌，在半空中缓缓升起。外面那些疯狂攻击的哨兵被彻底隔绝开，整个空间终于安静下来。林婉的身体微微颤抖，他看着这道屏障，迷惑地问道：“这是什么地方？”我也不太确定，刚才清醒过来的时候就被一股黑色的雾气带进了这里。罗尼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简单的医疗绷带和碘酒。林向导，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吧。林婉迟疑了一下，稍稍将衣服解开，露出了自己受伤的肩膀。罗尼动作麻利地将他的伤口处理好，然后两个人就默默地坐在地上，望着屏障外那些发狂的人类发呆。原来人类变成怪物竟是这个样子。林婉的声音很低，她看向身旁的罗尼：“你为什么会觉得人类变成怪物也很好？”罗尼想了想，这才缓缓开口：“林向导，您体会过为了1斗米对别人下跪，甚至像条狗一样被人骑着从村头走到村尾的感受吗？”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手指无意识地攥起了衣角。我们明明那么努力了，为什么还会过得这么辛苦？而那些贵族什么都不需要做，就有源源不断的物资送进他们的手中，所以与其生活得这么苦，还不如变成一种，至少人人都怕他们，不是吗？少年说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仿佛将心中积压已久的情绪终于都释放了出来。真是的，看我为什么要跟您说这些？这些都跟您没关系，您千万别往心里去。罗尼抬起头，试图挤出一个轻松的笑容，可那笑容却无比牵强。林婉轻轻地摇了摇头，我能理解你，不过这不该成为你将这个村子里都变成异种的理由。突兀的话语仿佛一把锐利的剑，瞬间划破了周围那略显沉重的氛围。一时间，周遭陷入短暂的死寂。罗尼的笑容僵住。林向导，您在说什么？我有点不明白。林婉坐在他身边，安安静静地看着他，大大的眼眸似能洞悉一切。少年看着他，原本因为慌乱而显得有些苍白的脸，慢慢地沉了下来。周围仿佛有一股无形的气息悄然弥漫开来，有什么东西正在缓缓蜕变。须臾间，罗尼脸上仿佛扯下了一层无形的帷幕，平凡温顺的少年慢慢地转变成了另外一副气场。林向导，您什么时候看出来的？在村子的时候，你的妈妈在窗外呼唤你。林婉淡淡的道：“你说她是冲着你来的，但是那个时候我明明把你们的听觉都封闭了，你为什么还能听到她的声音？”罗尼默默地发出一声叹息：“原来如此。”您果然很敏锐，那声音里有着秘密被揭开的无奈，同时又带着一丝兴奋。林婉望着他，你的技能应该是精神系的吧？能够屏蔽或者刻意让自己被人忽视，所以预选赛时没人发现他的异常。这么多天雷诺他们也没有发现，也是因为这个技能，他才感应不到凯撒和蓝鹰的气息。你把我们都吸引到这里来，目的究竟是什么？你想杀了我们吗？说到这里，林婉的目光已经变得异常冰冷，请不要紧张。林向导，罗尼微笑，我不会伤害你，我并不喜欢死人，我只是想找更多的人来陪伴我们罢了。变成一种，不仅能不用再挨饿，还能拥有无限的生命。我们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在自己制定的规则里无拘无束的生活，这不美好吗？随着罗尼声音的落下，林婉的身边突然出现了很多的村民。罗尼的父母站在他的身边，亲切地拉住他的手。小姑娘真好看的呀，是小尼的同学吗？晚上来我们家吃饭好不好？这是罗尼在外面结识的小姑娘吗？是打算结婚吗？罗尼，你这小子可真是走了狗屎运。周围其他村民也都围拢过来，寻常的对话，但所有人眼神木然，脸上的表情如同一具面具，呆板而毫无变化。他们就像是被抽去了灵魂，只剩下一副躯壳在机械地演绎着生前的场景。林婉只感觉一阵寒意从脚底直窜上心头。他试图挣脱罗尼父母的手，却发现他们的力气出奇的大，紧紧钳住他，让他无法动弹分毫。你看，他们在这里，想要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是不是很美妙？林向导，您也加入我们吧。罗尼在旁边一边说着，一边不断的变异着。林婉看着眼前逐渐长成的庞然大物，心底越来越凉。他的脑袋还保留着人类的模样，身体却是由无数腐烂的血肉和金属碎片拼凑而成。罗尼冷淡的五官和怪物的身体形成了诡异的对比，好似从噩梦中爬出的畸形产物。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
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向导学院教务处，霍森处理完事务，神情疲倦地跌进沙发里，终于有了点空余时间。他打开终端继续看起了联赛，只是当他看到画面上罗尼的脸时，原本稍稍放松的媒体不由得再次皱紧。这次参加联赛的人都有经过一一排查吗？吉斯正在一旁处理着终端上的文件，听到霍森的话回答，应该都有的。每个人上飞艇的时候，组委会都会扫描他们的身份信息，确认无误之后才会投放。霍森打开吉斯给他发的名单，一目十行地浏览下来，最终停在了罗尼的资料上。这届联赛的组委会都有谁？吉斯想了想，除了每个学院的理事，我记得还有尼德公爵家族的人，毕竟每年他们出资最多，真是一群蠢货。霍森冷冷地关上终端，眸底透着彻骨的寒意。扫描仪扫不出异常，那万一那个人没有过扫描仪呢？吉斯不可置信，怎么会？每个地方都有那么多警卫员守，怎么会有人从眼皮子底下？刚坐下的霍森此刻已经起身，他冷声打断吉斯的话，告诉乌利尔，发现异化哨兵，让他的军队立马前往逮捕。吉斯反应过来，脸色煞白。您是说这届参赛选手里有人异化？他的话才刚说完，终端上联赛直播画面突然全部中断，而尼德公爵府在爱尔兰音讯丢失的那一刻，府里的人早已急得团团转。助理小心翼翼地询问：“需要报告总统先生吗？”这个时候，只有戒断所的人才能处理。那怎么行？这不是变相跟外面的人说，这次联赛我们背后有猫腻吗？尼德公爵气急败坏，一边担忧爱尔兰的行踪，一边嘴里不停地咒骂这个蠢货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关键时候掉链子，卡西莫那个家伙不是保证吗？药物已经100%控制他了，绝对不会出问题了。不过是一只 F 级的异种。尼德公爵拿起手边的精美的茶杯，愤愤地摔在了地上。早知道会这样，把他从污染区捞出来的时候，就该杀死他。林向导，你也加入我们吧。罗尼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说着，熟悉的刺耳的金属嗡鸣声让林婉头痛欲裂。他在黑熊哨兵的精神图景中听到这个声音时，就被掠夺走了全部的精神力。现在他又想故技重施，操控他。林婉咬着牙，强忍着头痛，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他将所有的精神力全部使用，企图捕捉到罗尼的情绪，但是他的藤蔓还没延伸过去，便遭遇到一种强大的阻力，被反弹了回来。脑袋中的神经像是强行被扯断了一般，林婉痛得忍不住大叫：“没有用，你的那招对我不管用，我的精神系能力等级在你之上，我可以屏蔽你的幸福，只要在这里，你是赢不过我的。”罗尼冷静的道。林婉虚弱的支撑着自己的身体，扶着太阳穴。罗尼，你以前也是哨兵吧？我只是有点好奇，你异化之后为什么还能控制自己的意识？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清醒过来我就变成这样了。罗尼再次失神，记忆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那一刻。那天我们接到了一个任务，说是附近森林中的一个村庄遭到老鼠异种的侵袭，全村人没有一个人活命。那是我成为哨兵之后第一次回家，可我只找到了还剩下一口气的邻居家的小孩。他抓着我的手一直在说：“异种来了，快去告诉小爷。”那时候我才知道，他们曾经拼尽全力发出求救信号，只是他所在的白塔本该时刻监听求救信号的轮班人员，因为玩忽职守没有监察到异常，于是一村子的人就这样死。我不知道自己当时做了什么，只是陷入了一种疯狂的混沌状态。周围传来人们惊恐的尖叫，一股黑色的雾气自精神图景中涌现，将我彻底吞噬。有人将我带回了一个不见天地的地下场所，他们将我关了起来，研究我，逼我吞下各种各样的药物，用无数的手段一点点剥离我的意志，让我变成了一个听话的异种。等到我彻底稳定下来的时候，我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那就是尼德公爵府中的一名护卫兵。第一个任务就是变成哨兵学院的一名学生，陪同爱尔兰阁下一同参加联赛，并且赢得胜利。林婉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入侵自己的意识，一股黑色的雾气不断地涌入他那狭窄的精神图景。他的等级还是太低了，生命力在一点点地被抽离。林向导，请不要挣扎了，放轻松接受我吧。你看变成一种是多么的美好，我有能力让任何人都过上理想中的生活，能坚持这么久。林向导，我越来越中意你，跟我在一起吧。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放了他们。怪物一声一声的循循善诱，林婉眼前开始出现一些模糊的幻想。精神污染能够激发一个人心底最恐怖的记忆，然后反复放大折磨，直到对方彻底失去理智。罗尼原本是想要抓爱尔兰报复尼德公爵，但是在这几天的相处中，他发现了一个更加让他感兴趣的目标，那是他第一次从别人的口中得到赞美之词。他诧异的同时，心底也有了不该有的期盼。林向导，我已经把我的精神体发挥出最大的能力，您还觉得他可爱吗？林婉好像迷失在了一条很深很长的隧道，周围是无尽的黑暗，他努力的在里面奔跑，却在隧道的尽头看到了无助的原子。曾经的他跟这个世界求救，但是没有一个人回应他。现在的他呆呆地站在一片贫瘠的土壤之上，任由丑恶贪婪的藤蔓逐渐将他缠绕，仿佛要将他的生命与希望一同绞碎。一种毁天灭地的悲观情绪将林婉淹没，他痛苦地发现自己代替了那名少女，承受着所有的绞刑之痛，任由那些藤蔓吸食尽自己的生命。原来被精神污染是这样的感觉吗？泪水从紧闭的双眼滑落，林婉的意识也在逐渐模糊，源源不断的黑暗力量侵蚀着他最后的防线。林向导，来跟我一起吧。罗尼的声音仿佛就在他耳边低语，那声音带着一种蛊惑人心的魔力，让林婉在痛苦与迷茫中竟生出一丝动摇。就在这个时候，脑域中有什么东西散发出了滚烫的热度，让他原本混沌迷茫的意识有了片刻的清醒。林婉微微睁开眼，余光中看见了一片冲天的火焰，冲散了周围浓厚弥散的黑雾。一头金黄色的狮子咆哮着，带着气吞山河一般的气势，冲向了那只人面鼠身的怪兽。林同学，坚持住！林薇的身子落入了一个有着海滨气息的怀抱，蓝色的水母将他牢牢包裹。
为他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周围那些浓稠的黑雾以及污染再也伤害不了他。而在这屏障之外，凯撒和蓝鹰与那只异种的战斗已经打响。金色狮子不断地向怪物发起攻击，每一次扑咬和挥爪都带着千钧之力，狮吼声震的空气嗡嗡作响，仿佛要将这片黑暗的空间震碎。蓝鹰举着手中的脉冲枪，对着怪物连续射击，但是一种漆黑的皮毛像是钢铁一般坚硬，子弹压根伤害不了他的身体。林婉终于见识到了什么是 S 级的哨兵，明明自己已经千疮百孔，却依然能凭借着强大的意志和爆发力，将对手压制的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但是周围的污染辐射实在太严重了，那些黑雾很快又开始转移，侵蚀凯撒和蓝鹰两人的意志。逐渐的，原先还处于上风的狮子和水母动作开始变得迟缓，一种似乎也察觉到了对手的变化，趁着狮子迟钝的间隙，猛地挥出一掌，那手掌上缠绕着黑色的雾气，狠狠地劈向狮子。凯撒遭到这突如其来的重击，身形瞬间从精神体中显现出来，他踉跄几步，哇地吐出一口鲜血。看到这里，林婉混沌的意识彻底清醒过来，他眼中闪过莹莹绿光，调动起精神力，但是此刻的精神图景宛如一片被黑暗笼罩的沼泽。他的藤蔓深陷泥沼中，已经深深不可自拔。怎么办？他该怎么办？林婉心急如焚，额头上沁满了汗，汗珠顺着他的脸颊滑落，滴落在这片泥沼之中，瞬间被黑暗吞噬。也就在这时，泥沼中有什么东西突然晃了一下，一片绿色的嫩叶从下面钻了出来，小小的、嫩嫩的，在腥臭无比的泥浆之中，无比的显眼。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生体。好了，林婉听到他发出了这样的声音，那声音微弱却带着一种莫名的急切，仿佛来自一个被困许久、饥肠辘辘的生灵。随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侵染在他精神土壤上的泥沼开始剧烈翻滚，气泡不断从深处冒出，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底下搅动它。没过多久，只见神奇的一幕出现，以那片嫩芽为中心，这些泥浆被搅成了一个漩涡，以一种极快的速度被吸收，原本厚重浓稠的泥沼逐渐变得稀薄，渐渐显露出下方那片久违的精神土壤。林婉终于看清楚了漩涡中心的东西，居然是他精神图景中那棵奇怪的小树苗。那棵树苗在吞噬掉污染物之后，此刻正以惊人的速度生长着，它的茎干不断加粗变长，嫩绿的叶片迅速展开，新的枝叶也如雨后春笋般从主干上冒出，很快它就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有风吹来，树叶沙沙作响，林婉精神层面的负能量瞬间被吹散，整个人变得异常清新舒畅。而那些半死不活的藤蔓，此刻也已经清醒过来了。他们顺着树干盘旋而上，各自寻找到了合适的栖息场所。树干之上有绿色的暗光在盈盈浮动，闪烁了几下之后，刻下了奇异的纹路。林婉看不懂这一刻的意象，但是他的精神力回来了，还变得比以往更充足，并且自己所有的精神力仿佛都跟这棵树链接在了一起，深深地扎在了土壤之下。他再也不是一只漂泊不定的公鸟。想到这里，林婉再次睁开眼，眼中绿光大盛，他抬手一挥，浓密的精神丝线浪潮一般的涌现了出来，丝线如同坚韧的利刃，轻易地划破了周围残余的黑雾以及看不清的精神污染，迅速蔓延至整个空间。与凯撒的金色狮子、蓝鹰的水母遥相呼应，原本深受精神污染困扰的巨兽瞬间被清除了所有负面 buff。罗尼发出不可置信的声音，他的身体一动都不能动。这些精神丝不光清除了凯撒和蓝鹰所有的负面状态，同时还限制了他的能力。他的精神屏蔽遇到了更强大霸道的对手。罗尼试图挣扎，林婉见状，手掌一收，所有的丝线全部汇聚成了一张绿色的网，将他彻底困住。凯撒见状，从震惊中飞快回神，借机抽出一把带着火焰的刀刃，高高跃起，向着异化的罗尼迅猛扑去。此刻的异种正忙于应对林婉的精神丝线，见有人不要命的冲过来，集中剩余全部的精神力量，朝着对方发射而去。凯撒正面迎击，生生承下这一波力量。黑色的精神力如同猛烈的辐射，撞进他的身体，只一瞬间就将他刺得千疮百孔。但尽管如此，红发金眸的青年依然不要命地往前冲去，他浑身都燃起了火焰，手中的刀刃高高举起，随后猛地砍下了罗尼的头颅。然而掉落的头颅居然飞了起来，在空中转了一圈之后，迅速地朝着自己的身体飞去。不远处的蓝鹰再次举起了手中的脉冲枪，一声清脆的枪响，异种的脑袋瞬间被轰得粉碎。林婉从水母中走出，缓缓来到异种尸体的身边，那些肉块竟然蠕动着，挣扎着想要再次拼合在一起。一只孤零零的眼睛充斥着不甘和渴望，直勾勾地盯着林婉。凯撒踉跄地走到林婉的身边，抬起脚重重地落下，军靴精准地踩在那只还有意识的眼睛上，有什么东西彻底破碎了。凯撒弯腰从那只被踩碎的眼珠子之中翻出了一颗颜色暗淡的能源石，递给了林婉。王兽需要挖出他身体里的能源石，才会真正的死亡，这只眼睛才是他的本体，这个送给你。说完，他便彻底失去了意识，扑倒在了林婉的怀中。林婉连忙慌乱地伸出双臂接住他，一股浓烈的刺鼻的血腥味钻进他的鼻腔，手掌瞬间被温热粘稠的鲜血沾满。林婉的心猛地一紧，凯撒受伤了，浑身都在流血。意识到这个，林婉紧张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幸好蓝鹰过来及时替他注射了一剂药物，才阻止了他继续出血，暂时能保命。我们要赶紧出去了。话音刚落，整个空间突然开始地动山摇，脚下的地面消失，林婉毫无防备的朝下掉落，强烈的失重感让他的心脏仿佛提到了嗓子眼，一条蓝色的触手缓缓勾住他的身体，跌落停止。林婉这才能看清楚周围的状况，
原来他一直被困在森林中央上空的那团黑雾之中，这才是王兽藏身的真正绿宝。蓝鹰操控自己巨大的精神体，触手卷起一个个昏迷的人类，眼前的黑雾在一点点慢慢的消散，周围的景象逐渐清晰起来。原本郁郁葱葱的森林景象消失不见了，露出本来残破萧条的真实容貌。林婉的一只手还紧紧抓着昏迷的凯撒，见他虽然失去了意识，但是呼吸稳定，心底终究是松了一口气。他的另外一只手握着能源石，他看了一眼，却差点被他吸收了所有的注意力。不要看他，精神类的能源石本身可能就是一种言灵，意志不坚定的话，很容易被他操控。蓝鹰在一旁提醒，林婉赶紧将它塞回口袋里。这个我需要上交吗？一般谁得到它就是谁的，你也可以把它交给白仔，交换自己想要的东西。蓝鹰停顿了一下，又建议道，这枚是精神系的，与你的能力很适配，你可以暂时将它保留，等到合适的时候再吸收它。从预选赛的时候，蓝鹰就看出来了，林婉的能力恐怕不仅仅是作为一名治愈型的向导那么简单。这场联赛结束后，反应过来的人估计该要疯狂了。森林上空，结界消失之后，露出了巨大的飞艇机身，上面降下了无数官方搜救队人员。所有的参赛者陆续被接回了飞艇上，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开始了治疗。机器开始运作，绿色的药水包围了他们的身体，人类表面的伤口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这就是这个时代最先进的诊疗仪，据说开仓一次就要收取高达10万的费用，不过治疗效果的确非常好。凯撒刚进去的时候还是一个血人，药水浸泡之后，他外面的伤口没过多久就愈合了。生命特征得到了稳定。林婉被带进这里的时候，看到了凯撒、雷诺夫对切西亚都躺了进去，在最昂贵的机器里，林婉还看到了爱尔兰，他身上没有受多大的外伤，医务人员还是给他用了最好的药水。很快，林婉就被工作人员带到了一架空出来的诊疗仪面前。同学，请将多余的外衣脱掉吧。我不用了吧，我就只是肩膀受了一点小伤，还是先给其他人治疗。林婉来的时候还看到走廊里躺着几位昏迷不醒的人，是跟着爱尔兰一起进入污染区的哨兵们。那名叫乌尔德的青年，整个人皮开肉绽，毫无生气地躺在那儿，连担架床都没有。那怎么行啊？您是向导，应该优先，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承担不起责任。没关系的，先让走廊里那个大块头治疗吧。林婉坚持，转身离开了。身后的2位医护人员相互推搡着，不太情愿地将人抬进来。这些低贱的平民有什么好治疗的？等他们醒过来，又付不起医药费。林婉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她站在落地玻璃窗前，看着脚下已经变得一片疮痍的森林，好像有些明白了罗尼的感受。很多普通人心底最渴望的，不过就是能够被平等的对待，只是在这个资源匮乏的时代，实在是太困难了。如果在污染区能让他们过得更好一些，那何尝不是一种很好的选择？正在这时，有人踌躇着来到他的身后。林婉回头一看，只见是负责凯撒的2名医护人员。是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凯撒的外伤已经稳定下来，但是他的精神图景好像非常紊乱。您现在方便吗？如果可以的话，能给凯撒进行疏导吗？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林婉对凯撒的标记还没过期，被标记期间的哨兵只能接受自己的向导疏导。如果这个时间林婉不愿意，凯撒估计只能注射向导素，强行让自己稳定下来。但这对于哨兵来说是一个异常痛苦的过程。外伤修复完的凯撒已经被烤在了移动床上，他浑身湿漉漉的，水珠顺着结实的肌肉线条不断滑落，在地上汇聚成一小片水渍，全身仅用一件宽大的浴袍遮掩着。那浴袍松松垮垮的搭在身上，半遮半掩间更显狼狈。林婉靠近他，看见青年痛苦的皱着好看的眉头，一头红色凌乱发盖住了一小部分眼睛，大概是以防他狂暴伤人。他的4肢都被手铐铐住，固定在了移动床上。看到这样的凯撒，林婉突然想到，这个时候的他很像被捧上桌工人欣赏，无力又脆弱，不知道等他清醒过来，知道自己被这样对待，会不会暴跳如雷。想到这里，林婉感到有点可笑。他轻轻点了一下青年紧皱的眉心，稍加安抚。但是原本昏迷着的凯撒却如同闻到了熟悉诱人的味道，整张脸缠缠绵绵地贴了上来，像是一只急于求主人抚摸的大猫，舔上了林婉的手指。完全迷失的哨兵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能追随着本能，不断贴近那处让人着迷的气息源头。他的意识早已被痛苦与混乱侵蚀，仅存的一丝本能驱使着他，不顾一切地靠近林婉。林婉的脸慢慢的红了，从脸蛋修到了耳后根，他只觉得一股热意从心底涌起，烧得他整个人都有些晕乎乎的。他还是有些不太适应如此大胆的表达方式。林婉集中精神力，在脑域中用精神丝将属于凯撒的标记团团包围住。金色的大猫咪虚弱地放开林婉的手，落回了床上，他全身都失去了力量，变成一块软乎乎的奶油蛋糕，无助地呻吟着。起伏的胸脯之间是一片发烫的绿芽标记。林婉进入得很顺利，他再次来到那片火焰的山脉之中，一只巨型的猛兽扑了过来，狮子粗壮的尾巴紧紧地缠在了他纤细的腰上，尾巴端垂落在他的腿边，激动地一扫一扫的蹭得他腿部肌肤一阵发麻，仿佛是在撒娇，又仿佛是在向他展示出自己的生痛。金色的狮子边舔边发出幼猫一般的叫声，金色的毛发在昏暗的光线中闪烁着微光，蹭过林婉的脸颊，带来一种奇特又有些痒痒的感觉。林婉努力想要推开它，可这就如同蚍蜉撼树，他的力量在这只巨兽面前太过渺小。狮子一边磨蹭，一边用湿漉漉的舌头舔着林婉的手。林婉只觉得浑身难受极了，黏腻的感觉让他很不自在。可更让他发愁的是，照这样下去还怎么给他进化了？双手拼命地推搡着这头庞然大物，林婉声嘶力竭地大喊：“你快起来，我快被压扁了！”然而狮子似乎根本听不懂他的话，
对于林婉急切的呼喊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林婉气得召唤出了藤蔓，将这只黄金巨兽掀翻在了地上，牢牢地卷成了一团。而那些藤蔓根本不需要林婉指挥，他们就已经兴致盎然地玩了起来。狮子身上的黑雾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污染值在清空，但是巨兽的反应却越来越奇怪。只见它巨型的身体缩小成了一团，全身无力地趴在地上，止不住的颤动，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它的2条后腿和尾巴一直紧紧夹着，好似在抵御着某种难以名状的性子。不会出什么问题了吧？林婉忙走上前去查看，将困住他的藤蔓稍稍松了松。金色漂亮的狮子终于得到喘息，看到林薇走近，乖巧地舔起对方的脚背，仿佛在向林婉表达着某种依赖与亲密。林婉的心变得异常的柔软，他奖赏一般的轻轻拍了拍他巨大的脑袋，赞赏道：“好乖。”大猫叫了一声，脑袋再次紧紧地蹭了蹭林婉的大腿。回到现实，林婉已经大汗淋漓，给一名 S 级哨兵做疏导并不轻松。尽管他的精神力已经又进步了一些，但还是被那头贪吃的大猫压榨光了力气。只不过虽然没了力气，整个人反而有种焕然一新的神清气爽感，就好像身体里的杂质被全部清除，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而脑域中的那棵大树迎着风，枝叶轻轻摇曳，原本略显暗淡的质感，此刻竟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其中一根树枝的枝头突然开出了一朵带着金色花纹的花朵。林婉越来越好奇，这棵树怎么还会开花呢？她小心地逗弄了几下这朵花，金色的符号隐约闪现，显得异常的甜美可爱。这时周围发出了一些声响，林婉回过神来，就发现原本昏迷的凯撒已经睁开了眼，金色的眼眸湿漉漉的，一眨不眨地盯着上方的林婉看。林婉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他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见他已经彻底稳定下来，这才放心地松了一口气。需要帮你解开手铐吗？凯撒没有说话，而是用脸微微蹭了蹭他的手心，他仿佛还沉浸在某种情绪之中，黏腻的不愿挪开。林婉拿过放在一边的钥匙，替他解开了手铐和脚铐。咔嚓一声，青年精瘦的身体彻底得到自由。好了，你自己收拾下，等会儿就……林婉的话还没说完，突然就从身后伸过一双强壮的手，如铁钳一般紧紧捂着他的腿。紧接着一股大力袭来，他整个人被迅速带到了床上。林婉只觉一阵天旋地转，他跟凯撒2个人的位置就完全对调了过来。浑身是劲的青年按着他的手将他推倒在身下，高大的身子附上去，轻而易举地控制了他。林婉瞪大了双眼，惊恐与诧异在眼中交织，他下意识地奋力反抗，奈何凯撒的力量太大，他的挣扎显得如此无力，他这才感到一丝害怕。凯撒，你想干什么？红发金眸的哨兵并没有回答他，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陌生的狂热，他粗野地喘着气，浑身都颤抖得不行。他抓住身下少女的下颚，鼻尖微微嗅了嗅，然后意识一沉，彻底吻了上去。这突如其来的亲吻激烈而狂乱，仿佛要将林婉整个人都吞噬。林婉从喉咙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试图呼喊，试图抗拒，可这声音很快淹没在凯撒炽热的吻下。青年疯了似的咬着他的嘴唇，粗暴地吮吸着他的唇珠，好似要把他那颗诱人的小东西啃食殆尽。林婉彻底招架不住，他打娘胎出生以来第一次被人这样索吻，大脑瞬间一片空白。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身上的青年终于平静了下来，他重重地呼出一口气，将脑袋埋在林婉的颈窝中。乖宝，要不要永久标记我？你不是喜欢听话的小狗吗？我来给你当怎么样？我的身材很不错的，我可以给你按摩，只要你永久标记我，成为我的伴侣，适当的像刚才那样给我一点甜头，我就停。林婉面红耳赤地打断他，你在说什么胡话？不要太得寸进尺。可恶，他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居然解了他的手铐？趁着对方的控制欲没有那么紧，林婉愤愤挣扎着从凯撒的身下逃了出来。林婉快气死了，保留了那么长时间的初吻居然没了，可恶可恶可恶，真的太可恶了！凯撒这个混账东西！林婉气得双眼通红，一边骂一边气呼呼地跑出房间。房门一打开，门口早已站着一道浅蓝色的身影。林婉一愣，也不知道这个人站在这里听了多久的墙角，想到这2人就是一丘之貉，他对蓝茵的好脸色也没了，直接摔了门，扬长而去。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身体。狭窄的房间里又恢复了寂静，病床上原本显得可怜又情深的凯撒，见到外面的好友，这才收起脸上的情绪，不屑地冷哼一声，开始穿衣服。蓝茵眉头紧皱，别闹得太过分。艳足的青年好似抢先品尝到了美味的果实，全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慵懒与得意，完全听不进去好友的紧迫。林婉跑出房间，她的心跳快得仿佛要蹦出嗓子眼，愤怒、羞耻等情绪交织在一起。不要在意，不过就是亲了一下。她不断地跟自己说，对方虽然讨厌了一些，但是毕竟长得帅，身材好，他不吃亏。在这个时代，已经不能用以往古兰欣赏传统男女之间那些羞涩与矜持的观念来看待现在少相之间的牵绊。这些哨兵会服从他，渴望与他亲密接触，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原始生物出于生存繁衍本能的驱使，所以他千万不能沦陷。想到这里，林婉赶紧去洗手间洗了把脸，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正摸出纸巾擦拭着，身后突然靠上来一堵强硬的宽厚胸膛。林婉下意识地扭头，结果他还没看清对方的样子，就被人提溜进了厕所的一个隔间里，按压在了墙壁上。你做什么？林婉直呼今天是真倒霉，被人像肉饼一样的摔来摔去，而且这些混蛋还不知轻重。他感觉自己的小身板都快被扔下了。林婉挣扎着想要按下终端的呼救器，结果他的2只手被身后的人抓住，按在墙壁上无法动弹。他的身子紧紧贴着他，微微低下头，温热的呼吸喷洒在林婉的脖颈处，引得他一阵颤抖。糟糕的家伙，跟人接吻了。
低沉暗哑的声音从林婉的脖颈边上响起，宛如来自地狱的呢喃，带着令人胆寒的森冷与压迫感。他不停地在她身上嗅着，从她的脖子一路到领后的衣服内，再由下而上蹭到林婉的下巴，在那一处着重停留。他用一个异常缠绵亲密的姿势与她纠缠，林婉能感觉到他呼出的热气喷洒在自己的肌肤上，痒痒的，却又让他满心慌张与恐惧。最终他掰过了他的脸，疯癫张狂的视线落在他还红肿的嘴唇上。我的鼻子很灵，哪个狗崽子接近过你，我一闻就知道了。切西亚如同鬼魅，血一般的眼睛此刻散发出红色的危险光芒。他好像也才从诊疗衣中出来，身上披着白色的浴衣，浴衣的领口微微敞开，每一次不经意间的动作都露出精瘦有料的身材，紧实的腹肌线条若隐若现。两人的身体贴得很近，脖颈如同鸳鸯一般的交缠。林同学，什么时候来空战部参观呢？你可以骑着我在天空翱翔，可比骑陆地上那些蛮兽带劲多了。只要品尝过一次，你一定会上瘾的。切西亚循循善诱，从他的身体中慢慢的生长出了一对黑色的巨大羽毛，根根分明，闪烁着黑曜石般的光泽。你放开我！林婉看着地上越来越大的倒影，感到心惊，连忙召唤出藤蔓抵抗。但是他的那些藤蔓才冒出一个头，就被同样从地上钻出来的荆棘团团抓住。荆棘一边捕捉欺压着他们，一边向他们表达着忠贞的爱意，尖端上朵朵浪漫的玫瑰盛开，像是求偶的雄鸟在炫耀自己最美丽的一面。喜欢我的玫瑰吗？切西亚发出了一声轻笑，不知道他念了一句什么，玫瑰突然就开始凋落了，无数的玫瑰花瓣飘舞在空中，包围住他们，彻底洗去了林婉身上浓厚的雄性味道。切西亚再次将头埋在林婉的脖子里，这才叹息地呼出一口气，总算闻不到那些恶心的猫科动物的味道。林婉感觉自己已经快要被这个变态逼到崩溃边缘。他一向偏好清新淡雅的香氛，可此刻他却被浓郁的近乎刺鼻的玫瑰香包围着，周围还有消毒水的味道。两股味道在这相对封闭的空间里交织蔓延，不断冲击着他的嗅觉神经，简直苦不堪言，忍无可忍。林婉怒吼：“你到底想干什么？也标记我好吗？你看我们的技能都那么相似。”切西亚诱惑一般低语着，强迫林婉看向自己的眼睛。恶魔拥有魅惑人类的隐藏能力。当林婉的目光与这双红色的眼睛对视时，一股无形的力量如电流般瞬间窜遍他的全身，甜腻的玫瑰香气变得不再让人讨厌，身体莫名一阵酥麻，紧接着便是无法抑制的战栗。林婉的脸瞬间就红了。切西亚背后那对巨大的黑色羽翼缓缓展开，慢慢将两人的身体收拢其中，他紧紧地与她贴合在一起，仿佛要将彼此融为一体。怀中的女孩眼神是焦，嘴唇比玫瑰花瓣还要鲜红娇嫩。四周的地面上，荆棘与藤蔓肆意地交缠在一起，它们的枝干扭曲蜿蜒，上面布满了荆棘危险的尖刺，中间开着个朵朵残缺的玫瑰花，像是已经被人摧残蹂躏过，汁水糜烂，散发着一股无法言说的奇异味道。切西亚看着怀中的少女已经渐入佳境，露出得意的尖牙，掩藏在巨大羽毛之下的身体不知做了什么动作。林婉低低叫了一声，然后就彻底失去了意识，瘫软在了他的怀中。切西亚的手慢慢滑至林婉的脖颈，找到她散发着香甜气味的源头，青色的脉络还无人造访，很干净很美味。再也忍耐不住，他的尖牙刺入了少女微薄的肌肤，血管中那种甜腻糜烂的芳香仿佛炸裂了一般涌现了出来。切西亚不过才品尝到一口，就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热流从他的鼻尖涌出，魅惑消失，玫瑰花消失，荆棘也消失了。切西亚慌乱的一手抱着昏迷的林婉，一手四处摸索着纸巾，幸好这里是厕所，擦屁股的纸管后塞住鼻子，但是那股热意源源不断的出现，纸巾湿了一张又一张，就是止不住鼻血。向来嚣张至极的青年这才露出一丝狼狈，他也不管自己的鼻血，抱着人走出厕所的隔间。只是没想到，他才打开门，就看到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冰冷的带着无声怒意的脸。切西亚心中咯噔一下，下意识的想要寻找退路，然而男子的身影挡住了他唯一的出口，让他有种无处可逃的压迫感。把人放下，阿普斯冷冷地命令道：“忘记自己在神父面前发过的誓言了吗？那些狗屁条约，约束的是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我可不信这一套。”切西亚挑了挑眉，你以为你是谁？真觉得跟我一个胚胎里出来就能当我的兄长了吗？明明那么恨我，却假惺惺的关心我。一个供奉神明的家族，却出了一个恶魔的精神体。你是不是想把我关进地牢里，让我永远见不了光？切西亚说的每一个字都带着恶意与挑衅。阿普斯的脸色逐渐有些阴沉，他紧抿着嘴唇，眼中酝酿着幽蓝的火焰。切西亚抱着林婉，一步步走进阿普斯，你看，多么适合我们的女孩。你一定也闻到了，她的血可以供养我，她的灵魂可以与你合二为一，她是老天赏给我们的圣女。这样活生生的小蛋糕在面前晃悠，你怎么能忍住不咬一口？青年血红色的眼睛再次亮起两团燃烧的血火，恶魔的喃喃细语回荡在这压抑的空间里，充满了蛊惑与诱惑。他想故技重施，魅惑林婉一般的魅惑阿普斯，拉着他一同沉沦。但是正直刚烈的天使怎会轻易被这些低贱的手段左右？青年身上金光大盛，手指一划，一道金光化作一柄锋利的光剑，就朝着切西亚砍去。对于这个弟弟，他向来不曾手软。切西亚早已料到他会来这么一下，直接将怀中的林婉丢到阿普斯的怀里，然后高高跃起，躲过光剑的袭击，黑色的身影如同影子一般消失在了空中。阿普斯看着怀中少女的身体，难得出现一抹不自在的表情，他的目光落在少女红润的不正常的脸颊上，想到切西亚的能力，阿普斯不由皱紧了眉头。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
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身体。阿普斯抱着林婉走出了洗手间，飞艇里有单独为向导准备的房间，他将她带回了休息室。蓝英早已守在了房门口，见状眼中掠过一抹惊诧，他快步上前，目光在女孩异常的脸上停留片刻，随即抬眼直视阿普斯，语气中带着压抑的怒意：你对他做了什么？他中了魅惑，我可以为他解除。阿普斯语气平静，仿佛在陈述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北境自诩神圣的一族，竟也会用如此卑劣的手段。蓝英冷笑，话语中满是讥讽。阿普斯听着对方满是刺意的话，并没有解释，而是绕过他，径直朝房间里走去。如果不是切西亚的技能只有他能接，他真的不愿意接这一趟守山任务。阿普斯站在床边，看着昏迷中的林婉，呼吸有些紊乱。人人都以为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义化身，可他却有异性排斥症。他第一次见到少女，他就下意识想要与她保持距离，只因林婉身上有太重的侵略感，让他感到非常的不适。想到这里，阿普斯朝林婉伸出的手有一丝的犹豫。蓝英跟了进来，看到林婉的状况，便知道他发生了什么。是阿普斯的弟弟，据说存在着足以让人神魂颠倒的魔力，只要被他咬上一口，就会陷入无尽的迷幻深渊，意识渐渐沉沦，任其摆布。少女在梦中不知梦到了什么，脸色愈加的红艳，那红晕从脸颊蔓延至耳根，有断断续续的声音发出，声音低沉而含糊，夹杂着痛苦与迷茫。蓝英看着床上意乱神迷的林婉，只觉口干舌燥，再放任他下去，他的味道会影响周边所有的人。阿普斯伸出自己的一只手腕，一道微小的金色光芒划过，他的手心上就出现了一道伤疤，有醇厚的鲜血潺潺流出。劳驾可以帮我扶起他吗？我要为他喝下我的血。阿普斯淡淡的道。蓝英见状走了过来，将林婉轻轻揽入怀中，他立刻像只受伤的小兽般往他怀里钻，发烫的脸颊贴着他的胸膛，手指无意识地摸索着，试图拨开他略显厚重的军装外套。蓝英能感觉到他滚烫的呼吸透过衣料带着灼人的温度。蓝英握住他不安分的手，却发现他的掌心全是冷汗。别动，他低声安抚，却换来他更用力的挣扎。林婉似乎对这具带着海风气息的身体格外眷恋，他不满地蹙起眉头，手指急切地拨开他的衣襟，胡乱地探了进去。蓝英浑身一颤，险些失声。他深吸一口气，许久才平复下紊乱的呼吸。阿普斯靠了过来，将渗血的手腕递到他唇边。痛苦的少女仿佛嗅到了什么，无意识地凑近，温热的呼吸拂过伤口。林婉嫣红的唇瓣微微张开，轻轻吮吸着那蕴含着力量的血液，甘甜的液体划过喉间，如同一股清冽的溪流。骨髓深处传来的难耐痒意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愉悦。阿普斯感受着手心传来的微妙触感，一向紧抿的唇难以自持地微微张开，喉间溢出一声低沉的喟叹。明明失血不多，他却觉得整个身体都在发软，仿佛要被抽走所有力气。他不由自主地闭上眼，专注地感受着掌心那一点温热的力量。少女的唇瓣小巧而柔软，却烫得像颗滚动的玻璃珠，在她的伤口处辗转流连。突然，一节细嫩的舌尖轻轻扫过她的伤口，那触感如同电流般窜过全身，让她脊背一阵战栗。林婉贪婪地吮吸着，像是渴水的旅人终于寻到了绿洲。阿普斯的血液带着咸涩，却又奇异的甘美。他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指甲陷入蓝英的肌肤，在她结实的胸膛上留下浅浅的月牙。乖，不要乱动。蓝英嘴巴这样说着，手却迟迟没有去阻止，抓着身下洁白的床单，不断地握紧放松。密密麻麻的汗水从他的身体中溢出来。林婉喝下阿普斯的血，身体里的异样终于得到缓解，他逐渐平静了下来，晕乎乎的在蓝英的怀中睡了过去。阿普斯对着你该离开了。蓝英抱着人，抬眼看向对面的青年，冷淡的眼眸中毫不掩饰自己对同性的排斥。阿普斯收回手，拿出一条手绢，将自己掌心的伤口包裹住。他安静的起身，却淡淡的开口：克里斯小殿下难道不一起走吗？蓝英将怀中的少女搂得更紧了一些，唇角微勾。林同学与我是战友，他现在身体不适，我自然该留在这里。倒是你，该好好管束自己的兄弟，别再让他对别家的向导肆意出手。阿普斯静静地伫立原地，好看的眉头极细微地皱了一下，半晌，他才轻轻嗤笑一声：多谢克里斯小殿下的善意提醒，如此，在下便先行告辞了。说完便脚步放轻，悄然退出了房间。见碍事的人离开了，蓝英垂下冷色的眼，将视线全部放在了怀中的女孩身上。林婉睡着了，但是她的一只手还停留在她的衣服内，那是她精神通道的入口，也是最为敏感的地方。密密麻麻的感觉从那一处涌来，方才极力克制的情绪此刻终于得到释放。他带着林婉一起躺到了床上。林同学，要不要再好好感受我？蓝英冷白的肌肤浮现一抹红润，床单上不知从哪里爬出了蓝色通透如水晶质感的触手，它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向着最终的目标蜿蜒前进。蓝英抬手一下又一下，勾着林婉黑色的长发，口中喃喃自语：我的舅舅能够爬上女王的床，靠的就是这一手。那些细细的触手仿佛拥有自己的意识，带着诡异的灵动，缓缓攀爬上了林婉的身体。它们贴着女孩温热的肌肤不断游动，最终消失在她白色的军装中。睡梦中的林婉仿佛感应到了什么，难受的呻吟了一声。那些黏腻的湿滑的冰凉的触感不断缠绕着林婉的身体，它们蜷缩又伸展，好似在探索着她身体的每一处角落。放轻松，我给你按摩一下，你会感受到舒服的。蓝英这样说着，不断指挥着自己的触手，开始有规律的游动。林婉的呼吸愈发急促，她想要醒来，却好似深陷泥沼无法自拔。他的意识在混沌中沉浮，理智被潮水般涌来的奇异感觉彻底淹没。原本紧蹙的眉头缓缓松开，脸颊上浮现出一抹不正常的嫣红，嘴唇微微张开，这副模样好似比方才中了魔力还要魅惑。
蓝莹愈加将怀中的女孩贴近自己的身体，她的身体轻轻颤抖，却在其中得到了快乐。她空出一只手，按住自己失态的面容，喜欢吗？如果你愿意，他们还能……蓝莹的话还没说完，林婉无意识地释放出了精神丝，腹部小小的绿芽标记亮起，那些精神丝很快钻入了她的精神图景。蓝莹没想到自己会被突然袭击，呜咽一声，失去了全部的力量。林婉的意识又潜入了那片汪洋大海。这一次，他进入了那座神秘的宫殿，他被捧上了一座贝壳大床，怀中不知何时多了一只漂亮的蓝色水母，他的精神丝开始缓缓包裹住他，藤蔓们摇摇晃晃钻出来，与小水母的触手不断纠缠，仿佛是恋人之间最亲密的吻。水母身上的污染物尽数被吸走，林婉脑域中的那棵树在接受到污染值之后，变得更加精神抖擞了。他快速地将其转换成能量，在另外一片枝头绽放出了又一朵美丽的花儿。林婉愣愣地伸出手，抚摸了一下那朵最新绽放的花朵，花瓣娇嫩柔软，仿佛带着生命的温度。不要你，求你了！带着颤抖和隐忍的熟悉声音传来，仿佛正遭受着某种难以忍受的折磨。蓝莹留在他身上的印记也是一阵发烫。林婉的心中猛地一紧，脸上露出了疑惑的表情。他无意识地又揉了揉，不会吧？难道这朵花是……他不信邪，手上用了一点力，拽起了花心。这一次没有声音再传过来，但林婉感觉到整个标记都开始颤抖。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蓝莹躺在床上，浑身都烫得厉害，身上的水分已经全部流干，作战服皱巴巴的胡乱堆在身上。她双眼紧闭，眉头紧蹙，双手无意识地抓着床单，指节泛白，似乎想要抓住一丝仅存的理智，却又在这汹涌的热浪中逐渐失去力气。她双手虔诚地护住自己的精神通道，古井中的海洋失去了所有的凶险，变成温热的一个大水塘，海底的珊瑚花变得更娇艳了。林婉手上的小水母已经失去了所有反抗的力量，被林婉揉捏成了各种各样的形状，直到彻底玩够了，才依依不舍地放开它。精神疏导已经做完了，林婉手指勾了勾小东西的一只触手，然后默念着退出了这一片图景。巨大的飞艇落在哨兵学院的停机坪上，机舱的门一打开，就有尼德公爵家族专业的医疗团队上来接走还处于昏迷中的爱尔兰。学院的联赛已经正式结束，最后虽然出了一点岔子，但是好在所有人都平平安安的回来。组委会对决赛场地判断失误，导致多名参赛者受到重伤，其中还包括一名向导。这件事影响非常恶劣，落日森林已经被戒断所的军队彻底包围，官方的人将里里外外彻底清扫了一遍，王兽的遗骸也会被运送进实验室，即日等待解剖分解。同时他们还将对尼德公爵展开调查。这只异化飞鼠是出自他们的家族，擅自利用身份优势安排非学院人员禁止干扰比赛，光是这一项罪名就足够他们喝一壶了。不过尼德公爵现在应该也没有力气关心这些，他们的注意力都在受到精神重伤的爱尔兰身上，精神领域遭受的创伤远比身体受伤棘手得多，没几个月的时间估计是好不了。林婉在接机的人群中看到了霍森的身影，他站在那里，身姿挺拔，沉稳高大的成熟气质在人群中格外显眼。林婉意识到，他好像总能在某种事件结束后看到这个人的身影，好像一名大家长，在孩子历经风雨后准时出现，给予庇护与安抚。林婉突然有点想念在古兰星时的家人了。霍森已经站在了林婉的面前，见到他一副心神不宁的模样，皱眉道：“怎么了？还没回神？”林婉这才收回自己的思绪，赶忙打起精神来：“没事没事，就是没休息好，有点困了。”霍森仔细地将他的五官都扫了一遍，最终视线落在他肩膀的血迹上，眼神瞬间锐利起来。没进诊疗仪，林婉解释，位置有点不太够，我反正都是一些小伤，过2天就好了。男人沉默不语，半晌才打开终端，不知给谁打了个通讯，准备个诊疗仪，我现在就带人过来。说完，霍森转身示意林婉跟上。林婉犹豫片刻，还是跟了上去。身后凯撒和蓝英从飞艇内出来，眼睁睁地看着霍森带走他们的向导。凯撒暴躁地冷嗤一声，眼中浮现了不满。国家明确规定，哨兵禁止私下里单独接触向导，在野外还能钻空子，可如今踏入了中央区域，想见林婉就变得棘手了。蓝英双臂交叉抱于胸前，目光紧锁着林婉渐行渐远的背影，他的身上似乎还留存着不久前两人亲密时残留的余温，没有品尝过还好，一旦得过手，这种滋味便会迅速扎根，深入骨髓，开始无止境的折磨他。这一次，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奉劝身边的人冷静，而是低眉沉下眼，开始盘算心底那些龌龊心思。林婉躺进冰冷的修复液中，上面的诊疗仪舱门缓缓关闭。霍森站在帘子的后方，女孩雪白的肌肤一闪而过，浑身上下触目惊心的火瞬间灼烧了他的视线，他忍不住磨了磨后牙床。林婉也被自己满身的红印子吓傻，这是谁在他身上把火灌了？他努力回忆这些东西是怎么，但是脑袋里一片混乱，根本没有一点印象。好在诊疗仪的药水慢慢的将这些印记修复干净，没花多少时间，他全身便如剥了壳的鸡蛋一样水嫩光滑。怪不得诊疗仪开一次仓要那么贵，不仅能疗伤，还能美容养颜。穿好衣服，林婉离开诊疗室，然后又有工作人员围了上来，给她进行了一系列常规的检查。C 级，霍森等在外面，看着医务人员最新交上来的评测报告，非常诧异。是的，林同学的精神力进步得非常快，而且我看经验值，他离 B 级也不远了。向导所里身穿白大褂的医师不可置信地说道：“今日起，林婉的资料封锁保密，谁来打探都不允许泄露半分。”
霍森将报告叠好，收进上衣的口袋中。这个没问题，但是要是女王陛下问起，医师这话说的小心翼翼。霍森警惕的眯眼，冷声问道：“什么意思？”医师指了指外面，上午上面有派人来，说是陛下也听到了风声，他很感兴趣。霍森只略微思索了一下，就交代道：“将今天的体检资料销毁，只如实上交前期的就行。女王陛下想要知道的事情，没有必要隐瞒，而且他们不说，也有人替他们在中间做文章，他们是不会让林婉的情况流露上去的。”完整一套检查下来，天色已经渐暗。霍森观察着林婉的反应，慎重道：“如果脑郁觉得难受，也可以申请精神养护，我没有觉得有什么。”林婉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脑郁，随着等级的提高，她的领域在慢慢的扩大，不仅仅是地面上的，还包含地下。虽然现在大树的根系只能伸展出半米的范围，但她遇到高等级的哨兵都不觉得有什么压力了。你先好好休息，如果觉得身体有问题，随时来找我。霍森将他送到了宿舍门口，高大的男人莫名挨着他挨得有些近。学院已经正式放假，等下学期开始，你们就要被分配到各个军区实习了。在那之前，上面还有一个任务交给你，这几天你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那些狗崽子见面，更不能再答应他们无理的要求。霍森若有所思地指着他的脖颈，上面隐约还留着一丝红痕，好似被谁伸咬过，尝过血腥的野兽，可是很难再糊弄的。林婉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宿舍，她在衣柜中翻找睡衣，却找到了一条白色的丝质连衣裙，裙子很漂亮，摸着很光滑，平时穿出去有点透，但是晚上当睡衣好像还不错。等林婉洗完换上睡衣，已经到了深夜。终端里收到了霍森主任最后的讯息，今年的联赛成绩不对外公布名次，但是该有的奖励还是会如约发放。同时学院今年也提升了奖励幅度，过几天会发到你的账户上，到时候记得查收。林婉的眼睛一亮，终于有钱改善下生活了。这个世界唯一的好处就是工作虽然危险了一点，但是老板工资给的够爽快。林婉手指欢快地打下了收到2个字，实在是太累了，在野外也没休息好。林婉的脑袋沾了枕头就立马睡着了，意识逐渐沉了下来。林婉困倦的仿佛整个身子都在往下掉落，世界是漆黑的一片，她好似置身于宇宙无尽的深渊，全然不知自己将坠入何方。按常理来说，如此不合逻辑的自由落体理应引发警觉，可林婉的意识却像被一层迷雾笼罩，迟钝的察觉不出丝毫异样。她的思维变得迟缓而模糊，仿若陷入了一滩粘稠的泥沼，难以挣扎，只能机械地跟着这莫名的感觉，如同一片飘零在湍急河流中的落叶，身不由己地随波逐流。最终黑暗中，一抹荧光转瞬即逝，虽然微弱，却在浓稠墨色中撕开了一道口，细腻而柔和，像月光洒下的一缕清辉，带着难以言喻的温柔。紧接着，它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蔓延交织，眨眼间竟幻化成一张巨型却又柔软的网，轻轻地将林婉团团围住。林婉的意识最终停止掉落，她落进了一张绵密的蛛网之中。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身体。黑暗中有轻轻的呻吟声响起，透过身下的这些蛛丝，一点一滴地汇入林婉的耳朵中。那些喘息幽微且迷离，仿佛躲藏在世界最阴暗最隐秘的角落，带着一种令人脊背发凉的糜烂与沉沦之感，在这寂静又漆黑的空间里不断回荡，搅得林婉的意识泛起层层涟漪。她微微皱起眉，觉得有点吵。人在入睡的时候，警惕心是最薄弱的。同样的，在哨兵和向导的世界中，精神屏障也是最疏忽防守的时刻。有些擅长在阴暗爬行的坏家伙，就会在这种时候伺机行动。林婉觉得自己浑身都被这些柔软的蛛丝包裹住，身体变得异常的滚烫，好像对方灼烧的体温紧紧地贴合在了她的身上。她挣扎了下，没有逃脱自己，只能难受地继续被捆绑。梦中的娇喘声越来越清晰了，也不知道是谁，仿佛从极远的地方传来，却又好似近在耳边，萦绕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周围的黑暗仿佛有了生命一般，缓缓地蠕动着向他挤压过来。他感到窒息，感到孤立无援，却只能任由未知的恐惧将自己吞噬。忽然，一股甜腻到极致的蜜流缓缓淌下，一点点地流入他干涩的喉咙，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温热与香甜。林婉下意识地吞咽了几下，原本因挣扎和恐惧而产生的痛苦，竟如轻烟般消散。刹那间，林婉仿佛坠入了温暖的蜜罐之中，一股奇异的暖流从胃里升腾而起，迅速蔓延至四肢百骸，每一个毛孔都似乎在畅快地舒张着。林婉原本紧绷的肌肉逐渐放松下来，那种暖洋洋的感觉让她觉得异常舒服，仿佛整个人都被轻柔的云朵包裹着，所有的疲惫和恐惧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有蛛丝一点点地爬上她的身体，林婉觉得痒，忍不住伸手去将那些柔软的东西挥断，丝线在空气中颤抖了几下，随后又恬不知耻地缠了上来。林婉再次将它们挥断，这一回那个娇喘声更重，隐隐约约的，好像爽到极致的那种在喉咙里发出的嘶吼。声音的主人终于现了身，位于林婉的身后，贴着她的耳朵，呼出热烈的气息，嘴巴里的叫声一刻不停，仿佛正被某种强烈的欲望所支配。林婉能感觉到那温热的气息喷洒在自己的脖颈上，带着一丝潮湿和暧昧，让她的肌肤泛起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林同学，我这样传好听吗？突如其来的话语让林婉一激灵，全身的汗毛都瞬间竖了起来。但是他的反抗很快又被那股甜蜜的汁液拉回，他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破碎的人偶，任由那股神秘的力量对自己进行调教。我学了好久。蛛丝勾了勾林婉可爱的指头，我都快把网上的教程学遍了，看在我这么用功的份上，林同学可不可以奖励我一下？硕大的软绵的肌肉贴上林婉的后背，我想要一点你的体液，哪里的都行，如果是口口的，我就最喜欢了。
林婉终于受不了了，在睡梦中发出土拨鼠般的叫声，那些蛛丝随着她这一声尖叫突然全断了，身上的压力消失。林婉猛地睁开眼睛，盯着眼前的黑暗，大口大口的喘气。神经病啊，婉婉，你这几天是没休息好吗？艾丽来林婉的宿舍串门，看着她的2个黑眼圈，奇怪的问道。林婉困兮兮的打了个哈欠，真是邪了门了。这几天晚上，她一闭上眼睛，脑子里就传来那种涩涩的娇喘声，整整好几个晚上都没有停过，她头都快炸了，也不知道是哪个神经病，大晚上的不睡觉在那边喘。你没听到什么声音吗？林婉问艾丽。艾丽摇摇头，没有爷，这几天累都累死了，光顾着补觉了，我没听到什么声音。那就怪了，难道是这段时间我神经太紧张，出现幻觉了吗？林婉拖着下巴，认真思考。先别管这些了，学院的奖励好像已经发到账户上，赶紧看看有多少。艾丽兴冲冲地打开终端，查看起了账户余额。林婉也看到了自己账户上的那串数字，原本因为没睡好而疲惫不堪的眼神，瞬间清澈了起来。好多钱，走，我们去购物。艾丽兴冲冲地拉起林婉就要往外走。不行，我去不了，我今天还有事儿。林婉叹了口气，解释了一下，主任叫我今天去白塔，说是上次异化黑狼的事。好吧，那你快去快回哦，注意点哦，小心别被赖上。跟这些哨兵可千万别心软。艾丽与他一起出了门，在身后苦口婆心的叫林婉应下，跟他挥了挥手，就转身下楼了。吉斯早已在楼下等他。林婉上车之后，他发动车子驱车前往白塔。林婉坐在后面，从后视镜中观察了一下吉斯，开口询问：吉住，雷诺还好吗？吉斯微笑的回答：谢谢林同学关心，他已经清醒了，这几天一直在休养，这次多亏您关照他。这个小子平时轻狂惯了，刚好可以磨一磨他的性子。林婉回想了下那几日的相处，没有，雷诺同学实力很强，他是个很优秀的领队。吉斯完全没料到林婉会夸赞自己的侄子，他愣了愣，半晌才展露出欣慰的笑容。谢谢您，老实说我很惭愧，我替我们家之前的鲁莽向您道歉。林婉莫名其妙的歪了歪头，不太明白吉斯说的什么意思。车子很快驶入了中央白塔，林婉也就没再说什么。戒断所，这是林婉第2次来了。霍森好像很忙，他一直坐在监控屏前的椅子上，看着不停滚动的数据，沉默不语。看见林婉进来，霍森难得将视线从屏幕上收回。怎么，这几天没睡好吗？2只眼睛都变成熊猫了。林婉看着他略有胡渣的下巴，以及手边堆得高高的烟蒂，叹了口气，没睡好的应该是主任您吧，少抽点烟，对身体不好。语气亲密随意。霍森原本因熬夜与繁重事务而略显疲惫冷峻的面部，此刻也浮现出一丝难以名状的神情，心底某块柔软之处被轻轻扣下。好了，我以后不抽就是了。霍森招手示意他过去，今天让你过来，有一件事。说完，他将监控的画面放大，在大屏幕上，林婉再次看到了那位许久不见的黑狼哨兵。不久前，他的队伍在执行一项任务时，激活了5号污染核心区的王兽，队员全部丧生，而他自己也受到高浓度的精神污染，差点因为污染扩散的比较严重，中央曾派遣了一支军队前往支援，现在却失去了联络，其中还有1名 S 级的向导。白塔猜测那支队伍可能已经遇难，现在中央打算再派遣一支搜救队过去。如今知道5号区底下内幕的人只剩这头狼了，帮我们撬开他的精神图景，查看他的记忆，他对你认了主，现在只有你才能进入他。林婉再次来到那间关押异化哨兵的密室，浑身都是伤的青年被无数的铁链五花大绑着，伤口处渗出的鲜血在地上汇聚成一小滩暗红色的血泊，好像比上次见到的伤得更重。听说戒断所是每个哨兵心中的噩梦，没有人愿意自己最终沦落到这里。这里每天都是高强度的精神折磨与肉体刑罚。好在哨兵都是一种很皮实的生物，纵使遭到这样的虐待，他依然还活着。察觉到有人靠近，他缓缓地睁开了眼，满是戾气的眼眸在看到林婉的身影时一愣，随即连忙将脸往一旁扭曲，好似不愿让人见到这样的自己。别怕，我在旁边陪着你。霍森见林婉迟疑，误以为他感到害怕，轻声地说道。林婉扭头看向他，这回他才后知后觉地想起，这个男人不仅是向导学院的教务主任，还是戒断所的长官，这意味着这里所有的规则惩处手段皆是经他示意的。不知为何，林婉心底突然冒出一股寒潮。我的大黑！林婉的藤蔓早已忍耐不住，无视主人的意志，主动伸出来朝着异化黑狼修奔去，挂在青年的腰间，凄凄哀哀的一副不要钱的样子，身上有藤蔓在蠕动。修终归是按耐不住青年线条刚硬且极窄的面部，因羞赧与痛苦泛起一层滚烫的热流。他微微偏过头，声音沙哑地说道：您不该来这里。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身体。修已经很久没有清理自己了，他身上除了浓重刺鼻的血腥味，还有因伤口化脓散发的腐臭气息，他自己都唾弃，不愿让向导看到这样糟糕的自己。没关系，你知道我来的目的。林婉与他更进一步，藤蔓微微收紧。那么多人因为5号区的暴动而丧命，底下到底发生了什么？面对林婉的质问，修继续沉默，一双因干渴而蜕皮的嘴唇紧紧闭着。如果你不说，我就自己进去找喽。林婉再次将藤蔓收紧，浑身散发出柔和的绿色光芒，精神丝缓缓进入修的身体。男人收紧肌肉，死命的咬唇抗拒着，他拼了命的让自己竖起精神壁垒，抵御着那些如潮水般涌来的丝线，但是身体远比他的意识更诚实。林婉没有受到太大的阻碍，
就再次来到了那个漆黑的山洞。轻车熟路的穿过之后，走到了已经七零八落的悬崖峭壁，却发现这个人的脑域污染程度比他之前去过的所有图景都要严重。该怎么找到记忆碎片呢？林婉站在悬崖上，看向脚下深不见底的深渊，没有犹豫，直接跳了下去。果然，在一个非常隐秘的角落，发现了小黑狼。这么会藏，林婉伸手戳了戳他软软的肚皮，藤蔓们直接冲了出来，对着小黑狼上下其手。小黑狼一边忍受着藤蔓的揉弄，一边可怜兮兮地望着林婉，眼神中包含着太多浓厚的依赖与仰慕之情。他明知这样是不对的，但是全身却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意识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挣扎。在这样的矛盾拉扯中，他感受到了无耻的痛苦。连番经受住戒断锁，长时间的非人拷问，修都没有放松，却在这个向导的面前跪拜的一塌涂地。很快，林婉就从小黑狼的身上吸收到了一些零零碎碎的记忆。修带领队员接了一个任务，护送中央委派的研究员带着一块所谓的王玉到5号污染区中央的王兽身边就好。5号污染区是个很平和的污染区，这个污染区的王兽身上散发的波长能够促使矿石的增长，而且它的性格也很随和，10多年来都处于沉睡的状态，只要不轻易靠近它便不会主动攻击人类。所有人都默契的没有想过要消灭它，而是将它当做一座能源供给站。中央还特地派军队驻守在这里维持秩序，很多人包括边境讨生活的普通百姓都用这里的矿石兑换过钱币或者一些生活物资。但是中央的研究员来了，修带领队员将他带到了王兽沉眠的边界，然后那只好好睡着的王兽突然就醒了。任务失败，修为了让队友活命，将一种诱导剂全部浇在了自己的身体上。他成功的将王兽和所有的异种都引走，一人一狼在团团围攻之下杀出了一条血路，给自己的队友争取了时间。力竭的那一刻，他想即使是死了，只要队员还活着就行。他闭上了眼睛等死。诱导剂的时效却过了，原本攻击状态下的异种们一下子失去了目标，修身上怪物们的鲜血反倒成了保护他的屏障。但修却闻到了其他人类新鲜血液的味道。等修顺着这股气味重新返回矿洞时，就发现了一地4分5裂的队友尸体。即使接任务的时候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可他没想到最终他们居然是死在人类的手里。是那个研究员将他们所有人都杀死。掉了脑袋的大熊手里死死拽着一只箱子，10根手指都被砍得乱七八糟了，他都没有放开。修身后的怪物闻着鲜血追了上来，那只王兽大概是饿了，吞下了人类的尸体，却将头颅吐了出来。头颅在地上滚动了几下，最终停在了修的脚边。空洞的眼窝仿佛还在凝视着这残酷的世界。密密麻麻的针刺感从林婉的脑域中传来，嗡的一声长鸣，仿佛有什么东西爆发。记忆的碎片在疯狂舞动，熟悉的人的笑容在一点点的皲裂，只余下满地的鲜血以及噩梦般的死亡表情。林婉急忙将意识拉回到现实，精神丝刚从男人身上收回，就被霍森抱着退出了监狱。他对着监控室里的吉斯下命令：电击监控室。霍森将一个连接着电线的贴片贴在了林婉的太阳穴上，在修那里找到的记忆碎片被投放到了监控室的屏幕上。所有人震惊地望着这一幕幕，都迟迟说不出话来。不可能吧？中央的研究员怎么会？他到底做了什么？王玉去哪里了？所谓的王玉，其实就是从怪物身上剥落下来的一部分。它是未成型的能源石胚胎，但是却比能源石更加昂贵。经过人工培养，可以和人类基因融合。5号区那块王玉是从王兽身上剥落下来的，它的价值自然远超普通王玉。现在它在污染区内下落不明，不知道有多少人对着那块肥肉虎视眈眈。霍森的眼睛一直紧紧盯着大屏幕，画面在那些队员的尸体被王兽吞噬就停止了。他皱了皱眉，俯身凑近林婉，小心地问道：“能找到那块王玉在哪里吗？”林婉将传输掐断，回看向霍森，摇了摇头：“好，我知道了。”霍森默默地注视他很久，然后从林婉的面前退开：“辛苦你了。”这时吉斯走到2人身边：“主任，情况有点不太对。”他将地牢的画面拉大，尽管身上正在不断遭受电击的折磨，但修还是开始异化，阻止他。霍森的眸色冰凉，语气中没有丝毫的感情。实在不行就……他微微停顿，扫了一眼吉斯，交汇的瞬间，对方心领神会。林婉默默地看着屏幕，男人好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身上的衣服彻底碎裂了，赤裸的身体逐渐变成了野兽的形态，周身的铁链被拉扯得叮当碰撞，力气大的仿佛要将整个地牢都拆了。再让我试一试吧。林婉突然开口，说完便再次进入了地牢。吉斯想追过去，却被霍森制止，让他试试，如果情况不对，即刻绞杀。这一次霍森没有陪林婉进来，野兽都拥有极强的领地意识，狂化期间如果有别的同性靠近他非但冷静不下来，还有可能会加剧狂化。林婉让藤蔓们先轻轻地伸过去，大概是察觉到对方的焦躁，这一次藤蔓展现出了难得的耐心和温柔。他们先是试探性地勾了勾他的脚踝，在没有得到抵抗之后，才放心地缠了上去。各种各样的情绪如同密密麻麻的针，刺进了林婉的脑域之中。他咬了咬牙，强行接纳下这些情绪，然后让图景中的那棵树全部吞下。舒展的树冠轻轻颤了颤，好像是某个一直沉睡的人。在闻到食物的味道之后，精神抖擞地爬了起来。树干上的图文亮了亮，将这些情绪转换成了自身的能量。黑狼修终于安静了下来，野兽的外表褪去，终于又变回了人类的模样。突然之间，有一个无力的声音传进林婉的脑中：“不要再疏导我了，求你了。”林婉顿住，
他从那些情绪之中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哀伤。他慢慢的走进黑狼袖，张开手臂抱住了温暖的身体，让那个浑身是伤的男人微微一震。他好像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不想被林婉碰触，但又舍不得这种温暖，身体在矛盾的前进后退，最终又绷成一团。林婉的精神丝再次进入了他，站在狂风凌冽的悬崖之上，林婉冷静的质问出声：“是你把那块王玉藏起来了吗？为了防止别人窃取你的记忆，你还故意对我认主，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回答，只有悬崖上大量的污水不断的填充深不见底的天坑。随着污水的不断注入，天坑中的水位迅速上升，不断淹没一座座的房屋山洞。林婉看着眼前这一切，越来越心惊，居然有人能够对自己这么狠，宁可让自己变成一个怪物，也不愿把真相告诉别人。请不要再管我了，向导小姐。虚空中黑狼修的声音传来，男人眼神空洞，不再做任何挣扎，直直的朝着无底的深水之中坠落。您知道的越少越好，否则……男人的声音最终消失在暗涌的潮流之中。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的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修的意识不断的坠落，任凭脏污的污水肆意的冲刷着他的身体，脑海中不断闪过过去的画面，那些与队友并肩作战的日子，原来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如果是这样，那也不错。他刚要闭上眼睛，却发现上方有一道绿色的光一闪而过，模模糊糊的。他好像看到了一个纤细的身影，一只温和的手拉住了他，阻止他的身体在下沉。细细的藤蔓缠绕住他的身体，用力将两人往上拉。周围的黑暗在慢慢的褪去，绿色光芒越来越亮，修的瞳孔慢慢的睁大。他看到了一片奇景，黑色的夜幕，星空万里。一棵参天的巨树霸道的横跨整片大陆，他从没有见过谁的精神体会如此的庞大，整棵树好像连接着天与地，树冠触碰到了天际，层层叠叠的枝叶遮天蔽日，将天空分割成无数细碎的光影。修在这样的震撼下，久久失语。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人已经浮出了水面，刚才那震撼心灵的一幕已经消失，整个上空又变成了他灰蒙蒙的样子。林婉回到岸上，胳膊和腿都在打颤，很久没有这么剧烈运动了，真的是累死他了。他不光心累，脑子更累，精神体在里面都快癫狂了，真恶心。好臭！我感觉我整根藤都要坏掉了。藤蔓们混乱的尖叫着，都快抖成了筛子，也没能将那些恶心的水渍和气味给甩掉。有些脾气不太好的藤蔓已经暴跳如雷了，他们生气的从地里钻出来，狠狠的在那个始作俑者的身上发泄怒火。高大的黑狼哨兵闷哼一声，任由藤蔓抽打在自己身上，身体被抽打的左摇右晃，直接退化成了一只幼犬的模样。太脏了，没救了这个人。污染值实在太高了，精神体都已经退化成幼年期了，他马上就会死掉。藤蔓们还在叽叽喳喳。林婉望着四周萧条的一切，突然道：“既然救不了了，那就干脆全部毁掉吧。”说完，他抬起手，对着天空下了指令：“起风。”随着他声音的落下，原本灰蒙蒙、黑云压城般的天空突然刮起了狂烈的台风，空气中弥漫的恶臭和灰尘被一扫，周围的污水也被狂风激起巨大的浪花，在空中飞溅。流动的黑云层中有隐隐闪烁的闷雷响起。林婉再道：“下雨。”暴雨就这样劈头盖脸的落了下来。天坑里的水彻底的溢出来，污水混杂着雨水，狂暴的洪流奔腾而出。地牢中，男人被铁链紧紧锁住，身体因剧烈的挣扎而扭曲变形，他的额头爆出无数青筋，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嘶吼声，仿佛在与某种无形的力量对抗。观察室里的人都紧张的握拳，曾有好几次忍不住想要冲进去，但又怕在关键时刻误了事，生生忍下了。林婉抱着他的身躯，身体随着对方不停的挣扎而晃动，与痛苦不堪的修相比，林婉显得过于平静了。明明是那么纤细的一个人，精神丝却镶嵌在对方的身体里，稳固的一动不动。在精神世界，向导是无敌的。林婉漂浮在半空中，望着下方从陆地变成一片汪洋大海。小黑狼趴在一块浮木之上，不知这些外来的洪水要将自己带往何方。雨渐渐的停止了，天上的乌云也在慢慢的散开，有阳光从云层之中慢慢的照射进来。载着小黑狼的浮木终于靠了岸，林婉站在岸边，将水中的小家伙捞起，然后抱着他走向陆地。这个精神图景在经过刚才的狂风暴雨洗礼后，好像变得更加宽广了，露出了一些连主人也不知道的区域。林婉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终于在一个山坡的脚下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藤蔓们也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干燥的木板，几下操作便组装成了一个小房子。林婉将小黑狼放进这个小房子里，你以后就住在这里。林婉笑着拍拍他的脑袋，然后又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相簿，是那张修与几名队友的合照，这样你们又在一起。林婉说完，将照片放进小黑狼的怀中，站起身准备离开。谢谢。一道低沉沙哑的声音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林婉能感觉到修身上的情绪变了，不要怕，一切都会有好的结局。怎么可能？监控室里，吉斯观察着屏幕上的数值，惊讶的快要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曾飙升到顶端红线的数值，不知道因为什么，又以惊人的速度开始下降，现在已经到了正常范围，这太神奇了。主任，您看到了吗？这头黑狼被疏导成功了，而且他的精神力好像还有所提升。吉斯的目光紧紧锁定着地牢中的景象，心中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很多年没有出现过这样厉害的向导。霍森的眼眸中闪过一丝热烈的光芒，随之又克制的隐忍下来。他想伸出手去扯脖子上的领带，那里的束缚感让他感到不适，却又缓缓放下。地牢里，绿色的光芒暗下去，林婉收回精神丝，松开了对男人的钳制，疲惫的感觉争先涌了上来。他头晕眼花，
扶着额头差点晕倒，修好像睡着了。他闭着双眼，几缕黑发贴在脸颊上，黑色的睫毛偶尔走动一下，眼角有些湿润。一只湿漉漉的小黑狼出现在林婉的脚边，他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仰头望着她，时而发出嗷呜汪的声音。林婉有点好笑，干脆直接把小家伙提了起来。他点了点他的小鼻子，你可是狼，不要再学狗叫了。修的精神图景才刚刚修复，现在是他最脆弱的时期，主人的状态会直接反映在精神体身上。小黑狼短时间内丧失了战斗的能力，只能维持幼年期的模样。不过他能活下来，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当林婉抱着小黑狼回到监控室的时候，屋内的哨兵们呼啦一声，全部站了起来，一个个用激动憧憬的眼神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林婉想要将脆弱小黑狼交给吉斯他们，幼犬龇牙咧嘴的表示拒绝。林婉拍了拍他的脑袋，听话，去检查一下，没问题了才可以回家。小黑狼用圆溜溜的眼睛一直看着他，好半天才摇了摇尾巴，从林婉的怀中跳了下来，跟着吉斯走了。林婉回头，只见霍森正沉默地站在他的身后。抱歉主任，我还是没问出王玉的下落。霍森摇了摇头，这不重要了，他既已经清醒了，有些人自是不会再让他继续躲在这里。那块王玉很快就会被找到，这人不惜自杀，也不愿意透露王玉的下落，所以说明他在污染区内知道了什么让他不得不这么做的秘密。5号污染区的崩坏真相远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复杂得多。林婉皱了皱眉，似乎还想再问些什么，霍森却打断了他，今天辛苦你了，你该去休息了，接下去的事情我会安排。不过霍森的眉头深深皱起，望着林婉的眼神变得幽暗不明。你做了一件错事，接下去可能会有点辛苦。林婉有些不明所以，但是霍森却不愿再透露。来的时候是吉斯带他进来的，离开的时候林婉他得到了一张绿卡。霍森告诉他，有了这张卡，他可以自由出入中央白塔、地下负15层至负35层，这些楼层都是戒断所的领地，负责人正是霍森。林婉有点好奇霍森的身份了，他不仅是向导学院的主人，同时还是戒断所的负责人。根据凯撒他们的反应，估计他出身的家族也是来头不小，如果真是个隐藏大佬，他抱下大腿应该也没事吧。林婉乘着电梯胡思乱想的回到了地面1楼，却突然被谁从后方撞了一下。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的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身体。实在抱歉，我刚才有点着急，没看清。一个白色短发的男性哨兵对林婉道完歉，又匆匆忙忙的跑去了前台。他将一张单子递给负责挂号的工作人员，劳驾，我要去51层，我预约了今天这个时间的疏导。工作人员接过他的号码，看了他一眼，然后在电脑上操作了起来。抱歉啊，许向导方才下班了，怎么又？男子露出诧异的表情，高大的身子一下子就失落的耷拉了下来，显得有点不知所措。这一次我明明提前预约了的呀。工作人员无奈回答，许向导的诊室本来就难进，现在医院又多了这么多的伤员，他上午接诊了2位A级的哨兵，实在太疲倦就回去休息了，要不您还是下次再来吧。好吧，那我下次再来。哨兵没有办法，只能赶了时间再约。他拿了号码牌准备离开，只是他转身的时候，又不知道转向了哪里，一头撞上了旁边的柱子。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没看清。那个哨兵对这种事好像习以为常，下意识的就朝对方鞠躬道歉，然后等了几分钟，发现对方并没有说什么之后，这才又飘飘忽忽的离开。林婉无语，原来是个高度近视。他好奇的询问前台，刚才那个哨兵怎么了吗？前台也很无奈，那是前入组的哨兵，他们的精神体一般都是蛇类，现在正是蜕皮的时候，性格就会变得残暴，所以向导都不太喜欢接待他们。原来如此，林婉若有所思，他记得蛇的视力好像很差，也没有嗅觉，完全靠舌头来分辨气味和感应温度，这一点也体现到哨兵身上了。坐在车上离开白塔时，林婉又看到了那名蛇人哨兵，他正呆呆地坐在白塔的墙根下，望着天空，不知道在想什么。接下去的日子，林婉窝在宿舍里，哪里也没有去。她每天不是睡觉就是上网冲浪，日子过得逍遥又自在。联赛的奖励也发下来，林婉喜滋滋地抱着终端，像是抱着他的小金库。当了一辈子的牛马，终于轮到他躺赢了。婉婉，你出名了，好多人和你表白呢。终端上艾丽给林婉发了消息，林婉打开哨兵论坛，一眼就看到了一条标了高热度的帖子。她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进去，表白我的新晋女神林向导。只要女神来我们这里，哥哥们天天带妹妹下海游泳、抓魔鬼鱼玩。帖子里还有一张自拍照，古铜色的皮肤，好看的半张脸，一口白色的鲨鱼牙，尤其显得邪魅狂魔。夯实的肌肉线条如同鱿鱼一般的优美，一直延伸到下面隐隐约约处。这个几乎全民参军的时代，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大胸肌的男人。有人气不过，有样学样，导致了帖子里一水的俊男帅哥肌肉照。原来表白帖居然是这么完美。林婉看得津津有味，是真的养眼。然后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这张照片拍得比较昏暗，好像是在哪个隐蔽的室内。男人将衣服撩开，标准的双开门大胸肌，线条如刀刻斧凿般硬朗，中间一个淡淡的绿芽标记模糊可见。林婉看到这张照片，双眼不由瞪大了。临时标记的时间快到了，所以标记已经非常浅了。最近都屏蔽了他们的消息，却没想到在论坛上看到，都不知道凯撒是怎么想的，竟然也参与这样的事。不过林婉看着看着就发现帖子变味了，莫名其妙的开始变成各种各样的擦边照片、小视频，直到最后帖子被管理员一键封禁，理由是涉黄。只不过一个帖子倒下了，就有千千万万的帖子站起来，一时间整个哨兵论坛好像专门跟管理员对着干一样，全是清一色带点小颜色的照片帖，形形色色的男人，散发着各式各样的骚气，孔雀开屏一样秀着自己健美的肌肉和身材。后来还有人专门给这些发了照片的人设置了一个榜单，
让在场的观众们投票，评选谁是本年度最性感的男人。这个评选活动异常的火热，参与投票的人都快破千万了。就算管理员不置顶，这张帖子依然能凭自己的实力热度稳居第一名。林婉颤抖着手将这些照片一一划过，差点控制不住鼻血。果然，男人擦起边来，真的没女人什么事。这些人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在哪里，胸肌大的穿着紧身的束胸带，绷带将肌肉勒得很紧，沟沟壑壑的线条让人遐想连篇，臀部线条优美的，他们就专拍一个侧身的剪影。昏黄的灯光下，男人对着镜头露出自己的完美腰臀，还有一些极具反差感。小奶狗用湿漉漉的眼睛迷离地望着，薄唇四张微张，一副饥渴的模样。表面上明明是一张娃娃脸，但是比谁都大。林婉揉了揉鼻子，总觉得有什么东西要留下来。他点开评选榜单上的人气最高的一张照片，男人一头黑色的长发，像是蛛网一样散在白色的床单上。他跪在自己黑色的发丝中，披着一条异常柔软轻薄的纱，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捆绑着，高仰着头，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奇异的迷狂。他像是呼吸不畅，胸膛剧烈的起伏着，肌肉线条在光影的交错下显得扭曲而充满张力，双腿分开的角度大得有些离谱，膝盖微微颤抖，似乎正承受着某种难以言喻的压力。背景是一片模糊的黑暗，只有几束暗淡的光线打在他的身上，勾勒出他身体的轮廓，却又让那些被阴影笼罩的部分显得更加神秘莫测。整个画面散发着一种扭曲的美感，既让人感到不适，又有着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仿佛是从潜意识深处挖掘出的荒诞梦境。明明照片已经很劲爆了，这个帖主好像还觉得不够。没过多久，又传了一段录音上来，里面是一段长达5分钟的娇喘声，帖子的下面是一连串的大拇指和甘拜下风的表情包。林婉也听了这段录音，却感觉有点熟悉，她惊得一把将终端给扔了。霍森皱眉看着面前的小姑娘，不解地问道：“你晚上干嘛去了？这么重的黑眼圈？”林婉有点不太好意思地抠抠手指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每天晚上老是做奇怪的梦，只要一闭上眼睛，就可以听到一个娇喘声在耳边叫个不停，导致她每天早上醒来都很累，像是被吸干精气一样。霍森听完没有说话，而是俯下身，从林婉的头顶到脖颈仔细地嗅了嗅，最终鼻尖停留在了她的颈窝处。他伸出手在那虚空一抓，随即就将一根银白色的纤维递到了林婉的面前。这什么？我有白头发？林婉惊恐，这是蛛丝。霍森盯了他一眼，你收了一只蜘蛛的礼物？林婉莫名其妙，他摇摇头，没有啊。霍森直起身子，用精神力将那根蛛丝烧成了灰烬。蜘蛛的蛛丝能够编织成任意形状的物品，只要将它们带在身上，它们就能进入你的梦境，时间长了会把你的精神图景搅得天翻地覆。他们都有点神经质，被他们盯上很麻烦的。林婉无语，果然精神控制系的人走到哪里都不受待见。但是他私下里明明没有接触过这类人，身上怎么会有蜘蛛丝呢？林婉愣了一下，突然想到那条白色的裙子，好像是在哨兵学院留宿的时候出现的。他以为是医务人员给他换洗用准备的，觉得手感挺好，还顺手带回了宿舍里。难道那条裙子是蜘蛛丝织成的？林婉的嘴角忍不住抽搐，想起是什么东西了。霍森站在林婉的面前，语气隐隐有些不善。林婉点点头，面前的男人突然释放威压，让她很不自在，有种被抓奸在床的心虚感。她忍不住又抠了抠手指。霍森将面前小姑娘的动作看在眼里，默默将身上的戾气收回，回去把那件东西丢了就行，没什么大碍。如果觉得困，可以去我的休息室里睡一觉，那个人有事情办着，可能会稍微晚点到。林婉本来在宿舍休息的好好的，是突然被主任叫过来的，说是有人想见她，但是她都来了好一会儿了，还没见到人，整得神神秘秘的。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身体。傍晚5点整，林婉终于等来了这位神秘人。来人很低调，戴着厚厚的墨镜，一身长服，将整个人的气质都包裹收敛了起来。在所有人都进到办公室，厚重的防窃厅帷幕落下，安保系统全面开启，确认这个办公室完全成为私密空间之后，男人这才慵懒地将墨镜摘下。去掉墨镜后的男人，好像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明明还是那一身低调的穿着，却炫目的让人移不开眼睛。尤其是一头海蓝色的头发，如同深海中神秘的生物，带着一种独特而迷人的气质。待林婉看清眼前这个人的面貌，她的嘴巴不由自主地张大再张大。眼前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这个世界的现任总统爱德华先生。可为什么他会突然见到总统？这实在太吓人了吧！别怕，小姑娘，我只是找你确认一件事。爱德华轻声安抚，柔和的声音如同海妖吟唱，渐渐让林婉的神经不再那么紧绷。据说你让一个异化的哨兵恢复了正常，100年来从来没有一个向导能够做到这样，我想确认下，这究竟是不是真实的？说完，爱德华释放出了自己的精神体，蓝色梦幻般的光芒闪烁着繁星点点，狭小的办公室突然变成了一片深邃的黑色海洋，有咸湿的海风吹拂而来。林婉冷地瑟缩了一下，低头朝下望去，脑域有瞬间的晕眩。只见他整个人悬于海面之上，脚下是深不见底的黝黑海水，泛着丝丝寒意。那海水涌动着，海浪轻轻拍打着，低沉的海鸣声在这静谧却又充满压迫感的空间里显得格外清晰。突然有一道巨大的黑色影子从脚底的黑色海水中掠过，林婉看到了，心脏猛地一缩，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上头顶，忍不住退到了霍森的身后。霍森厚实的双手护在林婉的身前，他冷淡地朝爱德华看了一眼，过于着急了，
霍森下意识维护的动作表明了他的立场。爱德华心中了然，他现在虽贵为总统，但是霍森自小与他是密友。他笑着说道：“真抱歉，下面是我的精神体，他只是想跟你打个招呼，并没有恶意。”林婉从霍森的身后钻出一个脑袋，打量着面前的男人，然后又鼓起勇气朝脚下望去。这是精神图景的实体化，据说强大的人都可以将自己的图景在现实中释放出来。海面下，巨大的暗影再次靠近，那个东西真的非常的大，大到林婉目光所及之处都容不下这团黑色的身影，压迫感如潮水般向林婉涌，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把精神体收回去一点。察觉到林婉的害怕，身旁的霍森再次沉声提醒：如果现在不是碍于身份上的差异，恐怕他的拳头早就忍无可忍地挥过去。知道了，还真是跟以前一样的啰嗦。爱德华再次耸耸肩，然后随着他的声音落下，林婉面前的压力突然消失了，黑暗水域中的巨型身影也已经不见，脚边却突然多了一节类似章鱼一般的触手，那只触手身上带着一粒粒黑到发紫的吸盘，像是海蛇一般无意识地蠕动着。林婉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但是那只触手察觉到了林婉的动作，追着游动了过来，啪叽一声搭在林婉的一只脚踝上，湿冷的、滑腻的，让人汗毛直竖的感觉，瞬间如同电流一般流过林婉的全身，让她差点再次尖叫出声。海妖的能力都具备一些魅惑和催眠的属性，他虽然是蓝鹰的舅舅，拥有相似的精神图景和触手类精神体，但是林婉在两人之间还是感觉到了很大的不同。蓝鹰的海水是清澈的，这个人的海水是黑色，带有压迫性。因为我已经被女王标记，所以你我无法进行精神结合，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来与你沟通。很抱歉，林同学，吓到你了。爱德华继续温和的安抚，善解人意的笑容搭配上他湿漉漉的触手，林婉却觉得眼前的人实在有点可怕。霍森摸了摸林婉毛茸茸的脑袋，安抚道：“海妖的精神体有个特殊的技能，它能探测到你最隐秘的部分。他让女孩的身体靠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握住她的双手，得到允许，停留在林婉脚踝上的触手突然动了起来，它像是灵蛇一般蜿蜒地攀爬上女孩的身体，冰凉的触感让她的肌肤微微颤抖。林婉下意识地想要甩开那节触手，却因为双手被霍森束缚住，没有任何的办法。她悄悄扭了扭身子，企图减少这种异物袭来的不适感。原本空悬的背脊落进一个厚实的胸膛，那根触手来到林婉的脸颊边，稍稍一晃就搭在了她的额头上。林婉更大了眼睛，发出一声短暂的尖叫，但是很快声音被吞没，滑腻的质感在精神脑域中蔓延。冷静点，小家伙！不知何时，爱德华已经靠近了他，男人的手握住少女纤瘦的下巴，让他无法再逃避。他身上散发着一种与蓝鹰类似的海风的气味，眼珠深邃如墨。他看着林婉，释放催眠技能。林婉只觉得额头异常的滚烫，那些触手上的吸盘有意无意地贴着她的肌肤收缩着，她感到了一阵晕眩脱力，全身都快支撑不住自己。幸好身后的霍森一直搀扶着她，以至于她没有被触手搅动的混乱不堪，大概是受到了催眠的影响。林婉的眼神有点失常，她张着嘴，脸上流露出一副无措的模样。真可爱，连精神屏障都还没有形成的小家伙。爱德华一边翻搅着她，一边细细感受着林婉的精神图景，这样不设防，可是很容易被人吃掉的。过于暧昧的话语让一直站在两人身后的霍森略微有点不适，他微微皱了皱眉，不要说太多无关紧要的话，守好你已婚男士的边界，你还真是护着他。爱德华轻轻地笑了，不过你老是这样沉闷无趣，小家伙可是很难对你产生那方面的想法。如果他的能力是真的，那么他以后注定不会只有一个伴侣。难道你想看着他一次次被别的男人拥抱，一种剑拔弩张的感觉悄然在两个成熟男人之间滋生，如同深海之处的暗涌，相互碰撞较劲。而夹在他们中间的林婉却已经什么都感受不到了，贴合在他身上的触手已经全面开始蠕动，散发出声波类的技能，扫描着林婉的全身。一直沉默跟在爱德华身后的男人拿出一套小型的随身检测仪，将线头连接上爱德华的身体，仪器上很快出现了他精准的数值，整个屏幕都开始散发出红色警报。爱德华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他淡淡的一瞥，就将注意力回到手中的小女孩身上。小家伙的图景还没展开，黑茫茫的一片，但是空间出人意料的广阔，好像感应不到边界。突然之间，触手好像发现了什么，在某个孤寂的角落生长着一棵绿意盎然的树，这名向导的精神体应该是藤才对。触手不解，他贸然游动了过去，只是他还未靠近那棵树，就惊动了什么东西。数条粗壮的身影伺机而动，猛地从树冠之中飞窜了出来，将他紧紧控制住。爱德华微感到一阵不适，向来以绞杀出名的深海巨妖，如今在一个低等级的小女孩图景遭到了反噬，这种感觉有点新奇，又有点让人恼意。第一次有人在他的精神催眠之下还拥有反抗的力气。藤蔓跟海妖的触手其实有点类似，都是通过绞杀来控制对手。爱德华的精神体将林婉困住，林婉也同样缠住了他。总统先生，数值变了。一直注视着屏幕的助理突然开口。爱德华淡淡的瞥了一眼屏幕，只见原本那些即将触顶的红色数值此刻轻微的产生了波动，虽然不明显，但是污染值的确是下降了。爱德华按捺下心中的震惊，不动声色的逐渐开始加大码。黑红色的触手肉眼可见的长大，逐渐撑破那些束缚住他的藤蔓。林婉的身体忍不住再次颤抖起来，终于在某个临界点，他丧失了全部的意识，全身软成了一滩水，跌进了霍森的手中，身体彻底被打开，一种奇异的木质香气散发了出来。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
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带着百目复苏的春意，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一种莫名的躁动。霍森抱着林婉的手臂，猛地一颤，青筋蹦起。一旁的助理也有些难挨的扯了扯领口，直接背过了身去。爱德华受到的影响最严重，极度敏感的触手像是觉察到了什么，急速想要从林婉的脑域中撤退，但是一切都有点晚。原本安静伫立着的大树突然动了动，如有微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触手在那片漆黑的图景里，突然听到了一个来自远方的呢喃声：“送上门的海鲜自助。”那声音带着一种才睡醒的慵懒与随意。面对人人恐惧的深海大妖，他却轻描淡写，仿佛那只是一道唾手可得的美味佳肴。一种远古庞大的能量正在从那棵树上苏醒，威压如排山倒海般袭来。触手在这种力量下颤抖。爱德华的精神体比谁都敏感，自是能感应到别人感应不到的细微变化。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精神体，他们都被他的表象骗了。意识到这个，爱德华立即想要切断自己的精神力，但是他才动了一下，便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抓住。原本处于下风的那些藤蔓突然又活了起来，他们缠绕着拉扯着，将这条孤身闯入的触手一点一点拉向大树的根部。来都来了，就让我尝尝吧。爱德华只觉得一阵酸软从精神体上传，仿佛有无数细小的口气在吸食着他的触手。男人的身体不受控制的抽搐，脸上露出痛苦，要被吃掉了。爱德华心里只剩下这个意识，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纳入一张深渊巨口，然后呸的一声，触手又被吐了出来。有点老，一个幼稚的声音响起，还是漂亮小水母好吃。另一个细软的声音说道，有虫子的臭味，又老又臭。威压消失，爱德华终于恢复自如，他的精神体像是见了鬼一样，以从来没有过的速度逃回了主人的精神图景中。林婉已经失去了意识，霍森将他抱回休息室。爱德华也没好到哪里去，他浑身都冒着冷汗，脚步虚浮，坐到了沙发上。总统先生，怎么样？助理问道。比想象中的更厉害。爱德华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很久才平复下心情，随即又兴奋激动起来。我好像看到了未来新一代女王的诞生。助理愣了愣，急忙制止他继续说下去，但是为时已晚。你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霍森已经安顿好林婉，从休息室里走了出来。还有，你不是女王的丈夫吗？为什么精神污染会如此严重？这也是今天我来找你的原因之一。爱德华叹了口气，女王的精神力开始枯竭了，尽管她隐瞒得很好，但我与她精神力相连，隐隐约约能感觉到什么。霍森皱眉，所以这几年中央研究所频繁出入污染区，猎杀高级异种，是女王的旨意。看来你也察觉到了。爱德华捏了捏眉心，女王现在自己已经无法生产精神力，她需要大量的能源石补给，只有产自高等级王兽的能源石，才能延缓她枯竭的速度。为此，中央几乎掏空了积蓄，引发5号区崩坏的研究员，也是你们的人吧？霍森的眼中闪过冷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你应该知道，如果女王倒下了，意味着什么？爱德华的目光淡淡的扫过霍森，眼神中带着一丝嘲讽和无奈。向导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少，而哨兵们的精神力却在逐年进步，这种不平衡的状态正在将整个世界推向一个危险的边缘。一旦中央白塔的高等级哨兵失控，都不用污染物入侵，人类自己就会消灭自己。所以我必须找到解决的办法。培养王玉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石的供应需求，只要胚体养得好，那么一块王玉至少能产出4至5块高级能源石。只不过高等级的异种和王兽不仅稀有，而且极其危险，每一次捕捉和实验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听到这里，霍森的脸色已经难看至极。你知道这种贸然激进的做法会有多大风险吗？我当然知道。爱德华的声音陡然提高，但是那又怎么样？污染区迟早是要收复的，那些异种迟早是要被杀死的。我们只不过在他们死之前获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罢了。那你想过那些无辜的百姓和战死的哨兵们吗？霍森极力压抑内心的怒火，眼神冰冷，他们本可以更加体面的死去，而不是成为你们实验的牺牲品。爱德华沉默了片刻，随后缓缓抬起头，目光中带着一丝无奈和沉重。老朋友，你还是这么仁慈，但是物竞天择，弱小的人是没有办法在这个时代生活。林婉是在半夜清醒，眼睛睁开的时候就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灼热的视线，他吓了一跳，直接从床上惊坐了起来。主任，你一直在这里，先喝口水吧。霍森见他清醒，从一旁端来早就准备好的温水，递到林婉嘴边，一杯水落肚，林婉这才彻底清醒了过来。总统先生呢？他已经走了吗？霍森将林婉的杯子放回茶几处，真抱歉，我应该事先征求你的意见，是我考虑不周，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就算对方是总统，你也有拒绝的权利的。林婉虽然对于哨兵与向导之间过于亲密的肢体接触还有些不适应，但这也算是他的工作里必不可少。想想他也就觉得没什么，反而是主任他们反应越来越奇怪了呢。不过，为什么总统先生的精神污染这么严重？说到这里，林婉顿了一下，她下意识地对那一片黑色的死海产生了恐惧，好像即将日落西山的老人，散发着一股不朽陈旧的味道。林婉突然有点不敢再想下去了。霍森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你3年级的实习任务已经分配下来，就在5号污染区。与此同时，你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寻找到那块遗失在矿边城深处的王玉。这一次路途艰难，请务必小心。另外，上面会派遣一支精英小队随你一同前往，是比较擅长地下作战的蛇人哨兵小组。霍森的眉宇间隐隐藏着担忧，夏天快结束了，马上迎来梅雨季，蛇人进入蜕皮发情期，易躁易怒，你更要多加小心。林婉没想到自己的实习任务会来得这么突然，而且情况好像很紧急。
他只有2天的时间来做事前准备。他一回到宿舍，就开始搜索矿渊城和蛇人哨兵的资料，却并没有找到什么非常有用的东西。看来得走一步算一步。林婉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去洗澡，却突然想起了那件睡衣。他用精神力包裹住整件衣服，将其分裂成了碎片，然后一股脑的将它们扔进马桶里冲得干干净净。晚上果然没有了那个娇喘声骚扰。林婉养足了精神。出发那天，他早早来到指定的停机坪，刚登机就看到了一头黑色的狼犬。你的主人呢？林婉使劲揉弄了一番，这才想起那名哨兵。他顺着黑狼的眼神望过去，就看到了一个清清爽爽的年轻男子。男人薄唇微微抿起，看到林婉望过来，悄悄别过了脸，不再偷看他。林婉注意到他的脖子上戴着一节电击圈，上面代表危险程度的标记是最严重的红色，而他露出来的一侧耳朵微不可及的红了，有点可爱呢。没过多久，林婉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蛇人哨兵小队，领头的队长就是之前那个迷迷糊糊到处撞的青年。而青年见到林婉后，就凑到了他的面前。你身上有种潮湿土壤的味道，很好闻。你也快发情了吗？要不要跟我？林婉的表情突然僵住，伊文斯仿若毫无察觉，继续自顾自地说着，语气中甚至带着一丝理所当然。如果你愿意替我退聘，我就大方些，让你可以跟我的其他队友。你住口！你这个……林婉又羞又恼，话还没说完，他的耳边陡然间狂风呼啸，一道黑色的身影如同一颗出膛的炮弹，裹挟着无尽的怒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地冲上前，狠狠揪住伊文斯的脖子，将他整个人朝前猛扑而去。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伊文斯面无惧色，在离地面只有分毫的瞬间，突然变成了一条白色的美丽银蛇，以极其刁钻的角度和迅猛的速度，逃出了修的掌控。一切都发生的太过迅猛，林婉仅仅眨了一下眼，那银蛇已然如离弦之箭，嗖地窜出3尺开外。紧接着，只见银蛇身躯急剧膨胀，最后变成一条碗口粗的巨蟒。你要跟我打架？伊文斯将粗壮的身躯盘绕起来，呈现出蓄势待发的攻击姿态。冰冷的树丛中闪烁着凶狠的光芒，他身后的队员也同样转变成了战斗状态。原本迷迷糊糊的，连路都认不清的一群蛇人，在接收到战斗的讯号之后，突然变了一副模样。长官告诉我，不准在污染区以外的地方。伊文斯继续道，但是如果你执意要攻击我，我不介意陪你玩玩。修嘴角冷冷一勾，扯出一抹带着决然狠意的笑。刹那间，手已经变成攻击形态的狼爪，整个人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不要命地朝着那条巨蟒扑击而去。巨蟒见状，猛地昂起粗壮的脖颈，口中獠牙毕露，蛇人粗壮的身躯如同一根绷紧的弹簧，在地面上扭曲盘旋，以一种与庞大身形极不相称的敏捷，迎着修的攻势凶狠地反扑回去。一时间，狭小的飞艇内舱就溢满了火药味。林婉看着，头都麻了。停下，别打了！林婉抱着小黑狼，焦急地叫道。但是那2人已经处于白热化的阶段，压根听不到他的声音。就在2人快要把整架飞艇都拆了的时候，一道警告声从外门及时响起：你们2个，给我住手！然后戴在修脖子上的电击圈突然亮起了红光，修浑身猛地一震，原本凶狠挥向伊文斯的动作瞬间凝滞，重重地摔落在地上。而伊文斯好像也受到了什么钳制，攻击停止，他将身体慢慢缩小，随后幻化回人形，又变回那副迷迷糊糊的样子。修被电得趴在地上起不来，异化成狼爪的手臂，上面的毛发也因为电流的冲击而根根炸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皮肉被烧焦的刺鼻气味。而伊文斯面无表情地循着气息游走到林婉身边的座位，一屁股就在那里坐下。林婉怀里的小黑狼立马龇牙咧嘴，摆出驱赶的姿势，但是伊文斯压根不为所动，睁着白色无焦距的一双眼，开始发呆放空。队长的气势没了，那些蛇人队员们也同样安静了下来，在附近找了位置坐下。林婉扶额，忍不住开口提醒身边的青年：“那个伊文斯队长是吧？您是不是该穿上衣服？”伊文斯迷迷糊糊，好像听见林婉在叫他的名，但他不仅耳聋还耳聋，没明白林婉的意思，一颗脑袋不是很理解的歪了歪。林婉忍无可忍，伸手指了指他的裸体，大声道：“伊文斯队长，请您穿好衣服。”这回伊文斯听清楚了，他先是呆愣的低头看了看自己，然后又茫然的四处搜寻，只不过在地上摸了半天，都没找着自己的衣服。林婉看着地上那件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作战衣，半天都说不上话来。大概过了10来分钟，伊文斯总算摸到了自己的衣服，只是青年拎着那件布料，没有穿上的打算。我看过一些影碟。半晌，他突然开口道，眼神中透着一丝懵懂与认真。那些人管这样不穿衣服叫色诱，可以吸引雌性跟自己交配。伊文斯一脸认真，眼神直直地盯着林婉，语气平静地说道：“林向导，我色诱你了，你可以跟我交配吗？而且我们还有2根。”影碟上说，雌性都喜欢口大口好，不知为什么，见到林向导，我就想这样脱衣服。伊文斯的脸上没有丝毫的羞涩或尴尬，仿佛只是在单纯的陈述一个事实。林婉却是一副吞了苍蝇的表情，她的脸已经涨成了猪肝色，羞耻的心让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些蛇人哨兵，怕不是都是些傻子吧？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清醒过来的修，一把挥开伊文斯的身体，冰冷且愤怒的道了一个滚字。蛇人生来没有作为人类的礼义廉耻心，坐在一旁的修小声的道来：“这次任务结束后，请务必不要再与他们接触。”说完，男人将头扭到了一边。林婉愣了愣，随即笑了开来。这人终于肯跟自己讲话了呀！明明他的尾巴都快摇成螺旋桨了，可脸上却还强装着一副冷漠矜持的模样，还不如他的精神体来的坦诚呢。
想到这里，林婉又忍不住摸了摸怀里的小黑狼。刚才主人修和伊文斯打的那样惨烈，这个小家伙都稳如泰山，动也不动一下，真乖。林婉安静地看着外面的天空，靠近污染区之后，整个天空都开始变得灰蒙蒙的。突然之间，有什么东西滴落在飞艇的玻璃窗上，每一滴都是触目惊心的血红色，在灰暗的天空映衬下，显得格外狰狞恐怖。林婉吓得离窗户远了一些，一旁的修立马拢过他的身体，将他护在内部。男人的眉头紧紧地皱起，5号区居然扩散到这里了。他动作麻利地从座椅下拿出紧急降落包，给林婉穿戴上。这艘飞艇要废了，等会儿请务必抓紧我。修说完，已经按下了舱内的紧急按钮，刺耳的警报声响彻整座飞艇。在座位上休息的10人哨兵也一个个清醒过来了，他们也闻到了异味，纷纷警惕起来。只是整个飞艇除开他们这一小队的人，其他舱的人没有任何反应。修将林婉藏在身后，冷眼盯着前面驾驶舱以及后备舱的动静。一阵稀稀疏疏的脚步声随着警报缓缓传来，那脚步声拖沓而沉重，每一步都踩在人的心脏上。随后一个身影出现在了通道的尽头。没救了，已经被污染了，修说道，然后再次将自己的手臂异化成狼爪，做出攻击的姿势。林婉心惊，他刚才完全没有发现他们是什么时候进入污染区的。修一边给自己穿上紧急降落包，一边解释道，这只王兽留不得，我们必须尽快除掉它。他望着前面越来越多的被异化的哨兵，眼神愈加清冷，他好像再次看到了他曾经的同伴。伊文斯也从沉睡中醒来，他嗅着空气中的气味，随即他原本人类的双腿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粗壮的蛇身。他没有丝毫犹豫，发出一声低沉的嘶吼，毫不客气地朝着那些异化的哨兵抡了过去。瞬间，整个舱内都是碎成一地的尸体碎片以及浓郁的血腥味。林婉捂住口鼻，忍住快要吐出来的冲动，将视线转移到窗外，却看到斑驳血迹的玻璃窗上突然多了一只诡异的眼睛。那只眼睛就这样直勾勾地盯着林婉看，说不出的森冷与恶意。林婉吓得尖叫出声，差点站不住脚。有撞击声从玻璃上传来，林婉的心也一下下的揪紧。很快，玻璃窗上裂痕出现且迅速蔓延，那只眼睛冲破了玻璃，他嗤笑着，如同恶鬼一般扑向林婉。修手起刀落，将那只眼睛砍成了2半，但是那只眼睛却没有死，而是变成了2只。他们盯着室内的人类，嗤笑着，笑声中散发出无形的精神污染。林婉感受到了如针刺般的晕眩嗡鸣，只觉整个机舱都在天旋地转。他身上亮起绿色的光芒，放出藤蔓变成一层厚厚的屏障，不再受到干扰的修，几个呼吸间就将闯入的诡异眼睛切割成无数的碎片。失去驾驶员的飞艇开始剧烈颠簸起来。修收起狼爪，抱住林婉，一脚踢碎千疮百孔的舱壁，迎着翻滚的狂风跳了下去。等等等等，伊文斯队长他们还在上面，不用管那些家伙，他们自己会跟上来。修低沉地说道。风在耳边疯狂呼啸，千疮百孔的飞艇冒着冲天的火光，朝着不远处的山脉坠去。林婉嘴唇都白了。伊文斯队长他们没下来，他在。修冷静地说道。随着他的声音刚落下，林婉就感觉到自己身上好像有什么滑腻的东西游过，然后从他胸前的内衣里面突然钻出来一条银色的小白蛇。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身体。还没等双脚落地，林婉就迫不及待地从修的身上跳下来，一把抓住小银蛇的脖子，狠狠地将它摔在地上。他很喜欢小动物没错，但是唯独蛇类不行。一想到那滑溜溜的身躯、阴森森的眼神以及不时吐出的信子，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伊文斯被摔在地上，变换回了人形，他又是全身赤裸，懵懵懂懂地坐在地上盯着林婉看。林婉见到他又是这副样子，尖叫出声，请您穿好衣服。伊文斯歪了歪脑袋，然后像是经过了认真的思考，然后慢悠悠的道，没了。他的行李和脱下来的衣服都跟着那艘飞艇炸成碎片了。林婉无语了，那您这几天出任务都要这样光着身子吗？也不是不可以。伊文斯面无表情的回答，好像非常不明白林婉为什么这么生气。不过没穿衣服而已，他们在宿舍也经常不穿衣服，脱来穿去的好麻烦。林婉快气笑了。最后伊文斯又变回一条小蛇的模样，跌跌撞撞的跟在林婉和修的后面。其实他很想缠在雌性纤细柔软的手腕上，但是这个雌性实在太凶了，比那只黑豹长官还要不好惹，他有点不太敢。对了，伊文斯队长，您的队友们呢？走了一段路，林婉又想起了什么，赶紧问道。小银蛇吐了吐舌头，回答不知道。但是看到林婉再次飞下来的脸，他赶紧补充了一句，应该还在飞艇上，但是死不了。蛇人拥有最坚硬的外壳和自我修复的能力，就算身处剧烈爆炸中，也能安然无恙地活下来。既然这样，林婉也就不再多问了。他们已经进入了5号污染区，入目皆是一片荒芜，天上孤零零地挂着一轮硕大的圆月，月亮上开了一只血红色的眼睛，静静地俯视着地面上的一切。林婉望着这个世界，觉得异常的神奇，好像多种次元在这里交集汇聚，这里的空间被扭曲了。修解释道，这是王兽的能力之介质传输以及空间扭曲，它是属于辅助性质的一种。虽然没有什么伤害，但是他的能力在战场上作用很大，这大概就是被那些人盯上的原因吧。拥有这些技能的王兽，孕育出的能源石必定也非常稀缺。这个区域在尚未沦为污染区之时，本身就是属于干旱炎热的地方，因此很多住宅和房屋都是建立在地下的。这里的地下通道发达程度超乎想象，如同一座庞大的迷宫。林婉看着面前这条连接地窖不知通往何处的通道，心里一阵发怵。这能走吗？林婉有些不确定。可以，您信我。
修跪在地上，真挚地说道：“他是被遗弃的孤儿，是地下城的人收留了他，所以他对这里非常的熟悉。”伊文斯伸着舌头探寻周围的气息，同时给走失的队友散发着信号，让他们依照他的要求走到自己的身边来。修警惕地瞥了一眼这条蛇，随后他悄悄凑近林婉，凌向道：“我会拿到那块王玉，但是我没有上交的打算，所以等一会儿我会想办法撇开伊文斯队长，到时候请您紧跟着我。”林婉听到修的计划，有点惊讶：“你不上交王玉，你打算做什么？他们会放过你吗？”比起女王，那块玉有更适合她的主人。修说完，就召唤出自己的黑狼精神体，让林婉骑乘在上面，进入了地下迷宫隧道。每条通道很窄，仅只能容下一个人的宽度，头顶的空间也不高，给人有一种强烈的压抑感。走着走着，修突然停下了脚步，打开了手电筒，只见光线的尽头出现了一颗惨白的人头。队长，你怎么才来？等你好久。林婉惊讶地发现人头竟然说话，而他口中的队长不会就是修吧？他担忧地看了看前面的男人，原以为会最受影响的人，此刻异常的平静。修站得笔直，冷冷地从腰间抽出武器，神色正常的仿佛面对一只再普通不过的异种。手上的刀刃从人头正上方往下劈，只是被劈成两半的头颅并没有死绝，其中一半对准了身后的林婉。伊文斯立马闪现而出，与其缠斗在了一起。林婉不想给两人添乱，往后退了一些，谁知黑暗中窜出了一个黑色的影子，狠狠咬住了他的手臂，直接将他拖往了另一条黑色通道。与异种缠斗在一起的修剑一个闪身，越过所有障碍，飞身追着林婉的身影而去。而伊文斯稍稍慢了半拍，等到他也想追上去的时候，去路已经被完全堵住，身后杀伐般的凌冽气势紧追而来。那只怪物被迫放下凌厉，与修缠斗了起来。洞穴比较窄小，修只能靠肉搏。就在他的武器要插入怪物的头骨时，怪物又发出一声呢喃：“队长，快跑！”林婉愣住了，这只怪物居然也是修的队友。就在这时，怪物的头颅突然膨胀，一声巨响，隧道顶部轰然坍塌。修本能的要带着林婉撤退，但已经来不及了，他只能将林婉护在身下，尘土倾泻而下，将两人狠狠压在了地下。不知过了多久，崩塌终于结束，四周归于死寂。修艰难地抬起头，抖落满身的尘土，召唤出了小狼人，体型缩小到极致的黑狼出现。他低头嗅了嗅地面，随即开始疯狂地跑腿。很快，一条狭窄的通道出现在他们面前。修从身后拖住林婉的腰，将她轻轻举起。男人的手掌温暖而有力，是令人安心的温度。林婉小心翼翼地往前爬，修在后面护着她。当他们终于爬出废墟时，又传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抓挠声。那家伙没有死，他跟过来了。修低嗤一声，背着林婉就往通道深处跑。小狼崽紧随其后，时不时回头警戒。林婉趴在修的背上，手掌下传来粘稠湿润的触感。直到这时，他才惊觉修的后背早已被鲜血浸透，大概是刚才为了保护他而受的伤。可他伤成这样了，依然不吭一声。哨兵都是这样的吗？林婉有些微怔，他尽量不让自己触碰到他的伤口，小心地询问：“后面的是你之前的队员吗？”修没有回答，而是背着他不停地奔跑，沉默在两人之间蔓延。可这种无声的默认，比任何回答都更加刺痛人心。林婉感觉自己的心脏被狠狠撅住，脑域中的藤蔓不受控制地钻了出来。翠绿的藤条在黑暗中泛着微弱的荧光，柔软的藤尖轻轻缠绕上修的手臂，像是无声的安慰。从那些尖端处，林婉捕捉到了修内心压抑着的痛苦，自责不舍。不要伤心，林婉柔软地安抚他，悄无声息地将他那些痛苦的情绪抹去。前段时间我听一位朋友说过，人类变成异种也不见得都是坏事，至少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存活了下来。只要我们记得他们，他们的意志就永远不会消失。藤蔓攀爬上哨兵的脑袋，温柔地抚摸着他。你是一个很好的队长，不要再难过了。林婉的声音如同清泉，在寂静的隧道中流淌。修的脚步渐渐放缓，最终停在了昏暗的隧道中央。他的胸膛剧烈起伏，背部的伤口还在渗血，但此刻所有的疼痛仿佛都远去了。身后的紧追着的怪异脚步声，在听到女孩话的那一刻也消失不见。修咬了咬嘴唇，许久才敢抬起头回望林婉。男人的眼眸里闪烁着复杂的光芒。林向导，谢谢你，但是请不要再帮我了，我不配得到您的抚慰。林婉沉默地看着他，没再说什么，而是坐下来给修包扎伤口。只不过哨兵的自我修复能力很好，没过多久居然自己慢慢止住了血。林婉抚摸着他的伤口，若有所思。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身体。再次出发前，修郑重地拜托林婉到矿区后将她的五感全部封闭。林婉虽有些不解，但还是答应了下来。藤蔓轻轻缠绕着他的精神世界，如同最温柔的入侵者。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深深烙下一枚绿芽印记。巨化的黑狼在漫长的隧道里全力奔跑，修手中的武器精准地砍掉每一个试图靠近的威胁。异种越来越多，林婉回头，眼中的绿色光芒闪过，脚底下的藤蔓将现场所有异种的意识都捕捉到一起。林婉捏着这些丝丝缕缕，然后统一下达指令：退下！一阵轻盈的风吹拂而过，吹散了怪物们眼中的杀意。他们茫然地愣了一会儿，好像忘记了自己正在做什么，随后纷纷缩回原先阴暗的角落里。修暗中观察着林婉的能力，这好像跟他认知里的不太一样。作为向导，林婉一点都不娇弱，他的精神力不仅仅能安抚情绪，
还能侵入每个物种的精神领域，掌控他们的意志。这一路因为有林婉的协助，修很轻松的就穿过了所有的隧道，进入了矿区。矿坑深不见底，四周的岩壁上布满了发光的矿石。林婉的瞳孔微微放大，她能感受到这里浓郁的能量波动，那些矿石中蕴含着强大的精神力。她能想象到往昔这里热闹非凡的景象，如今只剩下死寂和破败。天桥上传来微弱震动，是几颗诡异的人头正站在那些铁链上，远远地盯着他们看。队长，你终于来了，等了好久。队长回家，林婉又听到了他们的呓语声，她挥动藤蔓，将这些意识放大，不知道一种是否拥有自己的语言。如果能读懂，是不是意味着人类也可以跟他们交流？这个想法一出现，林婉也被自己吓了一跳。这时，其中的一个异种突然朝林婉他们冲了过来，修紧急做出防御姿势，但是怪物却在两人咫尺之前停住，用硕大毫无生命机制的眼睛盯着修，嘴里喃喃自语。林婉迷惑地看向修，黑狼哨兵的身体一直维持着防御的姿势，半晌察觉到眼前的两只异种好像已经没有威胁了之后，才慢慢收起武器。然后他带着林婉走向了一架位于矿坑边缘的纸梯，两人一直往深不见底的坑底滑去，周围密密麻麻的锁链和木桥在眼前划过。林婉越看越觉得这里很像修的精神图景。你是故意的？林婉突然开口。你早就知道了，那些异种不会真的伤害你，你只是在利用他们，帮你甩掉蛇人小组的监视。修打断他，抱歉，我不能跟你说太多，但是请相信我，我不会伤害你，请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会全部告诉你的。但是现在不行，我自然知道你不会伤害我。刚才林婉替修打上了永久精神标记，这意味着哨兵未来的命运都将与这名向导紧密相连，除非向导主动抛弃，否则这名哨兵是永远都不会背叛向导。电梯的门缓缓打开，修牵着林婉的手，将她从电梯里带出来。他提醒林婉把呼吸调整到最低的状态，让自己无限接近普通的一块石头，这样才能在众多庞大的怪物群中活下来。林婉看着前面黑漆漆的地下城世界，想了想，然后脚底不断向四周生长出藤蔓，想要避开怪物的攻击，把自己的气息掩藏到最低是一种不错的方式。但是对于林婉来说，她还有一种更好的方法，那就是把自己变成怪物的藤蔓。林婉释放着精神暗示，开始朝前走去。起初因为察觉到陌生气味靠近而呈现攻击状态的一种，仿佛接受到了某种信号，全身刹那间都松懈了下来。在林婉走过时，纷纷让开了一条道。我才不是怪物！突然之间，林婉好像捕捉到了一抹很弱小的意识，她停下脚步，却没有发现那道意识的主人，又觉得可能是自己搞错了。异种又怎么会说话呢？修将林婉藏身在一处岩石的后面。林向导，您就待在这里，事情很快就会结束了。说完，他将自己所有的物资交给林婉。黑狼精神体凑近林婉的身边，依依不舍地舔了舔她的手心，做好一切准备。一人一狼这才朝着深渊的深处走去。男人高大的背影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孤独。林婉站在原地，目送着他的身影逐渐消失在黑暗中，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感觉哪里不对劲。一个污染区的王兽，如果被挖走了精神力最核心的部位，他还能算是王兽吗？依照自然界物种的生存法，必然会有新的人选发起夺位挑战。5号污染区的崩坏与扩张，也是在王玉被夺走之后。林婉突然想到了修曾经半异化的模样，不对！林婉惊叫着，突然从岩石中站了起来，拔腿就朝着修的方向追了上去。黑暗深处传来一阵低沉的轰鸣声，仿佛有什么巨大的生物正在苏醒。修立于庞大的蜥蜴种面前，神色冷漠，他的身体在剧烈的异化中扭曲伸展，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重塑，意识在异化中逐渐模糊。没过多久，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变成了狼王的模样。蜥蜴种似乎被修的变化震慑住，他的身体微微后退，复眼中闪过一丝警惕。然而巨狼并没有给他任何反应的时间，锋利的爪子直奔蜥蜴种的喉咙，然后一击必胜。不过仅仅挣扎了几分钟，蜥蜴便倒下了。黑狼看着面前还存着一口气的王兽，然后俯下身，一口一口将他的肉撕碎吃掉，就像之前他一口一口吃掉那块王玉一样。你到底把王玉藏在哪里？耳边又响起那个冰冷的声音。被关押在戒断所的日子，他遭到了日夜不断的严刑拷打，目的就是想要让他说出王玉的下落。但是他们永远也不会猜到，王玉早已与他的身体融为一体。那一日，他们被中央的研究员背刺，所有队员死于非命。他看着从沉睡中清醒的王兽，慢慢啃食掉队员们的身体，觉得自己作为人类的理智也正在慢慢的流失。然后他将队友用命护住的王玉吃进了自己的肚子里，就像那只怪物把他们的身体吃掉一样。他获得了更加蛮横强大的力量，本就苟延残喘的精神图景变得更加漆黑紊乱。他知道自己要完了，但是他没有任何的挣扎。但救援队将他从深渊救了出去。为了逃脱那个组织的追捕，他在向导所大闹了一场，目的就是进戒断所，因为只有那里才是暂且安全的。结果误打误撞，他遇到了一位向导，那名向导好几次把他从异化的边缘拉了回来，让他堪堪维持住人类的意识。但是无论怎么拯救他，也改变不了他已经成为了一只低贱野兽的事实。修咽下一种最后一口肉，仰起头来，狼鸣的声音穿透层层岩壁，慢慢扩散到整片污染区。黑色的矿坑岩壁上，一道道漆黑的污水瀑布从高处倾泻而下。林婉努力地奔跑，躲避着这些污水的冲击。哎呀，救命！林婉又听到了那道幼小的意识，她四下望了望，只见在她的脚底下，一只小异种正努力抓着一块突出的小石头，勉强悬挂在岩壁上，但因为石头的表面湿滑，身体正在一点点往下滑。就在他即将掉入水中的时候，一根藤蔓及时卷住了他，将他带了上来。获救的异种深深地看了看他，然后头也不回地朝着岩石缝隙里钻去。而林婉头顶上的岩壁突然被什么东西撞开了一个口，钻出了一个人头蛇身的哨兵。
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伊文斯嗅到了林婉的气味，蛇身贴着崖壁游下来，来到林婉的前面。林向导，你在这里做什么？林婉忍了忍，心下蓦然的出现一股火气，她咬牙切齿道：你以为我在这里能做什么？我当然是在闭麦，快把我拉上去！伊文斯呆呆地应着，然后尾巴尖尖卷起林婉的身体，两人一同进入了伊文斯挖出来的隧道。林婉看着眼前这条虽然窄小，但是四通八达的隧道，心下吃惊，这些都是你挖的呀？伊文斯不以为意，想找出口来着，但是找不到。他的蛇身盘成一团蚊香，尾巴尖尖一直没有放开林婉，还偷偷摸摸地蹭了蹭少女不小心露出来的肌肤。林婉看着这名蛇人队长，不知是该同情还是可怜。他大概能猜到伊文斯这几个小时的遭遇，能稀里糊涂的来到这里也是不容易。伊文斯吐着蛇信子，感受着空气中的异常，那只黑狼的味道变了，原本迷迷糊糊的眼神逐渐变得冷漠锐利起来。是一种，他调转蛇身，朝着某个方向飞身而去，一阵乒乒乓乓的响动，没过多久又钻出了一条崭新的隧道，这给林婉看得目瞪口呆。某种意义上，这条蛇还真的挺好用，靠着伊文斯的这个打洞能力，他们直接来到了矿坑的最底层以及最中心的位置，而那里正匍匐着一只正在不断异化的巨型怪物。那只怪物好像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畸变阶段，他察觉到头顶的异常，仰起头，一对猩红的眼睛正对上了林婉他们。伊文斯的眼眸突然亮起了白色的光芒，仰头朝着四周发出嘶嘶嘶的信号。没过多久，林婉就感觉到整座岩壁的周围都传来嘶嘶嘶的回应声。伊文斯队长！林婉连忙大喊，他是修，不是怪物。等等，一种不是同伴。伊文斯的声音从蛇群中传来，冷漠而坚定，是一种就该杀。说完就指挥着所有蛇人朝那只一种进攻。怪物和蛇群混战在了一起，巨狼一次又一次撕下缠在身上的蛇，将它们扯成肉片。几位蛇人哨兵挥舞着蛇尾，直逼正在异化的巨型怪物。快住手！这种战斗没有任何意义！林婉大声喊道。然而伊文斯已经听不见别人的声音了，他的眼里只有冰冷的杀戮欲望，利用精神共享，无声地指挥着蛇人进行这场进攻。林婉的藤蔓爬上伊文斯的身体，威胁着蛇人的7寸。伊文斯，我让你住手！你听见没有？蛇人哨兵这才有了反应，他淡淡的看向林婉，敏锐的舌尖感受到了对方的愤怒，只是他不明白，明明他杀的是义父，为什么这名向导会生气？修不是敌人，先让你的队员撤回来。林婉继续命令道，除了我的长官，没有人可以命令我。伊文斯面无表情的拒绝，只是他的蛇尾有意无意的轻轻摇晃着。还是说，林向导你也想做我的长官？林婉将精神丝附着在藤蔓上，淡淡的绿意强行涌向蛇人哨兵的身体，但是这条蛇的屏障跟他鳞片一样的坚硬，林婉尝试了几回都无法突破，没想到这家伙居然也是个 S 级。伊文斯已经滑到了林婉的身边，长长的蛇身将少女一圈一圈的缠住，只要他稍稍用力，这个女孩便会像猎物一样被他绞杀窒息而死。但是伊文斯不想让她变成食物，他贪恋她身上潮湿香甜的味道，让蛇人最难熬的脱皮季即将到来。他很想那个时候可以是这名向导替他剥去陈旧的皮囊。伊文斯队长，请您相信我，先让蛇人们撤退，我有办法安抚他。林婉还在试图说服蛇人队长，伊文斯却凑近林婉的身体，仔细的嗅了嗅。你这么大费周章的救他，是因为你已经跟他交配了吗？人类的女性好像对这样的异性特别的宽容。啪！清脆响亮的巴掌声响起，林婉的手终于忍不住了，狠狠地扇了过去。只是她又眼泪汪汪地将手收了回来。蛇人的皮肤都是这么硬的吗？好痛！伊文斯倒是什么感觉都没有，反而还很开心林婉愿意碰他。蛇尾巴尖尖悄咪咪地晃了晃，大概是心情不错，他终于让蛇群停止了攻击。林向导，如果你喜欢这样，我每天都可以给你打，只要你也跟我交配，帮我脱皮，我可以背叛长官，以后只听你的话。你可真是长官的好大人。林婉无语地从伊文斯的蛇身中爬出来，感受着精神图景中属于修的标记，那里异常的灼热，还伴随着不安、狂躁、茫然的情绪。林婉慢慢地朝怪物靠近，伊文斯紧紧跟随在林婉的身后。林婉释放出精神丝涌向了面前如山的怪物，但是还没接近他，黑狼突然奋起一个飞扑，不仅将林婉的精神丝扑断了，还呲着牙朝两人进攻而来。伊文斯已做好迎面而战的准备，不过林婉的速度比他更快，藤蔓结成了一张巨网，将黑狼的身躯完全围猎住。他的手一张一手拽住精神图景中修的标记，就将那头野兽生生按在了地上。黑狼发出一声微弱的声音，猩红的眼睛终于恢复了一丝人类的神智，他好像记起了林婉的气味，整个身躯软了下来，乖乖趴在了地面上。真抱歉，林向导，我让您受伤了吗？突然间，精神链接处传来了修的声音，他好像很虚弱，声音气若游丝，虚的仿佛能随风飘走。林婉摸了摸他的毛发，我没有受伤，只是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黑狼眷恋地蹭着林婉的身体，我已经活不了了，最后我想替您做一些事。林婉有些不明白修话中的意思，修慢慢的解释，蛇人小队这次出任务，无论结果怎样，他们都会除掉我。大概他们也发现了，是我吞了那块王玉，那块玉里蕴藏着王兽绝大部分的力量，被我消化掉后，我就有了成为这个污染区下一任王的资格，所以他们放我回了这里。那些人就想等我杀掉王兽，成为新一任王后，再将我的王玉取出来。只可惜他们算不到，我成了您的哨兵，我身上的一切自然就该是您的。修的声音落下，随后林婉就闻到了一股很浓的血腥味，林婉吓了一跳，急忙将黑狼肚皮下的皮毛掀开，结果被里面的一片猩红刺痛了眼睛。你到底在做什么？黑狼的肚子已经被剥开了，露出里面的内脏，鲜血从伤口中不断涌出，狼爪艰难地在自己的体内摸索。
仿佛要从身上取走什么东西。就算他们把我做成了一块新的王玉，但是未来培养出的能源石，他们也无法吸收。黑狼将一块猩红的肉块从身体里掏出，递给了林婉。林婉既震惊又感到愤怒，他们要杀你，你反抗就是了，大不了就在污染区里做一个怪物。但是为什么你偏偏要做这样的事？看着女孩如此愤怒的样子，修突然低低笑出了声音：林向导，我知道您会生气，但是就算我反抗，我也是死路一条。因为我知道了那些人不想让人知道的肮脏的秘密。黑狼讨好的舔舐着少女的脚腕，猩红的眼睛中闪过一丝温柔。取王玉必须要保证母体是活的，他先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异种，趁着作为人的意识还未完全消散，取下了自己精神力最集中的一块血肉。这块玉将会在未来哺育出最适合林婉的能源石，帮助他的精神力突破极限。林向导，只有您是不一样的。我见过您的精神图景，那是一棵生长在浩瀚苍穹下，仿若穿越无尽岁月的大树。如果他这点低贱不堪的血肉能够成为他的养料，那么他心甘情愿为之付出一切。他很想再次看到他。黑狼紊乱不堪的精神图景不断的在人类与野兽的两个世界来回变换，最终一同毁灭。林婉心中凄凉，这一死再也没人可以拯救他。修最后的声音在虚空中传来：林向导，你要小心女王的眼睛，还有霍森主任的。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的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林婉的意识猛地一沉，随后她就被弹出了黑狼的精神图景。回到现实的那一刻，有一道白色的光影瞬间抱起她的身体，将她带离了黑狼的身侧。异化完成了，受伤的黑狼若无其事地站了起来，冰冷的不含任何善意的目光紧紧注视着林婉，眼中透露着凶狠的杀意。这是一具已经完全没有灵魂的肉体。林婉感受着这道视线，意识到一个悲伤的事实，她认识的那只令人怜爱的小狗已经彻底离开这个世界，唯有手心这块血肉仿佛还留有一丝故人的气息。他好像又听到了修的声音，年轻的黑狼哨兵目光恳切地向他请求，等会儿进入深处，可否将我的五感都封闭？林婉的思绪有了片刻的恍惚，他抬起手，精神丝无声无息地散发了开来。终日不见光亮的地底世界照进了一道柔和的光芒，一棵参天大树自林婉的身后徐徐生长，将在场的所有人或是怪物全部笼罩在其中。林婉立在树下，伸手抚摸着树身上古老的金色符文，原本躁动不堪的异种全部平静了下来，像是丢失了灵魂，呆滞地待在原地。伊文斯趁机猛扑而上，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咬掉了敌人整颗头颅。黑狼的身躯晃了晃，随即如同一座小山般轰然倒下。林婉慢慢走到黑狼异种的尸首旁，身后的巨大树木伸出了一根藤蔓，他将这只异种的尸体慢慢地拖入地下。很好吃，自卑敏感倔强的情绪是最好的养料，树的成长需要。精神深处，那个神秘的声音再次响起，它像是催眠一般，一遍又一遍麻痹着林婉的神经。5号区高高在上的月亮开始出现裂缝，在那只诡异眼睛中有潺潺不断的黑色污水流出，远远望去，仿佛月亮在流泪。昏暗的天空中开始出现直升机的身影，王兽死亡，污染区被破坏，这里开始逐渐恢复成它本来的模样。霍森看着矿坑底下深不见底的幽暗，平和的开口：吉斯，下降一些。吉斯驾驶着直升机警惕地在矿坑上空盘旋，忽然一道刺眼的绿色光芒从地底迸发，紧接着巨大的绿色参天大树猛然破土而出，它的树干粗壮如擎天柱，枝叶繁茂如遮天蔽日的伞盖，仿佛一瞬间将整片天空都遮蔽了。那是什么？吉斯望着眼前这一幕惊道，带着难以掩饰的震惊和不安。武警终于建构完成了吗？霍森的目光紧紧锁定那棵巨树，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直升机在一块空旷的地方降落，螺旋桨卷起的风沙还未完全散去，霍森已经迈步走向那些绿色的枝桠。他伸出手，指尖轻轻触碰了一下那些绿叶，一瞬间，一股冰凉而生机的触感从指尖传来，让他情不自禁的神思悸动。黑豹精神体也不知什么时候跑了出来，鼻尖轻轻蹭了蹭绿叶，动作小心翼翼，却又带着一种难以掩饰的兴奋，仿佛这些枝叶中藏着某种让他着迷的东西。你也很喜欢对吧？霍森低头看着自己的精神体，喃喃自语，仿佛在问黑豹，又仿佛在问自己。树木依旧在无限制的生长，绿色的能量从黑漆漆的矿坑深处源源不断的涌进，像是大地深处的生命力被唤醒，直到天上有着一只眼睛的圆月四分五裂。当属于人类世界晦暗压抑的天空笼罩整片区域时，这棵树才停止了生长。霍森望着眼前的这一幕，不知为何脑海中又想起了那个人说的话。霍森，你不觉得比起这些异种，其实人类的世界才更像是一个庞大的污染区吗？那句话像是一根刺，深深地扎在他的心里，颠覆了他从小到大构建出来的所有认知。他永远记得说话的那个人，尽管他的存在早已被白塔抹去。一条白色的蟒蛇顺着大树从坑底攀爬而上，它粗壮的尾部卷着一名已经失去意识的少女。巨蟒看见了站在坑边的霍森，蛇信子吐了吐，随后立即往男人相反的方向游走。黑豹精神体眼疾手快地跃上树枝，堵住巨蟒的去路。冰冷的树丛中闪过一丝忌惮，但他并没有就此退缩，反而缓缓盘起身躯。霍森站在身后，冷声道：伊文斯，把人和东西都交过来。白色蟒蛇低头吐了吐舌头，随后尾巴一甩，抛过来一块红色的物体，但是那名少女她始终卷在自己的尾，并没有交出来的打算。霍森的目光落在昏迷的林婉身上，只见她身体无力地垂挂着，长发凌乱地遮住了半边脸，显得格外脆弱。半晌，她叹了一口气，也罢，你带她上直升机。白色蟒蛇这才将上半身变回人类的形态，开心地晃了晃蛇尾，带着林婉上了直升机。直升机载着一伙
又开始徐徐上升。林婉一个人占据着后座，胸口上盘着一条迷你版的小白蛇。主任，总统先生还在等我们的回复。吉斯望着身后的人轻声提醒道。上面对这块王域非常的重视，幕僚长在得知5号区被收复了之后，早已经亲自在停机坪那一处等候了。霍森将王域锁进能够维持它活性的箱子，上面残留着的熟悉气息，是只有与林婉深层精神结合过的人才能嗅出的味道。只要知情的人不说，没有人会知道这块域已经有所属的主人。吉斯，你跟着我多久了？为什么这么问？主任，我跟您有5年了，5年那的确是个挺长的时间了。霍森莫名地说道。随后他将装着王玉的箱子放在吉斯的脚边，回去把这个交给幕僚长吧。那要如实禀报吗？吉斯有些吃不准，他虽然被委派给霍森做助理，但是从头到尾他的上级一直是中央随长在你的身上，你想怎么汇报就怎么汇报。霍森的目光淡淡的扫过吉斯，眼中带着一种意味深长的含义，那一眼仿佛能看透吉斯内心所有的犹豫和不安。吉斯顿时感到一阵寒意从脊背窜上来，上半身不由自主地冒出了层层冷汗。我明白了，主任，主任这是在逼他做决定。他吃掉了自己的哨兵。林婉的脑子里反复地盘旋着这一句话。那棵树将黑狼的尸体拉进地下，尖锐口气刺入一种皮肉的瞬间，他尝到了腐朽味的能量。停下！他在梦中呢喃，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可藤蔓根本不听使唤。那些属于修的记忆碎片在脑域炸开，明明是最应该活下去的人，但是现在他被他吃掉了。铺天盖地的窒息感席卷而来。林婉难受的几乎无法呼吸，稚嫩的精神领域压根无法承受那些滚烫的情感。伊文斯的尾巴一直缠绕在林婉的手腕上，他把自己缩小成一条手链的大小，然后脑袋全部埋进他的手心里。雌性此刻充满汗液和灼热的湿度，让伊文斯感到异常的舒适。他嘶嘶嘶地吐着舌头，闭上眼睛假寐，仿佛沉浸在这种温暖湿润的触感中。然而就在他几乎要完全放松的瞬间，一股突如其来的握力猛地将他拽紧，伊文斯的身体瞬间绷直，尾巴本能地收紧，试图挣脱那股突如其来的力量，但林婉的手指却像铁钳一样牢牢地扣住了他。湿热的掌心在伊文斯的蛇身上不断揉捏挤压，仿佛要将所有的不安和狂躁的情绪全部发泄在他的身上。那种力道带着一种无意识的粗暴，被揉弄的疼痛感，以及四面八方都传来磁性温润的气息，让伊文斯瞬间晕头转向，而他的身体也逐渐出现一种异常奇怪的像是上瘾了一般。他的身体不断贴向少女的肌肤，银白色的鳞片在摩擦中逐渐浮现出淡淡的粉色，整条蛇开始散发出某种难以言喻的气息。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伊文斯嗅到了林婉的气味，蛇身贴着崖壁游下来，来到林婉的前面。林向导，你在这里做什么？林婉忍了忍，心下蓦然地出现一股火气，她咬牙切齿道：你以为我在这里能做什么？我当然是在闭麦，快把我拉上去！伊文斯呆呆地应着，然后尾巴尖尖卷起林婉的身体，两人一同进入了伊文斯挖出来的隧道。林婉看着眼前这条虽然窄小，但是四通八达的隧道，心下吃惊，这些都是你挖的呀？伊文斯不以为意，想找出口来着，但是找不到。他的蛇身盘成一团蚊香，尾巴尖尖一直没有放开林婉，还偷偷摸摸地蹭了蹭少女不小心露出来的肌肤。林婉看着这名蛇人队长，不知是该同情还是可怜。他大概能猜到伊文斯这几个小时的遭遇，能稀里糊涂的来到这里也是不容易。伊文斯吐着蛇信子，感受着空气中的异常，那只黑狼的味道变了，原本迷迷糊糊的眼神逐渐变得冷漠锐利起来。是一种，他调转蛇身，朝着某个方向飞身而去，一阵乒乒乓乓的响动，没过多久又钻出了一条崭新的隧道，这给林婉看得目瞪口呆。某种意义上，这条蛇还真的挺好用，靠着伊文斯的这个打洞能力，他们直接来到了矿坑的最底层以及最中心的位置，而那里正匍匐着一只正在不断异化的巨型怪物。那只怪物好像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畸变阶段，他察觉到头顶的异常，仰起头，一对猩红的眼睛正对上了林婉他们。伊文斯的眼眸突然亮起了白色的光芒，仰头朝着四周发出嘶嘶嘶的信号。没过多久，林婉就感觉到整座岩壁的周围都传来嘶嘶嘶的回应声。伊文斯队长！林婉连忙大喊，他是修，不是怪物。等等，一种不是同伴。伊文斯的声音从蛇群中传来，冷漠而坚定，是一种就该杀。说完就指挥着所有蛇人朝那只一种进攻。怪物和蛇群混战在了一起，巨狼一次又一次撕下缠在身上的蛇，将它们扯成肉片。几位蛇人哨兵挥舞着蛇尾，直逼正在异化的巨型怪物。快住手！这种战斗没有任何意义！林婉大声喊道。然而伊文斯已经听不见别人的声音了，他的眼里只有冰冷的杀戮欲望，利用精神共享，无声地指挥着蛇人进行这场进攻。林婉的藤蔓爬上伊文斯的身体，威胁着蛇人的7寸。伊文斯，我让你住手，你听见没有？蛇人哨兵这才有了反应，他淡淡地看向林婉，敏锐的舌尖感受到了对方的愤怒，只是他不明白，明明他杀的是一组，为什么这名向导会生气？修不是敌人，先让你的队员撤回来。林婉继续命令道，除了我的长官，没有人可以命令你。伊文斯面无表情的拒绝，只是他的蛇尾有意无意的轻轻摇晃着。还是说，林向导你也想做我的长官？林婉将精神丝附着在藤蔓上，淡淡的绿意强行涌向蛇人哨兵的身体，但是这条蛇的屏障跟他鳞片一样的坚硬，林婉尝试了几回都无法突破，没想到这家伙居然也是个 S 级。伊文斯已经滑到了林婉的身边，长长的蛇身将少女一圈一圈的缠住，只要他稍稍用力，这个女孩便会像猎物一样被他绞杀窒息而死。但是伊文斯不想让她变成食物，他贪恋她身上潮湿香甜的味道，让蛇人最难熬的脱皮季即将到来。
他很想那个什么，可以是这名向导替他包去陈旧的皮囊。伊文斯队长，请您相信我，先让蛇人们撤退，我有办法安抚他。林婉还在试图说服蛇人队长，伊文斯却凑近林婉的身体，仔细的嗅了嗅。你这么大费周章的救他，是因为你已经跟他交配了吗？人类的女性好像对这样的异性特别的宽容。啪！清脆响亮的巴掌声响起，林婉的手终于忍不住了，狠狠地扇了过去。只是他又眼泪汪汪地将手收了回来。蛇人的皮肤都是这么硬的吗？好痛！伊文斯倒是什么感觉都没有，反而还很开心林婉愿意碰他。蛇尾巴尖尖悄咪咪地晃了晃，大概是心情不错，他终于让蛇群停止了攻击。林向导，如果你喜欢这样，我每天都可以给你打，只要你也跟我交配，帮我脱皮，我可以背叛长官，以后只听你的话。你可真是长官的好大人。林婉无语地从伊文斯的蛇身中爬出来，感受着精神图景中属于修的标记，那里异常的灼热，还伴随着不安、狂躁、茫然的情绪。林婉慢慢地朝怪物靠近，伊文斯紧紧跟随在林婉的身后。林婉释放出精神丝涌向了面前如山的怪物，但是还没接近他，黑狼突然奋起一个飞扑，不仅将林婉的精神丝扑断了，还呲着牙朝两人进攻而来。伊文斯已做好迎面而战的准备，不过林婉的速度比他更快，藤蔓结成了一张巨网，将黑狼的身躯完全围猎住。他的手一张一手拽住精神图景中修的标记，就将那头野兽生生按在了地上。黑狼发出一声微弱的声音，猩红的眼睛终于恢复了一丝人类的神智，他好像记起了林婉的气味，整个身躯软了下来，乖乖趴在了地面上。真抱歉，林向导，我让您受伤了吗？突然间，精神链接处传来了修的声音，他好像很虚弱，声音气若游丝，虚的仿佛能随风飘走。林婉摸了摸他的毛发，我没有受伤，只是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黑狼眷恋地蹭着林婉的身体，我已经活不了了。最后，我想替您做一些事。林婉有些不明白修话中的意思，修慢慢的解释，蛇人小队这次出任务，无论结果怎样，他们都会除掉我。大概他们也发现了，是我吞了那块王玉，那块玉里蕴藏着王兽绝大部分的力量，被我消化掉后，我就有了成为这个污染区下一任王的资格，所以他们放我回了这里。那些人就想等我杀掉王兽，成为新一任王后，再将我的王玉取出来。只可惜他们算不到，我成了您的哨兵，我身上的一切自然就该是您的。修的声音落下，随后林婉就闻到了一股很浓的血腥味，林婉吓了一跳，急忙将黑狼肚皮下的皮毛掀开，结果被里面的一片猩红刺痛了眼睛。你到底在做什么？黑狼的肚子已经被剥开了，露出里面的内脏，鲜血从伤口中不断涌出，狼爪艰难地在自己的体内摸索，仿佛要从身上取走什么东西。就算他们把我做成了一块新的王玉，但是未来培养出的能源石，他们也无法吸收。黑狼将一块猩红的肉块从身体里掏出，递给了林婉。林婉既震惊又感到愤怒，他们要杀你，你反抗就是了，大不了就在污染区里做一个怪物，但是为什么你偏偏要做这样的事？看着女孩如此愤怒的样子，修突然低低笑出了声音。林向导，我知道您会生气，但是就算我反抗，我也是死路一条，因为我知道了那些人不想让人知道的肮脏的秘密。黑狼讨好地舔舐着少女的脚背，猩红的眼睛中闪过一丝温柔。取王玉必须要保证母体是活的，他先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异种，趁着作为人的意识还未完全消散，取下了自己精神力最集中的一块血肉。这块玉将会在未来哺育出最适合林婉的能源石，帮助他的精神力突破极限。林向导，只有您是不一样的。我见过您的精神图景，那是一棵生长在浩瀚苍穹下，仿若穿越无尽岁月的大树。如果他这点低贱不堪的血肉能够成为他的养料，那么他心甘情愿为之付出一切。他很想再次看到他。黑狼紊乱不堪的精神图景不断地在人类与野兽的两个世界来回变换，最终一同毁灭。林婉心中凄凉，这一次再也没人可以拯救他。修最后的声音在虚空中传来，林向导，你要小心女王的眼，还有霍森主任的。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生体。林婉的意识猛地一沉，随后她就被弹出了黑狼的精神图景。回到现实的那一刻，有一道白色的光影瞬间抱起她的身体，将她带离了黑狼的身侧。异化完成了，受伤的黑狼若无其事地站了起来，冰冷的不含任何善意的目光紧紧注视着林婉，眼中透露着凶狠的杀意。这是一具已经完全没有灵魂的肉体。林婉感受着这道视线，意识到一个悲伤的事实，她认识的那只令人怜爱的小狗已经彻底离开这个世界，唯有手心这块血肉仿佛还留有一丝故人的气息。他好像又听到了修的声音，年轻的黑狼哨兵目光恳切地向他请求，等会儿进入深处，可否将我的五感都封闭？林婉的思绪有了片刻的恍惚，他抬起手，精神丝无声无息地散发了开来，终日不见光亮的地底世界照进了一道柔和的光芒。一棵参天大树自林婉的身后徐徐生长，将在场的所有人或是怪物全部笼罩在其中。林婉立在树下，伸手抚摸着树身上古老的金色符文，原本躁动不堪的一种全部平静了下来，像是丢失了灵魂，呆滞地待在原地。伊文斯趁机猛扑而上，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咬掉了敌人整颗头颅。黑狼的身躯晃了晃，随即如同一座小山般轰然倒下。林婉慢慢走到黑狼异种的尸首旁，身后的巨大树木伸出了一根藤蔓，他将这只异种的尸体慢慢地拖入地下。很好吃，自卑敏感倔强的情绪是最好的养料，树的成长需要。精神深处，那个神秘的声音再次响起，它像是催眠一般，一遍又一遍麻痹着林婉的神经。5号区高高在上的月亮开始出现裂缝，在那只诡异眼睛中有潺潺不断的黑色污水流出，远远望去，
仿佛月亮在流泪。昏暗的天空中开始出现直升机的身影，王兽死亡，污染区被破坏，这里开始逐渐恢复成它本来的模样。霍森看着矿坑底下深不见底的幽暗，平和的开口：“吉斯，下降一些。”吉斯驾驶着直升机，警惕地在矿坑上空盘旋。突然，一道刺眼的绿色光芒从地底迸发，紧接着，巨大的绿色参天大树猛然破土而出，它的树干粗壮如擎天柱，枝叶繁茂如遮天蔽日的伞盖，仿佛一瞬间将整片天空都遮蔽了。那是什么？吉斯望着眼前这一幕，惊道，带着难以掩饰的震惊和不安。武警终于建构完成了吗？霍森的目光紧紧锁定那棵巨树，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直升机在一块空旷的地方降落，螺旋桨卷起的风沙还未完全散去，霍森已经迈步走向那些绿色的枝桠。他伸出手，指尖轻轻触碰了一下那些绿叶，一瞬间，一股冰凉而生机的触感从指尖传来，让他情不自禁的神思悸动。黑豹精神体也不知什么时候跑了出来，鼻尖轻轻蹭了蹭绿叶，动作小心翼翼，却又带着一种难以掩饰的兴奋，仿佛这些枝叶中藏着某种让他着迷的东西。你也很喜欢对吧？霍森低头看着自己的精神体，喃喃自语，仿佛在问黑豹，又仿佛在问自己。树木依旧在无限制的生长，绿色的能量从黑漆漆的矿坑深处源源不断的涌出，像是大地深处的生命力被唤醒，直到天上有着一只眼睛的圆月四分五裂。当属于人类世界晦暗压抑的天空笼罩整片区域时，这棵树才停止了生长。霍森望着眼前的这一幕，不知为何脑海中又想起了那个人说的话。霍森，你不觉得比起这些异种，其实人类的世界才更像是一个庞大的污染区吗？那句话像是一根刺，深深地扎在他的心里，颠覆了他从小到大构建出来的所有认知。他永远记得说话的那个人，尽管他的存在早已被白塔抹去。一条白色的蟒蛇顺着大树从坑底攀爬而上，它粗壮的尾巴选着一名已经失去意识的少女。巨蟒看见了站在坑边的霍森，蛇信子吐了吐，随后立即往男人相反的方向游走。黑豹精神体眼疾手快地跃上树枝，堵住巨蟒的去路。冰冷的树藤中闪过一丝忌惮，但他并没有就此退缩，反而缓缓盘起身躯。霍森站在身后，冷声道：“伊文斯，把人和东西都交过来。”白色蟒蛇低头吐了吐舌头，随后尾巴一甩，抛过来一块红色的物体，但是那名少女她始终卷在自己的尾巴，并没有交出来的打算。霍森的目光落在昏迷的林婉身上，只见她身体无力地垂挂着，长发凌乱地遮住了半边脸，显得格外脆弱。半晌，她叹了一口气：“也罢，你带她上直升机。”白色蟒蛇这才将上半身变回人类的形态，开心地晃了晃蛇尾，带着林婉上了直升机。直升机载着一会儿又开始徐徐上升，林婉一个人占据着后座，胸口上盘着一条迷你版的小白蛇。主任，总统先生还在等我们的回复。吉斯望着身后的人轻声提醒道，上面对这块王域非常的重视。幕僚长在得知5号区被收复了之后，早已经亲自在停机坪那一处等候了。霍森将王域锁进能够维持它活性的箱子，上面残留着的熟悉气息，是只有与林婉深层精神结合过的人才能嗅出的味道。只要知情的人不说，没有人会知道这块域已经有所属的主人。吉斯，你跟着我多久了？为什么这么问？主任，我跟您有5年了。5年那的确是个挺长的时间了。霍森莫名地说道。随后他将装着王玉的箱子放在吉斯的脚边，回去把这个交给幕僚长吧。那要如实禀报吗？吉斯有些吃不准。他虽然被委派给霍森做助理，但是从头到尾他的上级一直是中央，嘴长在你的身上，你想怎么汇报就怎么汇报。霍森的目光淡淡地扫过吉斯，眼中带着一种意味深长的含义，那一眼仿佛能看透吉斯内心所有的犹豫和不安。吉斯顿时感到一阵寒意从脊背窜上来，上半身不由自主地冒出了层层冷汗。我明白了，主任，主任这是在逼他做决定。他吃掉了自己的哨兵。林婉的脑子里反复地盘旋着这一句话。那棵树将黑狼的尸体拉进地下，尖锐口气刺入一种皮肉的瞬间，他尝到了腐朽味的能量。停下！他在梦中呢喃，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可藤蔓根本不听使唤。那些属于修的记忆碎片在脑域炸开，明明是最应该活下去的人，但是现在他被他吃掉了。铺天盖地的窒息感席卷而来，林婉难受的几乎无法呼吸，稚嫩的精神领域压根无法承受那些滚烫的情感。伊文斯的尾巴一直缠绕在林婉的手腕上，他把自己缩小成一条手链的大小，然后脑袋全部埋进他的手心里。雌性此刻充满汗液和灼热的湿度，让伊文斯感到异常的舒适。他嘶嘶嘶地吐着舌头，闭上眼睛假寐，仿佛沉浸在这种温暖湿润的触感中。然而就在他几乎要完全放松的瞬间，一股突如其来的握力猛地将他拽紧，伊文斯的身体瞬间绷直，尾巴本能地收紧，试图挣脱那股突如其来的力量，但林婉的手指却像铁钳一样牢牢地扣住了他。湿热的掌心在伊文斯的蛇身上不断揉捏挤压，仿佛要将所有的不安和狂躁的情绪全部发泄在他的身上。那种力道带着一种无意识的粗暴，被揉弄的疼痛感，以及四面八方都传来磁性温润的气息，让伊文斯瞬间晕头转向，而他的身体也逐渐出现一种异常奇怪的像是上瘾了一般，他的身体不断贴向少女的肌肤，银白色的鳞片在摩擦中逐渐浮现出淡淡的粉色，整条蛇开始散发出某种难以言喻的气息。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坐在前座的霍森眼神严厉地往后瞥了一眼，好在很快他们回到了中央白塔。如吉斯所说，总统爱德华的幕僚长已经在停机坪等候。辛苦霍主任。有着一头银发外表俊美的男人极其有涵养地对霍森深深鞠了一个躬，语气温和而谦逊。
霍森早已跟他是旧识，他自然知道眼前这个皮笑肉不笑的人究竟是个什么德行。他没有理他，而是转身去后座抱起还处于昏迷中的少女，顺便将一直缠绕在他手腕上已经进入发情期的小白蛇拽了下来。吉斯将装有王玉的箱子交到幕僚长的手里面，幕僚长没有立马开箱检查里面的东西，而是笑盈盈地看着霍森以及他怀中的林林向导。这是受伤了吗？总统先生已经安排了最好的医疗团队，主任大可以放心带林向导前往就诊。说完，他还特意转向地上的小白蛇，接着道：伊文斯队长好像也需要。被随手丢弃在一旁的伊文斯变回了人形的模样，只不过此刻的他懒洋洋的躺在地上，久久不愿意动弹。见到他这副模样，幕僚长意味不明地说道：看来队长要进入繁殖期了，这是找到心仪的雌性了吗？是谁家的好女孩呢？如果需要，我可以帮您去游说一二。真的吗？聊起这个，迷瞪瞪的蛇人哨兵这才打起了一些精神，怒骨直白的道：我想跟林向导交配，可以吗？这个吗？幕僚长呵呵直笑，这个您得征求您的长官才对。说完，他还挑衅的看了看霍森，一双细长的眼睛明明一直在微笑，但是却让人察觉不到一丝的善意。这个老狐狸！霍森轻嗤，闪过这个人，直接上了等候在一旁的专车。林婉感觉自己沉入了温暖的水源中，疲惫不堪的四肢终于得到了舒展，那种温暖从四面八方包裹着他，抚过他的每一寸肌肤，驱散了所有的疲惫和紧张。他的意识逐渐清晰，仿佛从一场漫长的噩梦中苏醒过来。好舒服。林婉低声喃喃，语气中带着一丝满足和放松。他的身体微微下沉，仿佛要完全融入这片温暖的水域中，直到有一双手稳稳拖住他的身躯。林婉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睡了多久，等到他清醒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医疗室的一间休息室里。醒了，身边有低沉的声音响起。林婉转头就看到了霍森的身影，又是他。林婉的心中隐隐泛起波澜，现在感觉怎么样？刚才对你的身体进行过修复，衣服是医务人员更换的。霍森耐心的解释，谢谢主任，我好多了，就是脑子还有点疼，会疼是正常，因为你构建出了自己的精神图景，精神力等级也上升到了 B 级。霍森抚了抚林婉的施法，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恭喜，现在你是一名正式的向导。图景，您说那棵树就是我的精神图景？林婉好奇地问道。没错。霍森眼中闪过晦涩的亮光，只是他现在才刚长成，还很脆弱，需要更多的养料去浇灌它。养料？浇灌？林婉低声重复着，突然意识到什么似的浑身一僵。你应该早就知道了，你的精神体，他们以各种情绪为食，也需要肉体的养分，比如哨兵对你的精神封印，又比如那只被你吃掉的黑狼。林婉终于知道自己时不时涌现出的饥饿感来自哪里。他抚上脑域中已经暗淡的黑狼标记，胃部突然痉挛般的抽痛起来，一种难以启齿的认知席卷全身。原来在他还不知道的时候，这片精神图景就已经完成了第一次捕食。植物从来不是只靠阳光雨露就能满足，他们渴望更滋补的肉糜，而他的哨兵比他自己更了解那株贪婪藤蔓的本性，休把自己的肉体化成了蜂窝的养料，将精神力凝练成能源石。正如他曾经所说的，他向他贡献了所有。林婉怅然若失，只觉可悲又可笑。主任，休他真的死了吗？如果你认为心跳停止，肉体消亡就是死亡，那么他确实是死了。霍森的声音平静的不带一丝波澜。100年前的污染物入侵，让很多生命都变成了一种，人类被迫进化，分化出了各种形态的精神体。他们在获得这些力量的同时，也意味着自身也同时携带了一种基因。当精神体狂化程度超过 95%， 作为人类的意识也会被狂化的精神体吞噬。那一刻，在生理学上，这个人就是死。霍森的声音带着几分沙哑，但是比起死亡2个字，我更喜欢把这种方式叫做生命形式的转化。因为无论是变成一种还是别的生物，他们都会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男人柔和地抚摸着少女的脑袋，碧绿色的眼瞳凝望着她，仿佛看到了记忆中的某个人。林婉浮躁的心情在慢慢的一点点变平静。霍森又继续缓缓地讲述，很久以前，我在污染区有幸见识过一种传承，有些年轻的孩子会将自己的父母吃进肚子里，也有些会吃掉不幸死去的同伴，还有一些结为伴侣的。怀孕的雌性会吞掉雄性的身体，这种行为对于人类来说也许过于残忍，但是对一种来说，这是他们的传承。那只黑狼愿意把自己的所有都给你，这是属于他的荣耀。他离开那一刻应该是非常开心的。所以霍森伸手抹了抹林婉干涩的眼底，别哭了。明明他的眼睛里没有一滴泪，但是这个人却能知道他哭了。林婉眨了眨眼，很久之后点了点头，剑已经缝好了。霍森又道，等会儿会有女士官送衣物过来，简单收拾一下。女王，她要见你。林婉愣住，不明白女王为什么突然要见他。原本要献给女王的玉落在了你的手上，自然会有人介意。不过男人勾唇，放心，他们还不敢对你怎样。霍森离开之后，一位女性工作人员送来了礼物。林婉展开衣服时愣住，这是不是太隆重了？纯绿色的包臀礼服裙在灯光下泛着珍珠般的光泽，裙摆上栩栩如生的藤蔓暗纹随着布料摆动仿佛活了过来，轻如意的丝绸布料凉丝丝的划过指尖。更不可思议的是，这尺寸，林婉对着镜子转了个圈，裙身严丝合缝地包裹着腰线，连胸口的弧度都恰到好处，领口一枚白色的山茶花胸针，恰到好处地收住了所有的视觉焦点。女士官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这是王室特供的礼服，用的是和女王服饰同等级的月光绸。阁下，请坐下来，让我为您上妆吧。见女王要打扮得这么隆重，林婉有些不解，女王向来注意这些细节，更何况等会儿。女士官好像意识到自己的话有些说多了，急忙闭上了嘴，手脚利落地开始替林婉盘发上妆。自从林婉穿越到这个世界后，就一直穿着学院统一发放的向导制服，她也没条件穿其他衣服就是了，毕竟这个世界的布料出
出奇的昂贵，柔软顺滑的优质面料几乎都被贵族垄断。女士官为林婉描完最后一笔口汁，满意的后退2步，将全身竟让了出来。林婉怔怔地望着镜中的自己，恍惚间有种隔世的错觉。自从穿越到这个世界，因为和原主样貌有7分相似，她总是会下意识回避镜子，但不知是灵魂对这具躯体的融合度越来越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林婉发现自己的面容正逐渐向着前世的样子靠拢，她突然意识到，原主的气息正在被慢慢抹去。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林婉在女士的陪同下，登上了前往中央白塔最顶层的私人电梯。当电梯门打开时，扑面而来一股湿热的空气。和林婉想象中的不同，女王的宫殿没有金碧辉煌的装饰，而是一片热带植物林。从入门处，一张鲜红的地毯如同一条血路，蜿蜒着刺入雨林深处。地毯的材质很特别，踩上去像是踩在某种活体组织上，带着轻微的弹性与温度。阁下到了，女士指向了不远处古树枝条拼成的女王的王座，只是王座上并不见人影。女王最近身体抱恙，只能以这样的方式与阁下见面了。女士解释道，然后她单独上前，来到王座一侧恭敬的站定。陛下，林婉阁下来了。女士说完，她的眼神突然变得暗淡无光，黑色制服下摆突然延伸出数十条银色丝线，与地面上鲜红色的地毯完美接轨。林婉莫名感受到了一股心脏跳动的声音，她吓了一跳，急忙后退几步，这才惊觉脚下的地毯好像是一个生命体。终于见到你了。温和的声音从帘子的后面传了出来，随着声音的出现，一些银色的丝线在空中交织，逐渐凝聚成一个半透明的女子龙。林婉的脑袋瞬间感觉到有片刻的晕眩，她晃了晃头，努力让自己集中注意力，但是她越想要看清前面的身影，那个身影就越是模糊。这是我的镜像，初次接收身体可能会有些排异反应，不过不用担心，坐下休息会儿就好。那道柔软的声音说完，就有藤蔓织成一张椅子放在了林婉的身后。她犹豫了一下，坐了上去。真不愧是植物系的精神体，他们也喜欢你。随着女王的声音落下，藤蔓椅子的枝条就立刻活了过来，像蛇一般缠绕上了林婉的手腕，有一些还攀爬上了她的后颈。细小的藤身上冒出一颗颗尖锐的小口，轻轻刺入她的后颈。林婉只觉得有一股危险的气息排山倒海的扑面而来。才刚刚长成的精神图景几乎是在一瞬间被逼得在现实中显现。巨大的树木屹立生长在林婉的身后，盘坐交缠的根系紧紧连接着林婉的脑袋。树枝上垂挂的藤蔓已经做出了全方面反攻的攻击姿态，它们周旋在林婉的身边，谨慎地盯着那个帘幕后的身影。警惕心真不错。半晌之后，女王柔和的声音再次传来，这一次她的声音变得立体环绕，竟是从身后这些藤蔓中传出来的。紧接着，一阵冰凉的舒适感瞬间冲刷过林婉的全身，脑海中的进攻意识在一瞬间被抚平。大树和藤蔓都被收回了头颈端，林婉一阵心悸，她第一次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威慑。这就是高级向导的力量吗？放轻松，刚才不过是试探。缠绕在林婉身上的藤蔓慢慢的退回，女王的声音继续传来，果然如他们所说，您非常的敏锐，我已经好几百年没有看过这样的人了。好几百年？林婉错愕，女王仿佛看到了她心中的震惊，缓缓地解释道，这个世界的女王精神体的力量具备传承性，新一代继承者继任之后，就会接受上一任女王的所有记忆和能力，每一代女王都肩背着进化和传承的责任，可惜天资优秀的孩子已经越来越少。说到这里，林婉感觉到幕后的女王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被光线晕染着的模糊脸庞好似透露出浓浓的惋惜之情，只是她的力量实在太强大，林婉感受不到她的真实情绪，反倒是自己。经过方才简单的交手，她已经全部露了底。放轻松，我可爱的孩子。女王继续温和地抚慰林婉，你的精神体正在从幼年期向成熟期转变，等级的进化会伴随一些精神力的紊乱，这段时间你需要有经验的前辈指引你。林婉感觉自己的意识像是漂浮在一片温暖的绿色海洋，她紧绷的神经不知不觉渐渐松弛下来。那我该怎么做？她轻声问道，声音里还带着一丝迷茫。白塔已经替你申请了单独的 S 级向导私教课，他会帮你更快速地开发脑域，这段时间你可以跟随他潜心学习，具体怎么做他会告知你的。另外，白塔还特批了1号疗愈池独立的使用权给你，进修期间你可以自由无限制使用。林婉被这一连串从天而降的好处给吓到，全国都只有10几位的 S 级向导给他做老师，3个疗愈池单独给他申请了一个。林婉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能一味的道谢。庆幸我塔又获得一位优秀的向导。剪影里的女王双手合十，植物系精神体的向导，拥有最温和的治愈能力，我相信等你根系深扎地心的那一日，会将更多哨兵拯救出水火。陛下，您的精神体也是菟丝子藤的吗？林婉从刚才起就很想问了，因为这些藤蔓实在跟她的太像，就好像是她精神体的年长进化版。尽管女王已经下令收回了它们，但是林婉还是看到有些家伙孜孜不倦地勾着她的小腿，甚至有几条还钻进了她的鞋袜里，就连这厚脸皮的样子也很像。林婉默默地看着，忍不住吐槽，这不是我的精神体。女王道，但是他们是比我更权威的生物，因为自白塔建立以来，他们就生存在这里了，谁都不知道它究竟是谁的遗留物。几百年下来，这些植物的根系早已渗透进白塔的每一个地方，就连这张王座也是它的一部分，能够覆盖整座白塔的精神体。林婉心惊，那该是多么庞大的怪物！要知道白塔可是有250层。缠绕在林婉脚踝上的藤蔓轻轻抽了抽它，带着口气的细小尖端，好似有点生气，还有意识，这是能听到他的心里话吗？很不可思议，对吧？女王继续道，所以植被才是一切生命的起源，
他们拥有漫长的生命，能够记录所有发生过的文明，尤其是当他的等级到达一定阶段，甚至还能摆脱祭主的身体独立生存下去。女王边说边缓缓展开双臂，衣袖化作无数发光银丝垂落。于是林婉看到了一幅神奇的景象，地面开始变透明，下方的构造逐渐显露，数以亿计的植物神经纠缠在一起，穿透了白塔的每一寸地方。林婉再次听到了那种心脏鼓动的声音，脑域中的那棵大树好像也受到了感染，叫嚣着冲破束缚，想要与那张巨大的神经网络连接。但是没等他的藤蔓伸过去，眼前的那片景象就消失了。你果然能够感应它。女王放下手臂，安静地站在幕后凝望着林婉。你的精神体不但与他相同，还能与他产生链接，你是不一样的。女王说完，好似在感慨，又好似在惋惜着什么。她的身影在银色光晕中微微摇曳，如同风中残烛。她终究是等到这样的人了。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可爱的孩子，你要抓紧时间长大。女王的声音伴随着银色丝线在空中短暂悬浮，最终纷纷坠落。女士官机械地收回精神丝，回到林婉的身边。接下来，请林阁下移步会客室，蒂娜向导正在等你。林婉注意到女士官说话时脖颈处的皮肤留下来的银色纤维组织，看起来非常眼熟，竟然是蛛丝。所以女王的精神体是蜘蛛吗？精神体是蜘蛛的哨兵，能够不经意间就入侵别人的大脑，窃取或者随意篡改信息，非常的难缠。哨兵就已经如此厉害，如果他们的身份换作向导，林婉冷不禁地打了个寒战。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释放，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整个走廊的灯光忽明忽暗，仿佛整座白塔都在随着女王的沉睡而呼吸。女士官将林婉带到一扇雕满神经脉络的金属门前，门扉自动开启的瞬间，浓烈的奇异芬芳扑面而来。林婉的脚步骤然刹住，整个人僵在门口。这什么炸裂场景？只见在那些浓郁的香气中，近乎赤身的男性整齐地排成两排，恭恭敬敬地迎接林婉的到来。他们像是受过良好的训练，在大门打开的一瞬间，纷纷抬头展露自己最迷人的微笑。林阁下，酒后多时，林婉的脸刷的一下全红了，眼珠子都快瞪得蹦出来。她完全无法理解眼前这荒唐的一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女王的仪仗队。一个戏谑的声音从房间里面传来，香雾散去，蒂娜走了出来。听说林同学要快速扩充脑域，女王可是连她最喜爱的男宠物都让出来了。林婉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却又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她只觉得自己的大脑乱成了一团。他的眼神在那些男性和眼前的女性之间来回游移，实在不明白他扩充脑域跟这群裸男有什么关系。蒂娜看着林婉还一副茫然无知的模样，再次低声笑了出来。果然，还真是个纯洁的孩子。难道你不知道，向导脑域的扩充最快的途径就是与人精神结合吗？如果播得出去愿意接受身体上，效果会翻倍。什么？我不需要这样的方式来扩充脑域。林婉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有些结结巴巴的说道。但令人窒息的是，听到林婉的拒绝的声音，男人们非但没有撤离，而是更热情地涌了上来。阁下不喜欢我们吗？我们是会让您愉悦的，请不要拒绝啊！林婉吓得在心里发出了土拨鼠般的尖叫声，入眼的画面实在太过刺激了，她赶紧闭上了眼睛，往后退了几步，结果她没走几步，后腰就撞上了一堵人墙。林婉转头，随即对上一双翡翠般的眼眸，这是个背后生长着蝶翼的男人。他俯身在他耳边低语，温热的吐息里带着麻醉性的花香。请放心，我们都很专业。林婉的呼吸一滞，他还没喘上一口气，身侧又有人围了上来。那些哨兵受到药剂的影响，脸颊呈现不正常的粉红色，他们暧昧地摩擦他的每一寸肌肤，眼底翻涌着无尽的欲念。这些人都具备 A 级以上的精神力，经过特殊培训，他们已是最好的温床。蒂娜这样说着，手指已经伸出了白色的精神丝，随即选中了一个哨兵。那个哨兵浑身一颤，仰头发出一声性感的闷哼声。你看，调教哨兵很简单。蒂娜这样说着，手指轻轻一抓，那名哨兵不知是被挠到了哪处，突然浑身不受控制地站立起来。蒂娜大人，放过我！哨兵的一双眼已经变得湿漉漉的，有咸水从唇角溢出。他尽管是这样狼狈的姿态，但是抓住林婉的那一只手，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开，真是贪得无厌的家伙。蒂娜见了，嗤笑了一声，放开了他。哨兵终于安静下来了，半晌才调整好自己。他再次抬头看向林婉，林阁下，您也可以像这样欺负我，我可以的，你可以，我不可以。林婉受不了了，一脚踢开哨兵，逃出这些男人恐怖的围攻。没有经验的丫头就是麻烦。蒂娜见此情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随后她挥挥手，那些哨兵便收到某种讯号，突然安静了下来。他们又站回一排，然后有趣地退出了这个房间。如果初次不习惯跟陌生人，那可以从以往认识的哨兵里挑选一个。怎么样，有中意的人吗？蒂娜迈着妖娆的步伐走到林婉的身边，风情万种的大美人。林婉见了也不得不感叹，自己在蒂娜身边简直就像是个没发育完全的小孩子。不是，首先谢谢您的好意，只是我没想到是用这样的方式，我可能一时间没有办法接受。就没有正常点的方式吗？没想到你还真这么保守。蒂娜好奇的再次打量林婉，如果想要在短时间内让自己的脑域扩充到最大的范围，就需要与高等级的哨兵进行多频次的精神结合，结合时产生的结合热才能够刺激图景的增生，因此达到能力提升的效果。很多向导第一次也是这么别别扭扭，但是过了就会习惯了。
好孩子，你身上有一种让人舒服的气味，可不要浪费这样的才能。林婉站在原地，努力消化着这些复杂的信息。少相结合会产生结合热，结合热不但是催情信息素，也是一种催生的药剂。生命的本源，一切都始于繁衍，唯有欲望才能使人生生不息。小姑娘，你长大了，要正视自己的欲望，学会接受它，这才是人生的一堂必修课。霍森推开门时，会客室里弥漫着一股低气压。林婉蹲在角落里，把自己缩成一团蘑菇状，脑袋深深埋在膝盖里，全身上下透着生无可恋的气息。这是怎么了？霍森问道。这丫头你带回去吧，我可教不了一点。蒂娜恶狠狠地走过来，甩了个巨大的白眼，红唇抿成一道锋利的弧线。老娘很忙的好不？他边走边咬牙切齿的嘀咕：“我都不知道是做了什么孽，老是要被你这种孤寡老头呼来喝去。上次监考也就算了，这次居然想让我给这个丫头当老师，结果这丫头这么肥，连个男人都不敢碰。”接待室的大门被摔得震天响，孤寡老头霍森无奈的扶额。蒂娜离开之后，室内只剩下他和林婉两个人。男人沉默了很久，这才轻咳了一声，走到林婉跟前蹲下。还站得起来吗？林婉抬起头，泪流满面的看向霍森，这个把衣服穿得一丝不苟的男人，这会在他眼里格外的顺眼，真的太可怕了。如果提升精神力需要用这么羞耻的方式来走捷径，他宁可当咸鱼。反正他现在的精神体差不多已经有 B 级，当个基础向导完全没问题。要他跟个海王一样周旋在那么多男人身边，他宁可回去做牛马。大概是方才的那一幕景象实在太辣眼睛了，林婉感觉自己的眼睛都快瞎掉了。他还是太纯洁了，这个世界的人都玩得这么花的吗？走吧，我先带你出去。霍森并没有着急过问方才的情况，在确认林婉还能自己行走之后，便带她离开了接待室。白塔的穹顶宛如一个巨大的水晶宫，七彩琉璃在阳光下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穹顶之下是一片生机盎然的花园，林婉脚踩在温热的玻璃地面上，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好美！这里平时只有女王陛下能够上来，但是她给了你特权，你如果喜欢这里，可以经常过来。林婉心中闪现一丝警惕，女王这莫名其妙的好处给的也实在太突然了吧？她到底想要做什么？上面给的好处安心拿着就行。霍森淡淡的道：这里的一切都是女王的，她会这么安排，自有她的道理。现在心情好些了吗？看到林婉点了点头，霍森又继续低声询问：是不喜欢蒂娜的教学方式吗？这个不是不喜欢，只是我还不能接受。抱歉主任，难为你还替我找 S 级的向导当老师，刚才让你也挨骂了。没关系，反正我经常挨他的骂。霍森叹了一口气，他的话音刚落，林婉脑域中的精神藤蔓刷的竖了起来，活像嗅到八卦气息的雷达。别想些乱七八糟的。霍森推了推眼镜，我跟他仅仅只是战友关系，蒂娜曾做过我的随军向导，我只接受过浅层疏导，平时都靠注射抑制剂。说完，男人解开了衬衫最上方的纽扣，露出了后颈肌肉处密密麻麻的针孔痕迹，那些青紫色的淤痕在皮肤上格外刺眼，看着就很疼。林婉被震惊到了，如此频繁的注射，他的精神污染究竟到什么程度？如果你接受不了别人，霍森边说边又将自己领口的纽扣一粒一粒系上，如果不介意，要不要来试下我？男人低沉的嗓音像羽毛般扫过耳膜。林婉的脸再次爆红，只是与方才不同，这一次她明显感觉到了自己肋骨般的心跳声，震得她指尖发麻。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凌晨4点，天光未亮，蓝莹已经赤脚站在了健身房内，汗水顺着她精瘦的腰线滑落。在完成最后一组引体向上后，她径直走向那个堪比小型泳池的浴室，佣人们早就为她准备好温度适宜的洗澡水。男人一踏入浴池，一只蓝色的水母精神体已经迫不及待地钻了出来。蓝莹面容平静地看着水母在水中游玩，淡蓝色的眼眸中不知道联想到了什么，逐渐泛起一股诗意。安装在天花板上的淋浴喷头开启，热水如瀑布般倾泻而下，蒸腾的雾气中，男人雕塑般的躯体若隐若现。他仰起头，任由水流冲刷着脸庞，喉结上下滚动，水珠飞溅在过分白皙的肌肤上，顺着鼓胀的肌肉线条蜿蜒而下，划过锁骨，流过腹肌，最后悄无声息地坠入池中，荡起一圈圈涟漪。池子的温度怎么比以前都要高呢？浴室外的女佣看着墙壁上的温度显示，疑惑地说道：给蓝莹少爷放洗澡水一直都是他的工作，因为精神体水母对水温的要求比较高，所以他一直都是兢兢业业地把水温控制在15度。但是这几日很明显比往常高出许多，是不是仪器坏了？另一名女佣凑近，指尖轻轻敲了敲显示屏。不可能啊，上周才检修过。少爷有说什么吗？没有，那应该没事吧？室外的声音一字不漏地传入蓝莹的耳中，男人默默地睁开眼，这才从沉思中缓过神来。他的肌肤大概是过于白皙了，稍稍有些变化就很明显。此刻被水蒸气晕染出了不自然的潮红，像是寒冰上晕开的血色，在氤氲热气中显得格外妖异。男人低笑一声，起身披上浴袍，走出了浴室。当时钟的秒针与6点整完美重合的刹那，蓝莹刚好系紧最后一粒铂金袖口，身后房门被轻轻扣紧。少爷，时间到了，该出发了。管家躬身立在门外。好的，我知道了。镜中的蓝莹露出得体的微笑，点头应道。得到回应，管家鞠了一躬，然后轻轻地关上房门。听着逐渐远去的脚步声，蓝莹脸上的笑意如同褪色的油一点一点剥落。她淡漠地转头望向窗外，外面恰好站着一对黑色的鸟。她看着那2只鸟，默默按捺下所有糟糕的情绪，真烦。带着克里斯家族徽章的专车慢慢停在了一座庄园的门里面，立马有门童出来替他们开门。蓝莹整了整衣物，跟随他的父亲克里斯公爵一道下了车。今天他们收到尼德公爵府的邀约，参加这场下级宴会。中央区的贵族们
闲暇时特别喜爱举办这种宴会，表面上打着联络感情的旗号，实则私下里暗流涌动。自从他的叔叔爱德华先生成为总统以后，他们一般为了避嫌都不会参加类似这样的宴会。但是尼德家族与克里斯家族是世交，他们递了邀请函，总要给对方几分薄面的。更何况这次宴会还有更深层的用意。莱茵跟在克里斯公爵身后，目光平静地扫过庄园前庭，修剪整齐的灌木，喷泉旁低声交谈的贵族们，还有远处乐队隐约飘来的弦乐声，一切都精致的恰到好处，却又透着一股冰冷的算计。莱茵，克里斯公爵突然停下脚步，侧头低声道：“今晚别离我太远。”尼德那个老家伙最近和交易所的人走得很近，去摸摸他的底细。是，父亲。兰英微微点头，神色淡然。随着父亲步入了宴会厅，克里斯公爵一进去便被簇拥着去应酬，兰英则不动声色地退到角落，端过一杯鸡尾酒，慢条斯理地喝着。从小到大，他已经很熟悉这种场合，应付这些人他游刃有余。但是不知为何，近几日他没有一丝社交的心情，胸口总是窝着一团结欲的火焰，烫得他有点心烦意乱。兰英收回视线，任由那些试探的目光在自己身上停留又离开。就在这时，一道带着笑意的声音从侧面传来：“哟，没想到你也来了。”凯撒倚在宴会厅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手里晃着一杯琥珀色的烈酒，眼神戏谑地望着他。来应征上不得台面的情夫吗？你不也一样？见到是熟人。兰英淡淡的回应，顺手整理了下袖口，语气平静的听不出情绪。也对，现在女王怎么着也是你半个婶子呢？有好事自然会先想着你。不过你们克里斯不是一向不屑做这种事吗？怎么今天突然有兴趣了？凯撒故意拖长了尾音，眼神意有所指的扫过宴会厅中央，那里尼德公爵正带着自己大病初愈的小女儿艾尔兰周旋在一众宾客之中。今天这场宴会是尼德公爵特意为爱尔兰举办的，新生代里最被看好的 A 级大向导要正式挑选自己的专属哨兵，亦或是情人了。整个宴会厅装饰的无比奢华，爱尔兰身姿曼妙，一袭白色的晚礼服将她衬托得如同仙子一般。尼德公爵站在她的身旁，眼神中满是骄傲与慈爱。各位，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参加小女爱尔兰的宴会。小女如今已长大，不久后将主动请缨前往高级污染区。今天她将在这里挑选出能与她并肩作战、相互陪伴的伙伴。话音落下，大厅里先是一阵短暂的沉默，随后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今日的来宾很多都带了自己家族中优秀的后辈，想必事先也是知晓这场宴会的目的。兰英站在人群中，微微眯起眼睛，嘴角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这贵族之间的游戏，向来都是利益至上。先不论爱尔兰的天赋有多高，就凭他王室未来太子妃的身份，也会吸引不少世家想要与他搭上关系。果然，这个消息一公开，一些同龄的青年们便沸腾，大厅里顿时热闹非凡。年轻的贵族子弟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兰英见状，默默地走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却差点与迎面走来的青年撞上。青年穿着侍者的衣物，手中端着满满一盘葡萄酒，他好像有点着急，拐弯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人。兰英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躲开了即将泼洒出来的酒水。他微微皱眉，正欲开口，却在看到侍者面容的瞬间微微一愣。他记得这个人是联赛时意外匹配给爱尔兰的名叫沃尔德的男人，可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兰英皱眉，心思多疑缜密的他感到有丝不对劲，但是关他什么事？他看了看宴会厅里那副奢华糜烂的场景，冷冷微笑，顺便利用自己的计谋替哨兵抹去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当他慢慢散步到庭院的喷泉处时，宴会厅里果然传来了一阵喧闹声，以及尼德公爵怒不可遏的咆哮：“又是你这个肮脏的贱民，还不快把他赶出去！”兰英悠闲地坐在喷泉的边缘，冷眼看着这一场闹剧，心中那团火焰这才稍稍平息了一些。为什么不愿意？他的脑海中又想起了前几日与父亲的对话。向来对他宽厚的克里斯公爵第一次露出了严厉的表情。女王的本意是想让你和塔希尔家的小子一起跟随爱尔兰向导，但是联赛上你不仅忤逆了他，还当众让尼德公爵家难堪，这到底是为什么？父亲，儿子心有所属。所属？那个来自贫民区的女孩子吗？克里斯公爵恨铁不成钢地骂道。他就算能力再优秀又如何？他现在才第几？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升上 A 级。你一个准 S 级以后也会跟你舅舅一样，进化成超 S 级的。到时候那个小姑娘再怎么努力都没办法追上你，你想想该怎么收场？还是说你也想变成一个怪物吗？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身体。林婉被霍森轻轻地拥抱着，放进了盛满蔷薇的花丛中。他没有着急的就想要与少女精神结合，而是耐心的单膝跪地，抬起林婉方才被女王男宠握住的那只手，那里还残留着几道浅红的指纹。他挪色微暗，疼吗？林婉摇了摇头，霍森却没有立即放开手，而是就着这个姿势，俯身在他手腕上落下一个亲吻。我许诺。男人的声音很轻，却像利剑刺破寂静，指尖在他手腕处摩擦出细小的电波。我许诺，从此以后仅对你一人忠贞。日光透过玻璃穹顶洒落，将两人笼罩在七彩的光辉里，四周的蔷薇仿佛有生命般轻轻摇曳。林婉的心跳突然失控，心中的涟漪更加波澜荡漾，她整个人陷在馥郁的蔷薇丛中。霍森滚烫的掌心牢牢扣住她的手腕，像是烙下一道无形的枷锁，细嫩肌肤相贴处传来阵阵电流般的酥麻，让她浑身一软，险些彻底跌进花海。礼服裙露出的大面积的肌肤让林婉极其的没有安全感。男人慢慢的贴近她，灼热的呼吸喷洒在她的锁骨，激起一片绯色的战栗，但是她却没有吻下去，而是将唇停留在离她肌肤仅有1寸的距离，抬眸凝望向她。如果我这样，你会感到反感吗？
林婉只觉自己的视线都被模糊，全身涌现出一股奇异的湿润，周围的蔷薇仿佛通晓人心。突然疯长缠绕，带刺的藤蔓爬上她的腰肢，却又在触及皮肤时关顺的收起尖刺，只留下暧昧的痒。林婉无意识地弓起腰身，见到他这副模样，男人笑了，视线这才落回到他的身上。他慢慢地吻了下去。霍森的唇比想象中更烫，像烙铁般在他冰凉的肌肤上留下无形的印记，很奇妙的感觉，如同被毒蛇锁定的猎物。明知道危险，林婉却连指尖酥麻了都舍不得动弹。男人顺着她裸露在外的肌肤，一点点地朝上吻，将林婉的青涩一点点地吻去。林婉身体忍不住想要往后退，霍森一手扶着她的腰，让女孩动弹不得。高大的身躯将人拢在身下，林婉的喉咙都快冒烟了。他口渴似的吞了吞口水，排斥吗？林婉心里其实是不排斥的，甚至隐隐还有些期待。那些在污染区累积的压力，莫名的在这种晦涩的亲密中全部释放了出来，终究是承受不住了。女孩无力的倒在花丛中，一副任人为所欲为的可怜模样。她双眼微红，要哭不哭？从没经历过这种遭遇的她，彻底乱了分寸。喜欢吗？男人将自己的鼻息埋在林婉的脖颈，两人之间好像最亲密的恋人关系。是的，恋人。林婉好像找到了她为什么不排斥这个男人的原因。从始至终，霍森对她都不曾带有精明的算计或者功利的目的，而是一种纯粹的不带任何杂质的情。他不像其他人那样会把向导当成自己的战利品，也不会自私的将他锁在身边，折断他的羽翼。他有着宽厚的胸肩，稳稳的将他托起。尽管有时候他不乐意，他也会逼着他成长，却又在他身心疲倦的时候将他收拢入怀。这大概就是成熟男性的魅力吧。素了20多年的林婉，第一次品尝到了人生中的一点肉末。他浑浑噩噩的精神稀碎的一塌糊涂，他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在发抖。那些平日里张牙舞爪的藤蔓，此刻软绵绵的耷拉着，叶片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男人的手掌所过之处，都像点燃了无形的火种。林婉变成了一块正在融化的奶油，从里到外都透着甜腻的粉红色，后腰被掐住的地方隐隐作痛，却奇异的催生出了更多渴求。当霍森的身影再次压下来的时候，这一次他主动伸手拥住了她。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两人吻在了一起，没有所谓向导素的催化，只有最原始的渴望。血液在沸腾，霍森先是呆愣了一下，随即他发狠似的也投入其中，牙齿刮过他柔软的舌根，将这个吻加深成一场单方面的训练。女孩笨拙地吞咽着男人的唇齿，那种无数次战场厮杀淬炼出的气息，辛辣的让她眼角泛红。唇齿分开时，霍森扣住林婉的后脑，低低的笑出了声。林婉慢慢的回过神来，惊觉自己像只无尾熊一样扒拉着对方也就算了，自己的精神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冒了出来，正不受控制的将对方紧紧缠绕了起来。最羞耻的是，那些藤蔓顶端居然开出了小花，没骨气的蹭着霍森隐晦的喉间。今天先到这里。霍森克制的将他从地上拉了起来，整理他稍显凌乱的服饰，以后找个时间好好的标记我。男人的声音咬在他的耳边，惹得林婉再次红了脸。天啊，妖兽了，他都干了什么？这是他的领导啊，如果他把主任标记了，这不是倒反天罡吗？蒂娜翘着二郎腿，慵懒地端着酒杯，独自坐在宴会厅的角落里。当窗外最后一缕残阳被黑暗吞噬的刹那，宴会厅的水晶吊灯集体熄灭。这场由尼德公爵发起的聚会正式进入高潮。戴好面具的来宾陆陆续续开始进场。黑夜是最好的催情剂，尤其还有面具的遮掩下，所有白日里被压抑的欲望都将在这个时候破土而出。今日来的客人不仅有许多世家大族的勋贵子弟，还邀请了很多当今最受欢迎的向导。接下去将会发生什么？在场的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在贵族的宴会中稀松寻常。整座奢靡的庭院里，几乎每个房间都放置了供人取乐的道具。最开始与蒂娜一同前来的向导，已经有几名挑选好了今晚的伴侣，他们相互搀扶着前往更隐秘的角落，周围逐渐响起一些靡靡之音。蒂娜已经喝下了今晚的第5杯红酒，还是没能看中让自己满意的猎物。络绎不绝的男人在她周围盘旋，却在打开面具看见美的那刻再次索然无味。最近这么挑食吗？有相熟的人在他的身边落座，举着酒杯与他相碰。马上有个难搞的任务，不想在这浪费太多精力。蒂娜奄奄的道：“这可不像你，你以前最热衷这种事。”同伴不怀好意的挑了挑眉，听说你要给一名菜鸟向导当老师，还是那臭名昭著的霍主任亲自指明的。说到这个，蒂娜好不容易压下去的火气隐隐再次冒了上来，她一口就将杯中的红酒灌下。身边的人见他这副模样，水润的红唇勾了勾。也对，那个大魔头会有什么好差事？整个向导圈也只有蒂娜前辈您才受得了他。蒂娜没有接话。霍森的名声在向导们口中一直都很差，那男人压根就不把向导当正常人看，而他和霍森的关系很复杂。要说是战友，他在他手下做事也仅仅不过半年的时间；要说是炮友，他又偏偏不给他炮，那么最后也就只剩下好友。但蒂娜又烦他烦得要死，3天2头的抓他当壮丁。想到这里，蒂娜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看来你今天的确没兴致，本来还想找你玩下双休呢。同伴见他这副模样，也兴致缺缺，牵起看中的一名哨兵，起身离开了。蒂娜余光瞥向那名被带走的哨兵，冷冷嗤笑。在几分钟前，他还像条狗一样跪在地上讨好自己，真是没出息的废物。这个世界哨兵与向导的关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了纯粹的需求交换。向导这个人群被捧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位，他们骄纵的不愿意在辛苦下污染区，而是通过频繁的参加这些酒会，来认识更多的上层人士。比起给各种哨兵精神疏导这种麻烦事，他们更喜欢变成权贵们手中的花瓶，轻轻松松就能过上无比富足的生活。他起身正准备离开，突然在角落里看到了一抹蓝色的身影，是之前分配给林婉补考的水母精神体哨兵。想到这里，蒂娜突然笑出了声，她拢了拢耳边稍显凌乱的发丝，风情万种地朝他走了过去。
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月光下，高大俊逸的哨兵立在少女的面前，军装笔挺的轮廓在夜色中如同出鞘的利剑，却以最虔诚的姿态向面前的少女垂下头颅。索图是尼德公爵从新生代里挑出来的，无论家世还是实力都非常的出类拔萃。作为梅赫公爵唯一一个精神力跨入 S 级的后代，自然是家族重点培养的对象。尼德公爵站在2楼的观景台上，看着在花园里约会的年轻男女，忍不住得意的想：梅赫家族权力地位再高又如何？到头来还不是要舔着脸来求他。爱尔兰兴致缺缺地坐在花园的藤椅上，面对男人的告白提不出丝毫的兴致。他试图从对方身上找到一丝可以勉强打动自己的优点，可是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这个男人依然在滔滔不绝地炫耀自己的家世和地位，很无聊。爱尔兰偷偷打了个哈欠，意识开始神游。不知为何，他突然想到了那只憨厚的大熊。那个哨兵是他标记过的精神等级最差，家世也最平庸的一个，却是最能包容他坏脾气的人。身为贵族，同时又是女王钦点的未来太子妃，爱尔兰在大众面前有着太多的规矩需要恪守。他明明是个极其骄纵不耐烦的人，却要因父亲为了所谓的赢得民心，被逼参加一些平民慰问活动。回来之后，爱尔兰会将所有糟糕的情绪都发泄在他的身上。不知道那家伙到底是什么作用，无论他朝他发多大的火，他都能沉默的全部接受，而且还会在他冷静下来后，默默的递上一杯热茶。身为他的向导，爱尔兰非但没有抚慰过他，反而还时常在他暴乱的时候调整他的敏感度为乐。每次看到他极其痛苦地趴在他脚边，得不到疏解的狼狈模样，爱尔兰的心底就会涌起扭曲的快乐。如果明天的宴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你用脑袋顶着一盘香槟，我就考虑给你一次疏导。这不过是他实在无聊一念而过的玩笑，但是那只笨熊却真的信以为真了。如他所料，被他父亲丢了出去。如果有幸能入您的围城，我一定会让您满足的。爱尔兰刚回过神来，就听到索图的话。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人的话题突然晦涩起来。爱尔兰这才懒懒地抬头看了他一眼：你说会让我满足？那你打算怎么做呢？大概是这个哨兵也没想到爱尔兰会突然反问他，一时间不知怎么回答，就那样僵在了那里。索图以前压根没有关注过爱尔兰，而是听从长辈的指令来接近他。这个世界虽然向导很珍贵，但是对于他这样身份的人来说，压根不缺这些。如果可以，索图并不想把自己绑在固定一名向导身上，他更喜欢流连花丛，与各色各样美丽的女性接触。但是多年来与女人打交道总结出来的经历，让他不能在这种时候冷场。是的，我美丽的阁下。他行了一个极其绅士的礼，紫罗兰色的瞳孔里荡漾起多情的波光。既然这样，爱尔兰的唇角突然弯了弯，那就跪下吧。索图好不容易收拾好的脸色再次僵住，怎么这就不乐意了？爱尔兰微微提起礼服的裙摆，露出一截纤细银白的小腿。随着他出格的行为，暧昧的气息如烟似雾，在两人之间悄悄弥散开来。索图好像明白了他的用意，喉结不明显的滑动了一下。阁下真是出乎意料的大胆。他低哑的嗓音里混着几分危险的兴奋。索图听话的单膝触地，伸手慢慢去触碰那抹血色。就在他即将抓到的时候，突然被锐利的鞋跟踩住头顶。想要当我的哨兵，必须学会用脸给我擦鞋底才行。少女清甜的嗓音从头顶飘落，像掺了蜜的毒药。她脚上那双镶钻高跟鞋正不轻不重的碾着索图的脑，鞋底还沾着方才花园里的泥土。这个在外人眼里优雅高贵的未来太子妃，此刻眼底闪烁着恶劣光芒。索图这辈子还没受过这种羞辱，俊逸的脸瞬间就青了。这个女人居然敢踩他！怎么？爱尔兰俯身，大少爷，你不是很擅长讨好女人吗？连刚擦鞋布都不会，你故意的，不然呢？爱尔兰白了他一眼，像你这种不知被多少女人污染过的，真以为本小姐能瞧得上？索图怒极反笑，俊美的面容瞬间狰狞，高大的身躯猛然爆发出一股骇人的精神威压，四周的草皮如同被飓风席卷般开始剧烈震颤，他的瞳孔收缩成危险的针咒，一把攥住了那只羞辱他的纤细脚步。不过是个小丫头骗人。他的声音像是从齿缝里挤出来，却在下一秒骤然僵住，一道银色的锋芒在月光下闪过，快得连残影都看不清。索图还维持着狰狞的表情，却突然感到手腕一轻，啪嗒，他那只抓住少女脚踝的手齐腕断落在地上。死寂的庭院突然炸开撕心裂肺的惨叫，像一把尖刀划破夜空。原本浑浑噩噩的人们被惊醒，忙问发生什么事了。2楼露台上，尼德公爵的酒杯砸碎在大理石地面，琥珀色的酒液溅上他昂贵的皮靴。这位向来威严的贵族此刻面色惨白，嘴唇哆嗦着指向喷泉池。来人，有一种。他的话仿佛一颗炸弹，瞬间在人群中引爆。刹那间，整个庄园成了一锅沸水。那些平日里优雅矜持的贵族们乱作一团。尽管公爵府的警务员动作很迅速，但是危机来临的实在太快了。几乎是1秒钟的时间，整座庄园已经彻底被同化成了一个污染区。一道昏黄的结界切断了所有来宾的逃生之路。林晚被霍森送回寝室，男人立在女孩的门口，迟迟不愿离去。尝过甜味的男人如同一只大猫，黏腻磨人的可怕。这房间实在太小了，去申请个大一点的吧。霍森闷闷的道：“不会啊，我觉得挺好的。”林晚不解的道。见他没反应过来，霍森叹了一口气，吞掉他最后一丝呜咽，慢慢放开了他。林晚已经被亲得神志不清，微微喘着气，脸颊泛红，眼神中还带着一丝迷茫与羞涩。两人的目光在空气中纠缠。睡觉吧。霍森最后摸了摸他毛茸茸的头顶，放他进屋。林晚关上了门，靠在门板上，脸上还残留着一抹红晕，他的心依旧跳得厉害。
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嘴角不自觉地扬了起来。我勒个老天呐，他这是把自己领导给拿下了，好像做梦呢。他果然不鸣则已，一鸣就惊人啊！与此同时，霍森离开林婉的寝室后，并没有立刻离开，他站在门外，静静地听着屋内的动静，直到确定他已经安静下来，这才转身离开。只是没走几步，他的通讯就紧急亮起了红灯。主任，发现一种入侵，尼德公爵的庄园被污染了。听到这个消息，男人眼中的旖旎瞬间消散，眼神立刻变得锐利而警惕。具体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人员伤亡？通讯器那头，下属的嗓音突然因干扰而断断续续。伤亡不明，一种突破外围，请求知道了。霍森干脆利落地掐断通讯，回头再次望了望林婉的房间，随后头也不回地融入了浓稠的黑暗。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生体。靠近尼德公爵庄园附近的居民开始被连夜转移，大批量的救援队开始在这里集结。门内，整个世界已被染成一种病态的灰绿。污染物为什么可怕？因为它能在一瞬间切入某个精神具有裂缝的生命体，然后快速将其同化。同时，它还具备传染性。更可怕的是，这些被寄生的生命体似乎具有集体智慧，它们会互相配合，制造精神共振点来扩大感染范围。于是，一个污染区就此形成，而最初被感染的生命体也会成为这个污染区的王。尼德庄园的位置虽然偏僻，但是好歹也是属于国家2级区域，离中央白塔的距离非常的接近，理应不会出现污染物才对。但是偏偏今夜，主任，通讯完全被切断了，目前已经与里面的人彻底失联。霍森下了车，就有下属上前汇报所有情况，来宾大概100位左右，剩下的20多名是庄园的工作人员。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逃出来，大致判断污染源是由其中某个人携带进来。霍森不由嗤笑，真是荒谬！一屋子的人，大部分都是哨兵和向导，污染源爬进来了，居然没有一个人察觉到。要知道，在2级区发生感染，这简直像是在总统房间里发现核弹一样骇人听闻。每个地区都设有白塔，如果有污染源入侵，会第一时间被发现。地方白塔的运作全由中央白塔掌控，也就是说，离中央白塔越近，监控声波就越强，越是安全。而声波的来源来自女王。整个2区都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其他区的人们显然也得到了消息，大街夜间巡逻的军队明显增多了起来。然而，受到特殊保护的向导学院此刻非常的宁静，仿若被外界的喧嚣与恐惧隔绝开来，平和的有些不真实。林婉睡得无知无觉，隐秘的月光下，一道庞大的影子慢慢的从他的脑域中抽离，树枝伸展到窗边，他望着中央白塔的方景，叶片簌簌作响。削弱了，战役要开始了。蒂娜和兰妮已经跑了很久，但是都寻不到庄园的出口。同样的风景画，同样的波斯地毯，同样的水晶吊灯，这座庄园仿佛是一个无限循环的噩梦。被困在这里的人已经开始异化了，最先遭殃的是那些完全没有精神力的普通人。小心！兰因拉着蒂娜躲入了一个房间，门刚关上，一名侍者模样的男人就飞速地窜到了他们的门后。兰因紧急拉着蒂娜的身体离开那里。几乎是同一个时间，那只怪物的手脚刺穿了薄弱的门板，兰因的眼睛亮起蓝色的荧光，一只巨大的触手从他身后窜出，缠住了那只异种的脖子。咔嚓一声，异种整个脑袋被折断了，蓝色的血液喷洒在了四周，血液飞溅之处，物体瞬间被腐蚀。小心一点，这些液体能吞噬细胞和纤维，毕竟是个 S 级的大向导，也有多年随军的经验。蒂娜很快冷静了下来，得尽快找到污染源才行。有没有什么地方让你觉得寻常却又不寻常的地方？那估计就是王兽所在的位置。蓝鹰探寻地上的尸首，陷入了沉思。这股气味有点熟悉，前辈，我想我知道是谁了。说完，他起身朝走廊的尽头走去。这里他们方才路过了无数次，每次走到这里都被一幅巨大的肖像画给挡回来。这是一幅异常美丽的少女画像，在公爵的庄园里看到公爵女儿的肖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白天他来过这里还不是这样的。你是说污染源在这幅画里？爱尔兰被感染了吗？蒂娜暗惊，如果向导变成了异种，那麻烦就真大了。不是他，蓝鹰一边回答一边子弹上膛。被感染的是他的哨兵，这种味道与他在联赛与爱尔兰队伍交手时闻到的一模一样。那名黑熊哨兵已经开始变异了。蓝鹰射出了几发子弹，走廊也就在这时发生了扭曲和变化。一扇房门出现了，房门打开，一幅令人震惊的画面徐徐在两人面前展开，成千上万道金色的光线从天花板垂落，在空气中交织成一张闪烁的网。一座巨大的华丽的黄金牢笼占据了整个房间，笼柱上缠绕着盛开的鲜花，血红色的蔷薇与苍白的紫罗兰相互纠缠，将这座牢笼装点极其华丽。牢笼里面摆放着一张洁白的大床，轻薄的床围无风自动，帷幔之下隐约可见一只通体雪白的鸟。小鸟的羽翼以一种违背常理的角度张开着，宛如一尊精美的雕像，就那样保持着同一个姿势。它被困于此，丝毫动弹不得。污染物的精神世界是其主人内心最直接的映照，它造就了这样一座华丽又迷人的牢笼，竟然仅仅是为了囚禁一只鸟。这般明显的隐喻，任谁都不难猜出其中的深意。又是一个内心扭曲的痴情种。蒂娜见到这幅景象，嘲讽的开口：“乌尔德好像不在这里，他去了哪？”识别出王兽是谁之后，这片污染区里的一切好像都不再神秘。蒂娜释放出自己的精神体，激流般的泉涌奔腾而来。一只美丽的鲸鱼现身，悠远空灵的精灵陡然响起，穿透层层空间，响彻整个庄园的上空。原本充斥着诡异光怪氛围的世界，一切喧嚣与荒诞都被悄然驱散。在那，蒂娜将自己的视线共享给了蓝鹰，蓝鹰立马朝着那座巨大的黄金牢笼的顶部飞奔而去。
然后他就看到了极其残忍的一幕，索图被捆绑在铁栏上，他的手脚都被砍断，没有人替他止血，他就这样一边痛苦着一边流干了身上的血液，但是他没有死。他好像被绑在这里折磨了很久，精神屏障完全碎裂，一个 S 级的哨兵，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彻底成了一个废人。索图仿佛也察觉到了蓝鹰的存在，原本暗淡无光、仿若死灰的眼眸中，爆发出一股强烈的、近乎疯狂的情绪，那眼神里交织着痛苦、绝望与解脱的渴望。他用力地开合着嘴巴，发出含混不清、令人揪心的呜咽声：“杀了我！”蓝鹰默默地举起手中的枪，没有犹豫，一声清脆的枪响，在这寂静的空间里格外刺耳。子弹精准地穿透了索图的头颅，他的身体瞬间瘫软下去，所有的痛苦与挣扎在这一刻戛然而止。真是想不到，一个 S 级居然会落魄到这种程度。常年沉溺于骄奢淫逸的生活，这些贵族子弟们的精神图景早已被腐蚀的千疮百孔。曾经依靠能源石堆砌起来的高等级，在真正的一种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结束掉索图，蓝鹰站在龙顶，再次回望四周，龙的外面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天空，白云悠悠地飘荡着，阳光下被镶上了一层金边，美得如梦似幻。只是熟悉的危险气息再次逼近，蓝鹰急忙转身，只见那白云深处隐隐浮现出一张庞大巨兽的脸孔，几乎是一瞬间，呼啸的狂风刮起，带着雷霆的一掌，排山倒海般的从天上袭来。蓝鹰双眸亮起蓝光，巨大的水母出现，千万缕的触手硬是刚上了那只熊掌，一声沉闷的巨响，强大的冲击力使得周围的空气都为之震颤。蓝鹰急速的往后退去，却看到巨兽的另一只掌上牢牢抓着一名昏迷的少女，明明已经变成了一只面目狰狞的野兽，内心深处似乎还深深的眷恋着自己的向导。还没异化完成，还有救！蒂娜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只是他已经被人标记了，现在只有他的向导能救他。看看爱尔兰还活着吗？蓝鹰把精神体的触手伸过去，只是还未触碰到爱尔兰，那只庞大的怪物就往后缩了缩，身影再次彻底消失在虚空中，被他逃了。蓝鹰摸了个空，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林婉莫名其妙地从睡梦中惊醒，她感到有些心悸，心神开始不安。就在这时，有人敲门，是艾丽。婉婉，大事不好了！听说二区出现污染源了，是尼德公爵的一个葡萄酒庄园，昨晚刚好在举办一场宴会，听说很多贵族都去了，也有很多向导被困在里面。爱尔兰也失联了，又是这家人。林婉皱眉，心底不安的那种感觉又出现了。他看了看终端，发生这么大的事，霍森居然没有给他留任何的主意。他试探地开口询问：“主任呢？”主任已经带着一支队伍进去搜救。污染区形成的24小时是黄金时间，如果没有人破除它，那么里面的人就会慢慢的被同化成一种。果然，所以他的不安是因为这个原因吗？也就在此时，两人手中的终端突然传来了校方的紧急通知，请各位在校同学立即前往议事厅。台上几位导师面色凝重地站在一起。各位同学，昨晚二区发生的事情想必大家都知道。现在校方接到中央的紧急调配通知，因为白塔向导人手不够，需要从学校里借调向导前往事故地救援。台上导师的声音还未落下，林婉的周围已经爆发出了一阵喧闹声。不是军方有自己的向导吗？再不济还有向导所，为什么要我们去？各种各样带着浓烈抗拒不满的情绪。林婉难受地闭上了眼睛。果然是这样，本身向导资源就少，现在又被困住了一大批，可现在他们还这么弱小，连实习都没有参与过，就派他们去污染区救援，这实在太让人难以接受了。军部的车子就停在会堂的外面，如果愿意参与的同学就跟老师出来吧，如果不愿意，学院也不会勉强，还请返回寝室中，这几天千万不要乱跑。林婉默默地看了一下周围不愿意的同学，叹了一口气，跟在了离开的导师身后。原本叽叽喳喳的会堂瞬间安静了下来，无数双审视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但是林婉却没有心情再去理会他。从早上起，他心里就不是很平静，好像有什么不好的预感要发生。与其待在寝室里坐以待毙，还不如去污染区看一看。更何况主任也在那里，大概是有人做了表率。最后一共有12名同学站了出来，包括艾丽还有埃尔，大部分都是在联赛的时候上过场，也算是多多少少有点经验的。林婉他们被送进了二区当地的一处向导所，与整个城市空荡荡的现象不同，向导所几乎人满为患。尽管医院把库房里的能源石都拿出来了，但是依然赶不上向导们消耗的精神力速度。林婉他们的任务就是替这里的主治医生分担一些需要潜伏疏导的患者。怎么样，调到向导了吗？一名身穿白大褂的男人走了进来，巨大的黑框眼镜将其面部的五官几乎都盖住，看不清他的具体长相，只能看到他的头发略显凌乱，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显然是已经忙碌了许久。他看到了警务员身后的林婉一行人，眼神中瞬间闪过一丝惊喜与期待，只是很快他眼中的惊喜又消失了。都是学生吗？开什么玩笑！蔡博士，其他区域的向导一时间没有那么快赶过来，这些向导还是我们从向导学院借，他们的成绩很优秀。警务员有些尴尬的解释，再优秀又怎么样？给受伤的战士做过精神疏导吗？蔡博士非常的不满，语气中充满了质疑和不屑，别进都进不去，还被吓哭了，到时候还要人安慰，麻烦的很。林婉听了，心中涌起一股不悦，但他还是努力的克制住。不过他能够忍，不代表其他人也能忍。埃尔沉着脸上前一步，冷声道：“说什么废话？需要我们疏导的人在哪？”哟，还是个有血性的，这点我倒是喜欢。蔡博士将埃尔上下打量了一番，
然后随意的点点头，就转身带他们进入了隔间。被捆绑在床上的哨兵已经被重度污染，皮肤上布满了粗糙的鳞片，他龇牙咧嘴的冲着所有人吼叫，那声音尖锐而刺耳，充满了痛苦与疯狂。而埃尔处理的方式和他说话一样暴力简洁，他先是释放了一个压制技能，哨兵瞬间就昏迷了过去，埃尔这才满意的释放精神丝，进入了对方的精神图景。在一旁看了全程的藤蔓们纷纷吸了一口气，已经在林婉的脑域中吵吵闹闹开了。撕这只兔子好暴力，直接把人揍晕了，看着就好疼，心疼患者。林婉也有一丝错愕，不过他倒不是惊叹埃尔有这样的能力，而是惊讶在给人疏导前还能把人打一顿吗？不过貌似效果不错，下次他也试试。埃尔出乎常人的操作，让一旁原本絮絮叨叨的蔡博士彻底注入。他的等级足够高，只用一只手接触到对方的额头，便能顺利的精神链接。没过多久，那名病患身上的异化特征就开始慢慢消退，血红的数据也回到了安全值。蔡博士这才满意的点头，开始给在场的向导分配病患。林婉的等级在这些人中是最低的，因此给他的患者精神受污染程度并不是特别的严重。林婉站在床边，仔细的观察这名受伤的哨兵，对方并没有失去意识，相比于精神领域，刚从诊疗衣里拉出来的肉体反而更虚弱一些。哨兵听到身边的动静，不由一愣，认出是林婉后，脸上露出一丝激动。是你，林同学。林婉歪了歪头，疑惑地问道：你认识我吗？联赛的时候我们曾交过手，我是精神控制系的。说完，哨兵就给林婉展示了一下他身后的一对色彩艳丽的飞蛾翅膀。林婉想起来了，是他预选赛第2场遇到的对手，他们小队的队长正是那只奇奇怪怪的色蜘蛛。随即他好奇地问道：你怎么受伤了？学院里的学生都被异物征用了，我们小队负责前线的等级探测，我一时大意被一只异种咬断了脖子，好在送进诊疗仪及时。林婉点点头，那你现在没事了吗？身体上的伤口是好了，只是有点头晕。那哨兵说着，忙虚弱地扶住额头，只是脸上微弱的红润泄露了他此刻的心思。男人在林婉还未有动作之前，就已经主动地解开了上衣。林同学，是您要替我疏导吗？我会乖乖的，不像队长那么变态。林婉无语，这人不需要精神疏导，更应该去看看脑子。精神控制系的人都这么神经病了吗？飞蛾啊，脑子怪怪的，谁去替他疏导？我突然觉得有点困，今天不是很想动手。藤蔓们在脑域中扭扭捏捏的推搡，比起这些虫类精神体，他们和林婉一样，更爱撸毛茸茸一些。林婉无可奈何的随便抓了一根藤蔓，刚将它甩了过去，就感受到了一股晦涩的情绪扑面而来，带着某种强烈的控制意味的倾向，令人不适。林婉忍了忍，将这些情绪排斥掉，然后专心致志的开始搜寻留存在他脑域中的污染物。林同学，精神疏导不是需要肢体接触吗？为什么您不碰我？病榻上的哨兵因为林婉没有碰到，感到有一丝的不满。要不是他全身都被捆绑在行军床上不能动，林婉都会觉得下一刻这个人会自己主动贴上来。我不需要。对于一些简单的疏导，林婉现在已经不需要与人肢体接触，他的精神体能够直接捕捉到对方外泄的情绪，然后强行的诱导性的让他打开屏障，接纳他的进入。五毒蛾哨兵前一秒还在失望，后一秒他就感到了一股庞大的精神威压，有什么东西正在不断勾引着他的精神力，企图破开他的屏障。精神通道是一名哨兵最敏感的地方，也是最脆弱的地方，如今正被那股力量细致的揉弄着，一瞬间他全身的肌肉都软了下来。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哨兵五彩缤纷的眼瞳变得泪眼汪汪的，嘴唇间不时溢出几声破碎的微弱的声响，似是在承受着极大的煎熬。他微微仰起头，眼神中满是脆弱与期盼。林同学，真的不触碰我吗？五毒蛾哨兵的声音被一股粗暴的力量打断，他痛得差点尖叫出声。林婉及时用一根手指点在了他的嘴唇，止住了男人接下去所有的声音。安静一点。随着声音落下，林婉的手指中释放出了精神丝，从哨兵的眼瞳处进入了他。哨兵全身都开始无助的颤抖，滚烫的汗水从肌肤间溢出，浸湿了身下的床单。他哆哆嗦嗦的唇间正被一根细长而洁白的手指轻轻按住，这根手指仿佛有着魔力，让他接下来全程都说不出任何话。林婉顺利的来到了哨兵的精神屏障处，浅层治疗不需要他深入脑域，只要将外围的污染物清理干净就行。这名哨兵的精神图景是一只巨大的茧蛹，白色丝绒的蛹面附着着黑色的淤泥。林婉释放出藤蔓，张开吸口，将这些污染物一点点的吞噬掉。很快，藤蔓们就完成了这份工作，只是个个精神恹恹，不是很高兴的样子。不好吃，我喜欢吃甜甜的情绪。调戏哨兵比吃这种东西有意思。工伤了，藤蔓们你一言我一语，表达着自己的强烈不满。以前林婉的精神力还不是特别强，还没有办法控制他们，他们随心所欲，想干嘛就干嘛。但是随着精神等级的提高，他们越来越受到限制，真是工作让人发疯。他们一点都不想工作，别不开心呀，回去给你们奖励。林婉悄悄地安抚他们。那我想要撸大咪。林婉无语，当我没说，收拾好一切。林婉退出哨兵的精神图景，正要起身离开，却被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拽住了衣摆。林同学，我。五毒蛾哨兵躺在床上，脸已经憋得通红，他一眨不眨地盯着林婉，欲言又止。林婉没有用什么技能，就能感受对方的情绪，好想吃掉，太美味了，好香好软，想把它永远困在我的茧里，只被我一个人疼爱。他穿上队长特制的小内衣，一定非常可爱。林婉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赶紧离这个人远远的。怪不得人人都讨厌精神控制系的哨兵，这些人脑子里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就结束了吗？
一旁的工作人员暗暗吃惊，他有点不确定，又回去检查了一下精神探测仪，发现面板上的数值的确降低了不少。好快，他不是才 B 级的向导吗？为什么会这么快？还有别的哨兵需要疏导吗？在工作人员愣神间，林婉又发问了。工作人员这才反应过来，激动的连忙点有游泳，请随我来。这一位刚刚送过来的，情况有点危险，阁下您先帮忙看下吧。林婉皱眉，她在隔间外就感受到了一股浓郁的恶臭。那个昏迷的男人全身上下都萦绕着一股不祥的黑雾，那团黑雾仿佛有着生命一般，正在一点点的吞噬他的精神力。这是刚刚第一个从污染区里救出来的人，精神力等级 A 精神体是狗，是布兰子爵家的一位公子。我们已经通知了伤患家属，现在他们正带着自己的私人向导和医生往这边赶，但是最快也需要半个小时，我们只要替他坚持住这半个小时就好。了解完情况，林婉点点头，然后将隔离的帘幕拉上。工作人员看着少女细弱的身影消失在帘幕后，到现在为止还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这真是一位好脾气的阁下。以往的向导疏导完一个哨兵之后，通常都会变得很暴躁，也要休息很久才愿意接待下一位病人的。林婉在病床旁的凳子上坐定，由于距离的接近，她更看清了这些黑雾的实质。这个味道她曾经闻到过，联赛的时候在一头黑熊的精神图景里。救命，别过来，放过我！正在这时，昏迷的男人突然爆发出恐惧的尖叫声，身体在床上疯狂的扭动挣扎，他的脸上满是惊恐。林婉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吓了一跳，但他很快反应过来，用手轻柔抚摸着他的脑袋，像是对待孩童一样，一点点开始安抚他受惊的情绪。不要怕，你现在安全了，一切都过去了。告诉我，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大家是怎么变成这样的？林婉的声音如同潺潺的溪流，带着一种柔和而坚定的力量，不断安抚着男人那颗还在颤抖的心。男人哆嗦着不安着，眼白里充满了血丝。没过多久，好似有眼泪从眼角缓缓流淌下。也就是这个时候，林婉的精神丝趁机钻入了他的精神图景。哨兵的精神图景是一片黑色寂静的森林，森林的中心有一座永远灯火通明的城堡。林婉循着城堡的音乐和灯光，探寻到了哨兵最隐秘的世界。沉重的大门徐徐打开，里面奢靡之风的香气让林婉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这是一名典型的贵族男人的世界，城堡里到处都堆满了鲜花美景，以及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昂贵宝饰。华丽的音乐悠扬的响起，昏暗不明的灯光让这个世界的一切变得美轮美奂，奇妙不言。这本该进行着一场热闹的舞会，但是此刻城堡里一个人影都没有。林婉将藤蔓释放出来，好奇心强的分支们瞬间将这里搅得乱七八糟。林婉闭上眼睛，感受着空间里残留着的情绪和记忆。找到了，林婉顺着意识走到了城堡的后院。哈哈哈，真狼狈，可怜成这样，居然还有脸赖在这里不愿走，果然是贱民啊！换成我被人当众羞辱，早就不想活了。怎么一动不动的？不会死了吧？肮脏的狗，就你也配肖想爱尔兰殿下？远处传来了嬉笑的声音。林婉走过去，就见一群西装革履的贵族青年正围着一个狼狈的男人。那些贵族青年脸上挂着轻蔑的笑容，眼神中满是嘲讽与不屑，仿佛眼前的男人是个供他们取乐的玩物。其中领头的人正是林婉正在治疗的这名哨兵。通常一件记忆深刻的事情，总会在一个人的心中留下异常清晰的印象。林婉在这名哨兵的图景中找到了事故发生之前的那段记忆，他默不作声地上前，果然在他们围堵的中间，看到了被随意丢弃在地上已经失去知觉的乌尔德。乌尔德的状态非常的不好，大概是长期得不到安抚，他的精神力变得非常的虚弱。林婉不用藤蔓探测，都能感受到他周身紊乱的气息以及暴躁压抑的情绪。但是不管周围人怎么打怎么骂，他整个人都像失去了知觉一样，一动都不动。你也看到了，今天来的都是出身高贵的天之骄子。你以为尼德公爵只是给爱尔兰阁下挑选哨兵吗？不，他是在选择他的人脉。哨兵不屑地用脚踢了踢地上的乌尔德，因为他也落选了。心情不是很好，里面不能发飙，于是就将玉气全部撒在了乌尔德的身上。那老头子连我都看不上，哪里还会瞧得上你这种贱民？别以为得了一个标记就觉得自己能上位了，你给人家提鞋都不配。听说公爵选的索图当爱尔兰的专属哨兵，我刚才看到他约爱尔兰出去，你说他们会做什么？男人女人私下幽会还能做什么？索图这个家伙就是命好，以前就受女人欢迎，手段了得的很。你说爱尔兰阁下落在他手里会不会？不好说。我听说爱尔兰阁下很早就有过男宠，没想到他外表那么清纯，里面却……那名贵族公子口中的污言秽语还未说出，耳边就刮起一道凛冽的风声。等到他反应过来的时候，脑袋已经被生生砸碎了一半。其他贵族见到这幅场景，脸色煞白。从未上过战场的他们，在这一刻都忘记了自己也是一名少女，连精神体都放不出，就双脚发软的朝后退去。而原本还趴在地上的乌尔德，不知什么原因，已经浑浑噩噩地站了起来。他的一只手掌上还残留着鲜血，头发遮住双眼，让人看不清他此刻的表情。他一步步地朝着这些贵族们走近，憨厚高大的身体如同山丘，与这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少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杀人了，杀人了！你居然袭击贵族，你疯了！又一名挣扎着的贵族被一掌掐住了脖子，那贵族的脸瞬间涨了青紫，他双手拼命地掰着乌尔德的手指，乌尔德的手就像铁钳一般，死死地掐住他的咽喉，手臂上的肌肉一用力，随即咔嚓一声，活生生的人就瞬间断了气，尸体如同垃圾被随意地丢弃在地上。乌尔德这才抬起了头，一张面无表情的脸，眼神空洞而冰冷，仿佛没有一丝人类的情感。随即更血腥残忍的一幕发生了，站在外围的林婉闭上了双眼，不忍再看。尽管他知道眼前的景象
只是残留在一个哨兵脑域中的记忆残片。他的神经依然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等到他再次睁开眼，面前已经变成了一副人间地狱的模样。一群贵族青年，此刻还活着的就只剩下林婉就医的这个男人。别杀我！面对恐怖的敌人，男人早已没有了最开始的锐气。他狼狈地跪在地上，恳求着乌尔德放过自己。他应该也知道了面前的人为什么会发疯，一边颤抖着身体，一边语无伦次地说道：“刚才我们只是说笑的，对不起，我们不该开爱尔兰阁下的玩笑，对不起，放过我，我还不想死。”但他的求饶和示弱，并没有换来对手的手下留情。乌尔德眸底酝酿着暴力，他看眼前跪在地上的人，像是在看一件死物。也就在这时，空气中好像传来了什么味道。乌尔德一顿，随即迅速转身，朝着花园中某个方向毫不犹豫地狂奔而去。侥幸活下来的男人瞬间瘫到了地上。等到他回过神来的时候，脑子一阵针扎般的刺痛，一种比死亡更恐怖的疼痛传遍了他的身体。他双手紧紧抱住脑袋，在地上痛苦地翻滚着，嘴里发出阵阵惨叫。与此同时，不远处也响起了无数人的惊呼声。原本安静的庄园瞬间变成一片混乱的修罗场。记忆的画面就到这里结束了。林婉的手离开哨兵的脑袋，从他的脑域中退出，他身上的污染值还在不停地飙升，伴随着一种名叫恐惧绝望的情绪，慢慢地将他彻底淹没。一旁的电子屏开始爆发出血红色的警报，一声又一声催得人头皮发麻。林婉叹了一口气，又将自己的手放在了哨兵的额头上。面前这个精神等级为1级，实则软弱如烂泥一般不堪的贵族哨兵，他的精神屏障异常的松软。林婉很快就指挥着藤蔓，将他脑域中的污染值带走了一部分。好脏，我要去休息一下，今天别喊我干活了。看着废物一个，没想到玩的还挺花。学习了，这样那样这样那样，原来这些东西是这么用的。藤蔓们入侵了哨兵的图景，顺带也将他其他的记忆都翻看了一遍。有几根藤蔓貌似还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连恶心都顾不上了，缠绕在那些隐晦的记忆旁边认真研究。藤蔓们接受到的记忆不断的输入林婉的大脑中，他忍无可忍，一腾一个大嘴巴子就将它们收了回来。电子屏幕上的数值已经调回绿色的安全线。林婉呼出了一口气，打算离开这里。蔡博士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他的身后，男人深藏在镜片后的视线泄露不出任何的情绪。他盯着一旁面板上的数值，忍不住开口问：“立即向导吗？”林婉心里一个咯噔，回答了一个是，随即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拉扯到了一张行军床上。刚躺下，太阳穴上就被贴上了2个感应贴，长长的数据线连接着最近的一台检测仪。蔡博士的操作很熟练，也很野蛮，不知道他用了什么程序。很快检测仪上就出现了林婉的所有数据。男人看着电子屏上的一些数值，嘴唇扯出了一抹癫狂的弧度。没想到啊，今年新生代向导里会出现这样的精神体，真是太奇妙了。不过才 B 级。说完，他又将目光转向被他压在床上的林婉。女孩，让我好好看看，把精神体放出来。住手！林婉感到极其的不舒服，眼前的男人明明看起来那样瘦弱，但是力气却大得出奇。他粗暴地将他的双手按压在头顶，整个人近的几乎要贴在他的身上。林婉挣扎了一下，发现挣扎不脱，他释放出自己的精神体，藤蔓们蠕动着朝那人发起进攻。结果没想到，他们才一接触到他，就被一股力量反弹了回来。林婉的脑袋瓜嗡的一声，感受到一股刺痛，他连忙收回自己的精神体。怎么回事？他应该是个普通人才对，他为什么抓不住他的情绪？这样的铜墙铁壁，他不久前才在女王身上体会过，现在又在这个名叫蔡博士的男人身上出现了。男人脸上宽大的镜片反射着窗外暗沉的光线，林婉看不清他的眼睛，唯有他面部极其消瘦的线条被侧光照射的像是刀锋一样的尖锐。这个人的样子，他好像在哪里见过。念头一起，精神图景中好像有什么原本沉寂了的东西开始翻搅滚动，熟悉感越来越强烈，但林婉却又一时抓不住头绪。头上的贴片不时有奇怪的电流传来，这种电流刺激着林婉的脑域，让她里面的精神体极其的不稳定，他们焦躁的蠕动，挣扎着想再次出来。我也觉得见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记不起来。藤蔓们一言一语，林婉这才惊觉自己好像被人神不知鬼不觉的修改过记忆。是女王吗？除了她也没有别人可以办到。林婉强忍着难受，努力抬起手朝男人的那副眼镜伸去。蔡博士闻着林婉身上的味道，越发的兴奋。他空余的一只手已经精准的找到了林婉精神图景的入口。他背起的蝴蝶骨上，只是男人才将他的身体翻过来，就不小心看到了少女脖子上的痕迹。他一愣，看来你还挺受欢迎的。就在这时，隔间外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蔡博士，第2批伤员抬过来了，需要麻烦您出来一下。”男人原本因为兴奋而裂开的唇角，一瞬间变回了冷硬刻板的弧度，周围浓郁的气息消失了。他缓缓起身，推了推差点被林婉扯下来的眼镜。隔间外站着的是吉斯，看到人出来，他极其有礼的道：“真抱歉，打扰博士了。伤员安排在隔壁的屋子，不清楚伤情，不敢贸然抬过来。劳烦您过去一趟了。”蔡博士并未说什么，他整了下白色的大褂，迈步朝门口走去。只是走了一半，他又狐疑地转过身，上下看了看吉斯，又望了望一旁沉默不语的警务员，嗤笑了一声：“这么护犊子，还当什么主人？不如去做个端屎倒尿的奶妈算了。”蔡博士说笑了，吉斯鞠了个躬，他自然知道对方口中指的是谁，只是这种时候，他这个做助理的不能多说什么。他在外面等了一会儿，这才看到林婉收拾好自己走了出来。“林同学，你还好吗？谢谢集主，我没事，也谢谢这位警务员。”林婉心有余悸的道：“刚才应该是这名警务员把吉斯叫了过来。”蔡博士向来如此，他是中央研究院最具权威的博士，主攻精神体进化以及变异方面的内容。遇到他感兴趣的事情，情绪就会有点失控。但愿他没有伤害到我。吉斯说完，又弯下腰将声音降低了一些，因为他的特殊身份，拥有一些特权，没有人敢阻拦他。
如果林同学您不喜欢，下次记得远离。这个人是个疯子。原来如此，林婉急忙用力的点头。他揉了揉发疼的手腕，然后开口询问：主任进污染区多久了？已经有差不多将近5、6个小时了。这种污染区对主任来说并不会特别难，按照他以往的速度，应该已经击杀完变异种。只是现在这个污染区还存在，就说明主任还并不想击杀他，可能是觉得对方还能拯救。不过具体也要看情况定夺。我们现在安心的守好这里，等待结果就行。林婉心里的不安更加强烈了，虽然吉斯让她放心，但是总觉得还有哪里不懂。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蓝鹰发现自己被困在了牢笼中，原本硕大的鸟笼陡然变得更大更密。最终，金属的围栏彻底消失在了天空之中。浩瀚的一空间里，那道能够出入的门消失不见，仅剩下一张硕大无比的床，以及一只困在上面的雪白小鸟。前辈，我感觉有点不对劲。蓝鹰望着那只小鸟，跌入大床的中央，全身的力量好似都被全部吸走。他努力支撑起身子，但是却连抬一下手臂的力气都没有，只能无助地在柔软的床面上挣扎。怎么回事？蒂娜的声音从终端里传来，只是断断续续的。不对，我的力量被吸走了。随着刚才那道门的消失，终端的信号被切断。蓝鹰的话还未传递出去，就与蒂娜彻底失去了联系。可恶，被骗了！黑熊是故意引诱他进来的。蓝鹰咬着牙，脑袋挣扎着使出最后一点力气，看向正前方的方向，但是眼前的景象却越来越模糊。一股白色的混着冰雪气息的精神力悄悄注入蓝鹰此刻浑浑噩噩的脑袋。他再次挣扎着睁开眼睛，就看到那只原本像雕像一般被封印住的雪橇鸟突然抖了抖翅膀，动了起来。他正歪着头，用一双黑亮的眼睛回望着他，眼神中似乎透着一丝狡黠。这种神态，蓝鹰实在太熟悉了。你的主人呢？蓝鹰尝试着与他沟通，但是那只雪橇岛并没有什么反应，而是张了张翅膀，轻盈地跳到了蓝鹰的身边，像曾经无数次一样蹭了蹭他的身体。爱尔兰的精神体雪橇尤其的喜欢蓝鹰，每次两人在聚会中或者私下里遇见时，他总会第一时间热情地飞过来，站在他的肩膀上，用脑袋蹭他。蓝鹰虽然有点烦爱尔兰，但是却并不讨厌这只精神体。但是此刻面对雪橇一如既往的亲密，他却只觉得有什么不好的预感。果然，他的身体开始出现奇怪的反应，自小腹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灼热在蔓延，仿佛有一团烈火迅速侵袭了他的四肢百骸。蓝鹰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咬紧牙关，试图忍耐是新的异常，可那灼热感却越来越强烈，好似要将他的身体融化一样。这时，雪橇鸟的羽翼轻扫过他的小腹，蓝鹰整个人一个哆嗦，他的精神图景入口在他的腰腹，这是很少人知道的秘密，除了他的家人以及自小相熟的好友，就只剩下林婉。但是现在，蓝鹰感到从未有过的羞耻，薄薄的嘴唇紧抿，尽量不让自己发出一丁点的声响。真的大意了。乌尔德是爱尔兰的哨兵，蓝鹰原以为他的执念是得到自己的向导，这个牢笼也是为此准备的。结果谁能想到，这头黑熊已经低微到这种程度，即使自己变成异种，他的执念居然还是想替自己的向导完成心愿。蓝鹰回想起晚宴开始的前一刻，他被那名骄纵的少女请到房间中，因为他再三拒绝成为他的专属哨兵，使他变得非常暴躁易怒。从小被娇宠惯了的爱尔兰，从来没有像近期这般受挫。联赛的失利不仅让他的精神力受到创伤，同时也让他在众人面前丢尽了脸面。他本就心高气傲，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打击？而他的再三拒绝，大概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蓝鹰一直都是心思很缜密的人，但是偏偏这段时间他很浮躁，对任何事都没有多少耐心。因此下午他离开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对一名青春期的少女造成了伤害，而向导的情绪会间接影响到与他链接的哨兵的精神状态。乌尔德本身就长期处于压抑狂暴的边缘，他会被感染异化，很可能是受到了爱尔兰情绪的影响。如果当时他稍作停留，是不是就会发现异常，然后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蓝鹰，你总有一天会是我的人。少女愤怒的声音在记忆中响起，蓝鹰只觉得头痛欲裂，精神思所到之处，像是要将他的意识搅得支离破碎。在这个空间里，到处都充满了爱尔兰的气息，他内心深处的不甘与愤怒都被无限放大，如同汹涌的潮水一般，借着这诡异的力量向他袭来。那道纯白色的精神丝越来越清晰，正霸道地钻进他的身体中，翻起了滔天巨浪，想让蓝鹰成为他专属的人。爱尔兰这样疯狂的执念，成为了乌尔德精神世界唯一的风向标。蓝鹰越是拒绝，这股精神力就越是想要占有他，因此他没有被立马杀死，或者同化成跟他一样的怪物，而是报复性的将他身体最深处的欲望都挑起，让他在不堪中沉沦，受尽煎熬。有浓密的汗水开始从蓝鹰的肌肤中溢出，他的精神体是水做的，他的人也很爱出水。当欲望汹涌来临，他浑身湿的像是从水里捞出来，将身下的床单弄得一塌糊涂，像是曾经在无数午夜梦回中清醒那样。他感到灼热难耐的无处发泄，腹部很烫。蓝鹰痛苦地闭上眼，然后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纤细的身影。他为什么又要在这种时候想起他？他不该这样的，但是身体在那股异潮的引导下，做出了最真实的反应，好似近段时间他所有的压抑挣扎，终于有了发泄的借口。爱尔兰此刻如同一个精致的洋娃娃，正神情呆滞地坐在一张华丽的椅子上，他的脚边跪着一名身材魁梧的哨兵。那名哨兵小心翼翼地替他整理好略微凌乱的裙子，然后双手仔细擦拭着他纤细裸露的小腿，好似上面沾了什么肮脏的东西。座椅上的女孩终于露出了既痛苦又难挨的表情，但是她一动都不能动，只能愣愣地维持一个姿势任凭摆弄，好像好乖的女孩，如果能一直都这样就好了。对了，你喜欢第一次是跟那只水母，别伤心了，我会满足你的，我最喜欢的你。
你想要的一切我都会给你的。乌尔德一边喃喃自语，一边依依不舍地退出来。他起身回望向不远，全身软成一滩烂泥一般的蓝鹰，然后一个隔空抓取，蓝鹰就这样被他抓了过来。他抓着蓝鹰的头，将它摁在了女孩的脚边。来吧，小鸟最喜欢你了。虽然很嫉妒，很生气，但是谁让小鸟喜欢呢？乌尔德的指尖缠绕着黏腻的飞雾，每一根都浸透了他的嫉妒与疯狂。他将蓝鹰的头颅慢慢摁向了爱尔兰。蓝鹰使出全身的力量挣扎，他闻到女孩裙摆上的玫瑰香水味，那本该是清甜的气息，此刻却混着铁锈与腐液的腥气。住手！他什么力气都没有，只能拼死的抵抗着，身体中又燃烧着一股灼热的火焰，让他体外体内都受着无与伦比的煎熬。真有种！都这样了，还没失去理智。乌尔德喃喃地说着，像是扔一个垃圾一样将他丢了出去。既然不听话，那就教训一顿吧，打到你全身的骨头都碎了，就学会跪着舔。乌尔德说完，面无表情的脸突然变得狰狞起来。几个呼吸间，这个人的身体又变成了一头硕大无比的黑熊。他已经快完成变异，身体变成一种之后，身边缠绕着无数滚动的黑雾，源源不断的污染辐射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蓝鹰仅仅只是直视他，就觉得自己的眼睛快要流血，不能再这样下去，不然他也会变成一种。但是该怎么办？蓝鹰将目光又看向了乌尔德身后座椅上的女孩，他正一眨不眨地盯着她，好似他的臣服也成了他毕生的心愿。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身体。爱尔兰，你醒醒！蓝鹰吃力地发出声音，别像个傻子一样，整天想着乱七八糟的事。你是个 A 级的向导，你有应该做的事。什么是我该做的事？座椅上的女孩终于出声了，她微微歪了歪头，迷茫地问道：每天挂着虚假的笑脸，跟那些平民见面吗？还是穿上漂亮的裙子，不停地周旋在不同的舞池中？这个世界，向导一直被称作最珍贵的，但是自始至终都不过是那些哨兵们的附庸品罢了。所以爱尔兰继续愣愣地开口，都不过是附庸品，我为什么不能选择我喜欢的方式？随着爱尔兰声音的落下，那只雪橇突然发出咔嚓一声，他的眼睛顿时变得血红。不好！蓝鹰心中尖叫，爱尔兰也要异化。主任，为什么不强攻？跟随霍森进入污染区的哨兵奇怪地询问前方的长官，明明他们已经找到了王兽藏匿的地点，只要发动攻击，这里就会被推成平地。但是长官却在一步之遥的地方等下。再等等！霍森感受着风中飘来的气息，低沉道：这个污染区有2只王兽，还有1只正在蜕变，其他人继续抢救被困人员。丽儿，你带上阻断剂跟警武，大概是这个污染区的王兽还年幼，因此这个世界还并不是特别的完整，他们很容易就发现了里面的破绽。在不知卸掉多少只怪物的手机之后，他们走到了走廊的尽头。霍森在少女画像面前站定，随后手中出现了一条长长的黑色鞭子，黑色鞭梢如薄雾般缠上画框，随着霍森的拉扯，画像轰然倒地，障眼法消失，虚拟的空间通道展现在他们的面前。哟，还能劳驾主任您亲自下污染区。随着通道打开，里面响起一个讥诮的声音：蒂娜阁下，您也在这？利尔愣住，他很好奇尼德公爵的这场宴会究竟邀请了多少人。何止我，克里斯家的小子也在，不过那小子被困在里面。利尔跟蒂娜也是旧相识，他继续问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公爵家的爱尔兰向导和他的哨兵会突然异化呢？在这之前您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吗？蒂娜双手抱胸，抬头挑眉，我没喝多少酒，全程都很清醒，所以我很确定在污染爆发之前没有任何的异常。乌利尔更加不解了，通常一个人被感染，那也需要感染源才对，但是昨晚那么多高级向导哨兵都在场，却没有一个人察觉出来，难道真的是污染源进化到了最新的一种形态了吗？如果真是这样，那问题真的严重，不至于。一直沉默的霍森盯着天花板上的那道门突然出声，他挥出手中的长鞭，硬生生地将那道紧闭上的门给强制打开。属于王兽的核心区域再次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只是这一次里面的空间不是蓝天白云，而是一片荒凉的沙漠。霍森盯着那片沙漠景象赞叹，是人体实验，最新出的违禁药里夹杂着大量的一种基因，那只黑熊是服用违禁的后遗症，又因为长期没有得到疏导才导致的异化。至于另外一个，霍森将手伸向利尔，阻断剂给我。利尔赶忙从随身包里掏出药剂递给他，霍森接过，头也不回地纵身跃入核心区。还是老样子，多说一个字会死。蒂娜看着霍森的背影，习惯性地翻了翻白眼，不过片刻之后，他又稍显担忧的道：他就这样进去没关系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的污染值也已经快满了。送走今天的第5位患者，林婉这才感到体力有些支撑不住，大概是吸食太多负面的情绪，此刻他的脑袋疼得厉害，随即起身走到外面透透气。身后有脚步声靠近，林婉转头看见了埃尔那张不耐的脸，少年扔了一瓶药剂给他，这是恢复精神力的，喝了吧，会稍稍舒服一些。哦豁！林婉脑域中的藤蔓齐刷刷的竖立了起来。少爷这是给他们送补品来了吗？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谢谢。林婉接过药剂，有些不敢置信，原以为这个人又会逮着机会来羞辱他一番，没想到居然是来给他送东西的。面对少年突如其来的善意，林婉反倒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大概是他脸上的表情实在太明显了。埃尔好不容易做好的心理建设瞬间崩塌，骄傲的少年双颊气得微红，他强行忍耐着自己的脾气，怀疑就丢掉吧，你也就累死在诊疗室里的命。林婉无语，这话说的也太过分了，这跟诅咒他当一辈子牛马，老了还要做 PPT 有什么区别？脑域中的藤蔓大概感受到了林婉悲伤的情绪，纷纷钻了出来，扒拉在林婉的身体上，盯着眼前的埃尔看精神体的喜乐，通过感知对方身上情绪的味道，就能决定是清静还是蜕变。藤蔓们其实一点也不讨厌，
眼前这只总是说一些恶毒话的小兔子，甚至还觉得对方身上的味道很好闻。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们也很想吸吸它的味道。但是兔子爱吃窝边草，他们有点不太敢。也就在这时，一阵让人天旋地转的地震中，林婉毫无防备，差点站不住脚。幸好身旁的埃尔扶了他一把，少年的手掌隔着衬衫传递来灼热的温度。精神体兔子出现在林婉的脚边，他望着污染区的方向，动了动耳朵，污染区消失了。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前方检测到大量污染值波动，我们现在要打开屏蔽系统，所有人躲进向导所，警务员一级戒备。凡是发现有人员异常，即刻绞杀。林婉被埃尔拽着，躲进了最近的庇护空间。从污染区逃离出来的人，很快来到了向导所的门口。警务员派人接应他们。很快，在一道道仪器检测声中，他们成功进入屏蔽系统的上楼。当最后一个人进来，吉斯命令将向导所的大门紧紧关上。他赶紧检查在场的所有人，却发现自己的上司并不在这里。怎么回事？主任不在，丽儿也不在，难道还在污染区里？吉斯有些慌乱，但现场刚从污染区里逃出来的贵族们已经开始唉声惨叫了。我要向导，快让向导给我疏导！为什么救援会这么慢？你知道我在这里经历了什么？我每年缴纳那么多的税，就养了你们这些废物吗？不满、愤怒、恐惧，许许多多负面的情绪充斥着这些人的神经，让现场的气氛变得剑拔弩张。很多人都是贵族，还有几个是医院的领导。平时这些人意气风发，此刻却活像一群被折磨已久的困兽。稍安勿躁，大家先去隔离区休息，等再次确认大家身上没有携带污染源之后，我们会安排向导来服务你们。吉斯强忍下脾气，耐心的道：开什么玩笑？刚才不是已经检测过了吗？还要检测？其中一名身材微胖的中年男子吼叫道：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要是出了事，你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担得起责。议员已经很久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事了，虽然他也身为哨兵，但是他的精神力早已亏空的厉害，唯一仅剩的都被他用在了寻欢作乐上。很抱歉，恕不能同意您的要求，我们要为这里的每一位向导负责。好，议员是认识吉斯的，他那圆润发福的脸上扯出一丝不屑的神。吉斯，你的狼心狗肺的东西，别忘了当年是谁把你们这个破落户贵族举上去，别以为跟在特里弗家那个小子身后就能忘本了。我当年能捧你们上去，自然还能把你们拽下来。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身体。就在双方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人群中突然走出一道妖娆的身影。吵什么吵？有力气吵架，不如赶紧去排队做个检查。蒂娜白着眼走到吉斯和议员的中间，她伸出手，轻轻用力就将剑拔弩张的两人给推开。躲起来的林婉听到了天空中响起的一道惊鸣，整个空间仿佛陷入幽深壮阔的海底，一丝丝凉意传入所有人的脑域之中，那些在疲倦恐慌中产生的复杂情绪就这样被快速的抹去了。好强！林婉心惊，原来这就是 S 级的向导吗？居然能同时安抚这么多人，怪不得 S 级的向导如此省，这样强大的能力实在太恐怖。藤蔓们好奇地从地下伸展而出，避开所有人的视线，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只见一头巨大的座头鲸从天空掠过，一眨眼就消失不见。原本吵吵闹闹的贵族，在经过简单安抚之后，终于安静了下来。蒂娜阁下，您怎么也在这里？那名议员见到来人，原先脸上的不耐烦早已退了个一干二净，甚至是有些谄媚讨好般的挤到对方的面前。早知道您在这，我们哪里还需要别的向导？不如就麻烦您打住！蒂娜有些不想看眼前这个身材臃肿、心思龌龊的男人。这个世界的男人普遍美型且身强体壮，平时见惯了鲜嫩的帅哥，突然看到这种脏东西，就有些辣眼睛。我只是给你们应急处理一下，剩下的回去找自家的向导吧。污染区是破了，但是污染源好像并没有被铲除，他们现在这个时候出去，等同于白白送死。这里医生护卫物资都有，比其他地方来的更安全一些。一名丰满的贵族女士想到这里，立即命令先把那些平民赶出去吧，给我们每个人空出一间屋子，然后安排最好的向导照顾我们。有人起头之后，这些贵族们你一言我一语的闹开。平时他们都是手握大权，说一没人敢说二的人，沦落到这种地步，还是改不掉上位者长期养成的自负与傲慢。这盛气凌人的态度，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忍不住暗中握拳。军部的人和贵族的护卫队不一样，他们都是真正的在死亡堆里翻腾滚的，哪里会惯着这些人在自己面前逞强斗威？要不是吉斯没有下达指令，恐怕他们早已按耐不住将这些人撕成碎片。这些人比污染区的淤泥还要臭。藤蔓们晃了晃脑袋，默默吐槽。林婉示意藤蔓再往外延伸一些，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让我很不安。你们现在出去看看。又要干活，累觉不爱，资本家碎嘴子藤蔓尽管一个个都很抱怨，但是他们还是乖乖听话照做。数十条藤身通过地形不断的朝外延伸破裂，然后轻松的游出了屏蔽区。精神等级提升之后，藤蔓们能行动的范围更广泛。他们齐刷刷的朝着不远处的那座庄园游走。隔离区外的空气掺杂着和那只黑熊精神图景里一样浓烈的硝烟味，一丝丝如墨的黑雾宛如虫卵一般，密密麻麻的在空中蠕动跳跃。林婉见了，全身的鸡皮疙瘩一trận，有些难受的往一旁挪动了几步。自始至终都抓着林婉胳膊的埃尔见到他这反应，抿了抿嘴唇，怎么跟我说几句话就这么难受？既然不待见我，干嘛还老是在我眼前晃？林婉莫名其妙的回过神，这才惊觉原来埃尔一直在自己的身后。少年薄薄的身形贴着自己的后背，尽管他面上满是不耐的神色，但是他的手却还是一直紧抓着他的步伐。在狭小昏暗的角落里，林婉能感受到少年湿润的手心以及略微粗重的呼吸声，不过他感觉很是莫名其妙，他什么时候一直在这个人面前晃？难道不是吗？埃尔觉得胸口更郁结了。你成天和我的妹妹艾丽待在一起，不就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吗？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
又想使什么花招？我勒个老天奶爷！原本一直在前方勤勤恳恳干活的藤蔓们，听到后方的动静，全部转了个弯，八卦的竖起脑袋尖尖。怎么回事？我刚听到了什么？老大，你什么时候喜欢上这只兔子？我怎么不知道？兔子虽然挺美味，但是我更喜欢吃大米。老大三思啊，这都什么跟什么？他什么时候对这个人起过念头？不要说这么恐怖的话好吗？林婉赶忙甩开少年的手，离这个奇奇怪怪的人远一点。你放心，我对你真的没想法。你想歪了，你对我没想法。听到林婉的话，埃尔愣了一下，反应过来之后，脸上又浮现出气急败坏的神色。你为什么对我没想法？他的语气由疑惑转变为震惊，好似林婉给出的答案让他无法接受。既然你对我没想法，那上次在电梯，你为什么要勾引我？金发碧眼的美少年外形非常养眼，如果不是这个人的脸一直臭臭，林婉还真的挺喜欢这一款。但他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向导与向导之间相互用精神力试探是那方面的意思。他对天发誓，他真的不知道，怪不得埃尔看他的眼神越来越奇怪。他真心的道歉，不好意思，可能我某些行为让你误会，但是你放心，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我不知道那是，算了，总之对不住了。埃尔的脸色更涨，真是无耻至极。少年愤怒的丢下一句话，然后头也不回的走掉。林婉默默的在精神图景中与藤蔓对视，他是不是不知不觉当了一回渣女？藤蔓们很随意的开头，别在意，你不过是犯了所有女人都会犯的错吧。林婉更无语了，埃尔走了。林婉全身心的将注意力都投入到了藤蔓之中，因为污染区已经破坏，藤蔓们很轻松的就进去了庄园里。他指挥着藤蔓，先是来到了庄园的后花园，碎石小径与草坪上散落着肢体残骸，那些未及消散的恐惧在风里蒸腾成肉眼可见的灰雾。林婉于心不忍，指挥藤蔓将这些残留的情绪吸附干净。安心休息吧。一阵风吹来，庭院中的树木飒飒作响，带着这些嘈杂的声音，最终消失在虚无的空气中。终于安静了。林婉的藤蔓钻出土壤，然后精准地寻到了乌尔德曾经倒下的那片土地，上面依稀还残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气味。藤蔓们很敏感，很快他们就认出了他。爱尔兰当时在乌尔德身上使用的契约道具，一件连官方都判定为合法的道具，里面居然藏了污染铆，而且谁也说不准这样的能源道具还有多少件正在市场上流通。想到这里，林婉的心跳再次漏了一拍，那种恐慌感又来了。这个时候，林婉脑域中的大树沙沙作响，她好像感应到了什么，藤蔓们如同灵蛇一般流向了花园的某一处，那是一处好看的喷泉。在污染区所有残败的物件中，只有这一处是完好无损。喷泉的旁边遗落了一只漂亮的高跟鞋，通道入口在这，我闻到我喜欢的味道。藤蔓们指了指那座喷泉，找准位置之后，整条藤拽住那座喷泉，极其粗暴地将它整个拔了出来。蓝鹰感觉意识正被无形之物缓缓腐蚀，每一寸神经都在灼烧，他的皮肤泛起细密的战栗，连呼吸带起的气流拂过都化作千万只蚁虫啃咬，奇痒从骨髓深处翻涌而上。少女赤裸的足尖轻轻点在她剧烈起伏的腹间，那触感似带着灼热熔岩，在她绷紧的肌肉上捻出一串颤抖的涟漪。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身体。与向导作对是一件异常棘手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强大的战力，但是他们能操控你的精神情绪，这些恰恰是哨兵最脆弱的地方和软肋。蓝鹰全身的敏感度都被调到了制高点，任何轻微的触碰都会让他发出难以启齿的呻吟声。爱尔兰的脚稍稍用力，精准碾上男人腹肌下最脆弱的凹陷，蓝鹰瞳孔骤缩，喉间未及溢出的闷哼被掐断成破碎的气，他浑身肌肉先是瞬间绷成铁板，脊椎弓起的弧度几乎要将尾椎骨骼穿地面，紧接着又像是一条脱水的鱼，彻底失去了反抗的力气。坐在椅子上的爱尔兰毫无知觉，僵硬的就像是一个提线木偶，他的一只脚踩在蓝鹰身上，身体却已经落入了乌尔德的怀抱里。黑熊哨兵不断地亲吻着女孩的脖颈，滚烫的气息密密麻麻地将纤细的少女包围，霸道且专制。在丧失人类理智之后，生理上约束自己的那道防线也已经彻底崩溃。乌尔德的欲望伴随着失控的精神图景全部爆发了出来，这就是你一直想要的，让这个人变成你的哨兵，你的情人。这个愿望马上就要达成了。乌尔德说完，冷漠的视线落在蓝鹰的身上，殿下垂怜你，还不快舔，让他舔。做梦吧！蓝鹰扯出一抹决绝的冷笑，眼底微弱的蓝光涌起，决裂的模样好似燃烧在海底不屈的火。也就在这个时候，头顶上突然传来了一阵剧烈的响动，这个空间的上方有什么东西被暴力的掀开，强烈的光线穿刺而来，让蓝鹰的眼睛微微刺痛。果然是小水母，你们在做什么？3P 吗？蓝鹰感到一丝的错愕，在他最狼狈最不体面的时候，那几根藤蔓已经若无其事的从头顶上的裂口窜了下来。他们在这里闻到了浓烈的野兽发情的气息，那是混杂着荷尔蒙与原始冲动的粘稠物。对以情绪为食的他们而言，堪称顶级盛宴。而此刻翻涌的欲望带着铁锈般的腥甜，如融化的焦糖般缠绕神经，让这些藤蔓的尖端都兴奋地蜷缩了起来。他们如强盗一般，将蓝鹰从沃尔德的控制中挣脱了过来，齐齐缠上这具美味的肉体，尖端绕过他痉挛的腰腹，在锁骨四线处盘成活结，溪口开合间发出艳足的簌簌声。他们撩开男人破损的衣领，在汗湿的皮肤上碾出紫红的淤腐，像顽童对待新玩具般粗暴地探索每一寸肌理。蓝鹰的理智濒临崩解边缘，方才在爱尔兰眼底，他尚可咬碎钢牙扼住最后一丝理智，可此刻在这些不知轻重的藤下，所有防线都被碾成肌肤。他们用吸口扫过他耳后薄皮齿，他脖颈骤然崩起青色血管，
喉间溢出连自己都陌生的颤音，有些尖端已经滑进大腿内侧的敏感。他荒唐的想蜷缩成婴儿自在。别玩了！蓝茵的身体被藤蔓紧紧缠住，他用自己仅有的一只手遮住滚烫的额头，遮住酝酿着癫狂的眼睛。他全身都湿得厉害，汗水层层溢出，然后尽数落入藤蔓身上密密麻麻的细口中。他应该保持贵族的体面，不应该堕落成这副样子。蓝茵无数次的想，但是昏昏沉沉的意识已经混沌至极，他极度痛苦却又极度舒服。这些藤蔓就好似某个人的手不断的抚慰着他，让他多日来的焦虑、肿胀、烦躁、郁结全部都有了发泄的去处。再紧一点，再多一点。蓝茵全身的血液沸腾，崩溃的就差自己主动扯开衣襟，张开双手。父亲的质问突然在耳膜震响：“你真要为个低等向导赔上前途吗？”蓝茵曾经犹豫过，也迷茫过，而此刻答案早已顺着汗血渗进泥土。他何止是赔上前途，他差点把灵魂都碾成供养他吸食的甜浆，真甜啊！吸吸，我们再深入一点好不好？一道道意识不断传递进林婉的脑域中，那棵原本安静的大树仿佛也品尝到了美味的甜水，激动地抖了抖。这可是你说的深渊之处？那个神秘的声音再次响起，林婉感觉到他的树根扎得更深了，不断地朝着那些还未开发的未知处扩散生长。图景被强行撑开，林婉的脑域感到一股胀痛，就把你变成浇灌我的水源吧，每天都要吐出甘露好不好？那声低语如进了蜜糖的钢针，扎进蓝茵混沌的意识，他的瞳孔逐渐蒙上乳白的影，却在听见指令的瞬间，喉间溢出破碎的响。男人舌尖抵着上颚，艰难开合，从喉咙深处挤出黏腻的一个好字。随后，一道绿色的光芒在他的小腹上亮起，原本早已消失的绿芽标记再次出现。当最后一缕绿光没入尾椎，他瘫在这股温暖的水源中，眼尾泛红的笑意怎么也止不住。这一次，这个标记不是临时的，而是永久的。他终于变成了他的哨兵。察觉到蓝茵身上的气息变了，原本处于混沌中的爱尔兰突然恢复了意识。贱人，你又抢我哨兵！少女破口大骂。他气得一下从乌尔德身上站了起来。被困于一空间的霍森终于捕捉到裂隙，黑边破空而出，精准缠上虚空中游移的墨色雾丝。磅礴的墨蓝色精神力自他身上奔涌而出，在掌心凝聚成幽蓝鬼火。那火焰裹挟着冰川般的寒意，将黑雾灼得滋滋作响。上将大人，救救我！雾团扭曲成人脸轮廓，数千个重叠的沙哑嗓音从中挤炸而出，每张虚空中浮现的嘴唇都在诡异的同步开合。霍森的眸光掩藏在金色的镜片之后，让人看不出他任何的情绪。污染者的哀鸣听来倒是比监狱的哭嚎悦耳些，他的声音裹着零下20度的寒霜，黑手套指尖轻弹，蓝火骤然焚尽一切的污秽。只是在那些黑雾最终消散的一刹那，虚空中突然出现了一张模糊的人。霍森，他听见那个人这样喊他。污染区的核心开始崩塌，所有的虚拟景象全部如同破碎的弹壳，一片一片的开始瓦解。利尔带人开始解救被困在里面的人。爱尔兰在恢复意识之后又再次晕了过去，连同他身后的乌尔德也被戒断所的人带上电击圈，装进特殊材质的军部卡车里带走了。蓝茵被发现的时候，正双目溃散的靠坐在角落里。利尔正想将一个电击圈带到他的脖颈上，却被本来一动都无法动弹的男人避开了。蓝茵的力量正在慢慢的恢复，身体也有了力气，他自己接过那个黑色的圈戴在了脖子上。克里斯殿下，可能也需要你随我们去一趟戒断所。知道了。蓝茵尽量压制身体中的燥热，缓缓站了起来。您这个情况，检查无异样之后，会安排向导帮您清除污染值的。这样，听到这个，蓝茵原本苍白的面容上勾勒出一抹熟悉的亲切笑容。那就劳驾了，不过可能得麻烦你们帮我邀请我的专属向导。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身体。林婉的意识刚回笼，就感觉到一股微妙情绪。刚才什么情况？他是不是标记了一个哨兵？他急忙进入精神图景检查，果然发现了一丝熟悉的感觉，属于蓝茵的标记被清晰的点亮，结成一朵漂亮的纯白色小花苞。微风拂过时，白色小花苞娇俏的舞动着，颤巍巍的舒展半片花瓣，露出内侧蜷曲的水蓝色宝石花蕊。林婉惊奇地触摸了起来，没想到这朵小花居然有意识，她含羞地抖了抖，连带整个花苞都往枝叶深处缩了缩，表面透着一层薄薄的粉晕。小水母真漂亮。看着眼前景象，5号藤蔓傲娇地说道，它的尖端上也长出了一朵小黄花，开心的仿佛得到了自己喜欢的玩具。坐在押解车上的蓝茵此时也抑制不住地发出一声闷声，她悄悄摸了摸腰腹处的蓝色宝石，只觉那里滚烫异常。别心急，蓝茵不断地安抚自己，她马上就会见到他们。而另一处，被困在庄园里的向导们也得以解决，中央特派了一架飞艇，将他们护送回坦。向导的精神图景比任何人都要坚固，因此在这次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不过庄园的主人尼德公爵死了，他的尸体被发现时只剩一副骨架，很是殆尽的残躯上，唯有头骨残留的几片带血皮肤勉强可辨身份。据说尼德公爵是被他异化了的贴身助理给吃掉的。军方的人还在调查污染源的来源，只是这一场变故下来，死的死，疯的疯，线索早已同这座庄园一起彻底被吞没了。霍森也从污染区里出来，他吩咐利尔严加看管那头飞熊，别让他死了。等爱尔兰清醒，就安排他进行深层疏导。乌尔德被感染，虽然阻断机已经阻止他继续异化，但是他的精神图景肯定已经废了，以后随时都面临着再度变异的可能。戒断所处理这类哨兵会直截了结他的性命，但是这个人不行，他们所有的线索都在他的身上。明白，利尔点头，随即又有些犹豫。这头黑熊的污染值都成这样了，爱尔兰阁下想要修复它，常规治疗接触恐怕已经不能满足。
那名向导得付出更多的代价，不愿意也得做。霍森扯下满是污渍的皮手套，放纵自己的哨兵变成这样，本身就是向导的失格。这个大小姐已经任性太久了，该给她点苦头吃。可是她毕竟是女王内定的未来太子妃，她跟太子还没成亲，就失身自己的哨兵，传出去可能。女王那边我去说，在此之前，你安排好足量的向导素。知道了，长官。利尔慎重道。对了，您的图景还好吗？刚才使用了那么多精神力，而且还离污染源那么近，会感到哪里不舒服吗？无碍。霍森不在意的道，但是又想起什么。军部的人是不是调了一批向导学院的学生过来帮忙？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现在就在山下的向导所里。您怎么知道？霍森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推了推眼镜，一边整理着装，一边抬脚朝山下走去。我去看下情况。利尔莫名其妙，后勤不是一直都是吉斯在负责吗？长官什么时候在意过这些？而此刻的林婉正在被一名贵族女士刁难，那名女士大概不满自己被安排在这种临时的隔间里，正发着脾气，又看到给自己疏导的向导还是个学生，连向导证也没有，就直接爆发。你们实在太大胆了，敢如此轻视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信不信我回去跟女王告状？面对贵族女士的怒火，在场的工作人员一声都不敢吭，因为这位夫人是女王母族的一位姊妹，大概是她身上的防护道具很多，因此尽管在污染区里待了一夜，她的身上也没有任何损伤。替她检测完之后，其实她是可以离开了的，但是她非要让向导所安排人替她精神疏导，很多人都在忙，实在抽不开身，于是就把她排进了林婉的临时诊疗室里。没想到这名夫人直接发飙了，林婉已经忙了一天了，本身脑瓜子就疼，见到这名女士不断指着她的鼻子说出尖锐刻薄的话，终究是忍不住，一抹绿光闪过，藤蔓无声无息地抓住了她散发出来的所有情绪。跟她华丽的外表不同，她的精神体是一只黑乎乎的蜘蛛，等级也非常的低，大概也是觉得自己的精神体不好看。这名女士从来都没有好好培养过她。藤蔓一把捆住这只蜘蛛，将它整个掀翻在地。贵族女士的声音一下子停止了，她扼住自己的脖子，突然痛苦地伏在地上大口喘气。身后的其他人见了，急忙上前搀扶起她。夫人，您怎么了？哪里不舒服？难道又有污染？现场瞬间忙成了一团乱。林婉悄悄收回自己的藤蔓，然后起身躲进了仓库里。今天的用脑量实在太超纲了，她都觉得有点受不了。这就是被榨干的感觉吗？她一边想事情，一边在仓库里收拾东西，也不知道主任出来了没有。林婉嘟囔了一句。也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伸来一双大手，精准地钳住她的腰腹，连带将她整个人抵在了锈迹斑斑的货架上。不用回头，林婉也知道是谁。这个人的气息她太熟悉了，脑域中的藤蔓根根兴奋地竖起，急不可耐地想要冲出精神图景，缠绕到对方的身体上。林婉及时将他们拽住，埋进大树根系的土壤里。林婉焦急忙慌地应付着不听话的精神体，一时忽略了身后的人，直到那双厚实的大掌惩罚性地深入他的上衣下摆，他这才回过神来。怎么，精神体又不听话了？霍森一边咬着林婉的耳朵，一边低沉地问道。林婉耳朵红红的，脸颊也变得红红的，缩在男人的怀里一动都不敢动。霍森的掌心贴着他的后腰往上攀爬时，嘴唇从他的耳朵开始往下，一路蹭过他泛红的脖颈。林婉的脊椎条件反射般绷紧，察觉到男人的手摸到了那里，林婉这才羞愤地踢了踢他。霍森稍稍将他松开一些，只是游走着的手掌有一只悄悄来到了他的后背，摸上了他的蝶骨。怎么这里有别人的味道？男人边亲边闻，很快他就发现了女孩背脊处的异样，他干脆直接趴在她的背上舔了起来，把那一处属于陌生男人的气味舔去，再加深自己的味道。做完这一切，舌尖却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灵活地在蝶骨的正中心打着卷，微微用力。林婉的精神通道入口在身后的蝶骨上，她不敢喊出声，脆弱处又被人抓住不放，很快就缴械投降，颤颤巍巍的泪眼汪汪。不知何时，她已经被霍森转回了身子，男人宽厚的胸膛严严实实地拥抱着她，灼热的唇舌已经纠缠了上来。林婉能听见他喉中溢出低哑的哼声，像渡鸦在暴风雨前的啼鸣，连带着精神力都化作带刺的藤蔓，在他脑域深处勾出大片荧光涟漪。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身体，太野蛮了。林婉有点承受不住，她的双手悄悄拽紧男人的衣摆，示意他轻一点，但是对方好似还不满。一条腿悄悄挤入他的双腿间，力气重的几乎要将他埋进自己的身体里。这是怎么了？林婉察觉到男人的一丝异样，以前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是很冷静很稳重，为什么现在？是因为刚从污染区出来的原因吗？这样想着，林婉的双手已经轻柔地环住霍森的脖子，食指沿着男人的后脑勺一点点地插入他的头发，指腹碾过发茶时带起的细碎战栗，让霍森的动作终于缓和了下来。他将舌头收回，转而咬着他的下唇吸吮，直到那抹淡红变成肿胀的酱子，才终于放过他。怎么这么粗暴？是精神图景难受吗？要不要帮你疏导一下？林婉摸着男人脑袋温和地询问，霍森却摇了摇头，脸颊眷恋地追随着林婉纤细的手腕微微蹭。真的不用吗？你现在还疏导不了我，为什么？林婉追问，男人却已经不再言语，而是再次将她抱紧，头埋在她的肩窝处，喷洒出急促而又滚烫的气息。笨蛋，让你不好好学习文化课。两人在仓库里腻歪了好久，出去的时候林婉因为不想引人注意，两人时间上间隔了好久才一前一后的出来。林婉坐上车，她身上微不可及的气息引起了坐在前方两个男人的注意。开车的乌鸦哨兵从后视镜看了他一眼，而埃尔脸色铁青的将头转向车窗外，不再说一句话。艾丽的嗅觉并不是很灵敏，她正兴致勃勃地说着今天的收获。婉婉，你有想好去哪个军区了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申请到一起。林婉听到艾丽的话，这才惊觉时间过得好快。
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他们3年级长达1年的实习期就要来了。他想了想，回答道：“我想去9区。9区靠近内陆西南，这个地方跟他500年前古兰星的家非常的接近。他想去看看，是不是这个世界跟他曾经的古兰星还是一样的。来到这里这么久，他有点想家了。”霍森回到办公室，他在办公桌上看到了2份深层精神疏导的申请，这是早上利尔提交上来的单子，其中一份申请人栏目上填着沃尔德的名字。想要从他脑域中寻找污染源入侵的踪迹，那就必须先让他冷静下来。霍森提起笔，一边在授权人栏里填上自己的名字，一边询问吉斯：“爱尔兰恢复好了吗？”蒂娜前辈已经为他做过精神修复了，他人倒是没问题，只是他还是太小了。吉斯还是有些不忍，他连向导学院都没毕业就让他，会不会残忍了点？年纪小不代表胆子也小。霍森冷嗤：“尼德家的人做出了这种事，他能逃得了关系吗？他要还是不肯给人做深层疏导，不用我们逼，他自己家里的人也会逼着他。”随着尼德公爵的死去，这个家族最大的保护伞已经消失了。一旦与地下组织私下进行违禁品交易的事情被揭发，那么这一大家子人面临的遭遇，恐怕就不是死一个公爵那么简单的了。所以沃尔德这个深层疏导，爱尔兰必须做，但是给一头已经丧失理智且被自己的欲望支配的野兽做疏导，这个向导会遭遇什么事，可想而知。霍森开口：“你去准备，确保疏导过程中爱尔兰的人身安全。实在压制不住，就用那套方案吧。”是。吉斯颔首，他又指着下面一份申请疏导：“主任，还有一份需要您过目。”霍森翻过一页，不经意地瞥过上面的名字，眼神顿时凝住。污染才这么点长度，申请什么深层疏导？打回去。吉斯站在一头，清楚地看到了霍森变脸的全过程，他不得不解释：“克里斯小殿下走了特殊通道，而且这个申请已经被越级批准。”他硬着头皮又吐出了几个字：“是总统批的。”霍森冷眼看着授权人那边签下的名字，笔画张牙舞爪，仿佛是在挑衅一般。他们克里斯家里还缺高级向导吗？想要深层疏导，回家做不就行了？何必把申请打到我们这里来？吉斯这回是真的有点汗颜。主任这事还不知道吗？这让他怎么解释？这个，要不您再往后翻一翻。吉斯弱弱地指了指文件下方的另一张纸。霍森又翻过一页，很好，这次是一张肖像匹配的相关证明文件。他清晰地看到了兰因克里斯和林婉这2个名字中间标了一个大大的专属2个字。这张证明搁在古兰星，跟结婚证差不多意思。霍森终于按捺不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别激动，别激动。哎，您要去哪？这是林同学自愿标上的。林婉收到通知书也有点猛了。向导想要给哨兵做深层疏导，不管是否有专属关系，都要先通过白塔的批准，才可以跟人深层结合。这是为了保护每一位向导的人身安全。可林婉虽然已经适应这个世界一些特殊的色设定，以前不痛不痒的一些搂搂抱抱也就算了，但是深层精神结合是什么鬼？精神通道那么敏感，这跟人那啥有什么区别吗？他实在做不到啊。林婉已经绝望的在床上摊成了一张，跟他死气沉沉的样子相比，脑域中的藤蔓们简直像过年了一样欢声锣鼓。神马要跟小水母深层结合了吗？这么刺激，哪家好人批准？5号藤蔓听到这个消息，兴奋的合不拢腿，恨不得现在就去到兰因身边摸摸蹭蹭。只是他的藤身才窜出宿舍的大门，就被一只大黑豹给叼了回来。林婉有预感某人会来兴师问罪，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从猫眼里看到门口站着的人，他做贼心虚的想要假装自己不在家，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开门，男人的声音冰冷且强硬：“我不介意让整栋楼的人都知道我在这里。”别啊！林婉吓了一跳，赶忙老实的打开了房门。霍森见房门终于打开了，便伸出手掌，硬生生的挤了进去。黑色的大猫也跟着进来，他口中叼着一根藤，看了看屋子里气氛微妙的2个人，然后默默的走到了角落里。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放开口中的藤蔓。寻到一个舒适的位置后，黑色大猫将那根藤摁在2只前爪之下，然后对着它又是舔又是啃。5号发出不知是痛苦还是兴奋的声音，藤身像是一条蛇一样在黑豹的掌下蜷缩抽搐，但是却怎么都挣不开野兽的爪牙。黑色大猫的树瞳泛起幽光，喉间溢出满足的低鸣：“别咬那里。”5号的意识几近破碎，黑豹突然松开獠牙，崩溃的不仅仅是5号，林婉也快崩溃了。他的房间不大，房门不远处就是床，因为突然多了一个高大的男人，空间瞬间变得很拥挤，精神体遭到无端的袭击，让他感同身受，敏感的跌坐在了床上。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的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林婉疑惑了，怎么回事？怎么霍森的精神体舔5号，他也能感应到这种奇怪的感觉？还不知道吗？精神体就是自己的感官系统，他们身上遭遇的都会一五一十的反馈给母体。霍森慢慢的逼近林婉，一只膝盖已经抵在了床沿，整个胸膛拢在他的上方，让自己的气息将这个不听话的女孩缠绕围堵。连这个都不明白，是不是文化课也要重新补习一下？男人的眼神跟黑豹一样幽暗，平时看着挺和气稳重的人，到这种时候就变得开始不一样了。不，藤蔓不知道被舔到了哪里，林婉浑身一个激灵，就这样无力的仰倒在了床上，她整个人都红温了，后背是蓬松的床单，无处可躲，只能这样暴露在这个男人极具侵占性的视线中。别躲！男人的声音裹着滚烫的气息压下来，膝盖撑在他身侧的床垫上，作战服上的金属纽扣几乎要擦过他发烫的鼻尖。林婉能清晰看见他喉结滚动的轨迹，混着雪松与硝烟的气息，屋子里荷尔蒙的浓度实在太高了，这让林婉以及自己的精神体都变得醉醺醺软趴趴的。尤其是5号，他已经彻底被这股味道灌醉，剩余的藤蔓不断的冲出林婉的脑域，与黑豹纠缠在一起。黑豹带着倒刺的舌尖不断舔舐啃咬，林婉咬住下唇，还是溢出了一声破碎的轻声。
霍森一只手撑在他的耳侧，压下身来，将他彻底困在自己与床头之间的方寸之地。以后还敢这么肆无忌惮地乱摸别人的精神体吗？男人咬住林婉的嘴唇，狠狠啃食了几口，然后又惩罚性地咬住了她瘦弱的下巴。温热的舌头不停在那一处舔舐按压，林婉不知道原来摸别人的精神体就跟摸他们的主人一样。她回想自己以前做过的事，只觉得天都要塌了。如果记不住，我可以帮你加深点印象。别，我记住了。林婉的声音变得尤其的微弱，她望着男人眼底翻涌的占有欲，突然意识到自己此刻有多危险。霍森的目光正沿着他的脖颈缓缓下移，在衣裙下若隐若现的曲线处骤然收紧。霍森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将脸埋在女孩的肩窝里，离那最引人遐想的地板仅仅只隔了1寸的距离。什么时候标记的那只水母？甜头要够了。终于，男人开始兴师问罪了。林婉觉得自己就像是出轨的妻子，被丈夫捉奸在了床，丈夫压着她，逼问她跟那个小白脸到底什么时候好上的。林婉莫名的感觉到一阵心虚，就我去帮忙救援的时候，我的精神体他们也溜进了庄园里，看到那什么救？男人惩罚性的咬了她一口，然后将头微微抬起，薄薄的嘴唇上还留着湿润的痕迹。你看到什么了？我看到蓝英正在被精神污染，所以我就抢先标记了她。林婉解释道。其实当时她也是浑浑噩噩的，意识好像被什么东西占领，她闻到了一股很甜的味道，让她感到饥肠辘辘，于是就不顾一切的扑了上去。等到她反应过来的时候，标记已经完成，蓝英成为了他的哨兵，所以其实他自己也不是很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如果他这么说，主人一定不会相信的。乌尔德的精神世界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自己的主人完成所有的心愿，抢夺蓝英，驯服蓝英，成了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仪式。也许尼德庄园的晚宴就是特意为蓝英准备的一场局。乌尔德的异化可能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悄悄开始了，谁知林婉把蓝英占为己有，变相击破了这个世界独自成立的规则，所以他们才得以抓住漏洞，一举击碎他。霍森其实很明白，但是林婉这副扭扭捏捏做贼心虚的样子让他很心疼。其实他没有资格和立场来质问的。向导拥有自主选择哨兵的权利，无论他最终做出什么决定，他都只能全盘接受。他不过是仗着对方年纪小，心思单纯，还从未被男人哄骗过，所以才会生出这种不合时宜的独占人。霍森担任向导学院教务处主任多年，每年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年轻气盛的新兵蛋子因为争夺一名新一向导闹得不可开交，对于这种事他曾经都是嗤之以鼻的，现在轮到自己，结果实在过于讽刺。霍森盯着身下女孩已经泛红的眼尾，指腹无意识地揉搓着她要掉不掉的泪水，鼻尖溢满了那股甜甜的木质香味。这一刻的满足胜过曾经万千荣耀的瞬间。原来与向导精神链接是这样的感觉，怪不得人人都沉溺上瘾。霍森跪在少女身体的两侧，然后直起上身，伸出手开始解剖。林婉看清楚了他在做什么，脑子一下子就清醒了。你做什么？前几天不是说好了吗？男人暗哑的开口。他一边缓缓脱去自己的上衣，一边再次俯身循循引诱，失效我，把我也变成你的人。霍森并不是个重欲之人，但是这一刻他很想放肆一回。还记得怎么标记那只水母的吗？把对他做过的事都对我再做一遍吧。他慢慢抓过林婉的一只手，先是放在唇边吻了吻，然后慢慢的带领着她从脸颊、嘴唇再到喉间凸起的耐力喉结之中。男人的喉结滚动的很快，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某种克制的渴望。指腹轻轻摩挲着林婉的指尖，引导她触碰自己滚烫的皮肤，喉结在她指腹下颤动，像一只受困的活物。随着每一次吞咽，男人的呼吸就逐渐加重，温热的气息拂过她的手腕，像羽毛轻挠，又像火星溅落。他带着她的手继续向下，划过锁骨的凹陷，指尖下的肌肤绷紧又放松。林婉的心脏跳得好似要冲破胸膛，一下又一下的撞击着肋骨，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林婉，他第一次低唤她的名字，用男人呼唤女人的方式，嗓音沙哑的不像话。金属皮扣解开，发出咔嚓的一声，也不知道究竟碰到了哪里。女孩吓得再次咬唇，然后整个屋子都沉默了。很久之后，只听见霍森低笑一声。林婉生来都没遇到过这种香艳的事，只觉快晕过去。但是这个人没有让她晕，而是紧扣着她的手腕，一半引诱一半强迫的，让她了解更隐秘部分的她。男人的嗓音低哑，带着笑意，这里还有这里，想全都变成你的东西。男人使力包裹着她的手掌突然收紧，空气中同时响起两人剧烈的心跳声。林婉吓得急忙甩开，却被追上来的男人狠狠撞了一下。感受到了吗？霍森喘出深深的气息，接纳我吧。林婉的心乱成一团，意识开始不断坠落，空气中隐秘晦涩的气味勾缠着她，引得她肚子里的那点馋虫又开始蠢蠢欲动。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蓝英披着浴衣从浴室中走出来，每天早上运动完，她都有沐浴的习惯。尽管现在身处戒断所的观察室，但是她依然保持着贵族式的严苛作息。温热的水珠顺着蓝色的发梢滴落，在男人锁骨凹陷处短暂停留，最终没入松散的浴衣领口。蓝英站在镜子面前仔细审视自己，指尖轻轻抚过镜面，冰凉的触感让她微微眯起眼。镜中人黑色的睫毛在顶灯下泛着细碎的光，那双总是凝结着疏离的透明色眼瞳，此刻竟透出一丝惬意的慵懒。她解开浴衣，露出小腹下方新生的淡绿色肌后，稚嫩的绿芽娇气可爱，正伸着柔软的分支，与她原本的蓝色宝石交缠在一起，形成一种奇异的美感。真好，男人低吟，指尖擦过标记，引起身体微微的颤栗。镜中的蓝英忽然笑了，眼尾诚实的漾起从未有过的艳福。这时，观察室的监控器里响起一道声音：“殿下，有客人来了。”蓝英止住遐想，眼中的笑意褪去，让他过来吧，因为在尼德庄园差点被污染源感染。
蓝英开始了长达1个月的观察期，这段时间内他是无法离开这里半步的。这间观察室位于白塔地下52层，原本是某位长官的临时歇脚点，现在被改装成了他的住所。入住之前，佣人们早已将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所有的洗漱用品也换上了蓝英平时惯用，甚至连床单都跟公爵府邸的一模一样。如果不是浴室实在过小，蓝英觉得一直住在这里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当凯撒怒气冲冲地推门进来的时候，蓝英已经穿戴整齐，正悠闲地坐在窗边喝茶。中央凭什么给你批深层疏导？凯撒一进门就开始咆哮，蓝英连眉头都没有皱一皱，而是慢条斯理地给凯撒倒了一杯茶。今天火气这么大，一定渴了吧？过来一起喝。他将备用的杯子推给他，条件有限，将就一点吧。滚！谁要喝这些东西？凯撒不耐烦地挥开，那杯刚沏好的红茶顿时泼洒而出，茶水在地板上蔓延开来，瓷杯也滚落在一旁，发出清脆的声响。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好意被糟践。蓝英也没什么脾气，而是慢条斯理地擦了擦溅在手上的水。我被精神污染了，需要深层疏导，不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吗？狗屁！凯撒打断他，一双金色的尸眸盛着通天的火气。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要深层疏导回家做去，为什么要指名乖宝给你做？原来是为这个。蓝英轻轻瞥了他一眼，你的消息还真灵通，这么说是真的。凯撒的瞳孔骤然收缩成细茧，指节捏得咯咯作响。你这个家伙是不是滥用职权？凯撒忍下心中的火气，咬牙切齿的一字一句的质问道：你这话问的就很有问题。与凯撒气急败坏的脾气不同，蓝英今天格外的有耐心。我为什么需要林同学替我疏导？自然是因为我是他的专属哨兵。他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将自己的上衣下摆轻轻捞起，露出肚脐处那颗蓝色的宝石。宝石的下方，一个熟悉的绿芽标记异常的显眼。凯撒的目光死死定在蓝英腹部的绿芽标记上，那枚印记正随着蓝英的呼吸微微发光，仿佛在嘲弄他的试探。有一股无名的火焰开始在他身体里焚烧，他突然一把掐住蓝英的脖颈，将他狠狠抵在墙上。你这个下作东西！他怒极，连说话都开始口不择言。因为临时被家里委派了任务，尼德公爵的宴会，他只参加了上午场，下午就乘坐私人飞机离开了，因此也逃过了这场危机。所以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他自然也不清楚。可明明是他先发现乖宝的，凭什么被这个不要脸的男人捷足先登？不要以为人人都像你这般心思龌龊，这种事情如果林同学自己不愿意，我还能拿刀架在他脖子上逼他不成？我们当然是双向奔赴的。放屁！凯撒怒骂，他精神力属火，本身就易燃易爆，现在蓝英还偏偏专挑着他最在意的理刺激他。很快的，这头年轻精力旺盛的小狮子就气得理智全无，拳头紧握就再次挥了出去。蓝英偏了偏头，冷白色的肌肤上扬起意味不明的笑意，与其张牙舞爪的来找我撒气，不如好好反省下自己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够好。被向导厌弃，蓝英的声音很轻，却句句精准地扎进凯撒的心脏。金色的狮子突然哑火，与蓝英此刻淡定的心境不同，凯撒显得尤其的狂躁，特别是看到对方整理衣物时，明明其他地方都整洁得体，唯有敞开的小腹下摆，衣衫还凌乱着，若隐若现的腰线，绿芽标记在衣摆晃动间时隐时现，像是某种无声的挑衅。凯撒看着都气笑了，这人还炫耀到他头上，一定是他使用了些下三滥手段。他的宝贝才一时心软给了一个标记，可一名向导又不是只能标记一个哨兵。蓝英可以当狗，难道他不可以？他给乖宝舔得明明白白的时候，这个家伙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还不如把力气都留在乖宝身上时。他跟这种受了一点皮外伤就要死要活申请深层疏导的下作小人不同，他是只有耐力有格局有风度的师傅。但是为什么中央会给他批了？凯撒死死盯着蓝英小腹，那个曾经自己拥有的现在已经消失了的标记，久久不能平静。好了，别气了。蓝英看着凯撒的模样，终于败下阵来。我听说林同学3年级实习的意向军区是9号区，那不就是你们塔希尔的地盘吗？你的入伍申请办理好了吗？听到这个消息，凯撒原本紧绷的眉头皱起，乖宝怎么突然想去那里？你哪里来的消息？说出来不太光彩。我跟他链接之后，可以反向探寻到他的一丝一息。我偷偷听到的，你这2天出去，是不是就是去的那里？他真的有说想去那里？9号区可不是什么休闲旅游的地方，况且那边最近还出了点状况。凯撒越想越觉得难以理解，那个区域的熊虫们精神力集体暴露，引发了不少性质恶劣的事件。现在军部正在严厉打压呢。9号区地处西南角，因为气候湿热的原因，一直都是虫族精神体哨兵们的聚集地。这些人擅长精神操控思想污秽，中央为了压制他们，于是就将这个地盘的控制权交给了属性与虫族相克的火属性塔希尔家族手里。凯撒从哨兵学院毕业，就会直接接管那边的军队。不过既然乖宝想去，也不是不可以，我可以照顾他。想到这里，凯撒薄薄的嘴唇裂开肆意的弧度。既然你没事，那我还有事先走一步。好兄弟有了新目标，就不想在这里继续浪费时间，于是摆摆手，极其潇洒的离开了。慢走不送。蓝英皮笑肉不笑，他慢慢的将身上已经被弄皱了的衣服脱下，敲了敲一旁角落里某只监控器，通知随时待命的下属，给我送干净衣服过来，顺便派人把房间里去味。吩咐完，蓝英再次回了浴室，温热的水花从头淋下，将身上最后一丝别人的味道清洗殆尽。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他可不能出一点纰漏，他要给自己的向导留下最难忘的日子。想到这里，蓝英撩开湿漉漉的头发，微不可及的笑了。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
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林婉被霍森送至白塔，进入前往地下52层的电梯里时，他忍不住再次提醒，不要对那些哨兵太过宽容，如果觉得他们冒犯了你，就按下终端的警报器。我就在门外，我知道了。林婉点头应承，他今天要给蓝英做一次深层疏导，中央下发的指令，任何人都不能违抗。从早上起，霍森已经不止一次给他说了注意事项。从向导宿舍到白塔10几分钟的车程，男人一直拉着他的手，絮絮叨叨地说了一路。被标记的哨兵总是会对向导产生浓烈的依恋感，即便是主任这样已经成熟的男性也不例外。观察室的门口，霍森的双手落在林婉的肩膀上，多与高等级哨兵精神结合，对你的精神力提升很有益处，特别是深海巨妖纯粹的水精神力，你的那些藤蔓应该会很喜欢。第一次深层疏导，好好加油，等你出来，我帮你清理。林婉羞涩地点了点头，然后顺着霍森替他打开的门，慢慢走了进去。深层精神疏导，顾名思义就是少相之间精神力的深层结合。因为精神通道实在过于敏感，因此很多人会觉得做这项工作时跟做那种事很像，也有一些人情到浓时自然而然就发生了男女关系。不过本质上深层结合跟那个还是有区别的，别怕，守住底线，这是工作。林婉默默给自己加油打气，昨晚都跟主任练习，他现在很有经验，实力强得可怕。蓝英坐在椅子上，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朝门口张望，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脖子上的监测环，金属的凉意却压不住他逐渐升腾的体温。早已到了规定好的时间，都不见林婉的身影，他迟到了。这个认知让蓝英感到焦躁。自从上次之后，林婉的精神力就像某种成瘾性药物，烙印在他的神经末梢，以至于现在仅仅是等待都开始让他患得患失。终于在听到大门打开的声音时，一切急躁都消散而去。蓝英起身，脸上露出排练已久的温和笑容。林同学，你来了。你好。林婉站在门口，还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好像挺久没见蓝英了，没想到他们再次见面居然是在这种情况下。很抱歉，今天又要麻烦你了。蓝英给他倒了一杯茶，用上了他最喜欢的那一只杯子，杯垫上还雕刻着嫩绿色的藤蔓，很显然这是他专门为林婉准备的。谢谢。林婉没想到这个人准备的还挺周全，红茶的温度不冷不热刚好合适，一杯水下肚，林婉心里的紧张消失了一半。我喝完了，那我们快开始吧。林婉将杯子往桌子上一放，大义凛然道。蓝英听到林婉的话，收拾的完美无缺的脸上有些错愕，随即他很快掩藏了自己的情绪。既然这样，那林同学就跟我来吧。去哪儿？林婉有点懵了。精神疏导在这里做不就可以了吗？稀里糊涂的，林婉就被蓝英带到了卧室。卧室门一打开，一股淡淡的木质香味扑面而来。林婉微微一愣，这是我特意根据你身上的味道调配的，还满意吗？身旁的男人不知道何时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双手拢在了他的肩上。还不错，挺好闻的。林婉对香味实在没研究，谈不上多喜欢。蓝英准备的这个香味他也不排斥，好像回到自己宿舍了一样，挺舒服的。对方替他准备这个还是很有心了，不过我好像失败了，还是比不上林同学的1/1000。男人失望的叹气，双手逐渐下滑，从身后不知不觉地贴了上来。下次林同学再到我这里来闻好不好？直到男人的双手拢上了他的腰围，林婉这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这个人是在跟他调情吗？他还以为他们在很正经地讨论香味。林婉的脸瞬间爆红，但是一切已经迟了。男人掐着他的腰将他推入了卧室。林同学，为了研究出更好的产品，我需要仔细甄别。蓝英在他的身后跪了下来，鼻息贴在他的腰眼处，一边嗅一边手指细微的在那里摩挲。真抱歉，这是为了制出最好的香。林同学，要与我一起制香吗？男人薄薄的嘴唇贴在林婉的后腰，滚烫的气息灼烧在他的肌肤上，引发了一系列的战栗。林婉的腰部很敏感，被蓝英的气息一晕，酥麻从脊椎窜上后颈，他下意识想躲，却被蓝英修长的手指扣住腰肢，牢牢固定在原地。你别这样，太痒了。林婉心有点慌，置身于陌生的环境，还是一个男人的卧室，这让她有点不安。真抱歉，难受吗？林婉的话并没有让男人的行为停止，他扣着细细的腰肢，开始更为深入的闻嗅。林同学这里的味道最浓，我需要再确认下，这样制出的香料才是最准确的。您再忍耐一下。蓝英一声声的解释着，语气极度的真诚，动作却与温润的言辞截然相反。他将林婉那一处的衣衫着湿，终于寻到了隐秘的入口，舌尖勾缠，林婉尖叫出了声，双腿再也没有力气支撑住，软了下来，身体恰到好处地落进蓝英虚浮着的双臂中。我抱您去床上。蓝英淡淡的微笑，然后打横抱起怀里的你来。深层疏导需要双方身体的紧密相贴，林婉已经做过功课了，昨晚霍森主任详细地教导了他。林婉听得脸红心跳，尝试着在主任身上做出实践，果然如他所说，拥有钢铁般坚强意志的男人在他手里软成了一滩烂泥。等下，我想在上面。林婉抵制了男人下压的躯体，弱弱的发声。蓝英先是错愕，随后轻笑道，好啊，我荣幸至极。男人说着就自己先躺下去，并且主动解开了上衣，倒也不必脱那么光吧，不过算了，随他吧，好像哨兵面对这种事都是这样稍稍的。林婉这样想着，在床上找了个位置跪坐下，伸出手将指尖抵在了他小腹上的蓝色宝石上。林同学，您冷吗？指尖之下，男人的小腹正在轻微的颤抖，他那里的肌肉全部收紧，漂亮的人鱼线勾勒出最隐秘的弧度。林婉的指尖沿着那道凹陷的沟壑缓缓下滑，
感受着掌心下肌理的细微战栗。我不冷。林婉的指尖微微施力，感受着宝石下方汹涌的精神波动。是这里太疼了。蓝茵瞬间呼吸乱了节奏，发出破碎的呻吟。她双手紧握成拳，明明没有人束缚她，但是她却自觉地把自己展示出被制约的可怜模样。林婉的精神力顺着宝石纹路渗入，瞬间被卷入一片深蓝漩涡。海底花园比上次来时更加绚烂，珊瑚丛已经开出最艳丽的色彩，银鱼群穿梭如流动的星河，无数发光的小水母撑开半透明的伞盖，围绕在林婉的身边跳舞，好似在欢迎她的到来。他连精神世界都整理好了。林婉有些震惊，感叹着这个男人的细腻和温柔。通道两侧，幽蓝的海水中悬浮着细碎的光点，如同星辰坠入深海，真美。林婉的心底发出由衷的赞美，大概是听到了他的心声。此刻的蓝茵也适时地发出一声压抑的声音，她清爽的身体渐渐沁出湿润的汗水，冷白色的肌肤开始逐渐升温。你喜欢就好。她忍着疼痛慢慢打开了自己，金贵的高岭之花自甘堕落神坛。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精神通道入口，林婉只用一根手指抵在蓝宝石上，无数绿色的精神丝正如泉水一般的游入蓝茵的身体，触电般的感觉席卷全身。拥抱我吧，她恳求出声，呼吸急促而破碎。林婉的精神丝已经侵入到她精神图景的最深处，不经意的搅动都能带来近乎灭顶的刺激。求你！她扬起脖颈，汗水顺着紧绷的肌肉线条滑落，但是女孩却没有赏赐她，而是自顾自地继续着自己的工作。随着精神丝的持续深入，每一缕触须都细致地碾过她敏感的精神节点，这种折磨般的快感让她几乎崩溃，却又贪婪地想要更多。大概是由于深入的够彻底，林婉逐渐在这座华丽的宫殿里看到了一些被小心掩盖起来的污，这些就是污染物，她需要清掉它们。林婉这样想着，然后召唤出了藤蔓。林婉的精神力是木属性，蓝茵的是水，木需要水浇灌。这些藤蔓来到了这里，简直就像是老鼠掉进了米缸，快乐的找不着南北。随着藤蔓们的吸入，林婉的身体得到了一种诡异的满足。一只庞大的蓝色水母已经无声无息地靠近了他，在深海处等待了很久都没能等到林婉，于是主动游上来寻找猎物。他慢慢地将林婉的身体拢在触手中，像是抓到了爱不释手的宝贝，热烈地藏起来只给自己把握。而现实中的林婉也被忍耐已久的蓝茵反扑在身上，男人汗蹭蹭的身体紧紧贴合，不断磨蹭着挤压着。他将脸埋进林婉的脖颈中，深深的呼吸，企图用这种望梅止渴的方法来平息身体的滚烫，但是不够，一点也不够。林同学，求你了，不要折磨我了。他的精神通道被林婉的精神丝贯穿，但是却一直没有后续的动作。他所有的感官都被高高抛弃，一直没有落到实处，悬在临界点，不上不下，异常的难受。男人的双手本能地搜寻到了女孩稚嫩的甜美，越来越多的肌肤相贴，两人的精神力也结合得更深入。藤蔓们已经开始回应水母需求，触须与藤身纠缠，蓝绿色的荧光交织，在深海中勾勒出梦幻般的图景。林婉慢慢地用精神力搜刮这些触须，然后一点点将它们打结的部分梳理通顺。蓝茵这才畅快地发出低吟。那些常年折磨她的污染囤积物，正被林婉的精神力一点点刮入，粉末落进藤蔓的口气里，吸收得干干净净。她痴痴地笑了，身体像是享受了一场甘霖，重新焕发生机。辛苦林同学了，愿意接纳如此肮脏的我。蓝茵滚烫的唇色慢慢游走到女孩的额头，在那一处深深落下。她其实没有多少精神污染，不过是借着这个理由来亲近很久不曾见到的。他一点点地顺着女孩的轮廓向西，仔细地勾勒着她所有的形状，直到最后来到她的嘴唇处。脑海中浮现出林婉在飞艇上被凯撒抓着强吻的画面。蓝茵故意模仿着记忆里的姿势，单手扣住林婉的后脑，手指穿过她的头发，另一只手抚上她脆弱的喉结。但与凯撒的粗暴不同，她的每个触碰都带着精心计算的特质。指腹摩挲上颈动脉，膝盖顶进她腿间，为表我的谢意。接下去让我来服侍你吧。蓝茵的牙齿擦过她耳廓的陷阱，声音里催着危险的温柔。林婉做完水母的精神疏导之后，发现自己被困在了那些触手之中，精神丝抽离不去，她的指尖微微发颤，意识像是禁锢了一样，怎么都清醒不过来。她的呼吸被尽数吞没在蓝茵炙热的吻里，蓝茵的气息带着深海特有的冷冽，却又因情动而灼热的惊人。唇齿交缠间，那些压抑的思念与渴望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白炽的光影中渐渐蒙上雾气，映出两人交叠的身影。蓝茵的指尖抚过林婉颈后，那里正隐隐落着另一个男人的戒指。他闻着这个味道，不用想也知道在这个女孩身上发生过什么。有人比他捷足先登了。这个认知让蓝茵的眼中涌出杀意，但是很快又消失不见。那个人这样吻过你吗？蓝茵边深深的亲着，边吐露心中的嫉妒，身体上全是他的气味。你一进来我就闻到了，是那个主任吗？乖宝，他那么老，不要他好不好？如果一个人不能满足，那么只要他和凯撒好，他们一水一火，会把他服侍得舒舒服服的。男人潮湿的躯体中，无数条蓝色的精神力触手攀爬而出，慢慢的将林婉缠绕住，继而又探入了秘密的地步。真美！蓝茵无需用肉眼去看，就已经了解到了女孩的全身。她发出由衷的赞叹，我一定会比她更让你舒服。蓝茵这样说着，一根触手已经掀开林婉的裙摆。林婉承受不住，有眼泪从紧密的双眸中流下，但是她又发不出声音，只能无力的承接着。蓝茵直接将她上半身抱起，从后拢着她，一只手掐住她的下巴，强迫她仰头。她低头咽下她的呻吟声，林婉的呼吸被吞没在炙热的吻里。蓝茵的牙齿轻轻撕磨着她的唇瓣，像是在惩罚。
又像是在宣示主权。就在他失控的要去解开林婉的衣服时，终端响起刺耳的声音，紧闭的观察室大门被敲响，一道冷硬的声音响起：“克里斯小殿下，时间到了。”所有的激情如同被浇了一盆冷水，全部消失不见。蓝莹抱着林婉不肯放手，目光冷冷瞥向卧室正对面的那道房门。他知道那个男人一直站在那里，猫科野兽嗅觉那么灵敏，估计早就闻出他们做了什么。蓝莹紧披了一件宽松的睡袍，向来注重仪表的贵族青年，此刻却漫不经心地靠在门框上。他笑眼盈盈地看向来人，明知故问：“霍主任，您怎么在这儿？监视器里检测到你的污染值已经下降到正常范围区，林向导的深层疏导作业便结束了，我来带他回去。”这样啊，这可怎么办呢？蓝莹露出困扰的神色。现在我的向导已经睡着了，可能走不动路了，要不霍主任还是先走吧。等会儿他醒了，我自然会安排专车送他回学校。两个人都是同个向导的哨兵，蓝莹干脆连装都懒得装了，清新自然的绿茶婊坏起来，犹如淬了毒的蜜饯，让人恨得牙痒痒。不过他的对手是霍森，活了一大把年纪，他什么样子的哨兵没见过？他也不生气，面色依然淡淡的整了整自己的衣领，原本系得端端正正、一丝不苟的领稍稍被他扯松了一些，露出位于喉结下方的标记。还是不必麻烦了，我抱他走就行。霍森暗哑的开口，随着他每说出一句话，喉结就隐约的滚动，绿芽标记上下浮动，特别的晦涩。我已经准备好了疗愈池，他昨晚比较辛苦，今天又一大早的赶过来，最好去池子里泡一泡，这样对他精神力恢复也有益处。他故意将昨晚两个字咬得特别重，是有比一下两个人分量孰轻孰重的意思。蓝莹自然知道疗愈池对于一名向导的重要性，疗愈池也是最抢手的东西，关乎到林婉的精神健康，他无法再有借口留他，于是只能让道。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身体。林婉只觉自己被触手捕捉的意识终于得到释放，她整个身体开始往下掉落，高压和低温一同涌了上来。原来在水母庞大身形之下，居然还有一个如此可怕的深海墙。随着她身体不断的降落，无形的恐惧开始纠缠了上来，那深渊仿佛没有尽头，黑暗浓稠的如同实质，连水母散发的幽蓝荧光都被吞噬殆尽。林婉感到一阵窒息，她呛了一大口水，挣扎着从水里钻了出来。剧烈的咳嗽让林婉满脸通红，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等稍微缓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居然泡在一个温热的汤泉里，怎么老是毛毛躁躁的？男人低沉的嗓音略微有些不满，他递了一条毛巾过来，林婉赶紧接过，把自己的脑袋全部包了起来。怎么回事？他这是在哪？这里是白塔精神疗愈池，我见你一直没有醒，就擅自把你带到这里了。怎么样，感觉好受点了吗？这样啊，谢谢。林婉小心的道谢，她偷偷检查了下自己，等看到里面还穿着一身轻薄的打底衣时，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主任果然是男妈妈，居然事后还替她准备疗愈池，深层疏导，对向导的精神力消耗非常大，如果不及时补充，很容易造成脑域的永久性损伤。林婉是第一次，应该是需要特别小心。可是为什么主任也跟她一起泡？有点社死怎么办？清醒过来了。许久，霍森低沉的声音才再次响起。与此同时，水面微微荡漾，身后传来水流被波动的细微声响。男人正在慢慢靠近他。是的，林婉条件反射般回答，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8度。他死死盯着前方的池壁，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生怕一个转身就会看到什么不该看的画面。虽然昨晚他们已经做过挺亲密的事情，但是这样身处一个水池里还是很让人害羞的。他这样想时，身后男人的手已经搭上了他的肩膀，林婉的身体瞬间绷紧，脸颊烫得能煎鸡蛋。主任，他结结巴巴的开口，声音发颤，您这是？我觉得这样不太什么。霍森微微蹙眉，手上稍一用力，直接将他的身子转了过来。林婉猝不及防地对上了霍森的视线，然后目光不受控制地往下瞟了一眼。他穿着裤子，一条非常正经的黑色训练裤。空气突然安静，林婉的耳尖红得滴血，恨不得立刻钻进水池里淹死自己。天哪，他刚才到底在讲什么？怎么脸这么红？霍森说着，修长的手指已经探向他的额头。他仔细感受了片刻，体温正常。他的目光落在他通红的脸颊上，突然像是明白了什么，嘴角微不可察地勾了一下。你身上都是那只水母的黏液，我先替你清理下。男人的话音未落，林婉就感到一双有力的手臂将他轻轻托起，后背随即抵上了冰凉的水池边缘。霍森高大的身躯如同山岳般笼罩下来，将他整个人都圈在了自己的胸膛与池壁之间。温热的池水在两人之间荡漾，林婉能清晰地感受到对方胸膛传来的温度，因为浸在水中的缘故，单薄的衣物几乎失去了遮蔽作用。每一次细微的动作都让肌肤接触的感觉被无限放大。主任，林婉的声音微微发颤，手指不自觉地抓紧了池壁边缘，那种异样的感觉让他浑身僵硬，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霍森似乎察觉到了他的不适，动作顿了顿，放松，只是检查下。他的声音依然冷静，却放轻了几分。林婉咬着下唇点了点头，却依然控制不住加速的心跳。他能感觉到霍森在水中的手掌正慢慢地游走在他的身体上，指尖所过之处激起细小的战栗。疗愈池的水波荡漾，映着苍顶的柔光，将两人的影子缠绕在一起。高等级的哨兵之间本身就存在相互排斥性，尤其是在同一名向导身上，如果发现太多对方的气味，会本能地产生敌意。男人的指尖轻柔慢软，企图将那一层滑腻的触感清洗干净。好在那只水母还算自觉，没有留下他的脏东西。林婉紧张地屏住呼吸，太羞耻了，他的身体都红了，像是鸵鸟一般埋进男人的肩窝里。霍森近距离注视着林婉，薄情的唇角勾起弧度，好似方才的那些醋意都被女孩突如其来的反应治愈了。怎么这么可爱？男人忍不住吻了吻她，
用只有2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低声说道：“这里都是监控，不要着急，等你休息好了，我再服侍你。现在我需要替你做个检查。”男人这样说着，手指已经来到了他后背的骶骨位置。微凉的精神力带来轻微的刺痛，缓缓流入林婉的精神通道中。他想要阻止，但是已经来不及。霍森的精神力已经反向侵入了他。每名向导每次做完深层疏导，都需要进行1次脑域复查。上报数据无异常之后，整个流程才算正式走完。林婉的脑域传来尖锐的刺痛，紧接着浓郁的硝烟气息铺天盖地般席卷而来，那是属于霍森的精神气息，带着战场特有的铁锈和火药味，强势的填满了他的每一寸精神领域。双方的等级差距实在太过悬殊，林婉只觉得自己的意识被这股霸道的力量完全包围，他的指尖不自觉地掐进了对方的背脊，呼吸变得急促而紊乱。慢慢来，霍森嘶哑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明明是在安抚他，但是他反而显得比他更冲动。男人上半身紧紧地贴在林婉的身上，透过薄薄的布料，他清晰地感受到了她的心跳。慢慢的，那股硝烟味突然变得温和了些。林婉终于能从这种窒息感中脱离，她满头大汗地睁开眼，恍惚间看到自己身上涌现了无数绿色的精神丝，那些精神丝如同游动的海藻，慢慢地将身边的男人也包裹了起来。主任，他轻呼出声，声音里带着难掩的不安。男人的呼吸明显粗重了几分，灼热的气息喷洒在他的耳际，那些原本规矩的气息此刻完全乱了套。霍森很明显有些失去了神智，他放纵自己完全沉浸在女孩香甜的气息里，这样的检查实在太过亲密了。他们能清晰地感知到双方精神力的每一次波动，就像2人正在共享同一个灵魂。这种近乎赤裸的精神交融，让林婉的脸颊再次烧了起来。霍森的动作很轻，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强烈。他轻轻分开林婉的双腿，让她以一个羞涩的姿势坐在了自己的腿上。男人保持着极致的克制，手掌稳稳扶在她的腰间，指尖却微微发凉，像是刻意用低温来提醒自己保持清醒。开始吧。男人的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疗愈池岸边，精密的检测仪开始响起了检测到的结果：精神体菟丝子，活性正常，污染值正常，异化值正常，威胁等级初级，精神力等级 C+，建议适当能源石补给。如果无法采集能源石，也可适当利用哨兵精神力供应。机械因为落，就被从池子里抬起的一只手按灭了人工智能语音，整个空间再次恢复安静。男人的手臂收回浴池，那隐秘的角落里，唯有温润的汤泉水浮动，发出细微的涟漪声。当林婉被霍森从水池中捞出来时，浑身都是粉色的，她累得连手指都抬不起来。湿漉漉的发丝粘在脸颊上，看起来像是一条被榨干的小黄鱼。他被抱到一间休息室休息，水渍被擦干之后，身上盖了一床舒适的薄被。我把数据交上去，你先在这里睡一觉，等会儿再来接你。霍森轻声说道。林婉点点头，然后闭上眼沉沉睡去。休息室的大门轻声合上。听说了吗？爱尔兰从监狱里出来了，那副样子太可怜。他不是去给那头黑熊哨兵做深层疏导吗？结果怎么样？还能怎么样？现在都还在疗愈池里泡着。我听我熟悉的警卫员朋友说，1天1夜，他在门口听爱尔兰的叫声都哑了。好可怕！为什么中央还要救这种都异化了的哨兵？实在太欺负我们向导了。好像是为了找这次污染区爆发的原因，又是那个大魔头批准的。天啊，郭大魔头以前压榨我们就算了，现在连还未毕业的学生都不放过，真的是太可恶了！我要去举报他。我也去。林婉在一片议论声中醒来，隔壁的休息室好像进来了几名做完疗愈的向导，他们正一边喝着下午茶，一边聊八卦，大概是聊到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纷纷有些气愤，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些，这让隔壁的林婉一五一十的全部听到了。特里弗家族被这个人执掌，真是倒了大霉，100年基业都毁在他手里，谁说不是呢？他都把自己的亲爹活活气死，现在又来霍霍我们，连总统先生都要让着他几分，为什么要让这个人退伍，直接死在污染区不就好？林婉听艾丽说过，霍主任在向导中的口碑特别的差，因为他在军部针对向导的极其专制苛刻的行为，让非常多的人心生怨念，于是一封接着一封的投诉信上报给中央，上面不得已才将他陆战部第一指挥官的身份给撤了下来。你们知道为什么霍大魔王会被迫停止退役吗？隔壁一名向导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为什么？不是因为遭到向导集体联名投诉吗？怎么可能？陆战部唯一一个接近双 S 的天花板战斗，如果只是遭到投诉那么简单，前总统怎么也不会让他退役。主要是发生了一件事，你想说的不会是那件事吧？你知道，我有个哨兵就是陆战部的，当时就跟着霍魔王。他跟我说，因为霍魔王经常强行违规让向导跟着下污染区，结果某次行动，一名拥有绝对天赋的向导陨落了。天啊，哪位向导？我怎么没听说过？你们找不到那个向导的档案的，已经被白塔抹掉了。这件事要是被大众知道了，绝对会引发暴乱的。绝对天赋啊！你知道向导里要出一个这样的人有多困难吗？现在等级最高的向导是女王吧，她也只有。隔壁谈话的声音突然消失了，好像是在忌惮什么。他们打开了精神屏障，林婉从床上坐起，穿好衣服，走出休息室。孰料在走廊的尽头，
看到了霍森的身影，男人只身站在窗边，旁边的斜阳透过窗户落在他的身上，将他的轮廓镀成了琥珀色。大概是听到了脚步声，男人转过身来，那双平日里波澜不惊的绿眸，此刻翻涌着某种灼热的情绪，像被点燃的硝烟在暮色里悄然蔓延。他在这里多久了？那些人说的他应该也都听到了吧？是真的吗？林婉的指甲不自觉掐进掌心，密密麻麻的疑问在胸腔里发酵成酸涩的硬块。霍森也在看他，两人标记之后，能相互感应到对方的情绪。他重重滚动了下喉咙，然后抬脚朝林婉走去。睡醒了？男人小心翼翼地拉起他的手。还有哪里不舒服吗？没有了，那就好，我先带你回宿舍。霍森的掌心带着恰到好处的温度，指腹的薄茧若有似无地擦过他的皮肤，牵引着他缓步前行。白塔的玻璃窗将夕阳揉碎成金缕，斜斜铺在他们交叠的影子上，风穿过镂空的廊柱，卷着远处传来的晚岛钟声。这个世界好像很久都没有这样安静，安静到能听见彼此交叠的呼吸，还有心跳在胸腔里震颤的回响。林婉的目光落在与霍森交握的手上，恍惚间，他仿佛又回到了古兰星时的世界，那里没有哨兵与向导的羁绊，没有战争的硝烟，只有暮色里温柔的晚风和永远走不到尽头的放学路。路的尽头是那个人沉默的身影。这件事我以后会跟你解释的。霍森的声音突然响起，打断了林婉的思绪。林婉抬头看了看他，然后默默的点头。他现在是他的哨兵，他自然不会因为外人的几句话而影响他的判断。只是昨晚他在精神链接的时候，不经意间，他在他记忆的深处的确看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霍长官，那人经常这样叫他。林婉的3年级实习申请批准下来，西南部9号区，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因为9号区号称是所有向导的噩梦，几乎没有哪一位向导会想要去那里。9号区常年驻扎着大量的虫蛇系哨兵，在精神力操控方面，他们有着极高的天赋，能力仅次于向导，因此很多向导在应付这类人的时候，非但无法控制他们，很有可能会被他们反向精神控制，是极其麻烦的存在。婉婉，你还真选择了那个地方。艾丽不解，她左右探了探周围，小声的凑近林婉耳边问，是不是那个主任逼你去那里？这关主任什么事？这回换到林婉不解，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主任退伍前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就是在9号区，那边有个百族禁区，里面的怪物都很难对付。当年主任为了消灭他们的虫母，带了1万人进去，结果最后只有几个人活着出来，听说好像还牺牲了一名很有天赋的向导。又是他，这是他第3次听别人谈到这个人。林婉望着艾丽，眼底绿光一闪而过，心下警惕，但是艾丽似乎并未察觉，仍絮絮叨叨地说着9号区的可怕之处。这时在尘埃漂浮的空气中，圆脸少女的肩头一根极细的丝线突然被什么东西切断了，速度快的连藤蔓都还未来得及出手。林婉若有所思，只觉冥冥之中有人故意在引导她。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在每位向导的实习地确认了之后，接下去就是为期1个星期的岗前1对1培训。林婉的培训老师正是蒂娜。蒂娜曾跟随着霍森在9号区待过一段时间，她对那里非常的熟悉，做林婉的指导老师再合适不过。如果你想平安无事的从那里出来，我建议你先把精神力提升至 A 级。A 级向导会形成一套完善的精神屏障系统，对抗精神力入侵有很好的抵制作用。只要你到了 A 级，那么 S 级以下的哨兵都不会是你的对手。林婉想到自己刚刚才升上 B 级不久的精神力，现在要他马上到 A 级，应该是不可能吧？蒂娜好像看出了他的想法，神秘的笑道，普通人是不可能，但是对于你来说可不一定。你有如此贪吃的精神体，又有那么多优秀的温床供你选择，只要勤快一点豁出去1个星期从 B 提升到 A， 一点问题都没有。林婉好像明白需要用什么方法，她只觉得脑壳痛。这个黄黄的世界真的是半句都离不开那什么，怎么得了这么大病还卖凄惨了？蒂娜暧昧的靠近他，调侃道，你把中央那朵最难搞定的高岭之花都给摘了，还不知足吗？怎么样，味道好不好？林婉快要抓狂了，这什么跟什么？这个老师怎么这样？您别乱猜，我们什么都没做。林婉急忙否认，她跟主任虽然是深层交流了些，但是那方面没做到最后一步。主任还是很有原则。得到林婉的否认，蒂娜原本带着八卦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怀疑。什么情况？你别说你们没做过，难道霍老头不行？少相第一次深层链接，很难有把持得住的。30多岁的老男人第一次见荤腥，居然能忍住，不应该啊！林婉无语，也不是他不行了。林婉的脸爆红，他不要跟这个老师说话了。有什么好害羞的？这些对于向导来说是正常的修行吗？以后你总要面对更多的男人。见林婉还是放不开，蒂娜安抚似的拍了拍他的脑袋。如果实在不喜欢这种方法，你看要不要考虑吸收能源石？能源石？林婉突然想到了，好像落日森林里，凯撒把罗尼身上的能源石交给他，那块石头到现在还收在他的衣柜里。他可以吸收这个吗？对于这个问题，林婉也不是特别懂。哎，算了，能源石的问题交给霍老头，让他给你解决。既然他现在成为了你的人，自然会替你考虑到这些的。只是在找到适合自己的能源石之前，宁可不用那玩意儿，也不要乱买，免得到时候等级没提升，还把自己精神力的纯度搅混了。得不偿失。无论是向导还是哨兵，想要走得远，精神力的纯度远远比等级更重要。记住了吗？林婉用力的点了点头。
好了，今天的课上到这里，你回去再好好考虑下我的题。年轻性感的女老师在下课之后，慢慢的凑近林婉，低沉引诱道，直接从哨兵身上榨取，可比能源石好用多了。哨兵的身体是最好的过滤器，他们能提供我们最好的供氧。想清楚了，明天你再来我的办公室，我教你一些正确的方法，保证能让你舒服的同时，还能让那些家伙心甘情愿的把自己奉献出来。林婉人心惶惶的回到寝室，她把那颗收藏起来的能源石给找了。因为是精神控制系的石头，这颗能源石整体的色泽是黑紫色，深色的纹路如同脉络一般延伸着，透着诡异而诱人的气息。林婉想了想，拍了一张照发给霍森。蒂娜老师说，我可以用能源石提升精神力，我适合用这一块吗？这是哪来的石头？霍森回复的很及时，上次联赛从王兽身上掉下来的那只飞鼠，你先放着，晚点我过来看看。林婉回了一个哦字，然后把东西收了起来，但是注意力还留在了霍森发的消息上。他今天晚上又要过来吗？主任是不是来女生宿舍来的太频繁了？万一被人发现了不太好吧。他暂时还不太想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关系。林婉纠结地抓过抱枕，在床上滚了一圈，最后还是忍不住挣扎着爬起来戳了一条消息，要不还是我明天上完课带着东西来找你。蒂娜老师的教导是离你那儿也不远。编辑好这段话，他点击发送。这一回霍森倒没有立马回消息，隔了很久，对话框里都冷清的没有下文。林婉等了一会儿，嘟起嘴轻轻哼了一声。主任平时好像挺忙的，他在向导学院的教务处是挂职，除了学院里的事情，好像还要处理阶段所的一些任务。他虽然没有提及他工作相关的内容，但是从他偶尔失联的举动可以猜出，他应该还兼任着一些其他秘密的事务。想到这里，林婉也不纠结了，直接洗漱上床睡觉。等到他迷迷糊糊的刚要入睡，终端终于亮起了光。刚刚有事，晚安。林婉看着消息，大概能够猜到对方的表情，他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正当他终于安心准备睡觉的时候，5号藤蔓不知为何突然钻了出来，他指指窗外呼唤林婉，老大，大咪在楼下呢。林婉赶紧起床，偷偷跑到窗边，他掀开帘子的一角，果然在他房间的楼下停了一辆熟悉的车。夜晚，男人颀长的身影正依靠在车门上，夜风徐徐轻轻吹动他额前的穗子，他好像想从口袋里摸什么，但是停顿了一秒，又将手抽了出来，只带出了一只火鸡，微弱的火焰在他手中跳动，一开一合，橙红色的光芒映照在他冷峻的脸庞上，忽明忽暗。林婉躲在窗帘后，目光紧紧盯着楼下的男人，这副样子，他猜测应该是忙完事情就立马赶过来了。结果到了楼底下才看到终端里他发的拒绝消息，他看着那跳动的火苗，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仿佛那火焰不只是在燃烧，更像是在灼烧着他的心。男人似乎察觉到了楼上的目光，微微抬起头，朝着林婉所在的方向看了过来。躲在窗帘后面的林婉一惊，吓得急忙蹲下。老大，大咪早就看到你，你干嘛躲起来？5号不太明白，在旁边迷惑发问。林婉这才发现自己整个身体都已经红温了。好吧，男人31枝花，风韵犹存，他成功被勾引了。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第二天，林婉真的去了蒂娜的教导室，对方好像知道她会来，已经做好了全方位的准备。今天刚好有一个深层疏导的预约，他要给林婉全程演示一遍。申请人是一名 S 级的剑齿鲨哨兵，与蒂娜一样都是海洋系的精神体。男人很绅士随和，见到林婉进来，仅仅只是微笑的点头，然后自觉地去衣帽间脱衣服。罗杰夫是我的老朋友啊，他的疏导一直都是由我负责的。他这一次刚从1号区回来，精神污染较为严重，中央批准了他的深层疏导申请。你等会儿就当我的助理，站在旁边看着，我会教导你哪些地方哨兵们会觉得比较舒服。林婉紧张地抠了抠手指，点点头。疏导的一切工作都安排好了，哨兵洗了澡，换上了一身干净的浴袍，那浴袍松松垮垮地裹在他的身上，露出精致的锁骨和线条优美的脖颈。他随意地拨弄着头发，水珠顺着指尖滑落，滴在浴袍上，晕染出一片湿痕。脑域中的藤蔓们不自觉地被他吸引，12条藤排队站成一排，尖尖的脑袋像是痴汉一样追随着哨兵的身影晃动。林婉清了清嗓子，移开视线，这名哨兵好像已经很习惯了这种注视。他大大方方地托起蒂娜的一只手，在手背上落下一个亲吻。这次也要劳烦蒂娜向导了，稍后在下要是有什么失礼之处，还请不要客气地惩罚我吧。知道了，老样子，去沙发上跪下吧。蒂娜收回手，顺道抚摸了下哨兵的头顶。林婉注意到，哨兵在蒂娜的手摸上来的那一刻，温和的眼底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贪意，像是一个温顺的孩子，眷恋地蹭着她的掌心。因为蒂娜不喜欢在诊疗室里放置行军床，所以疏导只能在那张大的离谱的沙发上进行。哨兵走到沙发旁后，解开宽松的浴袍，半推到腰间，男人上半身结实的肌肉一点一点地展露了出来。因为是水系精神体的原因，他的肌肉线条尤其的流畅优美。林婉的脸颊有些发烫，她不断地告诉自己，这是工作，别胡思乱想。可那映入眼帘的画面还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特别是脑域里的那些藤蔓彻底废停。别闭眼，仔细看清楚，其他人想要观摩我的治疗过程，我还不答应呢。蒂娜利用精神威压，强迫林婉看向自己。在林婉窘迫的视线中，蒂娜伸出手按着哨兵宽阔的背脊，一点点地将他按跪在了沙发上。蒂娜一边在他的背脊处上下抚摸，一边仔细地与林婉解说，想要这些哨兵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你，那就必须找到他最敏感、最不能让他拒绝的地方。这些地方大部分位于精神通道内，但是偶尔还有一些细微的神经遍布在其他隐秘的地方。
高效的精神疏导，并不仅仅是简单粗暴的进入对方图景就好。在这之前，你还需要仔细观察手中哨兵的情绪，让他慢慢的适应你，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减少他的痛苦。越是高等级的哨兵，神经敏感度就越高，向导粗暴不合时宜的手法，很有可能会让他们产生一些畸形扭曲的想法。蒂娜的声音平稳而冷静，眼神专注地盯着眼前的哨兵，手下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如他所说，当他的手游走到某片腰椎处时，那名哨兵好像被勒住了关键部位，浑身轻微地颤抖起来。蒂娜轻笑地靠近他，今天好像比以前更敏感更兴奋，是因为现场有第三人吗？请不要说笑了。蒂娜向导，男人滚动着咽喉，双眼逐渐迷离起来。蒂娜的手指夹带着精神丝抚过那些地方。罗杰夫咬紧唇舌，紧绷的身体很快就冒出细细的汗水。见他开始动情了，蒂娜勾了勾唇，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只见男人终于支撑不住，崩溃的软下身去。你看，只要找准了地方，再强大的哨兵在你手里都是瘫软。学会了吗？蒂娜说完，放开手中的哨兵，笑眼盈盈地望向林婉。林婉捂着脸，默默点头。脑域里的藤蔓正在疯狂地记笔记。我好像在大明身上摸到过这个什么点，一摸它就软了，一副坏掉的样子，可焦了。小水母是在那里。藤身狂魔乱摸，把周围潮湿的土壤搅弄得一塌糊涂。一旦勾起哨兵心中的欲，他就会把自己放在极其低微的位置。蒂娜在沙发上的另一端坐下，而只被进行了开头的哨兵也已坚持不住，颤抖着支撑着自己的身体，缓缓爬了过来。他跪在了女人的脚边，开始讨好。画面逐渐开始不和谐了起来。好在蒂娜还算顾忌现场还有个第三人，只见她狠狠将哨兵踩在了脚下，然后身上释放出蓝色的精神丝，很快进入了对方的精神通道。男人喟叹出声，男孩的脸上满是满足。哨兵去除脑域中的污染值是一个非常疼痛的过程，就像医生用滚烫的手术刀，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一点点的将你身上的腐肉刮下来。如果向导没有成熟的经验和手法，那么很容易会引起哨兵们的狂暴。这种时候，充足的前戏就成了至关重要的润滑剂。为什么曾经的林婉会被那么多人讨厌？大概也就是这个原因吧。精神体们无人管束，肆意妄为，只顾自己的需求，毫无顾忌地闯入别人的精神领域，像贪婪的采伐者一样索取着，完全没有考虑过对方的感受。所有压抑的情绪，那些愤怒、恐惧以及被侵犯的羞辱感，都化成了对林婉的排斥。蒂娜的声音再次从一旁传来，语气平静却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少将之间的链接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哨兵在挑选向导的时候，向导也会挑选哨兵。我看过你曾经的疏导记录，成绩不理想也许并不是你的原因，而是你没有遇到适合自己的哨兵罢了。你的精神体天生就适合更强大的人，所以不必再为一些杂碎的风言乱语而烦恼。要知道，不是你不优秀，而是那些人配不上你。林婉微微一怔，蒂娜的话如同在她混沌的思绪中撕开了一道口，让那一抹光透了进来。那些缠绕在她内心深处已久、顽固如淤泥般的自我怀疑与沮丧，似乎在这一刻开始松动。寥寥几句话之间，蒂娜的深层疏导便完成了。她将自己的精神丝从哨兵的精神图景中退出，然后走到一旁的办公桌上，拿酒精消毒擦手。孰料原本应该离开的哨兵，却在这个时候追了上来。高大的男人已经化成了一滩柔和的水，从身后将女人紧紧拥抱住。蒂娜向导，感谢您，接下来换我替您服务吧。他丝毫不在意现场还有第三个人，眼中只剩下了这名能给自己快乐的向导。只见他毫无保留地奉献出自己的身体，将自己的精神图景小心翼翼地打开。林婉一会直觉自己不太方便再待在这里，就找了个借口想要离开，结果他再次被蒂娜强行留下。急什么？今天我想要教你的，现在才开始呢。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身体。我的精神疏导可不是谁都可以白做的。蒂娜说完，再次释放精神丝，顺着哨兵打开的精神通道探了进去。这是他们精神力最纯粹的地方，也是王鱼诞生的地方。向导的精神力可以通过这里得到哨兵们的供养。哨兵在蒂娜的精神丝进入之后，瞬间变成了另外一副样子。原本还算温和的脸上，露出既是痛苦又是快乐的癫狂表情。他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蒂娜向导，拜托了。他语无伦次地说着话，整个人可怜兮兮地气息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这场供养结束了。蒂娜从哨兵的身体里撤离，女人得到滋养，仿佛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就连原本白皙的肌肤都好像变得更加红润有光。她优雅地带着奖赏意味地摸了摸罗杰夫的头。我今天很开心，谢谢你罗杰夫，回去好好休息吧。我这次有一个星期的假期，我还能再来找您吗？哨兵的目光眷恋地看着蒂娜，这可怎么办呢？还有不少孩子排队呢。我这次出任务，得到了一块品质很好的水系能源石，我就是为了去取它，才会被污染得这么严重。蒂娜，你一定会喜欢的，你还真是个有心机的孩子。这样吧，明晚上你到我房间。蒂娜，你真好，我会好好表现的。林婉终于被蒂娜从教导室里放出来，她走路都有点神情恍惚，拐弯的时候差点撞上迎面走来的人，幸好对方扶住了她。对不起，李主任，你怎么在这里？我过来接你下课。霍森将林婉扶正，捏了捏她依旧软绵绵的手，皱眉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怎么没有精神？没什么，就是有点肚子饿。林婉可不好意思说在教导室，几乎看了一场活春宫宴。霍森眼中不经意地涌现出一丝柔情，蒂娜什么人，他自然是一清二楚。他没有拆穿林婉，牵起她的手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已经让吉斯准备了一点吃的，先去我那里。林婉被霍森拉着走，他有点心虚，毕竟这几天学校里还是有不少人的。他试着把手从男人的手中抽出来，但是抽了几下没有用。我就这么上不得台面吗？霍森走在边上，冷不丁的开口。
还是说你其实也嫌我冷？林婉的脸瞬间爆红，急忙摇头。霍森停下脚步，那你在怕什么？他继续捏着林婉的手，将她紧扣着的手指一根一根的松开。很早之前他就发现了她这个小习惯，每次紧张的时候，他都会抠自己的手指。我没有怕，我只是有点不习惯。林婉扭捏道，就像一个从来没谈过恋爱的人，身边突然有了一个男朋友，这件事总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适当的保持一些距离，可以让他稍微喘上一口气。但是这些人实在逼得太紧了，才刚标记完，就恨不得让所有人知道的架势，让他觉得有点抱歉，我以后会注意的。只是向导标记哨兵是一件很寻常的事，你不必这么紧张。你看周围的同学，已经有很多人拥有自己的哨兵了。霍森说完，林婉下意识地往楼下看，果然在学院家属等候的区域，有不少哨兵正等待自己的向导，有一些还大胆热烈地拥吻着，身边还跟着另一名哨兵帮他提包包。跟他们一比，林婉这边的确没那么扎眼。他稍稍松了一口气，我现在可以继续牵你的手了吗？霍森征求他的意见，林婉想了下，这才主动把手放进他的手心里。回到霍森的办公室，里面不见吉斯的身影，午饭都安排好了，用精致的小盒子盛着，一旁还贴心的放了一个草莓小蛋糕。这个世界的物资已经很缺乏了，特别像是甜品类的食物，口味已经变得很稀少。林婉在古兰星最爱吃甜品，她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每次食堂里一有饭后小甜点摆出，她肯定是要去拿一份的。林婉小心品尝了一口，熟悉的口感充盈她的味蕾，她有点想哭。曾经的味道，这是3区一家非常出名的甜品店，这家老板历代祖先都是从事制作这个，女孩子们都很喜欢。霍森坐在林婉身边，看她一口一口将这块小蛋糕吃完，眼神不自觉地柔和了下来。我让吉斯多买了几个，等会儿一起送到你宿舍去。谢谢主任，主任你真好。吃到好吃的食物，女孩子连说话的嗓音都变甜了。霍森觉得好笑。吃完饭后，林婉将包包里的能源石拿了出来，霍森捏在指尖看了一眼，便道：你的运气不错，是纯精神系属性的石头，你可以吸收。如果我没记错，那只飞鼠的技能是精神屏蔽，它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人群中，就是靠的这个技能。但是我不是应该吸收木属性的吗？林婉疑惑，不要盲目追求本源属性，而忽略了每个精神体的独特特质。虽然你的精神体是木系，但它在精神控制方面的能力更为突出。精神系的能源石能够更好地激发你的潜力，让你的精神控制能力得到提升。来，现在把它吸收掉试试。霍森将石头放回林婉的手心，林婉眨了眨眼，看着手心里跟鹅卵石一般大小的石头，只觉有点无从下手。霍森看出了他的窘迫，不由气道：你该不会是想告诉我，你不知道该怎么吸收能源石吧？嘿嘿，林婉咧了咧嘴，什么都没说。霍森无奈的叹气，想到那张仅仅达到及格线的文化课成绩单就发愁，要不还是留一级算了。他眼皮子底下再看一眼，用精神力包裹它，然后捏碎，里面的能源自然会流入你的体内。霍森耐心的解释，力道要适当，太弱无法捏碎能源石，太强又可能会让能源石的能量失控。林婉认真点头，随后闭上眼，集中精神，按照霍森所说的方法，尝试着用精神力包裹住能源石。能源石在他的精神力包裹下，开始散发出淡淡的光芒，仿佛在回应他。林婉小心翼翼地加大精神力，试图捏碎它。果然，石头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裂开了一道缝，里面黑紫色的能源如同烟雾一般弥漫开来，缓缓融入他的身体。林婉只感觉一股温暖的力量涌入自己的精神世界，藤蔓们和大树在这股力量的滋养下微微颤动着，发出欢快的声音，而他那堪堪刚升上 B 级的精神力进度条也适时往前了一大截。林婉吸收完，慢慢睁开眼，此刻的她像是浑身泡在温水里，暖洋洋的异常舒适。怪不得人人都在追求高品质能源石，这种坐享其成的感觉谁能不爱？他忍不住脸上露出满足的神情。在林婉懒洋洋的不愿动弹的时候，霍森已经靠了过来，宽厚的上半身能够将娇小的女孩都拢在身下。从 B 级到 A 级会有一道坎，只要迈过去，你就能上升到新的界限。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地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林婉闻着男人身上的硝烟味，迷迷糊糊地问道：什么坎？A 级会形成一道坚硬的精神屏障。霍森耐心地解释，这道屏障不仅能够保护你的精神体免受外界的干扰和伤害，还能让你更好地控制自己的精神力。但要形成这道屏障并不容易，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与契机。你可以闭上眼想象一下，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会感觉到安心和舒适。等你的想法成熟之后，可能那道屏障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听起来很简单，但有时候又很难。有些人悟了一辈子都悟不出来，天资的好与坏，在这种时候表现得淋漓尽致。现实很残酷，多少人在这道门槛前徘徊不前，但只要精神力等级上升到 A 级，就属于高级哨兵或者高级向导的行列了。人生的分水岭就此展开。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出生就在罗马，一分化就是 S 级且携带高级屏障的怪物，就像霍森，他曾是特里弗家族的骄傲，现役哨兵中唯一一个接近双 S 级的天才。他10岁就开始分化，然后被收编入伍，短短几年间就成为陆战部最有实力的上将，创造无数神话。就连女王也曾几次将主意打到他的身上，想要收他为入幕之宾，但都被拒绝了。霍森现在都还记得女王当时气急说出的话：你这种等级，除了我，还有哪个向导能够疏导你？别到时候要变成怪物，再来可怜兮兮的求我。
女王身上带着无与伦比的傲慢与威胁，似乎认定了她早晚会因为精神力的问题而向她求助。原以为她会就此妥协，结果没想到她愣是挺了这么多年。而这一切都得益于这道坚不可摧的精神屏障，支撑着她熬过一次又一次的污染反噬。霍森近距离看着林婉稚嫩的面容，想想也觉得可笑，自己最后居然栽在了一个小姑娘手里。而霍森这头绝不屈服的野兽，如今正趴在小姑娘的身上，小心翼翼地亲吻她的唇角，带着倒刺的舌头，一边舔一边慢慢钻进林婉的口腔，将她口中的草莓蛋糕味道都吮吸干净。林婉迷迷糊糊的被人亲的找不到哪里。一早上蒂娜都教了什么？霍森一边亲一边下意识摆出导师的架子检查起作业。没什么，就是给我演示了精神疏导。林婉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男人逮住舌头用力吸了一口。小骗子，每个老师的岗前培训的教学内容都在他这里有过备案。林婉今天上什么课？霍森其实知道的一清二楚，可是也不知是心底的恶劣在作祟，还是因为气他昨晚将他拒之门外，他还是想要听从他嘴里说出些什么来。蒂娜的建议很好，你想去9号区，没有精神屏障的确不行。如果需要，男人将领带解开，露出自己滚动的喉结，上面的绿芽标记尤其的显眼。你之前都尝过一回了，要不要再试试？林婉也没想到自己学习的知识这么快就要用上，他面色微红，小心翼翼地将手按在了霍森的喉结上。男人的皮肤很烫，指尖才碰触到那个地方，他就感觉到那颗珠子迫不及待地滚动。霍森将领带扯了下来，衬衣的领口敞开，露出整条修长的脖颈以及宽硕的锁骨。脖颈后方是他常年注射向导素留下的密密麻麻针子，有些结痂好像是新的，尚未完全脱落，泛着淡粉色的新肉。看到这里，林婉突然有点心服。那么高等级的精神力却从未被向导深层疏导，他日常该忍耐多大的痛苦？主任应该也是不愿让他见到他那些沉积的误会。那么多次的精神链接，他都没有向他展露真正的精神图景。林婉摸着霍森的喉结，若有所思。藤蔓全体都在吵吵，老大上呀，我要把大咪摸趴下。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咪现在看起来多少有点不值钱的样子。林婉无语，这些家伙究竟是哪里学来的词汇？霍森搂着林婉的腰，一个转身让她坐在了自己的身上。为什么不接下去？男人仰着头，勾起唇失笑，好像已经默许了林婉接下去的任何行为。那对嵌在他腰间的掌心传来温热的诗意，隔着他的衣服，下意识的去揉捏她。看林婉还在犹豫，霍森终究是有些忍不住，按着林婉的背脊将她收进怀里，几根手指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摸在了林婉的蝶骨中间。那敏感的触感让女孩浑身一阵哆嗦，一出了声，男人及时将她的声音全部吞掉，亲吻像是夏日的雨点般急促且重的落了下来。林婉有点受不住，急忙用手抵在他的胸膛，不至于让自己整个人都贴在他的身上。周围的空气都开始变得黏黏糊糊起来，像是清水里掺杂了胶水，粘稠浑浊的有点不可思议。就是那个地方，你知道的。霍森的表情也变得有点不受控制。吻完之后，他主动将自己的喉结喂进了林婉的口中，碧绿色的眸中翻涌着能摧毁一切的情欲。少向精神链接总是伴随着结合热，林婉也被他调动起了不一样的情绪。他一口咬住了霍森的喉结，然后哨兵隐秘的通道在他口腔中爆开。正如他所料，一股比能源石还要甘甜的味道通过他的口腔，被他尽数吸入身体里。熟悉的气息填满了他的身子，好像上次联赛的时候一样，他也是被榨干了精神力，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滋养。精神图景里的那棵大树更激动了，庞大的根系贪婪地汲取着土壤里涌动的能量，仿佛有生命般朝着地心深处肆意蔓延。霍森的精神属性是土，土会养育大树，成就大树。厚重沉稳的精神力不断滋养着林婉，不似火焰灼热流水灵动，他却能以特有的包容力，用最沉默的姿态拖住所有摇摇欲坠的重量。不要着急，慢慢吃。霍森一边安抚着林婉，一边暗哑着开口，还有1个星期的时间，我们慢慢来。不知道是在劝诫林婉，还是在劝诫自己。霍森放松自己，尽可能的打开，让身上贪吃的女孩更方便索取。你去9号区，我没法陪你去，这几天晚上都住我那里吧。9号区是塔希尔家那小子的地盘，他已经在那边等你。那小子虽然有点疯，但是做事很靠谱，有他跟着你，我也放心。但是阿拉克涅那只虫子也去那里，小心一点，别被他欺负了。为什么要招惹那么多人？霍森一边喃喃说着话，一边惩罚似的按进了林婉蝶骨的中心。林婉放开霍森的喉结，吃饱喝足的他浑身都懒洋洋的，平日里那股扭捏劲都消失不见了。他迷迷糊糊的被霍森抱着躺在了沙发上，指尖不经意蹭过霍森汗湿的锁骨，摸到了一片汗水的滑腻。乖孩子吃饱了，也奖赏一下我吧。混混沌沌之间，林婉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好像被抬高，有微凉的风拂来，激起她皮肤的阵阵战栗。但是很快她就被一股更灼热的温度包围，她使坏的踩了踩男人的肩膀，对方不为所动，专心致志，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遗弃在脚边的终端。这时响起了通讯的声音，林婉睁开眼，眼神溃散，她挣扎着想用腿将终端扒拉过来，结果她才伸出，就被一只满是青筋的大掌给抓住。古铜色的大掌掐着女孩白皙的脚踝，力气大的仿佛要陷进肉里。林婉满脸羞红，用手背堵住嘴唇，无力的承受着一切。可偏偏那个可恶的男人轻笑着，婉婉不要咬自己，要咬就咬我吧。说完，林婉就真的没机会发出声音了。她逃不开那股热源，无论她怎么挣扎，最终都会被那只可恶的大手给死死抓回来。刚才她从他身上吃掉了多少精神力，现在她就要一五一十的讨回，一点喘息的机会都不给她留。林婉被逼到了极致，觉察到那是什么，她难堪的想要哭出来。男人尽数吞咽而下，意犹未尽的上来再次咬住林婉的嘴唇。怎么哭了？霍森一点点的将林婉的眼泪舔干净。林婉想要尖叫，却叫不出来。就在她以为自己快要窒息的时候，
身上的人终于大发善心，放过了他，真甜。男人埋在他的颈窝里，以后每天都这样奖赏我可以吗？林婉混乱不堪，泪眼汪汪的被逼着，不知道是点了头还是摇头。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的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升级。而另一端，蓝英终于在长久的忙音中放下通讯机。小殿下，时间到了，请回观察室吧。丽尔在一旁小声提醒。我知道了，谢谢。蓝英客气的朝他笑笑，然后将机器还给他。向导学院以防向导被骚扰，外来的讯号是全部被屏蔽的。所以蓝英即使终端上添加了林婉的好友，也无法在讯号非开放日给他发消息，除非林婉主动将他设置成特殊好友。但是很显然他不是。距离那场深层疏导已过去47小时19分钟，他离开之后就再未联络过他。他好像真的只把他当做了一名普通的病患。施舍了微薄的语录就飘然离场，唯独剩下他一个人在原地无限回味品尝酸涩。丽尔，我还有多久才能离开这里？过了许久，蓝英突然出声问道。您现在的污染值在安全范围内，但是比一般人还是稍微高了一点。如果接下来没有再增长，那么最快半个月就可以出去。半个月啊，太漫长了。等他出去了，他都不在这里了。向导一旦脱离学院的管制，那么一切都会变得不可预测。猛兽的嗅觉都很准，他们肯定早已闻到味，虎视眈眈的等在暗处伺机行动。尤其是那头疯癫的狮子以及那只肮脏的蜘蛛。想到这里，蓝英垂下眼眸，呼吸变得急促，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脖子上的监测环。这玩意儿每隔3分钟就会扫描一次他精神领域中的污染指数，所以他现在绝对不能出现任何恶劣的行为。但是心底的那个黑洞还在无止境地扩大，黑洞冒着酸涩的气泡，他鼓胀的难受。只要一想到他的向导很可能要被别的男人抱走，他就焦躁的坐立难安，就连向来安静的精神体都快抑制不住了。他像极了一条被人捡到却又惨遭抛弃的小狗，孤零零的守在大雨中，期盼着那个人会回头找他。蓝英用手捂住脸，遮掩即将崩塌的表情。他不能太着急，不然污染值又该上去了。婉婉最喜欢清纯的他。林婉回到宿舍，在楼梯口遇见了埃尔。清瘦干净的少年好像专门在等他，见到他过来，起身拦下了他。你真的要去9号区？埃尔冷冰冰地问。怎么了吗？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林婉莫名的点了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他有点好奇，为什么大家都对9号区讳莫如深呢？那里究竟怎么了？虫类是最克制向导的生物，而且现在那里的雄虫正在暴动，间接也影响到了塔里的精神系哨兵们。中央正忙着将那里的女士安全转移到别的地方。你倒好，这个时间还要往那边凑。既然那边在发生动乱，不是更需要向导吗？林婉实在不解，埃尔一副见了鬼的表情，脸上的厌恶感更浓了。尽管他已经如此烦躁，但是他依然没有离开。青年上下打量着林婉，回想起方才看到的画面，不免心情淤塞。你把霍主任标记了。这句突如其来的话让林婉心里一个咯噔，心虚的差点立不住脚。这消息走得也太快了吧，怪不得。埃尔的眼中流露出丝毫不掩饰的鄙夷。他既已作为你的哨兵，明知那个地方那么危险，还同意你过去，安得什么心实在心知肚明。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向导那么厌恶虫族吗？我现在就告诉你，因为虫族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发情期，甚至能与各种不同生物进行基因融合。它们繁衍是依靠雄虫产卵，不论是有性的还是无性的，只要被它们盯上，隔几天就可以看到身上有你基因的虫子满世界乱爬。埃尔一步一步逼近他，继续道：霍森能被这么多向导讨厌，不是没有原因的。当年他在百族之地丢失了一名向导，这些年他一直在找机会再次进入那里，但是那个污染区是一个等级特别高的禁区，里面的异种也会精神控制类技能，没有向导开路压根进不去。你别被人哄骗了，还在稀里糊涂的帮人数钱。埃尔，林婉第一次正式打断他。以前这个人无论说他什么，他为了不想惹麻烦都是沉默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他没有底线。去9号区是我自己的决定，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另外，既然你已经知道霍主任是我的哨兵，咱们好歹也是同学一场。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呢，无论如何你都应该看在我的面子上，莫要在背后议论我的人。仿佛是万万没想到林婉会还口。金发碧眼的贵族青年像被踩中尾巴的猫，瞳孔里翻涌着惊诧与羞愤，只吐出了一个你字。我什么？林婉走上台阶，站在与埃尔同级的地面上。因为男性向导的身高没有那些哨兵夸张，因此他站在他面前并不觉得有压力。他眼中的绿光亮起，直接释放出了自己的精神力，才在霍森身上得到补给的精神力充盈旁边，不似其他向导软绵绵的姿态。他们带着强劲的侵略性，像冷山根系穿透冻土般，轻易地破开了埃尔的贴身屏障，直逼他的眼睛。埃尔看着眼前近在咫尺的精神威压，瞳孔震惊，好快，好锋利，只差一点就能直接侵入他的头颈。一滴冷汗从青年的颊边滴落，一向高傲的他脚步微沉，再也无法维持优雅的仪态。这个世界唯一的优点就是大家都凭实力说话，谁的能力强谁就有话语权，这是变相的霸权主义。但是林婉很喜欢，因为他可以少说很多废话，直接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让对方闭嘴。见到埃尔没有再说话了，他慢慢将自己的精神力收回，然后上前一步靠近他。精神力在现实中明明没有实体，但是他却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对方的屏障已经被他击碎得七零八落。同样碎掉的还有他这个天之骄子的自尊心。想到这里，林婉歪头一笑，眼中透露出与清纯表象极其违和的狡黠笑意。还是说，埃尔同学，其实你也很想当我的狗？这句话如同一记惊雷劈开凝滞的空气，埃尔的瞳孔在瞬间缩成针尖，他浑身都红透了，气急败坏地骂道：贱民，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好心好意提醒你，不领情就算了，大概是连自己都觉得屏障被击碎很丢人。说完这句话，他没有再过多的停留，直接转身下楼了。脑域中藤蔓们疯狂地前后摇晃着呢，
击打地面，络绎不绝的惊呼声此起彼伏。被爆了，老大你好帅！我宣布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偶像。林婉拍了拍手，略感得意的回复他们，马马虎虎啦。女孩只是轻轻挥动自己的精神体藤蔓，就能让全星际的贵族们为她疯狂。可女孩却完全不知他们疯狂的原因，还在暗暗的挥动着藤蔓到处试探，偷偷汲取别人精神体的养分生活。少了碍眼的人，林婉直接回到了宿舍，然后锁上了房门。刚才在主任的办公室里，有一件事她一直没找到机会确认。她的精神图景的技能栏上出现了一个陌生的新图标，上面的描述很简洁，只有精神屏蔽4个字。这个技能好像是罗尼的技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吸收了那块能源石，所以连带着将他的技能也学习。林婉歪着头，仔细回想着这个技能的效果。好像是能将自身的情绪气息给隐藏掉，或者转换成另外一种气息。如果真是那样，那他不是逆天了。林婉一边感叹，一边尝试着使用这个技能。只见一道绿光隐约从他身体拂过，然后消失于无形。林婉来到镜子面前检查了下，发现什么变化都没有发生，藤蔓们却找不到林婉的方位了。他将技能关闭，当自身的气息又发散出来，精神体们一下子就定位到了他。原来这个技能是这么用的，而且好像还没有时间限制。一般向导每升级一个等级都会多领悟一个技能，但是林婉好像很奇怪，他都 B 级了，才只有这么2个。其中一个还是靠吸收能源石得来的，而且寄生和精神屏蔽都跟治疗没有任何关系。他真的是个向导吗？这几天蒂娜的课程非常繁重，基本上一整天下来，林婉和藤蔓们都像是虚脱了一样，他累得连食堂都懒得去了，回到宿舍就是闷头补觉。好在霍森空了就会过来盯着他，督促他1日3餐好好吃饭。但是他这样3天2头的跟贼一样频繁出入女生宿舍，影响也不好。于是，在不断的游说下，林婉终于同意了搬进他私人公寓里去住几天。这天傍晚，他一踏入他的公寓，就被男人按在墙上狠狠地亲。林婉累得连手都懒得抬，软着身子任凭对方处置。大概是这段时间被亲多了，林婉也慢慢的习惯了身边有只随时能发情的大猫。少女的声色在慢慢的褪去，她甚至能在对方忘我的时候偷偷打上一个哈欠。当然，她做出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时，下场也挺惨。别看霍森平日里隐忍克制，实则到了床上，这个男人比谁都斤斤计较。白天的纵容会在夜晚通过某种方式加倍的讨回，直到把女孩彻底惹毛了为止。然后男人又开始如此循环，半是强硬半是示弱的推拒拉扯，他慢慢将自己彻底融入了林婉的生命中。此刻，林婉泡在温暖的浴缸里，身后坐着一个高大的男人。他一边为她清洗，一边游走在她身上的每一寸肌肤，替她消除浑身的肌肉酸疼。喵了个咪的，真的是太舒服了。早知道这样，他还那么拧巴干什么呀？终于，男人抓着她的下巴，让她转过头来，她才稍稍回过神，口中就被塞入了一颗滚动的喉结。乖孩子，这是今天的粉，开始吃吧。晕染的水汽中，一大一小的身影缓缓交叠，有绿色的丝线隐秘的穿梭其中。林婉用力的吞咽，口中滚烫的精神力让她彻底迷失在这场追逐的游戏里。吃完今天的分量，是不是差不多该告一集了？霍森脸颊浮现不正常的潮红，一手强硬的按住女孩脆弱后颈，一手又温柔的抚摸着她的发顶。你后天就要出发了，真的不需要搭乘白塔的飞艇。9号区离这里乘坐普通民用列车需要1天1夜，会有点累。要是遇上一些不识好歹的家伙，想到这里，霍森的手不自觉地用了一点。我让利尔护送你过去。吃饱喝足的林婉喘息着松开口，摇了摇头，不用，我自己可以的。我就想体验下民用列车，而且我现在学会了新技能，我可以伪装成普通人，不会有人对我怎么样的。你们这段时间应该很忙吧？不用替我担心了。说完，林婉揉了揉霍森的下巴，像是在安抚一只焦躁的猫。霍森喉间溢出低哑的叹息，他紧紧地环抱住林婉，真抱歉，我的基因被9号区排斥，所以我去不了那里，那个地方很危险，这次请你务必小心。我知道了。林婉停顿了一下，犹豫了很久，还是忍不住问出了这几日一直纠缠着他的痛苦。主任，那名向导的事是真的吗？霍森将自己的脸埋进林婉的蝶骨中，沉默了很久才应了一个恩字。他叫陆晨，是这些年来唯一一个拥有双 S 天赋的男性向导。男性向导随军作战更方便，精神力更具备侵略性，因此比起女性向导多担任的治疗位，他们更多的是会被训练成战争中的辅助者。陆晨便是当年的佼佼者，白塔单独授课，2年理论课业完成，分配在了同样是双 S 级的霍森手下。当时的霍森虽被誉为无往不胜的战士，但是却苦于没有一名优秀向导的支持。他的军队大部分都是平均等级加以上的高等级战士，在经历一场场的战役后，他们深受精神力紊乱和无忍值的困扰。在陆晨去到他队里之前，中央也曾派过很多向导给他，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胜任。无论是什么等级的向导，在他的军队里都做不下来一套完整的深层疏导。好在陆晨的出现给了他一点希望，只是当过多的期盼变成步步紧逼的压力，天赋再高的人也无法承受他的专制。9号区的一场意外，他把那名向导迷失了。温润的水汽中，霍森缓缓闭上眼，他已经很久没想起那个人。当年的重大失误，像是一根针一样，深深地扎进他的心脏里。也因为这件事，他被万人排挤，从前线退役，失去了最高指挥官的身份。这些年，他一度想要再次进入9号区的污染地寻找他，结果发现他的基因不知为何被彻底排斥了。为什么9号区会单单排斥他？其实不用想，霍森也能够猜到。
双 S 级的精神力，无论那个人变成什么样都不会是个简单的存在。如果他没猜错，现在9号区的王兽应该就是陆晨。高级向导变异是比哨兵变异更加麻烦的一件事，精神控制本就是他们的强项。如果他们成了敌人，那么几乎没有人会是他们的对手。人类对于强者是仰慕的，也是惧怕的。白塔那批人在追求高级向导的同时，也在悄悄地制约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在明知缺少向导的情况下，他们还会如此纵容那些男孩女孩骄纵把护肤斯进去。霍森将林婉抱上床，拿了浴巾替她擦拭身体的时候，突然开口：“你也会觉得我是错的吗？”这是困扰了他多年的问题。他对向导向来严厉，外界的抱怨声如此大，他其实都知道。对于陆晨，如果当时他不把那个人逼得太急，亦或是不强迫他下污染区，或许现在他已经成为了一名伟大的传奇向导。我不清楚。林婉想了一下，认真回答：“就算知道了是对是错，又能怎么样？已经发生的事情不会有改变的。与其纠结过去，不如好好想想之后该怎么办。主任，你也对我很严苛呢，你后悔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希望你变得强大，哪怕是踩着我往上爬。男人轻轻地吻了吻她。这个世界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如果未来哪一天你身陷险境，有人帮助是最好的。没有人，我希望你那个时候也有自保。在丧失意识之前，林婉听到了霍森最后叮嘱的话。屋外忽然下起了大雨，水声激烈拍打着树枝，林婉的精神力就在这个雨夜正式进入了 A 级。